用一份彩礼娶了9个老婆，美艳御姐加上娇小萝莉，让我感受玉罗双修的快乐。一个霸道女总裁，体验被包养的感觉；还有一个温柔无比的沈幼楚，那小家碧玉般的柔情让我沉醉。只因我的老婆身体里有9种人格，而这个秘密也是在老婆和我战斗中暴露的。此时我和老婆白幼楚正在大白天之下光天化日，可就在关键时刻，老婆却推开了我，还拿起桌上的烟灰缸砸在我头上。在我愣神中，快速的穿好衣服跑了出去。我去医院处理好伤口后，找了大半天都没有找到他。就在我准备报警时，老婆却回来了。老婆见到我后立即就凑了上来，眼圈红红的盯着我头上的绷带。你的头没事吧？我看到他回来了，总算是放心了。没事的，就是缝了3针而已。对不起啊，老婆，我今天是不是弄疼你了？所以你才打我的。但你以后能不能别走？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找到，老担心你了呢。可是老婆突然就泪崩了，扑进我怀里，呜呜哭了起来，明显非常自责。这哭声可把我吓坏了。怎么就哭鼻子了？明明受伤的是自己啊！我抱着她慢慢的安抚，我以后肯定轻轻的好不好？今天发生的一切不愉快，咱们也统统忘了。以后谁提谁是小狗。白幼楚头抬起来，梨花带雨道：那如果我以后还打你呢？我戳了戳他光洁的额头，嘿，你还以为你真打得过我呀？之前是让着你而已，想要切磋呢。白幼楚哭笑不得，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皱着眉看着他，啥意思？你还想暗算我呀？糟糕，忘记你是川妹子了。说你跟蜀中唐门有什么关系？这次白幼楚没笑，他又低下头，一声不吭了。面对明明受了伤却还努力逗自己开心的老公，他觉得不能再瞒下去了。最终在我关切的眼神注视下，白幼楚缓缓开口道：其实打你的不是我。他又无比认真的补了一句：打你的人叫白胜男，跟我白幼楚无关。看着妻子，我后退了2步。你是说中午的那个人不是你？难道是你的双胞胎姐妹？那中午跟我那样的也是？我捂着嘴，一脸被玷污的模样，脑海中瞬间脑补出了姐妹反目夺夫的场景。可这时白幼楚拿出手机，他用中指解锁，很奇怪，界面也跟以前的不一样，而且为什么是中指啊？他点开一个视频递到我面前，这是白幼楚在小区里拍的视频，应该就是今天中午离开之后。今天是8月27日，我是白胜男。那什么，幼楚妹妹对不住了呀，我好像把你老公揍了。这语气神态和白幼楚完全不一样，咋的还有东北口音呢？视频里的白幼楚继续说下去，这是真不能怪我，我刚觉醒过来，什么情况你也知道，我当时就懵了，还以为自己被人糟蹋了，然后就看到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还一甩一甩的，我能不急眼吗？我抄起一个烟灰缸就把他脑袋给干撕了，然后才看清他是你老公。不过你放心，我下手有分寸的，死不了，何况有医保。视频结束，我划了一下看到了上一则视频，还是幼楚的自拍视频。今天是8月25日，七夕节，我是白幼楚，这是沈先生送的项链。对了，沈先生最近肩膀酸痛，我学了一套推拿手法，推拿的时候需要脱衣服，我就不教了。还有好多视频，我看着就笑了出来，可白幼楚却笑不出来。你看明白了吗？其实你别说，我都明白的。我拉过妻子的手，温柔的说道：幼楚，你的脑子里还住着一个人，叫白胜男，对不对？人格分裂，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可能性了。白幼楚问：那你怕了吗？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从我和那个白胜男的短暂接触来说，他还是挺讲道理的。如果哪天他再出现，兴许我还能跟他出去吃烧烤喝啤酒，当兄弟处。那你不觉得我是个精神病吗？白幼楚双眼雾蒙蒙的看着我，我管你什么病呢，都已经落到我手上了，概不退货哈。说着我捧起幼楚的脸就重重的吻了上去，说再多都没用，我要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不是自己脑袋上有伤，我能把中午那套活再重演一遍。吻必唇分，我还拿他打去，幸好你没变身，要不然就刚刚这一口我最少挨一嘴巴子的。白幼楚终于笑了，你放心吧，最危险的也就是白胜男了，其他人都还好。我听后眉头一拧，什么叫其他人？白幼楚指着自己的脑袋，刚才你说错了，这里住着的不是1个人，是8个人，加上我一共9个呢。啥？我老婆竟然有9重人格？脑子里那么多小人不会打架的吗？见在发我呆，白幼楚继续道：以前我们都是通过写日记互通信息，后来新买的手机有双系统了，就在另一个系统里用录视频的方式做记录，防止大家露馅。白幼楚竖起中指，用这个指纹就能打开手机的隐藏系统。不对啊，我翻了这么多条视频，除了那个白胜男外都是你的呀，另外几个人格应该也有名字吧？白幼楚点点头，我和他们闹掰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即便出现也不愿意录视频了。白胜男也是因为伤了你，所以才告诉了我一声。我听后有些疑惑，为什么呀？幼楚咬咬唇，犹豫再三才缓缓说出口，因为你，他们说身体是大家的，不希望我谈恋爱，更不希望我嫁人，如果非要谈就必须所有人都接受才行。一开始我觉得有道理，但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达成统一审美啊？有喜欢你的，也有对你无感的，还有讨厌你的，有的还根本就没接触过你。我发现世上没有一个男人能让他们全部满意的，而你那时候又逼得那么紧，难怪我追了你近2年才得手，原来我追的不是一个女孩，是9个呀。我捧起老婆那精致的小脸，所以在我爱的感化下，你就决定放手去爱了，不管他们几个了是不是？说出全部的白幼楚身上有一种释然的放松，我想为自己活一次。当我答应嫁给你的时候，他们对我彻底失望了，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交流了，他们也很少再出现。我希望能对幼楚的另外几个人各有所了解，于是继续翻着前面的视频，终于看到了其他人。今天是5月1日，我是白珊珊，姗姗来迟的珊珊，小女子白纸花，长话短说，我叫白考。今天是我可爱又迷人的兔兔呢，是我啦，白喵喵，白皎月。因为不是每天都有视频，再加上我只看开头，很快我看完了全部。不对啊，这里面6个，再加上你和白胜男，一共就8个人了。白幼楚接过手机，其实我们8个都不知道第9个人格是什么样的，他经常出现，但从没有留下过日记或者视频。那你怎么确定他出现过呢？以今天为例，白幼楚道，我本来是躺在床上的，突然就眼前一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在出租车上了，那么我就知道中间有过人格切换，然后我就
就会看手机里有没有视频留下，最后就知道你被白胜男打伤了。我暗暗点头，原来如此。白幼楚又道，经过我们8个这么多年的验证和判断，确定还有一个人格，他似乎不愿意跟我们交流，非常的神秘，还挺有趣的嘛。我原本以为你的童年青春期都是特别孤独的，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么多小伙伴。我摸摸白幼楚的头，白幼楚听后嘟了嘟嘴，我其实对他们不是很了解的，毕竟不能直接对话，只能通过文字和视频，而且那些还是他们想让我知道的，甚至有可能是故意撒谎，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全信。我晃了晃手机笑道，那今天你对我坦白这件事要不要告诉他们？当然了，但其实他们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也不知道会不会看。8月27日，我是白幼楚，今天是我和沈先生结婚99天纪念日，我不是来撒狗粮的，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我的丈夫已经知道你们的存在了，请大家不要惊慌。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我很感激。说到这的时候，我也凑了上去，嗨，你们好呀，我就当你们是我的大姨子小姨子吧。以前我跟你们中的某几位应该接触过，有几次幼楚闹着跟我分手，应该就是各位的杰作吧？什么？我有跟你提过分手吗？白幼楚突然错愕，我微微笑道，这应该就是他们瞒着你做的好事了，但好在持续的时间不长，当晚你就跟没事人一样了，我当时还以为是你生理期心情不好了。白幼楚暂停了录制，对不起啊老公，那时候你肯定很生气吧？当然了，我那时候气得都发疯了呢。白幼楚听后立即就献上了香唇，作为迟来的道歉，我却趁机按下录像键把这一段也录了进去。你干嘛呀？幼楚羞涩地退出录像，但这一段却是已经录上了。我嘿嘿一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咱们有多恩爱，他们是拆不散我们的。白幼楚低着头害羞地说道，其实他们人都不错的，只是跟你没有感情基础，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人说是我男朋友，还对我搂搂抱抱，我肯定也不接受啊。这倒也是，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融合他们呢？我认真地看着他，你大学主修的就是数学，同时又辅修了心理学学位，应该就是为了应付自己这种情况吧？白幼楚却摇摇头，我去学心理学只是为了能更好地跟他们相处，甚至直接跟他们建立联系。如果你看过他们的日记就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有自己的喜好、性格、思想，甚至身世背景。你说的融合人格的做法我也知道，我的导师也建议我这么做，但那样不就是杀人吗？我不同意这是杀人，但也能理解老婆的善良。你说你的导师也知道你的情况吗？白幼楚点点头，在云教授去世前我就跟他坦白了，他建议我试着融合人格，还说可以介绍他的得意弟子帮我治疗呢。听他说完我又问，云教授知道那我侄女万子谦知道吗？我没敢告诉他，不过他知道每次到了考试的日子，我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呢。我有些好奇，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会有人主导你的身体，是谁啊？而且为什么是考试的时候啊？他叫白考，就是刚才话不多的那个。很神奇的一点是，我平时上课学到的东西他也能学到，但他比我更专注，除了考试就没有其他爱好。所以白幼楚不好意思地说道，从小到大我都没考过试呢，都是他替我完成的，包括那个川省理科状元。我惊愕地捂着嘴，原来你是个伪学霸呀，小白白，你在我心中光辉伟岸的形象一下子变得亲民了呢。白幼楚急得直摆手，不是那样的，其实我学习成绩也很好的，虽然不至于省状元那么厉害，但怎么样应该也能考上清华京大吧。只是我面前一旦有空白的试卷，他就会抢夺控制全部给我考试的机会。我捶胸道，我咋就没这么一个爱考试的人格呢？羡慕死了。白幼楚却叹息一声，我多么希望能堂堂正正的参加一次考试，我入职银行那次都是他考的，又是第1名，这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呢。聊着聊着很快就到了睡觉时间，白幼楚没想到我还敢跟他一起睡，他还以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心理阴影呢。不过白幼楚是拒绝的，你还是睡客房吧，万一白胜男又出现呢？我委屈的看着他，怕什么呀？我脑袋都已经受伤了，今天晚上睡个素觉，他应该不会反应过激吧？白幼楚还是不依，抱着自己的被子后退道，少骗人了，你睡觉一贯手脚不老实，好几次我明明穿着睡衣，第2天却不翼而飞了，不都是你干的好事吗？有个善解人意的老公你还不高兴了？我嘀嘀咕咕，那我要亲亲才睡。这个白幼楚倒是没扭捏，勾着我的脖子献上一个漫长的香吻，晚安啦老公。我转身去了客房，安个屁呀！结婚99天第1次分房睡，仅此一次。明天是100天纪念日，必须在一起。2个小时后0点1过，我抱着枕头就溜到了主卧。现在是结婚100天纪念日了，一起睡啊一起睡。我还是很疼老婆的，知道她脑子里有那么多小人，肯定用脑过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悄悄转移到主卧后，我没有惊动她，也没有解人衣，看着她那张漂亮的小脸，渐渐迷醉入睡。不过我没敢睡得太死，早早就醒了过来，先把周围趁手的凶器，比如水杯、手机、拖鞋拿走，然后静静等着小仙女睁眼。等白幼楚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我脸上露出诧异表情后，我张嘴就问，你是谁？是我老婆白幼楚吗？白幼楚猛地坐了起来，眼睛狠狠地盯着我说道，不是，我是白胜男。我尼玛！沈父立即后翻，从床上滚了下去。哈哈，白幼楚笑得很开怀，从床上探出脑袋。白胜男精通古今中外各种格斗术，反应也异于常人，可能还没睁眼就把你踢下去了。沈父拍拍屁股起来，他那么厉害，我就放心了，说明你从小到大没吃过亏。但是我进过警局啊，他打的人。最后我进去了，白幼楚哭笑不得。幸好我是省3好学生，全国优秀共青团员，世界中学生奥数比赛金奖得主，学校会保我的。这又是一段白幼楚和人格的有趣故事，但这种故事太多，昨天聊了那么久，仍有遗漏。奥数比赛也是白考帮你考的吧？沈父撇撇嘴，白幼楚含恨点头，我自己顶多得个银奖，也是够过分的，都已经得了奥数金奖，可以保送的，却坚持参加高考，打击同龄人。他们那一届就连冀省的万子谦都知道川省有个考试之神，并深受打击。吃过早饭，今天不上班的幼楚陪沈父下楼溜溜弯。紫金院小区下面就是紫竹院公园，
旁边是国图，对面是北舞，贵有贵的道理，人文和自然环境都是一流。平时沈父都是早上跑跑步，今天脑袋带伤，只能溜达，看看小桥流水，竹林古树，陶冶一下情操。另外确定一下中午去哪儿吃这件事。今天是结婚100天，不是一顿外卖能解决的。溜达够了，右楚去隔壁国图看书了，沈父则回到家里书房码字，看了一下小说的数据。咦，推荐榜竟然已经第1名了，月票也几乎翻了1倍。不仅新书月票榜稳居第1，总榜也迈入前3了。看来可爱的读者真是善良，见自己轻伤不下火线，于是投票意愿更强了。笔名沈王爷的他首先处理了一下扣扣和微信上的留言，基本都是同行或者粉丝对自己的问候，统一在群里回复一下即可。另外还有工作室员龚天鹏和丑菊的关心，沈父让他们放心，我是轻伤，不用担心。不过这2天就先不去公司了。丑菊，我倒不是很担心，我就是想问王爷，能不能再发几张脑袋受伤的照片？读者爱看那个。天鹏，伤得越重，投票越猛，哥你看着办吧。沈父，他果断静音，断网，专心创作。平时沈父写书的时候，都是反锁了房门，并关掉手机的。不过现在心中有了对幼楚的牵挂，所以没有关机，方便幼楚能随时找到自己。2个小时后，食指翻飞的沈父完成了今日份更新任务，拿起手机，第一时间给幼楚打电话，然后电话铃从卧室传来，原来他已经回来了，还借了几本书。听到书房有机械键盘的声音，老公还活着，就没打扰。沈父拥着幼楚下楼，驱车来到了花园西餐厅。8月28日是他们结婚100天的大喜日子，需要隆重一些的庆祝。你最喜欢吃这家的法式西餐了，我已经提前预定了位子。沈父牵着白幼楚的小手，一如恋爱时候的亲密。白幼楚看着陌生的餐厅，不可能，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以前你带我来过。对啊，来过2次呢。沈父凝眉，所以之前跟我来的是哪位？应该是白珊珊，每次有美食，她就会抢着冒出来。我大学毕业的散伙饭都是她替我吃的，以至于万姐他们说我冷血无情，毕业那天只顾着吃，都没有跟他们一起流泪。沈父郑重地问白幼楚，在你印象里，我是不是很少带你出去吃饭啊？白幼楚回忆了一下，也郑重点头。其实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沈父扑哧笑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你的印象没有错了。我确实很少约你出去吃饭，我们吃食堂比较多，所以追求你真的超省钱的。是啊，不是用我的卡，就是万姐的卡。调戏了老婆一番后，沈父绅士地拉出椅子让幼楚先坐，今天肯定老公买单。那还是老样子。等一下，白幼楚打量着貌似很贵的西餐厅。老样子是什么？就是招牌的硬菜全都来一套啊。沈父打趣道，第一次来，咱们还没确定关系，你就把澳洲和牛、法国金珍珠蚝、水波蛋鱼子酱、盐焗蜗牛、酥脆鹅肝、黑鳕鱼、鸭肝龙虾卷这些硬菜都点了一遍。要不是我家底丰厚，当时我就放弃了，真是太能吃了。白幼楚脑瓜子嗡嗡的，立即翻菜谱，满头香汗的计算总价。沈父继续道，说实话，那会儿刚认识，我还以为你是把我当凯子了呢，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你是个淳朴的好姑娘，今天才算彻底解了惑。原来当时跟我吃饭的是一个叫白珊珊的吃货，她就是大吃货，一顿饭竟然要花3800块。算出总价的白幼楚肉眼可见的肉疼。沈父修正道，是8000多，菜量小，我还要点一份呢。另外还有一些甜点和高汤，不过我那份也被你吃了不少，真看不出来，你平时饭量不大，换成白珊珊却那么能吃，难怪那阵子白胜男说我胖了，拼命锻炼，原来都是白珊珊背着我偷吃。幼楚嘀嘀咕咕，我倒是觉得你有点肉挺好的。沈父宠溺地拉着妻子的小手，不过等会儿那些大餐如果端上来，香气扑鼻，会不会把白珊珊召唤出来啊？第6结婚100天纪念日，我和陌生女人一起过。白幼楚毕竟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学士，这些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研究，对于其他人格的出现规律有了一定掌握，甚至能做到对他们招之则来。比如被他称为吃货人格的白珊珊，只要遇到让他足够胃动的美食，且白幼楚强忍着饥饿感不吃东西，他就会大概率抢夺身体的控制权。白幼楚跟沈父介绍过白珊珊的这一特点，所以被他提醒后，白幼楚立即道，有道理，那咱们一人一份意大利面就行了，这个能吃饱，比刚才那些实惠多了。可这是法式餐厅，墨意面啊，那这里有龙虾披萨，好贵，大的要500多。白幼楚咬咬牙，
500就500吧，咱们吃一个就够了。沈父感觉他不是怕白珊珊出来，而是为了省钱。在沈父的坚持下，两人又点了甜点和饮料，不过账单还是控制在1000元以内。老婆太贤惠，想奢侈一把都难。点完餐，白幼楚问：“洗手间在哪儿？我去一下。”媳妇儿一走，餐厅的人就把一捧玫瑰花送了过来。这是早就谈好的，得加钱。沈父把玫瑰藏在桌子下，等到龙虾披萨上来了，媳妇儿还没出来。如果以前，沈父肯定会想，该不会掉坑里吧？但现在，糟糕！沈父立即想到那几个人格，忙冲向洗手间，正碰上从里面出来的白幼楚，不拘小节的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沈父觉得他应该不是白幼楚了，眼神不对，气质不符。如果说幼楚是温柔的小鹿，白胜男是凌厉的鹰隼，那这个更像是一只欢脱的狍子，眼睛灵动，脸上带着笑意，像是很好相处的样子。他看到沈父先是一愣，然后马上自然道：“老公，我手机呢？这么急着找手机，更像是切换人格后的表现了，而且在刻意模仿幼楚。上一次和白胜男短兵相接，都没来得及认识一下，如今似乎又看到了一个幼楚的副人格。沈父还觉得有点刺激，小说家的好奇心战胜了对此事的恐惧。其实这玩意有点像他们仙侠文里的夺舍，不过只是暂时的。据幼楚说，这具身体80%的时间都是他来控制的。”沈父指了指桌子，桌子上，我帮你看着呢。然而白幼楚的注意力却从手机直接滑向了龙虾披萨。已经开始上菜了吗？怎么开胃菜是披萨啊？这么硬，这不是开胃菜，这才是开胃菜。沈父从桌下拿出那一捧玫瑰，老婆，今天是我们结婚100天纪念日，以后的1年、5年、10年、50年纪念日，我们都要一起过。白幼楚自然的接过花，哦了一声，然后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动作一气呵成。关注点仍是餐桌，快点让他们上菜吧，我都饿了。沈父那番深情的话纯属对牛弹琴了。在幼楚的描述中，白珊珊只对美食感兴趣，什么男女之情于她如浮云。对于沈白两人的恋情，白珊珊的观点是，只要沈父能一直请她好吃的，她就支持这门婚事，是几个人格里比较容易对付的。沈父认为，幼楚和几个人格最大的矛盾就是自己，如果自己能跟大家都处好关系，幼楚也就不用夹在中间为难了。于是沈父把龙虾披萨划拉到自己这边，这是给我点的，你的自己点吧。我想点什么都行吗？白珊珊拿着菜单跃跃欲试。当然，要不还是老规律，菜单上的都来一遍。沈父大方建议。白珊珊乐出了鼻涕泡，还是你懂我，就这么办。哇，好像又多了几个新菜，上次就没吃饱，这次多了几道，应该差不多了呢。在等待的过程中，沈父已经开吃了。白珊珊是不太看得上披萨这种大众食物的，不过看沈父吃的那么香，他突然伸手直接扣了一大块龙虾肉，还是最大的那块。见沈父用古怪的眼神看自己，白幼楚心虚道：“这块龙虾又肥又大，我也只不过是凑巧夹到而已啊。”吃掉手上那块龙虾肉，又吮了吮手指，他不敢再看沈父的披萨，同时他的小腿很是急迫地踩着点，焦急地四处张望，等待着他的梦幻大餐。沈父一边吃披萨，一边神龙摆尾夹住他不安分的小腿，还蹭了蹭桌子，都要让你掀翻了。他穿着裙子，小腿光滑，沈父隔着一层裤子也能清晰感受到。你干什么呀？光天化日的，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正经啊？白珊珊声音轻微，面红耳赤，又带着丝丝愤怒，一副要不是为了好吃的，老娘早就把披萨糊你脸上的隐忍。沈父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毕竟是他老婆的身体啊。如果这度算不正经，那昨天中午岂不是卑鄙无耻，下流到泯灭人性？可是看着对面女孩含羞带怒的表情，沈父突然心里咯噔一下，这种背着老婆跟别的女人调情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这明明是我老婆啊！他忙缩回腿，又抠了一块龙虾递到他面前，你先垫垫肚子，很快就能吃大餐了。白珊珊嗷呜一声，直接张嘴吃掉了沈父手上的龙虾肉，都没倒手。看得出来，他是真的饿极了，也不在乎刚刚那一嘴有多暧昧。像他这种副人格，出来一次多则几个小时，少则几十分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会争分夺秒的想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吧。终于，白珊珊的菜陆续上来，沈父的披萨吃了一半就吃饱了，11寸呢，剩下的打包带回去，还能接着吃。接下来的时间，他就看着白珊珊吃，感觉从吃饭的香甜程度就能区分出白幼楚和白珊珊。
就他这吃相，估计能治愈不少厌食症。关键他吃的那么香，还不会觉得狼狈，一道一道吃的井然有序，但没有间隙，看得沈父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见沈父一直盯着自己，白珊珊老不自在了，最后切了一段鸭肝龙虾卷，放到沈父盘子里。不就是吃了你一块龙虾吗？还你，小气巴拉的。沈父笑纳了，又伸出叉子，那个也让我尝尝呗。他突然觉得食欲大增，还能再吃，就尝一点哦，本来也不多呀。这个也试试，你给我留点。在两人你攻我守的过程中，一大桌子美味被一扫而空，就剩沈父的半张披萨了。白珊珊扶着肚子，看向披萨，你是不是吃不下了？给我吧，不要浪费粮食。沈父跟他差不多的姿势，算了，打包回去吧，明天早上继续吃也行。白珊珊心想，虽说隔夜后不好吃，但又不是自己吃。沈父刚要扶白珊珊起来，他就自动站起身，我去趟洗手间。饭吃完了，他觉得自己也该回去了。第一次吃日料要注意什么？沈父看着蹒跚离开的白珊珊，笑而不语，感觉洗手间就是一个中转站。白珊珊进去，等会儿应该就是幼雏出来了，自己一定跟老婆好好聊聊。多重人格也没啥可怕的嘛，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吃货，被自己一顿大餐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也不知道他进去后会不会先看手机里的视频。不出所料，进去后白珊珊先用中指解开手机，进入另一个手机系统，翻看相册里的视频。因为吃饭的过程中，他一直好奇沈父脑袋怎么了，却又不敢问，怕露出马脚。结果他只看到了白胜男那个视频，并没有发现白幼楚的解释。果然，能把一个大男人打成那样的只有楠姐了。白珊珊有些幸灾乐祸，也不知道幼楚后来怎么解释的。咦，幼楚没录视频吗？白珊珊没有看到白幼楚的视频，于是又把前面的视频翻了翻。自从大学那场散伙饭之后，他就没再出现过，这都2个多月了，还是发生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看完之后，白珊珊对着镜子喃喃自语道：幼楚，按照你说的，我现在放空了，啥也不想，你快点接手吧。晚上陪男人睡觉这事儿可不归我管。沈父结完账，打了包，又等了好一会儿，老婆还没出来，他担心幼楚出事，于是跑到洗手间外面催促：幼楚，好了吗？叫了好几声，这才把老婆喊了出来，只是有点拿不准这是老婆白幼楚还是小姨子白珊珊。幼楚沈父上手就去搂她的腰，对方抗拒的躲了一下，没让他得逞。是白珊珊没跑了，饭也吃完了，怎么还不换回来？难道还想一起吃个晚饭？而且他看起来像是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呢。没看视频吗？白珊珊郁闷道：我们还是快点回家吧，这里太诱人了，我都不想走了。他觉得是这里的氛围让自己无法放空，白幼楚才回不来，所以想换个地方试试。沈父嗯了一声，带着白珊珊回了家。路上白珊珊不想说话，因为多说多错，沈父却故意引她开口：老婆，你说晚上我们去哪儿吃啊？啊，什么？晚上也要出去吃吗？一听这个，白珊珊来精神了，甚至有点不想走了。我想吃日料，我还没吃过日料呢，上次我和天鹏吃过一家，还不错，晚上我们可以去那边。啊，你们去吃饭怎么也不叫我？白珊珊愤愤不平，这话说得很没道理。商务谈判，带老婆干嘛？不过想到她是吃如命的白珊珊，沈父也不跟她计较，下次一定。快到小区了，白珊珊突然想到，昨天白胜男打伤沈父，就是因为沈父大中午的不干好事，恰好遇到楠姐苏醒，于是把他当流氓揍了一顿。难道这个男人就喜欢光天化日？那可不行啊，自己还没谈过恋爱呢，可不能由着他胡来。于是白珊珊建议：老公，你看现在快2点了，距离下顿饭也没多长时间了，要不咱们就不回家了吧，逛街，就又到饭点了。沈父瞅了一眼他的肚皮，还没消化掉呢，就已经开始惦记下顿饭了。不愧是姗姗来迟的白珊珊。好吧，咱们先去看个电影，然后逛街买衣服，最后吃饭。白珊珊欣然同意。电影不算很精彩，中午人也不多，看着看着，白珊珊困意袭来。当她第一次打哈欠，立即警惕起来。一般睡觉的时候是人格最容易切换的时候，刚刚她是急着换回去，现在为了晚上那顿饭却是不想走了，于是强行在自己腿上拧了一把，让自己打起精神。沈父看不过去了，心疼的在他腿上抚了一把：你干嘛拧自己啊？你拧的是我媳妇儿的腿啊。白珊珊却以为沈父要摸自己大腿，小心肝扑通扑通的，一边推着沈父的手，一边道：这电影看得人直犯困，
沈父点头，确实，要不咱们还是睡一觉吧。肩膀借你。白珊珊听不得睡觉这样的字眼，满脑子都是少儿不宜内容。她眼睛 bling 一下，巧舌如簧道：“和心爱的人一起看电影，无聊也会变得有趣。我们还是接着看吧，起码女主角很漂亮啊。”沈父打了个哈欠，可是我也看困了。你知道的，我一般中午都是要午睡的，要不你让我靠靠，等电影结束叫我。再说女主这颜值跟我老婆差远了，看不上她。说着，沈父就靠在老婆肩膀上。如果换成是白幼楚，沈父肯定不会乖乖睡觉。电影不好看，可以干点别的呀，反正黑灯瞎火的。但对方毕竟是白珊珊，在灵魂层面，大家也就是吃过几顿饭的交情，不宜有过分的肢体接触。见沈父真心要睡，白珊珊松了口气，挺着肩膀让他睡，省得他总想摸自己大腿。白珊珊一只胳膊不能动，另一只手掏出手机，开始上网搜索第一次吃日料需要注意什么。最热门的回答是别的无所谓，只要别穿带动的袜子就行。第二个热门回答是如果有脚臭问题，建议就不要吃日料了，容易没朋友。白珊珊目光下移，袜子有洞吗？自己有脚臭吗？她还真不清楚。于是脱了鞋，刚完成这一动作，就听到斜前方的座位上传来你别脱的娇滴滴女声。白珊珊被吓了一跳，味道这么冲吗？她忙穿好鞋，正襟危坐。然而很快，她就意识到对方好像不是在说自己，于是脸更红了。她又不是小孩子了，听着斜前方的动静，忍不住低头瞅了沈父一眼。时明时暗的光线打在沈父脸上，显得他的五官更加深邃立体且美好。写小说的能长成这样，应该蛮稀有的，算是行业天花板吧。难怪白子兔那个颜控这么坚定地站在他这边。对于沈父和白幼楚的婚事，白珊珊是比较中立的。她跟沈富龙共就见过几次面，吃过几顿饭，然后两人就有了夫妻之名何时，也就是眼睛一闭一睁的事，就从少女变成了少妇，失去了女人最珍贵的东西，心里肯定是有些膈应的。毕竟这具身体她也在用，不过想到自己也没打算找男朋友，有那功夫还不如多多品尝一下世界美食呢。再加上沈父是真的豪，买单从不小气，所以白珊珊觉得有这么一个不太熟的丈夫也不算坏事。反正作为妻子的义务，有白幼楚来履行，说不定白子兔也愿意承担，自己负责吃的白白胖胖就行，等将来生了娃饿不着。哎呀，怎么想到生孩子了？自己才不要生孩子呢。白珊珊猛地想到白胜男关于吃事后药的叮嘱，也不知道白幼楚吃没吃。她立即翻起自己的包，恰好手机屏幕亮起，收到了一条短信，银行的，您的账户8590于8月28日收入人民币9800，8560.00元，交易后余额。第八老公，我今年给你买块表吧。白珊珊惊恐地捂着嘴，个、十、百、千、万，一位一位的数，最终确定自己一次性进账9800万，四舍五入，那也是亿万富翁了。因为看过之前的人格留言视频，所以他确定这应该是白皎月的手笔。白总牛波一啊，突然拥有这么一笔巨款。白珊珊的第一想法就是晚上那顿他请了，不，等会儿的所有消费都由他来买单。再看沈父，亿万富婆白珊珊油然而生一种包养小白脸的感觉，于是伸手在沈父脸蛋上捏了一下。这老男人皮肤还不错，睡得还挺死，没啥反应。沈父不是没反应，是不知该作何反应。一个吃货人格，跟自己也没有多熟，突然捏自己的脸，啥意思？他是觊觎自己的美色，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可口啊？好在白珊珊没有进一步动作。等电影结束，他把沈父摇醒，走，带你 shopping 去。出了电影院就是大商场。在看衣服之前，两人首先看到了一家僵尸丹顿手表店。老公，我给你买个表吧。白珊珊心血来潮，你知道我没有戴手表的习惯，戴上那玩意影响我码、开、字、che 速度，码字的时候可以摘掉啊。没有习惯也可以培养吗？你现在大小也算是个老板，带出去有面子。经理，你们这里最贵的表是哪个？白珊珊豪气道。沈父又劝，这种商场里的小分店应该没什么太贵的表吧。经理一听这个就来精神了，平时干他们这行的都是被各路主角顾客打脸，现在终于轮到他反杀了。哎，这位先生，您这就想错了，我们店面虽然不大，但都是精华，其他的就不介绍了。来看这边，这款传奇系列 80172-000P 9589万表，由950铂金打造，内设手动机械机芯，价格520万，是我们的镇店之宝。而且
520的价格也很适合你们这种情侣呢。我们不是情侣，是夫妻。沈父纠正道，又看了看其他的，果然这只最漂亮，那就它吧。白珊珊说的对，自己出席一些商务场合，接触的都是明星大导，或是商界精英、文坛名流，有一款代表品味的腕表很有必要，就是这个价格。唉，这个月算是白干了。沈父刚要刷卡，白珊珊自信地站在他前面，老公，这块表是我的心意，当然我来买单。你出钱？沈父诧异，虽然自己每个月的稿费都打给他，但版权收入都在自己手上，这才是大头。他手上的钱就是家庭日常开销，恐怕买不起这块表吧。白珊珊微微一笑，从包包里翻出一张中行卡，买单。美女请输一下密码。白珊珊输了密码，密码错误。经理依然保持微笑，好像密码记错了。白珊珊一下子紧张起来，我的密码都是这个啊。她重复了一遍，依然密码错误。好你个白皎月，你的本钱都是人家沈父的，给人家买块表怎么了？竟然还改密码，大家说起来算是一个人啊，连自己都防，鄙视你下划线。见卡上9800万根本动不了，白珊珊瞬间换了一副面孔，这表吧，其实也就那样，要不咱们……沈父微微一笑，递出自己的卡，刷这张吧。右厨，你有没有喜欢的表？我送你啊。我不要，我不要。白珊珊忙摆手，带这玩意影响我吃饭。此时她有点难堪，本想学白皎月的样子，装一把霸道女总裁，结果，唉，啥也不是。其实沈父还是有点感动的，如果换成右厨，他肯定不会建议自己买几百万的表。不是说右厨这样不好，过日子有过日子的好，不过冲动消费也有冲动消费的爽，当然前提是有冲动消费的资本。沈父这张卡里正好有1000万整，521块表他还消费得起，如果2块这样的表，就要换另一张卡了。带上腕表，沈父自然地搂着白珊珊，走，买衣服去。沈父这么搂他除了自己别扭也没说啥，看来真的没有看到右楚的视频。我买条裤子吧。白珊珊看准一家运动品牌，总觉得跟沈父在一起穿裙子太危险，撩起来就能。嗨，还是裤子好，快入秋了，保暖，尤其是裤腰带比较松的那种，不会吃着饭突然觉得勒腰。因为一开始的装逼失败，买衣服的时候白珊珊情绪不是很高涨，不过沈父给她买了一串水果糖葫芦后，她心情好多了。两人从商场出来后，已经5点多了。车上，白珊珊伸舌舔着嘴角上的糖渣，动作可爱，看得沈父怦然心动。女人，你这该死的甜美啊！如果换成右楚，沈父肯定帮她擦，当然肯定不会用手，可这毕竟是白珊珊。沈父心中叹息，安全带，走啦。白珊珊像是早就酝酿好了一样，到了地方，拿着菜单直接报菜名，来一份铁板和牛、岛国红毛蟹、天妇罗、炙烤鳗鱼、蓝鳍金枪鱼刺身拼盘、醋红虾、杏仁豆腐、海胆水晶冻，再来2份味增汤。点完之后，他把菜单递给沈父，该你了。沈父一怔，刚才那些还不够咱们俩吃的吗？一旁的服务员都在苦笑，够了，刺身拼盘、铁板和牛分量不低，不够的，这些也就我一个人的量。沈父担心的看了一眼他的小肚子，其实距离中午那顿饭也就4个小时，而且中间还有一串糖葫芦，那就给我来一份沙拉吧，再来一份你们这的招牌鳗鱼盖饭。他点的少，已经做好了帮白珊珊收拾残局的准备。沈父花了不到200，白珊珊却花了3000多。他比较了一下价格，竟然还知道不好意思，于是道：那等会儿你也可以吃我的，但不能多吃，有的菜1筷子就没了。沈父笑笑，心中却有些发苦。多重人格的出现基本都是童年时期的苦难阴影导致的，白珊珊这样一个护食的吃货，又是因为幼雏儿时受过怎样的苦楚呢？想到这，沈父特别想抱抱旁边的妻子，结果发现白珊珊脱了鞋后，迅速盘腿坐到了对面。呵，自己这小短裙，大长腿的，可不能跟着 LSP 坐一块。白珊珊心里这么想，嘴上却道：老公，我要看着你吃才能吃得香。结果吃饭的时候，白珊珊再也没抬头看沈父一眼，说好的秀色可餐呢？唉，终究是错付了。所以买单的时候，沈父提议：老婆，这顿你请吧。啊，怎么可以这样？你是老公啊。白珊珊轻抚着肚子，仿佛怀胎3月控诉渣男爸爸。沈父笑道：那要不 AA， 我是180，你3600，你还吃了我的铁板和牛呢。
我只吃了牛，铁板可是一块没碰。沈父让了一步，那要不我190，你3500。白珊珊还在纠结，或者我200，你3400，不能再让步了。我的鳗鱼饭你也吃了呀。白珊珊苦兮兮道，可是我忘了银行密码呀。沈父指了指他的手机，微信里有零钱。有吗？从没买过单的白珊珊操作了一下，哇，还有几十万零钱呢。于是他又豪迈起来，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顿我请了，3400加200，3600对吧？前台，不对，虽然我说不出哪里有问题，但指定有点毛病。求推荐票，求小红心。第9，你叫我舅妈，我叫你万姐，把账算清。白珊珊买了单，沈父看着他衣服下圆滚滚的肚子，不禁为妻子的体重担心。这体重不过100，既不平胸也不矮的神话，说不定要被打破了。这女人怎么还不走啊？有点想幼楚了，特别想跟老婆吐槽一下他这吃货人格有多败家。2顿饭干掉了他1个月的基本工资，向来勤俭持家的媳妇儿肯定会气得直跺脚吧。想着幼楚回归后的种种反应，沈父心里乐呵呵的开车上路，而坐在他旁边的白珊珊却有些紧张上头。回家了，回家后会发生什么就不言而喻了。白幼楚，你怎么还不回来啊？我这里只有代吃业务，代睡你找白子兔啊。他想到之前白幼楚说的，全身放松，大脑放空，让自己的意识魂游天外，这样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白珊珊全都照做，希望白幼楚能回来，就算他不回来，让白子兔或者白胜男接替自己也好啊。然后到了小区，沈父发现副驾驶的白珊珊竟然睡着了，不过从医学上也说得通，此时他身上血液基本都在为消化器官工作，于是大脑供血不足，从而犯困易睡。沈父停好车，解开老婆胸前的安全带，又近距离拍了拍她的小脸。白珊珊睁开眼，还在车里，所以还是自己，没人接班。看到沈父的脸凑过来，手似乎放在他腰上，他慌了。老公，你不要这样，外面好像有人啊。从这语气，沈父能猜到应该还是白珊珊。他苦笑一声，你以为我要怎样？我脑袋都这样了。回家了，今晚各睡各的。啊，分房睡啊。白珊珊喜上眉梢，甚至想再吃个夜宵。2人进了家里，白珊珊有一种陌生感，连洗手间在哪儿都不知道，因为她醒来的时候基本都是在餐厅、饭馆、烧烤摊，而且沈白2人结婚后，她就很少苏醒了。沈父很贴心，把她领到主卧。今天你睡主卧，我睡次卧。白珊珊点点头。这家还挺大的，3个卧室，3个卫生间，还有一个书房，大概200平的样子。看来沈父的财力跟白总也不相上下呀。想到那花不了的9000多万，白珊珊又是一阵郁闷，把自己关在主卧的洗手间，就开始录视频了。今天是8月28，我是白珊珊，姗姗来迟的珊珊。今天跟幼楚她老公出去吃了2顿饭，一顿西餐，一顿日料。对于谁更好吃，我就不做评价了。中餐牛逼！我主要想说一点，我这里有张银行卡收到了9800多万，但是跟其他卡的密码不一样。我想问问白皎月白总，你是几个意思？是不是拿我们当外人啊？沈父刚刚打开电视，就听到了门铃声。打开门一看，芊芊，外面是一个长得跟沈父有几分像的漂亮女孩，身材高挑，一身波西米亚风格女装，旁边还有个酷大的行李箱。老舅！女孩投入沈父怀中，狠狠在他胸口蹭了蹭，然后就把沈父扔一边了。进门就问，我舅妈呢？找到了吗？女孩名叫万子谦，是沈父的外甥女，白幼楚的大学同学、舍友、闺蜜，也是2人的红娘、伴娘、电灯泡。昨天那件事后，沈父首先联系了她，但没说明具体情况。没想到一个电话让在外旅行的他千千迢迢赶了回来。在卧室呢，沈父故意晃了晃自己的脑袋，试图获取一些关心，但万子谦对那么明显的绷带视而不见，直接冲进了卧室。幼楚舅妈，你万姐回来了。白珊珊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结束了录制，刚出门就跟万子谦撞了个满怀。万姐，白珊珊还记得毕业那次跟万子谦一起吃过饭，所以对2人的关系还是有所了解。他们平时都是各论各的，你管我叫舅妈，我管你叫万姐。昨天你怎么回事啊？还以为你失联了呢。白珊珊，哎呦，哪有，就是你就瞎担心，我好得很啊。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白珊珊还在万子谦面前转了个圈，结果转出问题了。你停一下！万子谦一句话让沈父和白珊珊都愣住了。沈父，白珊珊，难道这丫头看出来了？
只见万子谦蹲下身，脸蛋贴在白珊珊肚子上，小手紧张地摸了摸那片圆滚滚，严肃的表情渐渐变成感动。我是不是要当姐姐了？老舅，几个月了呀？沈父白珊珊齐齐松了口气，多虑了。沈父笑着拉起外甥女，没有怀孕，就是吃多了。白珊珊尴尬地用力吸肚子，我才没吃多呢，我甚至觉得有点饿呢。饿了呀？那正好，我还没吃晚饭呢，叫个外卖吧。想吃鬼街的小龙虾了，说着万子谦就戳起了手机。听到小龙虾之名，白珊珊情不自禁就开始分泌口水了。那什么，我喜欢麻辣的，那就2斤麻辣，2斤蒜蓉。白珊珊眼巴巴道：够吃吗？龙虾没多少肉的，我点的是龙虾尾，几乎就是纯虾肉。这好。沈父看不下去了，在白珊珊的痒痒肉上戳了一下，他吸不住气，肚子又弹了出来，这就很尴尬了。万子谦的订单已经发出去了，他好笑地摸了摸闺蜜舅妈的小肚子，老舅你可以啊，把我家小蝴蝶养得白白胖胖的，都快退化成蚕宝宝了。沈父哼道：等会儿龙虾咱俩吃，让他看着就行，今天又是西餐又是日料的，吃多了肠胃该出问题了。万子谦，可你这脑袋受伤了，能吃辣的吗？不用忌口吗？沈父从沙发上弹起来，哦哟，你终于看到老舅受伤了，咋弄的呀？自己不小心磕的，沈父只能这么说。幼雏有多重人格这种事，他自己知道就行，没必要扩大影响。而且万子谦的嘴一贯的不严，他知道，就等于老爹老妈老姐都知道了。等外卖到了，沈父舅甥俩终究是拗不过白珊珊的苦苦哀求，让他吃了2只，过过嘴瘾得了。沈父也没多吃，基本都是万子谦干掉的。他为了赶飞机，中午就没怎么吃。在他心中，小舅和小蝴蝶真的是和父母同级别重要的人。吃饱后，3人发了会儿呆。万子谦先道：那我今晚就睡那个房间吧。沈父建议：幼雏，你和芊芊一起睡吧。好的呀。万子谦疑惑地打量2人，小舅妈，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我上次过来住，想让你跟我睡，你俩死活不同意，还差点把我赶出家门，说我第三者插足。哪有，我们感情好着呢。沈父和白珊珊立即抱在一起，表演人间有真爱。沈父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现在有伤，这老婆也用不上，今晚归你了。万子谦恍然，原来如此啊。白珊珊立即拉起他，走，你跟我说说，在彩云之南你都吃什么美味了？我跟你讲，那边的菌子真的太鲜美了，而且特别神奇，吃完之后还有小人给你跳舞，我行李箱里就有。明天第10晨练和早操，婚后没有抱着白幼楚睡觉的第1个夜晚，想念老婆睡不着的沈父把今天跟交替人格白珊珊相处的经历写成文字，记录在自己的电子日记上。幼楚总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格无法直接交流，所以了解有限。以前通过日记，现在通过视频，才能了解到他们想让自己了解的部分，非常片面。现在沈父决定由他来帮幼楚认识他的交替人格，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视角，想必看得更全面。而且自己是写小说的，功力在这摆着，保证能让幼楚更清晰且轻松地了解到他想知道的。一篇2000字的小作文写完后，沈父打了个哈欠，真的要睡了。希望明天一早能看到自己的幼楚吧。那个吃货总不能一直赖着不走吧，怪费钱的。次日一早，沈父没有看到幼楚，倒是万子谦正忽闪着眼睛看向自己。干嘛？沈父嘴上漫不经心，同时在被子里摸了摸。还好，今天穿着呢。老舅，小蝴蝶一大早就去跑步了，她平时都起得这么早吗？什么？跑步？沈父机灵一下子，哪儿呢？沈父想到了幼楚之前说的话，难道是白胜男又回来了？虽然嘴上说想跟他称兄道弟，不过想到这个女人的暴力因子，沈父还是有些发怵，脑袋隐隐又疼了。他和芊芊站在窗户边，正好能看到公园里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绑着马尾的白幼楚速度均匀地跑在公园的道路上，周围是一群望尘莫及，只能找棵树来靠的老大爷。这么远，沈父也分辨不出这是白幼楚还是白胜男，总之肯定不会是白珊珊的。如果幼楚一直是白珊珊状态，现在早就是个球了。当幼楚从公园回来，还拎着2套煎饼果子、3杯小米粥、几个茶叶蛋。万姐，我回来了。他把早餐放在桌子上，看着沙发上满脸问号的沈父，立即凑过去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老公，我回来了。沈父知道了，这是他亲老婆，于是他也热烈的回应，抱起来就啃。
刚刚从卧室走出来的万子谦受到了1万点伤害，过分了，过分了！你们这里还有个喘气的呢。没想到向来腼腆的白幼楚竟然道：“那我们回房间，不许偷听。”说完，他拉起沈父就回了卧室，看得万子谦一愣一愣的，啥意思啊？大清晨的，刚晨练完又要做早操。万子谦拍着胸脯子，作为一只单身狗，我做错了什么？然后拿起一套狗粮味的煎饼果子就吃了起来。哎呦，不错哦，还是双长双淡的。把门关上，白幼楚对沈父道：“我知道昨天是白珊珊，不过万姐怎么回来了？原来她是担心早上跟万子谦聊天会露馅，所以早早出去跑步。估计沈父该自然醒了，这才回来，还不是担心你，连夜从云南赶回来的，还特意给你带了一些菌子。”沈父搂着幼楚：“老婆，看到你真好，但是我不好。”白幼楚摸着肚子愁眉道：“白珊珊太能吃了，下次你可要管着她点。上洗手间前我称了一下，都101斤了。她给你留视频了？”“留了，不留也知道是她。”白幼楚没提那笔钱的事，既然是白总赚的，等什么时候他来了，让他处置就好。对于金钱方面，两人早就很有默契了。不过有件事很奇怪，白幼楚道：“昨天我录的那个视频被删掉了，不知道是白珊珊干的，还是其他人，应该不是白珊珊。”沈父解释：“我知道秘密这件事，他应该还不清楚。昨天一直在努力伪装成你，那看来应该是其他人，或者就是那个第9人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又为什么要这么干？”幼楚皱眉道：“那还要告诉他们吗？”白幼楚想了想，算了，既然有人不想让这层关系被戳破，就先不说了。你再遇到他们，就当做是我好了。沈父想了想，要不咱俩想个暗号，如果我觉得不对劲，就用这个暗号，答对了就证明是你本尊。这个好。白幼楚眼前一亮，想个什么暗号呢？有了。他拉着沈父的胳膊：“如果你觉得我不对劲，就亲一下我的左脸，我就会指着右脸说这里也要。”这是一个很甜蜜的暗号。不过沈父尴尬的摸摸头，如果真的是你还好，如果不是你呢？白幼楚好笑道：“如果不是我，你以为他们会乖乖等着你亲吗？”哈哈，有道理啊。沈父爽朗的笑着。如果是白胜男，估计直接就是一个过肩摔，并让自己放尊重些。白幼楚看着沈父，眼睛一眯：“昨天你该不会亲白珊珊了吧？”“没有，绝无此事。”沈父忙道：“他就只顾着吃了，我们话都没说几句。”“哦，对了。”沈父强势转移话题：“我把昨天跟白珊珊经历的事情都写了下来，应该比她的视频更详细，包括对她的性格描写。看了之后，你应该会更了解她这个人格。”白幼楚没想到沈父这么贴心：“老公，谢谢。再说谢谢，信不信我把你埋了？太生分。”沈父掐着老婆的脸蛋：“以后每次遇到他们，我都会记录下来，方便你更好的了解他们，控制他们。”白幼楚点点头，心中却在发苦，自己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他们了。他计算了一下，从中午白珊珊出现到晚上睡觉，最少也有12个小时。以前白珊珊在几个人格里算是弱的，远不如楠姐和白总。珊珊出来一次最多3-4个小时，一顿饭的功夫。可昨天竟然占据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是他变强了，还是自己变弱了。沈父把自己的小作文发给幼楚，让他上班路上看。先吃早饭，看到桌子上的早餐，沈父突然想到，哎呀，还有半个龙虾披萨呢。白幼楚摆摆手：“我可吃不动了，我吃茶叶蛋小米粥就好。”沈父：“那等会儿去工作室给天鹏吧。对了，芊芊也跟着一起去，有点正事要跟你谈。”第11金主爸爸沈先生。早饭后，沈父先送幼楚去上班，就在不远处的一个建行支行。他不会开车，小时候出过车祸，有阴影，不过也在努力克服，已经跟同事约了一起报名驾校。下车的时候，沈父突然从袖子里变出一朵玫瑰，昨天用过的，虽然压得有些变形，却让幼楚惊喜侧目。芊芊白眼狂翻：“老婆，昨天是我们结婚100天纪念日，但还不够，以后的1年、5年、10年、50年纪念日，我们都要一起过。”昨天没让他听到的话，沈父又重复了一遍。白幼楚接过玫瑰花，不顾旁边还有一只单身汪，抱着沈父，难得主动地拥吻着他，小腿还微微勾起。穿着银行职业裙装的他，此刻竟有一丝小性感。见万子谦实在看不下去了，开始以头抢车窗，两人这才挥手告别，开向沈父的沈先生工作室。白幼楚并不是银行柜员，而是为 VIP 顾客提供金融理财服务的理财经理。当初他就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多重人格，
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没有考研深造，选择了这样一份远配不上自己履历的工作。工资一般，胜在规律稳定。虽然入职不久，但同事都知道她有个很有实力的老公，连支行长都要称兄道弟。看到她幸福的小模样，立即有人问：哇，都结婚了，老公还送玫瑰呢？今天不一样，今天是结婚101天纪念日。白幼楚无意炫耀，却对隔壁的单身女同事造成成吨伤害。正好这时送超车来了，两人忙给持枪的安保人员让出道路。验钞查数的事本不需要他们，不过副行长信得过白幼楚，让他过去帮忙复核。当看到、闻到、摸到新鲜的钞票，白幼楚眼前一阵眩晕，捂着额头闭上眼睛。同事问：幼楚，你不舒服啊？当白幼楚重新睁开眼，眼神一下子变得锐利起来。少了温柔的他摆摆手，把长发扎起来，只留一缕在额前，变得干练之余还有几分贵气。他摘了一片花瓣放在唇间，仿佛是在给自己的嘴唇上色，随后把这支玫瑰直接扔垃圾桶里。没事的，干活吧。只见他娴熟地把玩着手上的钞票，似乎陶醉于他们的味道。当忙完这些，回到自己的工位，他掏出那张存有9800万的银行卡，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沈父把车开到一个公寓小区，他的沈先生文学工作室就在这里。工作室名字是他在李先生吃饭的时候一拍桌子想出来的。租了一个商住两用的 loft 公寓，楼上给公司员工朱天鹏住，楼下用于办公。公司有2个员工，除了朱天鹏，还有一个代号丑菊的京城姑娘。万子谦不算员工，他是工作室的签约作者。这家工作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运作2人的小说版权，另外还要负责他们的社交网络账号、书评区和读者群的管理等琐事。万子谦算是女成就业，在高中时期就开始追随舅舅的足迹，进行网络文学创作，然后顺便考了个清华。只不过沈父是男评，万子谦写的是女评。沈父专写仙侠，万子谦更全能。古言霸总信手拈来，耽美百合生冷不忌。新晋女神作者万子谦红总叫春就是他。沈父才写到第5部，他已经写完第7部了。旅个游回来接着干第8部，当然7部加起来也没沈父最长的那部字数多。女人啊，就是不持久。沈父带他进了工作室，楼上的朱天鹏刚起床，睡觉的地方距离上班的地方只有1个楼梯，所以很任性。啊，哥你来了。哟，芊芊也回来了，又没带男朋友回来啊？大理、丽江这种艳遇圣地都没能让你脱单吗？见朱天鹏挤兑自己，万子谦上去就是一脚。沈父跟朱天鹏他哥是青梅竹马，万子谦跟朱天鹏也是两小无猜，都是兄弟，打打闹闹都习惯了。沈父把半个披萨递过去，你嫂子特意给你留的，吃吧。怎么看着像是剩饭剩菜啊？就是剩的呀。你嫌弃啊？没有没有，好家伙，龙虾肉这么大一个，这披萨不便宜吧？单这半个就得过100吧。沈父250，朱天鹏，你看我也是250，500一个，一个早餐吃掉250，糟践东西啊！朱天鹏痛心疾首，这分量真足，我一个人估计吃不下。丑菊今天还来吗？沈父问起另一位员工，这个点还没来，那估计就是不来了。朱天鹏道，丑菊不丑，就是行动不便，坐轮椅的。他主要负责维护沈父和万子谦的粉丝群、书评区、公众号等，所以在哪都能办公。不过他喜欢身边有个同事陪他聊天，这样更像职业女性，所以只要他爸妈有空，都会把他送到这里上班。今天看来是没空的。等朱天鹏把披萨全部吃完，打开视频通话，跟丑菊连接后，沈父宣布会议开始。万子谦，要说点啥呢？沈父，今天主要说你的那部男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已经卖出网剧版权了，接下来鹅厂会拍。哇，又有小芊芊进账了。万子谦兴奋道。朱大鹏，你有2下子啊。负责版权运营推广的朱天鹏谦虚道，主要是沈个人脉广关系硬，我就是跑腿，只是跑腿很辛苦的。芊芊，你是不是考虑给我买辆车呀？说吧，小鸟还是爱马，雅迪也可以啊。万子谦大方道。朱天鹏，车的事先放一放，我话没说完。沈父继续道，这部剧我们工作室打算参与投资，所以我们也有选择角色的权利。芊芊，回头想想你心目中的男女主角人选，我会把名单报上去，跟鹅厂一起商定。听到这，万子谦更兴奋了，我还能选男女主啊？丑菊也道，到时候可以在微博上发几个选项，让读者投票，
让读者投票，让读者投票，只是建议权。不过我会据理力争的，绝不会让不适合的演员放在本该发光的角色上。沈父语气很重，都是因为之前他首次改编成大型仙侠剧的《第三仙》，因为男主是个没什么演技，但背景很强的小鲜肉，导致这部制作精美，特效华丽的剧口碑一般，让他非常痛心。于是痛定思痛，决定以后自己卖出去的版权，尽量能参与到制作中，增加自己的话语权。以后老子也要当金主爸爸。第12不就是抢个银行吗？淡定点。当然，这次能参与投资，主要也是因为这部剧不是鹅厂的重点项目。如果是第三仙那种大制作，没点资质的公司还真的没法染指。因为我们工作室准备涉足影视投资产业，再加上咱们还有关联的动画、漫画、有声小说等相关业务，所以决定把工作室升级为公司，到时候核定一下公司估值。作为元老，你们都可以优先购买公司原始股，那肯定要有限额吧？天鹏道，否则这公司就成丑菊家的了。手机里的丑菊挖着耳朵，小猪叫丑总。沈父哈哈一笑，肯定的，第一批名额只限你们3个，一共放出10%，到时候你们商量着来，然后公司会进行一轮扩张，把我身边的作家、影视、动漫、媒体资源全都整合一下，再招几个人，彻底结束草台班子阶段。简单一句话，做大做强。不管几人听懂没听懂吧？此处有掌声。丑菊问，那公司扩张了，要不我让我爸给咱们腾出一栋写字楼？朱天鹏，一栋过分了，1层差不多，大可不必。沈父忙摆手，这里暂时还够用，等什么时候公司人数突破10个人再说。万子谦也问，那要不要让小舅妈过来做财务啊？沈父后仰道，本来前天就想说的，那天他大中午好好犒劳了一下老婆，然后就准备跟他聊聊辞职给自己帮忙的事，结果后面出了那档子事，也就暂时搁置了。中午我接他的时候说一下吧。沈父道，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万子谦立即起身要走。沈父问，你干嘛去啊？丑菊说他家里就他一个人，我馋他家游泳池了，我戏水去。朱天鹏嘟囔了一句，戏珠不好吗？只剩2个男人后，天鹏开始着手招聘事宜。工商管理出身的他，以后就是公司的具体执行者了。沈父只负责大局观，交代了几句。沈父打开笔记本电脑，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把键盘，红轴无声的，感觉还算趁手，就开始了。网络作家，键盘比电脑更重要，笔记本自带键盘根本达不到这种畅快感。沈父在家里、车上、老家和办公室藏了10几个键盘，保证自己随时随地都能噼里啪啪啪。不过他写了10年，疲倦期还是有的。虽说最快2个小时能搞定最低更新量，但枯坐一天只得一个标题的情况也是有的呀。再加上部分作者日更2万常态化，刮起了一股更新攀比风，日更4000的咸鱼是会被看不起的。为了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对优秀网络文学的需求，沈父只能强迫自己一直写下去，写到腰酸腿疼，手指抽筋。所以公司必须做大做强，这样以后自己就可以慢慢写一些短小精的故事。几百万字的大长篇太熬人了。到了11点，甩了甩有些酸麻的手指，沈父收起笔记本，戴了顶赤橙黄青蓝紫皆可的帽子。天鹏，我去接你嫂子了，午饭自己解决。好的，沈哥，我去农大找我哥吃饭。我看你不是去找你哥，是去大学看妹子吧？沈父叹气，你哥但凡有你1/10泡妞的本事，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沈父驱车来到银行，还差几分钟下班。没关系，进去坐坐，这里的大堂经理都认识他。哎呦，沈老师来了，接右厨啊？赵经理又漂亮了，我坐这里就行。今天人不多呀。沈父闲聊着，我们这犄角旮旯的业务本就少，而且现在好多业务都能直接在网上办理了，2位马老板也抢了我们不少业务，谁还愿意跑腿啊？哈哈，也乐得大家轻松。聊着聊着，沈父开始打量起银行里的客户，观察人是他的一大爱好，有时候蹲路边看行人能看半天。良好的人物塑造功底就是这么来的。直到他看到一个男子，不禁多看了2眼，然后开始琢磨起这个人，四处打量，不是看门，就是看摄像头，那种图谋不轨几乎都写在脸上了。见沈父盯着那人，赵经理笑呵呵道：“别看了，他是劫匪。”什么？沈父差点叫出声。不过看赵经理淡定的样子，知道这里面必有蹊跷。果然，赵经理开始解释了：明天下午我们银行要举行一次抢银行演习，
这位大哥是警方的人，提前过来踩点，想搞得真实一些。沈父来了兴趣，咋搞得跟电影里的情节似的？可不是咋的，赵经理也跟沈父唠上了，主要是前阵子有个省出了抢银行的事，所以最近这方面抓得比较紧，演戏做真一些，有备无患嘛。沈父笑笑，如果最后真让劫匪得手了，那就尴尬了。哈哈，我们还是有这个信心的，你想不想看啊？到时候过来客串个客户呗。啊，可以吗？当然啦，来的基本都是我们新的家属亲朋。那行，算我一个。沈父除了看人，还喜欢看热闹，仙侠文也是差不多的道理，有热闹就往上凑，然后机缘就来了。他等不及过2天了，现在就凑到假劫匪面前。哥们儿，蹲点呢。对方有些尴尬，似乎不善言谈的样子，身体还有些紧绷。没事，不就是抢个银行吗？淡定点，老哥以前是干啥的呀？对方似乎受不了沈父对自己劫匪职业的不尊重，也可能是完成了踩点工作，转身就走，走得有点匆忙，把垃圾箱碰倒了，他也没管，撒腿就跑。沈父刚要笑，然而看着垃圾箱里一朵凋零的玫瑰，却是笑不出来了。如果自己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他早上送给幼楚的。正发愣间， VIP 室里的幼楚和同事走了出来，他看到沈父，眉头微皱。沈父立即上前2步，挡住了后面垃圾箱。幼楚，我接你下班。幼楚似乎在强颜欢笑，我还有点事，你自己先回去吧。哦，这样啊。沈父凑近了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直接在他左脸上亲了一口。你有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呗。幼楚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嫌弃的抹了抹脸。你干嘛呀？这是我上班的地方。说完，对方气呼呼走出了银行。幼楚猜错了，对方竟然没躲开。沈父心里也有数了，忙追了出去。不知道这次又是哪位神仙，感谢老魔童的打赏。他那本《全世界只有我不知道我是高人》，大家看过没？风靡一时，已经完本了哟。第1300总驾到。看着这对夫妇的背影，赵经理和幼楚的同事们开始认真八卦起来。看上去也没那么恩爱嘛，都是装的。她老公送的玫瑰都扔垃圾桶了，你没看见？可能就是图那男的有钱吧。听说她老公都40了，老夫少妻。不会吧，感觉也就30不到的样子，看着年轻而已。据说头发都是直的，写小说的哪有头发那么茂密的呀？哦，那倒也是。外面，沈父也追上了妻子，发型变了，好像还涂口红了，应该不是之前见过的白珊珊和白胜男。看他这高傲的气质，沈父心中有了猜测。他绕到妻子前面，拉着她的胳膊：“老婆，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在银行亲你了，上车吧，我们车里亲。”听到这番话，几个人格里年纪最大的白皎月倒没害羞，只是对沈父有些无语。亲亲亲，就知道亲，这就是个恋爱脑啊！这种人是怎么做到年入几千万的？他也跟自己一样是商业天才吗？总裁人格白皎月喜欢跟自己一样成熟稳重，在事业上能互相扶持的人，性别倒是没有卡得那么严。刚认识的时候，沈父给他的感觉就特别不靠谱，一写小说的，还是网络小说。当然，后来沈父成立工作室，自己当上了老板，算是让他打了脸。但白总依然反对这门婚事，觉得那都是小打小闹。可既然事实已经造成，而自己此时他又是代表着白幼楚，也只好勉为其难地陪沈父演一场戏。白皎月强迫自己对沈父笑道：“就不上车了，我要去隔壁商场逛逛。”“好啊，我陪你。”这么好的观察交替人格的机会，沈父自然不会错过。老公陪老婆逛商场天经地义，白皎月也只能由着他。好在沈父没有如他想的那样对自己动手动脚，甚至连牵手的动作都没。这样还好，他可不希望身上多一个100多斤的挂件。他们首先逛了化妆品店，这支口红拿一下，还有这个。他很不满白幼楚的衣着打扮，都21岁了，如果不上班，穿着打扮跟高中生似的。沈父看了一下，烈焰红唇啊，感觉幼楚的气场撑不起来啊，他就是那种纯纯的弱弱的气质啊。然而白皎月抹上后，一个回眸看向沈父：“怎么样？”沈父吞了口水，虽然脸还是那张脸，身体还是那个身体，但真的跟幼楚完全不是一个人。那嘴角翘起的弧度，眼睛里的光芒，完全就是轻熟女子的气质，对男人有着致命杀伤力的那种。沈父木讷的点头称好，然后要帮他买单。白皎月似乎很反感花男人的钱，皱眉道：“
我自己没钱吗？这语气，应该就是右厨口中的白总了。沈父基本能够确定，白皎月，她是几个人格里的大姐大，连楠姐都敢骂的豪横人物。同时，她也是个商业天才。右厨上大学能不必勤工俭学，专心攻读2个学位，就是因为白总的商业天赋，让他在高中时期就赚到了第1桶金。最关键的是，他人不在的时候也不耽误赚钱，这就很强了。沈父特别想拥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接下来，拎包小弟沈父跟着白总又开始逛起了鞋店和服装店。服装店里主要买丝袜，右厨是不喜欢穿高跟鞋和丝袜，觉得太幼了，而且行动也不便。再加上沈父也没这方面的特殊爱好，所以几乎是不穿的，裙子下顶多再加一条打底裤。不过今天，沈父觉得自己的爱好里可以加上这一条了。当白皎月裙下裹着一条黑丝，脚踩10厘米高跟鞋，从试衣间走出来的时候，沈父觉得她跟右厨的区别更加分明了。这就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御姐啊！他还不止买了一套，除了身上穿的，另外的都交给沈父，让他放回家。也不知道他是觉得沈父比较好调戏，还是真的不放心。最后加了一句：“不许用他们做坏事呀！”沈父脱口而出：“这些你都没穿过，我能做什么坏事啊？”白皎月，两人尴尬了。沈父化解尴尬的办法是：“老婆，逛累了吧？咱们去楼上吃饭，我有点事想跟你谈。”沈父想选一家川菜馆，结果白皎月指着一家风味魔都道：“吃这个吧。”难道他是魔都人？沈父记得右楚说过，这些人格都有独立的身份背景，吃饭口味、生活习性都大不相同。点好菜，沈父低头看了一眼桌子下，老婆的腿呈麻花状拧在一起。以前咋没觉得他腿这么长呢？看够了吧？白皎月的高跟鞋尖准确无误地点在沈父鞋上，轻轻一点。沈父强忍着上手摸一把的冲动。不是，地上有钱。哪呢？奶呢？白皎月立即低头看去。沈父笑了，白总似乎也没表面看上去的那么高冷啊。发现被骗后，白皎月这次狠狠在沈父鞋上踩了一脚，对沈父依然不疼不痒。不过他自己解气了。你刚才说有事跟我说，什么事啊？白皎月懒得再跟这种不成熟的小男人计较，本来是要跟右楚商量辞职帮自己的事，如今换成白皎月。沈父换了一套说辞，我准备把我那个工作室升级成公司，进入文娱行业的下游，参与影视投资。你觉得怎么样？白皎月想了想，挺好的，虽然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但你编故事的能力不错，应该也不会赔钱。沈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恰好这时第一道菜上来了，他尝了一口本帮菜，又道：“那老婆，你觉得做什么才是有大出息呢？”白皎月战术后仰，做大佬状，要么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要么在科技领域独领风骚，要么在实体行业唯我独尊，总得占一样吧。沈父看着仿佛在发光的白总，给他夹了一口菜：“吃你的吧，一个银行小职员，瞧把你能的。”白皎月看了一眼沈父手上的表，预估了一下沈父的财力，然后道：“我看好几只股票，近期应该会暴涨，有没有兴趣投个几千万？”沈父半开玩笑道：“你们银行现在拉业务都开始对家属下手了吗？”我说真的，只是一次短期投资，时间不超过1周，收益率最少15%。我是看你是我老公才拉你入伙的，当然该给我的佣金不能少，我要收益的一半，亲夫妻也要明算账。沈父沉默片刻，他让自己清醒一下，自己面对的不是小娇妻白幼楚，而是一个利用碎片时间就赚到了不菲家资的投资天才。这不是在谈感情，谈感情伤钱，这是在谈生意。要多少？6000万吧，不会连这一点都摸吧？白皎月激将道：“你这么有信心？”有，万一赔了呢？那就股市有风险，下次涨点心呗。白总上线，求点赞小心心，如果大家有书单啥的，也给老佛加上呗，感激不尽。第14，空巢老人的午夜来电，不愧是白总，6000万在他眼里就像是6块钱一样。白皎月夹着菜，红唇微起，等着沈父的决定。他想看看沈父有没有枭雄般的气魄，以及他对老婆的信赖程度。沈父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但这次没让他失望。他直接拍了几张银行卡，这里面应该有5000多万，再加上你手上那张稿费卡，加起来应该有6000万了。除了车房，还有一些投资不能动，都在这呢。本来是打算扩张公司用的，先给你吧，我信得过我老婆。见白皎月没接，沈父又道：“哦，这2张密码是你的生日，这2张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吧？”
沈父担心他真不知道。白皎月微微一笑，我是你老婆，怎么会忘呢？哼，你要是忘了，这2张卡我可就收回了。沈父打趣道。白皎月收好银行卡，又道，鉴于我们的夫妻关系，就不签合同了，到时候我会择日把钱还你。不确定日子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来，不过投资股票他都是建立数学模型后，预估一个时间，然后让操作员及时卖出，这样虽然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也无法及时调整，却也是身为交替人格的无奈之举。考虑到白幼楚大部分时间都在线，到时候他会给幼楚留言，阐明自己的投资分析。幼楚也是行内人，有些操作他也可以完成。这件事定下来后，白皎月心情大好。虽然这次投资他自己也能做，但不到1个亿，稍微有点不够看。再加上沈父的钱，这次可以搞大一些。当一笔资金超过1个亿，赚钱就成了很容易的事。从零开始赚一个小目标很难，用一个小目标赚另一个小目标要容易很多。吃完饭，白皎月急着回去办大事。沈父示意，这就走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白皎月暗自咬牙，不过想到他毕竟是幼楚的合法丈夫，于是不情不愿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沈父脸上直接留下一个明显的红色唇印。沈父愣住了，那个，我是想说，你不买单吗？我现在已经没钱了呀。白皎月银牙差点咬碎，我急着去给你赚钱，你自己买，平时没给你零花钱吗？说完，白总扬长而去，高跟鞋的咔咔声像是在跟自己赌气。为什么要上赶着亲他啊？看着老婆婀娜的背影，沈父呵呵一笑。幼楚也试过这么高的鞋子，但就是走不稳，换成白皎月，真是健步如飞啊。接下来沈父去医院换药，恢复的不错，下次再来就能拆线了。当回了家，沈父溜达到了旁边的紫竹公园，打算在河边发发呆，想想小说后续剧情。身为写手，他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作品。刚坐了一会儿，有个大妈看他仙风道骨，只半张脸就帅得出尘绝伦，于是过来搭讪：小伙子，有对象没？我女儿。不等他介绍完自家圣斗士的情况，沈父默默把那半边脸转过去，赫然看到一个清晰的红色唇印。沈父微微一笑，尽在不言中。大妈走后，沈父眯着眼，坐在长条木椅上，继续享受和煦的夏风。后来直接就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啥灵感也没。早知如此，还不如在这里吃个鱼干呢，晚上还能加道菜。再看时间，幼楚该下班了。其实上班地方并不远，他平时都是共享单车上下班的。但今时不同往日，沈父觉得自己要对老婆更加上心，给予更多的关怀。喂，幼楚，等会儿我去接你下班吧。不用了，对方回答的干脆。我今天不回去睡了。什么？我炒的是美股，所以要晚上工作。为了让自己处于最好的状态，就在酒店开了个房间，方便我专心做事。可是咱们家里也有空房间啊，你可以忙你的，我不吵你就是了呀。沈父承诺道。但白皎月根本不相信男人那张破嘴，他曾不幸在2人热恋期跟沈父相处过短暂时间，就那么几分钟，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他差点翻脸。换成白胜男遇到那种情况，估计剁了他的心都有。当然，作为恋人，那些动作无可厚非，毕竟床都上过了。但对于白皎月却是无法接受的猥亵，他绝不允许再发生第2次。所以白总坚决不肯跟沈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白天可以，晚上绝不。沈父也理解白皎月选择离家出走的原因。如果他看过幼楚解释的那个视频，大家说开了，估计就不会有这种担心了。都怪那个删视频的人格。不过沈父也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删视频的不是白皎月，他和白珊珊都可以排除了。沈父想了想，既然你决定了，老公支持你。不过你睡前要跟我视频通话，我要确定你的安全。白皎月冷漠道。我说过，今晚不睡觉的。这样10点我会跟你视频，可以吧？那就这样，在外面一定注意安全，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沈父不厌其烦地唠叨一堆，生怕白皎月这种高智商人士缺乏应对社会险恶的经验。白皎月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等沈父说完，他哦了一声，挂掉电话。在白皎月之后，外甥女芊芊也不回来了，留在丑菊家那栋过亿的别墅里过夜。沈父表示理解，毕竟他的新书就是以丑菊为原型创作的，叫女孩别动，跟丑菊交交心很有必要。只是苦了沈父，在200平米的家里，孤零零一人，有种空巢老人的孤寂感。好在有书为伴，看看书喝喝茶，就把时间熬到了10点。
跟白皎月视频通话2分钟，他就主动提出到此为止，而且他机智的没有把镜头对准窗外，防止沈父通过参照物找到自己。从这点来看，他对外界还是有些防范心的。挂了电话，沈父又把今天跟白皎月的相处细节写了下来，包括跟他一起投资股市的事，还有那些丝袜、口红、高跟鞋，有一说一地记录下来，等着明天给幼楚看。今天可是真的没有老婆了。沈父艰难的让自己睡着，然后一个电话把他惊醒。喂，哪位？我看到你老婆了，在昆仑酒店1024号房间，快去吧。第15，幼楚变装。迷糊混沌状态的沈父立即清醒，被吓醒的，还以为幼楚出事了。你是谁？你把我老婆怎么了？沈父嘶吼道。是我呀。对方忙解释，民警你郭哥。郭警官啊，沈父用有些沙哑的嗓音问，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跟老婆又闹别扭了吧？你老婆又离家出走了吧？民警老郭一副很懂的语气，别说没有，我们在酒店都看到她了。原来今天有片区例行的酒店查房行动，好巧不巧，抽查过程老郭见到了白皎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沈父绿了，然后想到自己家里那只母胎单身的姑娘，后来才确定房间里就只有他一人，或者说在那个时间节点只有他一人。不管什么情况吧，老郭觉得小沈这孩子不错，是真的爱老婆，所以特意向他通风报信。我这么做可是没有纪律原则的，你快去吧。郭叔，啥也不说了，改天请你喝酒。沈父对此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如果自己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当然要守护在老婆身边。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多重人格确实是一种精神类疾病，其他人格什么时候会跳出来，会干出什么，谁都不好说，不确定因素太多。沈父立即起身穿衣，来到了就在小区不远的那家酒店。他没有惊动白皎月，而是默默在妻子隔壁开了一个房间，把断掉的美梦又续上了。梦里的老婆一分为9，9个幼楚向自己扑了过来，或高冷，或妩媚。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害怕，拼命逃跑。这种情况不应该冲过去跟他们打成一片吗？跑着跑着，后面的老婆越来越多，从9个变成了几十个、上百个。他就像阿甘一样，一直奔跑，永不停歇，跨过了山河大海，又越过人山人海。跑着跑着，后面没人追了，他也忘了为什么跑，但却停不下来。他跑到了自己支教的地方，跑回了自己家乡，跑到了自己曾留下过足迹的所有地方。所以第二天一早，他脚抽筋了。哎呀呀，沈父揉着脚踝，时间尚早，他准备叫幼楚起来去楼下吃个早饭。隔壁房间，幼楚起得更早一些，他已经把白皎月留下的所有视频和文字资料都看过了。这家伙自己喜欢玩那些高风险就罢了，竟然还从老公那里忽悠了6000万炒股，万一赔了呢？正想着该怎么跟老公解释这件事，门铃响了，过去看了看。哎呀，曹操，不是，老公来了。打开门，沈父二话不说，先找他左脸上亲了一口。白幼楚愣了一下，终于反应过来，暗号。哦，这里也亲一下吧。白幼楚指着右脸，笑得甜美。沈父嘿嘿一笑，用脚把门一带，直接亲上了嘴。老公很狂野呀。白幼楚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说话的机会，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沈父不能出卖郭警官这样的好人，就说昨天视频的时候，自己通过房间布局猜到是家里附近的这家酒店。白幼楚哦了一声，随即又问，凭酒店房间的布局就能猜到是哪家酒店？老公，你对这酒店很熟吗？常来。沈父反应很快，当然了，结婚的时候，亲朋好友就是安顿在这里的呀。白幼楚扑哧一笑，本就没有怀疑他的意思，逗他玩呢。对了，昨天是白皎月，你知道吧？怎么把积蓄都给他了？我知道啊，不是你说的吗？他很擅长投资和经商之道，堪称你人格里的卧龙凤雏。白总确实很强，但那毕竟是半个亿啊，他又不能全程盯着股市，还是有风险的。你这么说的话，那我现在还有机会要回来吗？白幼楚摇摇头，没了，他自己也投了9000多万，暂时取不出来。啥？我老婆这么有钱啊？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是他的钱，跟我没关系。平时他的钱都是单独一张卡的，密码我都不知道。白幼楚解释道。不过他说了，有他在，我们就饿不着。沈父听出来了，白皎月在几个人格里就像是大姐姐一样的存在，是赚钱养家的角色。沈父道，那就这样吧，你信任他，我信任你，谢谢你老公。幼楚用脑袋顶着沈父的胸口，你还特意跑过来开房间陪我。沈父把媳妇儿搂紧一些，
那你有什么奖励没有啊？奖励？右楚读懂了沈父的暗示，羞道：你的脑袋这样，没关系吗？昨天我去了医院一趟，医生说了，不影响干正事。沈父盯着右楚逐渐变红的脸蛋，知道这事儿成了。房间温度开始升高，右楚的手都已经放在睡衣袋子上了，但沈父却加了一个要求：老婆，昨天白皎月买了高跟鞋和丝袜，你要不要穿上那个试试？白右楚看着床边的黑丝，抿着嘴，思想斗争了一下，最终点点头。他边穿边问：白总说过我不会穿衣打扮，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啊？哪有？沈父帮他把红色高跟鞋拿过来，你以前走的是乖乖女路线，偶尔变换一下风格，有助于增进夫妻感情撒。说着又从他包包里翻出了口红，我来帮你涂。当沈父把右楚笨手笨脚穿上的丝袜亲手脱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产生一种错觉，感觉自己身下的并不是右楚，而是白皎月。这种想法让他有些警惕，自己明明爱的是右楚，为什么这时候会想别的女人？哪怕那个女人就是右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不行啊。想到这，沈父停下动作，甚至有些看不起自己。他无意做圣人，年少轻狂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荒唐事，尤其是男女关系方面，比蜘蛛网还复杂。但那时候自己孑然一身，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现在不一样，他对这个身世凄苦的女孩做出过承诺，这辈子就她了，非她不可。见老公不动了，右楚不解，怎么了？沈父摆摆手，你还是做回自己吧，我看你很不习惯。右楚嫣然一笑，你也为了我习惯吃辣，我为什么不能为了你做一些尝试呢？见沈父还愣着不动，右楚翘着高跟鞋翻了个身，纤纤玉指在沈父胸口戳了一下，你躺好，闭上眼。沈父，这上推荐了，求投资。求本说，求推荐票啊，老佛给大家阿弥陀佛了。第16，演员请就位。1，求推荐。1个小时后，沈父问右楚，你是不是快迟到了呀？右楚急忙起身，想了想，还是拿起了丝袜。沈父却一把将他重新拉回怀里，不上班行不行啊？我养你。别闹，我可是独立女性。沈父心说，你连独立人格都没，你还独立女性？不是不上班，是换一种形式。我的公司要扩张了，需要财务人才，我觉得你很合适，以后家里和公司的财务大权都交给你。右楚手上的动作变慢了，我要考虑一下，这个不急的。沈父不想给妻子太大压力，白皎月抽走了我的资金，所以公司那些事都要放缓的。老公你不走吗？右楚见沈父还在那躺着，歪头歪脑的，很不雅。沈父，我们花了2个房间的钱，怎么也要住到中午才够本啊。其实他就是不想动了，刚刚黑丝加高跟鞋属实太顶了，这种观点很符合白右楚朴素的生活观。有道理，那我先走了，楼下应该还提供免费早餐，你要不要吃？我等会儿冲个澡再吃。不用管我，昨天的日记等会儿发你。哦，对了，你们行里下午要举行抢银行演戏，你知道吧？啊，我不知道啊，昨天行长说过了，都被白皎月听了去。沈父提醒得很及时，又道，下午我也会过去参加，到时候我们可以要求劫匪把我们绑一块，一起突突了。右楚点头，觉得特浪漫。沈父缓了好一会儿，这才下楼吃饭。上楼码字，有点后悔了，这酒店的椅子没自己的舒服。下楼退房的时候，要把2个房间全都退了。前台还挺疑惑，这位客官明明只订了1间啊，怎么把隔壁女士的也退了？好有故事的样子。沈父刚到家，右楚下班了，万子谦也回来了。他把丑菊送到公司上班，在那边待了会儿就回来了。不过他只是吃1顿饭，接下来还要回趟老家。出去旅游那么长时间，姐姐姐夫早想他了。右楚应该是早就知道芊芊要走，已经买好了京城特色的糕点，1份给爸妈，1份给姐姐。芊芊吃饭都堵不住她的嘴，小舅妈太贤惠了，我要是个男的，也就没我就什么事儿了。万姐一般这么夸我的时候，都是想让我帮你带饭。白右楚笑笑，回忆起了大学寝室里的趣事。沈父看向外甥女，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大家都是直男直女，别绕弯子。万子谦嘿嘿一笑，你看我每次回家都要打车，不方便也不安全。老舅，能不能帮我搞辆车啊？说是搞车，其实是搞牌照。以芊芊的收入，早就实现了在京城买车买房的自由。燃油车有点难，电动车牌行不行？电动的也可以啊，我看 T 牌挺酷的，反正咱老家近，
能一路开到家，万子谦一个女生，对速度性能啥的要求不高，颜值最重要。好，回头我跟通哥打听打听。他门路广沈父应了下来，打算找大学同学帮忙。然后他的目光落在右楚头上，右楚似乎知道沈父要说什么，忙道：我下周就会考科目1了，很快也能自己开车了。沈父拉着妻子的手深情道：其实开不开车的不重要，主要我能扣你的分了呀。白右楚万子谦，饭后听说下午有抢银行可以看。万子谦懊悔不已，早知道就明天走了，可是车子约好2点就到。白右楚跟即将离开的闺蜜拥抱了下，回头还是看新闻吧，也不知道我们的脸会不会打码，还能上新闻啊？是啊，好多媒体都会去呢，毕竟这种事很罕见啊。等沈父和右楚到了银行，果然已经围了很多人，有媒体，有银行系统的人，还有民警在帮忙维持秩序。不过因为他们已经在现场了，所以等会儿不能出警擒贼。沈父还在这群人里看到了民警老郭，两人打了个照面，互相使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见沈父跟白右楚一起来的，明显感情很好，老郭也就放心了。虽然自己挽救了一段婚姻，但他不愿贪功，就让自己做一个无名英雄吧。不过回头所里做报告的时候可以提一下。进了银行，已经有不少演员就位了，老少男女都有，还有银行职员正在端茶倒水。爸喝茶，妈你别看了，等会儿有赠品。儿子，你再坚持一下。劫匪马上来。亲爱的，等会儿千万别逞英雄。劫匪有枪，我也有。果然，都是员工家属。沈父取了个号，模拟取钱。右楚过来跟沈父交代了一下，等会儿我们可能没法绑一块了，我们的工位在里面，而且也没钱，在桌子下一藏，劫匪估计顾不上我们，那不就是没戏份了？右楚有些失落，不是为了戏份，是因为没法跟沈父绑一块，被突突了。没事，沈父坏笑道，到时候我就跟劫匪说，你们里面的人在报警，让他把你们抓出来。两人这边正说着该怎么给自己加戏，门口走来一个胖子，正是分行的中行长来了。他首先看到沈父，热情的打招呼：沈老师，你竟然也来了，蓬荜生辉啊。哪里，瞎凑热闹。中行跟沈父寒暄了2句，然后贴着耳朵问：不是我说，老弟你在我们这存的钱怎么都转走了啊？要去炒股？当然要转走，还是你员工转的呢。沈父笑笑：放心，很快还会回来，而且会更多。看来老弟要发财了，右楚真是有福啊。中行爽朗的笑笑，也没细问。那行，还有5分钟劫匪就来了，我先上楼了，总不能让他们擒贼先擒王吧。他们团伙作案，十分猖狂。中行走后，银行员工家属各就各位。沈父本来还想看看劫匪们是怎么冲进来，然后就听到叫号，哎呀，到自己了。好吧，只能过去跟桂圆小姑娘扯闲篇，人家一口一个姐夫的叫着，特尊敬，就是一直盯着自己的头发，怪怪的。第一更，小抱一下，求点支持，让老佛在榜单上更进一步，拜托了。第17这个女人好凶残。2，求推荐。感谢天下第1024的万赏，感谢矿海望湖大大的打赏，感谢坏人聪哥 China Hikes 苏大帅比书友160908232102536的打赏，谢谢大家支持。现在签约榜第10名了，千万稳住啊。第18他能打，我能打，你不能打。3个，感谢时光甜鲜的签赏，感谢龙翔升腾书友201811072321291885书友2019123008424808，下周盖鱼雷雷123123的打赏。第19小舅热搜，小舅妈上热搜了。救护车上，白胜男看着窗外，在思索开门跳下去的可能性。不过首先要解决的一点，自己的手还被沈父握着呢，有毛病吧？当我是哈士奇吗？撒手沫吗？你能不能松开我？白胜男甩甩手道，我就是觉得神奇，老婆你这小手柔弱无骨的，怎么能把那么一条大汉打倒啊？白胜男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怀疑我了？我果然是个耿直的女孩，不擅长伪装。算了，到了医院还是先撤吧，避一避风头。哎呀，人家让着我一个女孩子了啦。白胜男学着白子兔的腔调，看似很萌，却学不到精髓，有种壮士卖萌的违和感。沈父终于还是松开了他的手，有被恶心到，反正车上不怕他跑掉。帮沈父处理头顶伤的医护人员看到这两人，不禁笑道：你们刚结婚吧？真甜蜜。是啊。右厨，告诉医生姐姐，咱们结婚多久了？
啊，这个白胜男当然不记得，好在他还有点机智，拧着沈父的耳朵。好啊，你是不是忘了？想让我提醒你？没门，我怎么会忘呢？竟然拧我耳朵。于是沈父抱住他的腰。102天，前2天咱们还一起度过了100天纪念日呢，算你还有心。白胜男扭了扭想要挣脱沈父，但沈父却抱着不松手。老婆，结婚102天纪念日，需要102个亲亲才能快点好起来啊！让你拧我耳朵，恶心不死你，不就是互相伤害吗？面对沈父索吻的要求，白胜男当然是拒绝的，从兜里摸出一个口罩给他戴上，小心感冒吧你。两人一路都在嬉笑闹腾，看得医护人员心塞不已。我们是来救死扶伤的，不是来吃狗粮的呀！白衣天使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终于到了医院，沈父后面2次受的伤不太严重，就起了2个包，跟第一处伤口在沈父脑袋上呈等边三角形排布，其实都没必要来这一趟。不过毕竟是撞到脑袋了，那就顺便做个 CT 吧，万一留下暗疾了呢？结果到了 CT 室，白胜男就开始不老实了，东张西望的。沈父看出来了，他这是想跑。大夫，进去前我能跟我老婆最后说一句话吗？沈父严肃道。小伙子，你别怕，没那么严重，不要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大夫安慰他。算了，你们搞快点。沈父对白胜男勾勾手指，让他凑近一些。白胜男见他戴着口罩，应该不会偷吻自己，这才俯身。快说吧。说完他就要出去避避风头了。沈父道。白胜男，等我出来，别乱跑。我知道。我不。白胜男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白胜男。说完，沈父不再多言，走进了 CT 室。金属大门关上后，白胜男立即出门掏手机，用中指打开第2系统。他要知道自己上次打伤沈父后又发生了什么。沈父怎么知道白胜男这个名字？难道让白胜男意外的是，自己那个视频之后就是白珊珊的视频，叨叨了一堆，除了吃了2顿大餐之外，还表达了对白总的不满。然后是幼楚的视频，也没什么大事，无非就是万子谦回京了，万子谦又要走了，万子谦还会回来的。最后一条是白总的，先是鄙视了一番白珊珊吃白食还要求那么多的弱鸡行为，有本事能赚1块钱也算他厉害，巴拉巴拉。白总数落人的时候，连白胜男都只能乖乖听着。然后白总又跟幼楚交代了一些股市上的事情，估计只有他们俩能听懂，跟说天书似的。所以幼楚到底有没有暴露他们啊？如果沈父都知道了，那自己就不用怕他了呀，直接摊牌，我不是你老婆，莫挨老子。所以白胜男在外面等了一下，等沈父出来后，他看向沈父，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什么白胜男啊？沈父微笑面向他。进去之前，考虑到这个女人演技太差，又担心自己对她上下其手，跑掉的概率很大，所以沈父决定跟他说部分实话。白胜男别装了，幼楚都跟我说了。啊？沈父走近些，凑到耳朵边。那次打伤我的不是他，是你。你们是双重人格对不对？双重？不是。那句话在白胜男嘴里转了一圈又咽了回去。没错，我们是双重人格，是共用这具身体的关系。方谬神探看过吧？每当弱小的幼楚遇到麻烦，神通广大的我就会出现，帮他搞定一切。事成之后，深藏功与名。沈父听了嗤之以鼻。我认识的几个人格，就属你能惹祸。不过沈父没有反驳他，这个女人冲动且无脑，所以沈父决定用这种方式把她留在身边。既然大家都说开了，你就跟我回家吧。3个卧室，你随便挑，我们互不干涉，然后静静等幼楚换回来，如何？白胜男做思考状，这样显得自己很有城府，不那么容易被骗。其实他是在想今晚要吃什么，吃牛肉吧，吃那个长力气。好，就这样，两人愉快地达成共识，拿了片子，大脑无碍。这对陌路夫妻刚进家门，白胜男手机响了，万子谦的他拿着手机，请示沈父，毕竟他跟芊芊不熟，怕说漏嘴。沈父接过电话，喂，芊芊，到家了吧？早到了。幼楚舅妈没事吧？她没事啊。然后就听到了万子谦的一声狂笑。我说什么来着？现在你信了吧？我家幼楚是不是超级能打啊？沈父懵了一下。万子谦又道，你不知道吗？小舅妈在抖音上火了。沈父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 app， 你看看热搜上，虽然视频拍得有点晃，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犹记得当年在烧烤摊上，幼楚一口2锅头下肚，
寒风呼啸，面对一群混混，他只是微微一笑，袖口一吐就是。听到这，白胜男立即翘起二郎腿，得意非凡。当初那一群就是草包，加起来还不如今天一个抗打呢。小舅妈你在啊？在呢，在呢。白胜男抢过电话，决定好好跟万子谦唠唠自己的辉煌战绩。沈父则点开了那条视频，好家伙，都已经50多万点赞了，而且发出时间并不算长。标题是银行女侠大战假劫匪，3分钟无删减。感谢优助大佬教会老佛转同人图，感觉是老二次元了。那就借机强烈推荐一下他正在强推的《姑娘你不对劲啊》近期难得的轻小说佳作。第20闪了腰，求推荐小心心。标题的意思可以说是非常准确了，可怎么就这么别扭呢？据说还是个小孩发布的，应该挺单纯的。是我的心他脏了吗？自我反省一番后，沈父点击观看，打得很激烈，也很漂亮。沈父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女打星存在的意义了。柔与力的结合，这是一种别样的美。还好，因为打得很快，拍摄很菜，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应该认不出幼雏。沈父可不希望老婆成为网红，他自己也不会喜欢。不过看了下评论，靠，怎么都知道海淀区某某街道建行一枝花白经理，那边白胜男还在跟万子谦胡侃。万子谦提到，我现在正往老爷家走呢，等会儿也让他们看看。好啊好啊，白胜男乐呵道。沈父忙抢过手机，看什么看啊？幼雏在我爸妈眼中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小姑娘，还是不要让他们心目中的儿媳妇幻灭了。白胜男撇撇嘴，乖巧懂事有啥用？平时遇到坏人还不是要靠我？那时候白总的钱都不好使。这么想着，他捏了捏自己不太满意的肱二头肌，欠练啊。万子谦嘿嘿一笑，我不让他们看，他们自己估计也能看到。现在老两口也爱玩这个，没准自己就刷到了呢。听我妈说，现在机不离手，可沉迷了。我老好像都要戴老花镜呢，还没50呢，戴什么老花啊？沈父嘟囔道。那等他们刷到再说吧。好了，不说了，我正骑车呢，先挂了。挂了电话，沈父转头对白胜男道，我知道你能打，但麻烦你做事之前先动动脑筋好不好？就今天这事儿，很明显是演习啊，大家都在笑呢，有那么不严肃的抢银行吗？白胜男也知道自己理亏，但他嘴上却不服气，掐着腰昂着头，你在教我做事啊？沈父强硬道，对啊，毕竟比他高10几厘米呢，气势不能输。男女之道，无非就是你强我弱，你硬我软，有来有回，方得始终。白胜男服软了，我那不是以为银行的人心理素质都高吗？好了，不说那些了，我饿了，我想吃牛肉，要不要再给你整点酒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大秤分金沈父见他很爷们儿地大跨步坐着，跟座山雕似的，哪里有女孩子的样子？你还穿着丝袜铅笔裙呢。酒就不用了，我准备帮幼雏健身，吃完还要跑步，最跑要不得。说着他起身去了卧室。沈父跟了过去。白胜男又问，你这里有没有舒服一些的衣服啊？这一身穿着太难受了，尤其这黑丝袜多难看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腿毛呢。沈父倚在门框看着他翻衣服，自己做牛肉太慢了，还是点外卖吧。都行，等会儿我点。白胜男翻到了一件夏季常用大裤衩，这个好啊，宽松，那是我的衣服下划线，我不嫌弃。你出去，我要换衣服了。哐当一声，沈父被关在门外。把关系挑明后，沈父还真有点不习惯跟他相处，他还做不到把面前这位女汉子完全跟自己老婆分割开，想亲近又知道该保持距离。白胜男倒是不挑食，也不像白珊珊那样对美食有过分追求。出来后就点了牛肉、鸡胸肉、豆腐3道菜，都有不错的增肌效果。沈父忍不住说他2句，怎么你还想吃成金刚芭比啊？吃肯定是吃不成的，还要配合锻炼。白胜男很专业道，否则就算练出一身肌肉，那也就是蛋白粉催的，花架子没啥意思。沈父，白胜男我劝你善良，幼雏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不需要练得跟今天的大姐似的。说起今天被自己打了的那个大姐，白胜男眼前一亮，虽然他手上没什么功夫，不过那身材我是真喜欢。听他这么说，沈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行，自己一定要阻止他锻炼，他才不要一个魔鬼肌肉人做老婆呢，他宁愿老婆被白珊珊吃得圆润一些。胜男，说那么多渴了吧？渴了就喝可乐吧。沈父居心不良的递上一瓶肥宅快乐水。白胜男脸上写满拒绝，我从来不喝这种饮料的。
可沈父刚要说什么，电话响了，是大学同学石世通打来的。喂，通哥，大神，我看到你家小娇妻了，这特么还是我认识的白幼楚吗？石世通激动不已，嗓门贼大，看来他已经看到抖音上的视频了。沈父挖挖耳朵，走到一旁，正好跟他说说万子千车牌的事。而另一边，闲着也是闲着的白胜男开始锤炼自己的肉身了。当沈父挂了电话，回过头的时候，猛然看到穿着小背心、大裤衩的白胜男正在一字朝天踢，似乎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完美。他还解释，虽说幼楚身上有我之前练的底子，但应该好久不练了，有点僵。你们平时都不做运动吗？沈父，做呀，每日。那不应该啊。白胜男纳闷儿，感觉关节都快生锈了。他换了只腿，双手抱胸，继续保持这个动作，稳的一笔。沈父瞬间不困了，同时把刚刚阻扰白胜男锻炼计划扔到一旁。你要是练这个，我还是支持的，肌肉就不要练了，女孩子家家的，不美观。肌肉怎么会不美？肌肉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它代表力量，代表安全感。白胜男心想，可惜自己上线时间短，要不肯定练成那个大姐的样子，把体重和力量提上去，到时候别说7、8个大汉了，老娘要打10个。沈父正要跟他掰扯，又来了一通电话，是另一个大学同学，估计还是那个视频的事。果不其然，刚应付完这位，沈父就听到身后哎呦一声。你怎么了？白胜男趴在沙发上郁闷道。久坐办公室，身体机能有些老化，我不过是做了几个有点超纲的姿势，就造成了软组织。沈父打断他，扭伤了呗？哪里？白胜男不说话，不过沈父看得见，他是闪了腰。等我一下。沈父去书房拿了一个小药瓶，在沙发上躺好，我给你揉揉，你知道怎么弄吗？白胜男有点不信任，你忘了你公公是谁了？我公公？说错了，幼楚的公公，我的父亲，沈傲天老先生，号称骨科圣手，马里乡骨科第一人，在我们那一片，那可是有口皆碑的，接骨正骨推拿按摩，样样精通，有时候连其他县的人都来找他。哦，就是你们结婚录像里跟你妈坐一块的那个人啊，我还以为是你爷爷呢。嗨，你家老爷子看着确实有点高人风范，不过你妈，我还行的，要不是会写小说，我这手艺在白马会所也饿不死。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不重要，你怎么还不躺下呀？我要开始了，把衣服往上撩一下。啊，你身上有我没看过的地方吗？利索点，撩。第21善良的大姨子，幼楚的腰是真细，所以造就了绝美的腰臀弧度。沈父的手放在上面，很想让自己清心寡欲一些，但怎么可能？一双大手在他的腰部按抚，抹了药水后变得凉飕飕的。是这里吧？下面一点，这里，在下面。靠，你摸我屁股干嘛？沈父也恼了，脸都憋红了。你自己抹吧，我不管了。白胜男试了试，自己能碰到那里，但不吃力，那里有一处应该是淤血了，需要用力揉开。老沈，还是你来吧。白胜男讨好道，我保证啥也不说了。沈父不为所动，他横刀立马道，非要让我撒娇吗？沈父这才重新上手，刚揉了2下，我这么蹲着也没法吃力，要不去床上吧？你，白胜男刚要质疑沈父是不是居心不良，不过想到刚刚自己的承诺，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行，床上就床上，床上大，施展得开吗？他对自己的武力值还是有信心的。一个写小说的文弱书生，估计1根手指就能把他抽搐。病人已经躺好，沈父把拖鞋一甩，骑在了白胜男腿上，这样适合发力，然后背心撩开一些，大裤衩下蹬一点，抹了点活血化瘀的药水。我2只手一起来了，会很疼，能有多啊？白胜男面上一喜，这个劲道，巴适。或许是觉得这么叫不太好，白胜男立即收声，默默忍受。幼楚的身体对沈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为了去除杂念，沈父跟他聊天分散注意力。白胜男，你多大了？问这干嘛？就是好奇，你们这种双重人格是不是都一样大啊？那不能够，我比幼楚大1岁，他还要叫我一声姐呢。哟，那你算是我大姨子喽。沈父笑笑，对啊。白胜男也乐，所以你平时对我放尊重点，有跟大姨子动手动脚的吗？一般都是跟小姨子。白胜男扭头瞪了沈父一眼，哼，男人。
沈父看着他憋得通红的脸蛋，笑道：“你如果想叫就叫出声，我知道我手上力道不小。”哎呦呦，白胜男真的叫出声，没想到你一个敲键盘的，手劲儿还贼大。那是，这些年不知道敲坏了多少键盘呢。而且我也每天出去跑步锻炼啊，健身房也常去。那等会儿咱们一起夜跑呗。白胜男来了精神，沈父轻轻拍了他一下。今天就算了，我看你肩膀那里也有点淤，今天好好帮你揉开了。沈家绝学都给你来一遍，明天再开始吧。白胜男叹了口气，明天就是幼楚了呀。幼楚我也会拉他去锻炼的，平时看不出来，让你打这一架，毛病都打出来了。久坐确实容易亚健康。正说着，又有一个电话。沈父叹道：“你今天算是全国闻名了，估计又是找你的。”沈父拿起来一看，郭警官，小沈，你的伤没事吧？民警老郭关心道：“没事，已经回家了。您还惦记我呢？”哈哈，没事就好。我们这边已经完事了，还跟钟行长他们一起吃了个饭，还算圆满吧？非常圆满。警民合作，轻松将4个没了斗志的毛贼拿下。那是，斗志都让白胜男打没了。按照老郭这话老属性，沈父估计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他把手机放下，开了外放，双手继续在白胜男腰上动作。啊！白胜男吃力，舒坦地叫了一声。电话那头的老郭顿时老脸一红。哎呀，我好像打的不是时候，那要不明天再说。哟，这是找自己有事啊？沈父笑笑，没有，我正给幼楚揉肩捶背呢。今天运动量有点大，腰肌都劳损了。这样啊，老郭再次感慨，真是个好丈夫，跟自己每天给老婆洗脚有一拼啊。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听钟行税，你不仅自己写小说，还开公司呢，就一工作室，小打小闹啊。这样啊，听沈父这么说，老郭有些犹豫了，担心会强人所难。沈父道：“郭叔，有什么你就说嘛，你可不是那种不爽利的人。那你公司还缺人吗？”老郭不好意思道：“工资啥的无所谓，莫五险一金也可以。”郭叔，你这问的太是时候了。沈父笑道：“我那工作室正要扩张呢，正缺人手呢。你是想给人介绍工作？不是外人，就你妹子。”我闺女老郭顿时开心起来，顺便占了个便宜。多大了？23岁，刚大学毕业，工资待遇无所谓。我就是不想让她在家里待着，想让她走进社会，接触一下活人。这孩子可愁死我了。接着老郭跟沈父说了一下他闺女玲玲的情况，名牌大学毕业，毕业就失业，不想找工作，在家里搞什么自媒体，给人家公众号写文，给短视频写段子，一个月也能赚个3、4千的，够自己日常开销。就是老郭担心他一个人在家里整抑郁了，希望他跟社会接一下轨。哎呀，你闺女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公司需要的。沈父说的真心话，丑菊一个人运营太多东西，有点吃力，急需有人帮他分担，不会让你太为难吧？瞧您这话说的，外道了不是？沈父也很社会道，让妹妹来就是了，工资待遇该怎样就怎样，别嫌弃我们是小公司就成，回头我发个地址和联系方式，让她过去上班就成。结束了这通电话，外卖也到了。沈父主动把白胜男的小背心放下来，遮住了那一抹瓷白。吃晚饭吧，大姨子，等会儿咱们继续。肩膀那里我再帮你处理处理。谢了。是不是觉得你幼楚妹妹找了个好男人？沈父开始上话术了。这8个姐妹，她要一个一个攻克，得到他们的祝福和认可，幼楚才会放下心里的石头。白胜男扫了沈父一眼，啧啧摇头，有点太弱了，感觉身上都没几块肌肉啊。说着，他还不见外地撩起了妹夫的 T 恤，然后就看到了沈父的腹肌。沈父建议，你可以再往上一些，还能看到胸肌，品相也不错。切也就那样吧。白胜男口是心非道，没想到这小白脸倒不是花架子，难怪那天自己醒来的时候，身体那么疲软，走路都发飘呢。哎呀，怎么又想起那天的事了？不能再想了，这大夏天的本来就热，越想越燥。他埋着头，狼吞虎咽吃了晚饭，最后才起身看了沈父一眼。我先进去了，你快点。第22集美们，我暴露了。沈父叫住白胜男，要不你洗个澡吧。白胜男紧张地看着他，你又想干嘛？他是在暗示什么？他是不是想睡自己？男人果然都是危险生物，一晚上都等不及吗？他脑补了一大堆。沈父有些不好意思地摊摊手，你今天运动量不小，
刚刚我帮你抹药水的时候都有村了。这话要跟右楚说，他估计听不懂，但白胜男秒懂。啊，有点埋汰是吧？他还闻了闻自己身上，这么热的天打了一场架，又跟你跑了趟医院，可是真没少出汗啊。沈父勉强的笑笑，那你先洗，洗好了叫我。白胜男转身进去，嘴里嘟囔着，要是有个澡堂子就好了。沈父摇摇头，果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啊。他刚坐下，准备写明天更新节的戏纲，刚过5分钟，白胜男那边就喊他了：妹夫，你来啊，我洗好了。换成右楚，起码要20分钟，如果自己也参与进去，那就更难说了。白胜男现在换上了右楚的分体式睡衣，很居家，往那一趴，不说话根本分不出来。沈父骑上去，实实在在出了一把子力气。1个小时后，他微微喘着气，往旁边一躺。你又想干嘛？白胜男舒坦不已，甚至还想喵喵叫，只是见沈父赖在自己床上，有些警惕。沈父，这是我和右楚的卧室，麻烦大姨子去次卧吧。我练床，既然跟对方挑明了关系，不需要再伪装。沈父也就欣然把享乐机会留给自己了。白胜男也不想动，他看过了，其他房间的床都平平无奇，但沈父这张床特别高科技，能按摩，还能震动。于是白胜男动用自己为数不多的智慧，老沈，我觉得你应该睡隔壁，把这里留给我。沈父侧身跟他相对而视。哦，你想啊，等到了明天一早，我走了，右楚回来了，你是不是肯定要去找他啊？找到他，你们是不是要过一下夫妻生活啊？沈父点点头。那你们是不是更习惯在这张床上过夫妻生活呢？沈父很佩服白胜男，为了睡一张好床，还能想到这个点，跟自己妹夫讨论这个，他羞不羞啊？但沈父却告诉他，并不，我和右楚无论是这张床，还是隔壁的床，又或者是沙发、厨房、洗手间、书房，都是很习惯的，而且有着别样的趣味。这番无耻之言说出后，白胜男跟沈父坚持了5秒钟的对视，然后一个鹞子翻身溜了。他在内心大喊了100遍无耻之徒，只是躺在次卧的床上，还是有点不明白，厨房不是做饭的地方吗？这也可以。白胜男走后，沈父起身打开电脑，第一次跟白胜男接触的时间过短，只知道他有点彪。经过这小半天的相处，自己对他的了解更加全面，是时候给右楚写篇小作文了。次日一早，沈父本以为身边会躺着自己的小娇妻，结果毛都没有。还没起吗？沈父揉揉脑袋，还疼呢，脑袋上有3个包。他睡觉都是脸朝下。老婆，沈父出去喊了2声，没人回应，次卧也没人，不过被子倒是叠得整整齐齐。打电话，电话声从客厅传来。出门了？没带手机？看着右楚的手机，沈父犹豫了好一会儿，决定看看。2个系统的密码他都知道，右楚对他已经没有秘密了。打开第2系统，找到里面的最新视频，果然是白胜男录的。8月30日，我是白胜男，姐妹们，我暴露了。右楚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老公已经知道我的存在了。还好，他以为咱们是双重人格呢。你们几个还是安全的。还有一件事，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今天银行搞了个什么抢银行演习，我不知道是演习啊，然后就出头把劫匪搞定了，闹得挺轰动。兰姐我现在也算网络红人了。哇哈哈！不过这件事闹得这么大，以后肯定有人找你们比武切磋。为了让你们到时候保留一些颜面，不至于损了楠姐的一世英名，所以我特意制定了今后的锻炼和饮食计划，帮我们打造一个强大的体魄，希望大家能严格遵守。尤其是白珊珊，看到这，沈父满头黑线，果然还是想着成为金刚芭比啊！你做梦！不过让沈父担心的是，右楚怎么不见了？难道真的出去锻炼了？他立即跑到阳台，看起紫竹院公园里的情况。果然，沈父看到了老婆靓丽的身影，穿着运动装，头发束成马尾，脑门上还有一个发带，显得很干练。他还真听话啊！沈父看了一会儿，右楚应该是跑累了，然后来到了健身器材那一片，那里已经有一些大爷大妈在晨练了。右楚上去就勾住了单杠，开始引体向上。一个大爷见了，有点不服老，在旁边跟他较劲儿。现在这些京城大爷，个个都是卧龙凤雏，一个个身手不凡。要不是奥运会，我国不缺体操人才，这些人估计都能上去比划比划。只见那位大爷上来就玩了一套高难度动作，腰部抵着单杠，
整个人在单杠上转了180度，并且头朝下坚持了10秒钟，最后又是180度，完美落地。好！旁边的老头们纷纷叫好。白胜男只是轻轻瞥了一眼，继续引体向上。那个大爷见小妮子不叫好不说，还面露轻蔑，于是又开始玩更高难度的动作。只见他来到最高的单杠，猛地一跳，抓住单杠后开始整个人晃悠起来，幅度越来越大，很快就把自己悠了起来，从几十度到100度，100多度，直至脚尖开始高于水平面，最后整个人如同风火轮一样，一圈又一圈地在单杠上转了起来。沈父看得都要脑溢血了，有点担心这大爷手上突然没劲儿，把自己扔出去。他刚想到这，就见一个大妈不开眼的从他的脚底下路过，结果就是大妈脸上多了一个鞋印，且鼻青脸肿。大爷也跌落下来，捂着尾椎嗷嗷直叫，并咒骂老太太不长眼。老太太战斗力多强啊！起身后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袖箍戴上后，就像乔峰得到了音响，气势上立即高人一头。那老头也不甘示弱，直接平躺，倚老卖老，以柔克刚。围观群众们发出一阵阵发自心底的爽朗笑声，甚至传到了沈父耳边。但沈父却直勾勾盯着杠上的右杵，他的动作从没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有所停顿，堪称部队标准的引体向上，一直做到现在。这都几分钟了，这都几十个了，他这样很不对劲儿啊！沈父只能想到一个可能，他不是右杵。推荐一下刑侦大神旷海望湖的千机妙探，马上要上架了，以肥另外求点推荐票啊！新书期间很重要的，拜托拜托。第23部想去上班，除非当保安。单杠上的女孩确实不是白右杵，还是白胜男。这是他第一次过了夜之后依然还在，感觉很新奇，仿佛自己才是这具身体的原主。不想辜负好时光的他都没来得及体验睡懒觉的美妙，就立即出来跑步。他要为那几个懒货开个好头。右杵家环境确实不错，旁边就是公园，对面刚刚返校的北舞妹子也会过来慢跑，一个个的跟他似的这么好看。当他完成了100个常规引体向上后，大爷大妈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又开始了单臂引体向上。这下子他终于成为了话题中心，周围锻炼的人都围了过来，跟看稀罕似的。一个小女孩能做到这种地步，实在罕见。虽然右杵的力量还不够，但好在体重也低，所以对于掌握了核心发力技巧的白胜男来说，这并没有很难。所以真不知道为什么右杵高中体测的时候还要叫自己出来，就5个引体向上啊！当然越来越多，还有人开始拍照拍视频。白胜男立即想到昨天沈父说的，让自己不要太出风头，于是准备离开。让一下，让一下，美女，微信了解一下吧，有空一起游泳健身啊！一个年轻小帅哥露出一个自认为可以颠倒众生的油腻笑容，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兼职。白胜男打量了他2眼，感觉比沈父那个书生还单薄，略，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此言一出，心碎一地，然后还有人在这碎成渣的心上踩上2脚。老婆，回家吃饭了。沈父突然出现，穿过拥挤的群众演员，抓住白胜男的小手。白胜男稍作犹豫，就任由他手拉手带自己离开这个是非地，走到没人的地方。白胜男忙解释，你不要认错人哦，我是你大姨子，你是我大姨子，不过我拉的是我老婆的手，这没问题吧？沈父强词夺理道。白胜男刚要反驳，沈父又拉着他的手心疼道，你看你这手，才一个早上就磨出茧子了。我没事的。白胜男不在乎道，我有事。沈父惋惜不已，影响手感。白胜男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沈父又道，还有啊，你锻炼就锻炼，怎么把人都引过来了，还想红一把呀？这也怪我就是简简单单的练了2下，是他们少见多怪啊。白胜男挥挥手，算了，我不在这练了，我去健身房。不行。沈父摇摇头。白胜男拍拍沈父的肩膀，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在健身房招蜂引蝶，这个你还是可以放心的。右杵跟你都已经结婚了，我肯定不会做什么破坏你们夫妻感情的事的。我这个人还是很讲究的，我不是那个意思。那老沈你到底几个意思啊？白胜男急了，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要去上班了，等忙完1天的工作，如果你还有精力，我可以陪你去健身房。沈父微微一笑，但白胜男的表情却瞬间僵化，宛若五雷轰顶。上班？对啊，你都毕业2个多月了，不上班怎么行？沈父拉着他的胳膊，我们先吃早饭。考虑到你可能对路线不太熟，我可以送你去银行。不是，
我哪会儿上班啊？我能请假吗？白胜男一个头两个大，白总能替幼楚上班，甚至能做得更好，可自己哪会银行那些工作呀？沈父应该不能，今天是这个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没有请假条了，所以麻烦大姨子替我老婆上1天班吧。我可以拒绝吗？这个月是幼楚入职的第3月，也是实习期最后1个月，这种关键时刻请假，你说呢？别任性，这可是事关你们姐妹俩未来事业的大事。可，好了，啥也不说了，吃了早饭去上班吧。大不了，早饭咱多吃点。这顿我请了。沈父故意一本正经道。其实看在沈父的面子上，向中行请个假并不是问题，但他就想吓吓白胜男，所以暂不说破。因为上班这件事，白胜男吃着冒着热气，加了鸡柳、香肠、双蛋的煎饼都不香了。老沈，请病假都不行吗？白胜男还在做垂死挣扎。沈父，幼楚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私事耽误工作，我觉得你应该维持住他这种高尚的品质。白胜男唉声叹息道。那我去了银行能不能换个岗位啊？我觉得保安挺适合我的，保安是维持秩序的，你当保安只会制造混乱。沈父笑道。你自己长多好看，心里没点逼数吗？虽然是被夸了，但白胜男内心一点喜悦都没有，只有无尽的悲凉。他上学的时候那些课程也没让我上过啊，都是有体测、登山、打群架这种活的时候才叫我。沈父视若无睹，其实他是在想事情，为什么最近副人格出现的这么频繁？按照幼楚的说法，再结合2人认识这2年的经历，他的副人格出现的频率确实不高，大概也就他说的，其他几个加起来占20%的样子。自己在恋爱期间有过明显觉得不对劲的，也就那么几次，平均1个月都轮不到1次。可现在呢，好家伙，短短3天出现了3个副人格。白胜男不仅出现了2次，还过了个夜。虽然偶尔接触一下这些副人格还蛮有意思的，就像是老婆在玩角色扮演，但如果老婆一直沉浸在扮演的角色里，那谁受得了啊？那不相当于每天换个新老婆吗？咱可是正经人啊。所以我的幼楚，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思及此处，沈父手上的煎饼也不香了。这对男女正唉声叹气着，白胜男的手机响了，他瞅了一眼，小雅，这是谁啊？你银行的同事。沈父吓唬他，估计是要问你怎么还不上班，还没到8点，不至于吧？你接电话问问啊。白胜男有些不敢，上班这件事真的太难为他了，还是沈父帮他按了接听键。白胜男只能硬着头皮道，小雅，什么事啊？幼楚，今天不是说好去考科目1的吗？我们在哪儿汇合啊？啥？科目1？对啊，驾照考试科目1，咱们假都请好了，有你陪着，我安心多了。第24，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白胜男的脸上明显的阴转晴了，原来幼楚请假了呀，所以自己可以不用上班了呀。最后白胜男开心的邀请小雅来自己家汇合。等他挂了电话，沈父问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会开车？会啊，我可是老司机。白胜男豪迈道，车速杠杠的。沈父又问，那你学过怎么考驾照吗？他犹豫了，犹豫就会败北啊。沈父想了想，再次发问，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城市道路限速多少？啊，同方向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公路限速多少？天气不好，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限速多少？你答不上来的白胜男有些气结，这些难道你都知道？沈父摊摊手，我确实不知道，但考试那天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哪怕我转头就忘了也没关系。白胜男嘴巴动了动，那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我想看看。沈父从卧室拿出一本科目1题库，是驾校报名的时候发的，希望你能一次性通过。我家幼楚可是个门门都拿满分的学霸，希望你不要在他的人生履历上抹黑。白胜男撇撇嘴，心说，恐怕你还不知道，你家幼楚的满分都是别人考的吧？想到这，白胜男突然灵光一闪，随即身体微颤，最后如释重负。对啊，还有坎儿呢，有白坎儿在，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考试了？于是白胜男把试题册一丢，在沙发上做起了仰卧起坐。干嘛？不学了？沈父看过来，白胜男笑道，已经学完了，我可是开车天才，你刚才就刷的翻了一下就看完了，你以为是量子阅读啊？那我再考你。不用了，浪费时间，等会儿直接给你考个满分。白胜男指了指自己的脚，帮我按着。
我给你练几块腹肌出来。没空，我还要工作。说完，沈父进了书房，开始码字。等等，沈父突然想到自己好像又受伤了，于是对着自己的脑袋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了丑局。丑总，这些照片能换张请假条吗？今天是8月最后一天，1个月不断更的记录，真的要打破吗？那就少更点。今天沈王妃考驾照，我想陪着。新书月票榜第2名的那位大神，今天据说要爆发100更，虽然不至于真的威胁到你的排名，但对比之下，真的不怕读者寒心吗？沈父叹了口气，算了，我先下线，干活了。沈父的头像刚按下来，丑局立即把沈父头顶的等边3头胶照片做成表情包发到各个读者群里。群主丑局，王爷太不容易，又受伤了，但还在坚持给大家写小说，大家快点投票打赏点赞本说搞起来啊 ！Ars 真的不是盗图吗？最近受伤频率有点高啊，坐在家里这么高危的吗？哇，脑袋上这小包包还挺别致，没有露脸差评。啥也不说了，我再打赏0.02元吧，这是我的全部了。丑局刚要跟群友整几句骚话，有人敲门了，正在埋头敲键盘的朱天鹏头也不抬道：“丑局，开个门。”丑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轮椅，畜生！朱天鹏叹了口气，起身道：“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就是架子大，来上班不仅有价值几万的专属座椅，还动都不动一下，端茶倒水都要我来。”见丑局要向自己扔抱枕了，朱天鹏立即窜到门口，开门就见一个穿牛仔裤的短发姑娘。“你就是我们的新同事吧？”短发姑娘酷酷道。“郭笑林，幸会。”外面的白胜男仰卧起坐、俯卧撑、压腿这些室内锻炼方式都来了一遍，愈发感觉无聊。终于等来了小雅。等小雅进来后，写了一半的沈父也出来了。他怕白胜男一个人应付不来。“右厨，你昨天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能打呀？传说你是黑带呢。”“黑带哪能跟我比呀？”白胜男发自肺腑道。这时沈父嗨嗨2声，让他别飘。沈老师也在家啊。小雅有些拘谨地打量着据说价值2000多万的房子。真大。做家吗？当然要坐在家里。沈父呵呵一笑。几点考试啊？11点。小雅道。那我们就先走了。沈父，我送你们过去吧。白胜男，你不写小说了？回来接着干。小雅再次羡慕，有老公真好，考试还有人陪着，我是怕他考不过。哭的时候有一个肩膀。沈父笑笑，带2人出门。等上了车，后排2个小女生就开始窃窃私语了。2人是同一批入职的应届毕业生，小雅还要大2岁。小雅，右楚，你老公这车多少钱啊？结婚前买的。不清楚。白胜男直接道。哦，婚前财产啊。小雅不知道为啥首先想到这个，不过看2人恩爱的样子，应该不用担心那个，但她还是忍不住想问，房子也是结婚前买的吧？沈父接过话头，我之前去西江支教了2年，回来后就买了房子，那会儿我和右楚还不认识呢。车子200多万，小雅拿到驾照是不是也要考虑买车啊？小雅忙摆摆手道，买不起的，我一个柜员，工资太低。右楚就不一样了，他看着白胜男的目光满是羡慕，真希望能嫁给网络作家呀，不花心，不出去玩，赚的还多，而且几乎不会乱花钱。说到买车，白胜男来了兴趣，他好久没尝试风驰电掣的乐趣了，于是立即下了一个买车软件，在上面看起了车。小雅问道，那些题你都看完了，现在还有心情看车？那都是小意思。白胜男满不在乎的摆摆手。小雅眼中的羡慕再次浮现，不愧是清华学霸呀，算了，自己还是再看看题吧。然而不久后，考场内，白胜男盯着电脑屏幕，似乎在发呆。白考，展示你天才学霸的机会来了，你倒是出来啊！你再不出来，我可要自己答题了。好吧，这是你逼我的。白胜男勇敢地走出了答题第1步。对了，这让白胜男大受鼓舞，也没很难啊，只要掌握基本的行为逻辑，不犯蠢，100道题对90道也太简单了。得意的白胜男一时有些忘形，答题速度有些快，然后接连错了3道题。当题目过半，白胜男已经错了10道题，也就是说，后面50道题他必须全对。可这怎么可能？后面还有多选题呢，越到后面越难。以自己对题目的熟悉程度，不出错才有鬼呢。他刚刚已经试过了，放松身心，物我两忘，还是无法人格切换。这时候如果能有人给自己脑袋上来一棍子，那该多好啊！想到自己这局是必败了，白胜男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起觉来，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他可不想那么早见到沈父。听他数落自己，一场考试45分钟，自己还能睡半个小时。别说，他真有一颗大心脏，这种氛围竟然能睡着。然而仅仅过了15分钟，这个考官看了直摇头的姑娘，猛地挺直身子，直勾勾看着屏幕上的考题。还剩15分钟，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大家科目一都是一把过的吧？都考了几分啊？第25没有人比我更懂表。白幼楚看着屏幕上的题目，兴奋得无与伦比。原本他正在参与银行的抢劫演习，然后突然就从这里醒了过来。虽然是第一次来，但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在干什么。科目一现场考试。天哪，自己竟然在考试！从前面考了一半的糟糕情况来看，上一个交替人格肯定不是考。他看了一眼自己手掌上的茧子，猜到中间出现的应该是楠姐。楠姐真菜，不过没关系，就让自己来拯救这场考试吧。自从白考觉醒后，幼楚再也没参加过这种正式考试，应该有10几年了吧。考试的感觉陌生又亲切。其他人都点击确认离开了。空旷的考场内，幼楚看着最新一题。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最新一题竟然是手势题。请问下图交通警察手势是什么信号？ A. 靠边停车信号， B. 左转弯待转信号， C. 减速慢行信号， D. 左转弯信号。幼楚最发怵的就是手势题，总感觉很容易跟红绿灯起冲突，让他纠结不知道该听谁的，到时候脑子一乱，车子肯定完蛋。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不能想太多，最终选了 B。 然后这道题红了，意思就是错误。他的这次考试结束了。幼楚的内心是崩溃的，10几年了，好不容易有一次轮到自己考试发挥，结果只做了一道选择题就结束了。我想要证明自己，难道就这么难吗？正当他坐在那愁绪满天飞的时候，其他人都走光了。监考官吼了他一声，还不准备第2次考试，愣着干嘛呢？啊！白幼楚怔了一下。啊！他想起来了，可以考2次的，自己还有机会。然而当第2次他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一阵困意袭来，这不是什么好征兆。是考儿，你要来了吗？白幼楚坚定地死死盯着屏幕，内心呐喊道：考儿，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好久，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你很想考试，下次一定让你考。沈父在外面等着，见好几拨人都出来了，幼楚他们还没出来。他记得自己当时也就花了20分钟就成功了。白胜男到底还是不靠谱啊？难道他没有请白考那位大神出来？沈父还挺想认识一下他呢，那可是考试之神啊，挂墙上能庇佑万世子孙的。他从车子里出来，张望着考场大门。这时人群中一个穿着短裙、身材火辣、长得也还行的女人看到了他，准确讲是先看到了他的车，然后才看到了他这个人。女人立即精神大振，袅娜地走了过来。帅哥，你有女朋友吗？当代都市女性都很直接的，一句话表明了聊的态度。沈父摇摇头，没有。女人撩了撩自己的长发，那你现在有了？沈父礼貌道，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没女朋友，但有老婆。女人吃了一瘪，却不肯服输。价值起码在100万以上的保时捷卡宴，这也就算了，他努力也能接触到这个级别的青年才俊。可最重要的是他手上那块表啊，他就是卖表的柜员，他太懂表了，江诗丹顿传奇系列里最贵的一款之一。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价值应该不低于500万。如果一个吊丝带这样的表，他不用细看就可以断定是假货，除非自己遇到了网文男主。但开着100-200万的豪车，怎么可能戴假表呢？那辆车就是这块表的真品鉴定书。一个能戴500万表的人，那身家肯定不会低于1个亿啊！关键这个男人还这么年轻，帅气挺拔，这太优质了。于是他暂时放下脸皮，又向前一步。老婆是老婆，女朋友是女朋友，你不介意在老婆之外多一个女朋友吧？这女人还算克制，没直接建议他换个老婆。沈父依然保持风度，介意的，我老婆超漂亮，而且她比跆拳道黑带还能打，原来是个怕老婆的男人啊！没劲。女人见自己实在啃不下这根硬骨头，不禁气急败坏，恶语相向。沈父只是微微一笑，借用了某句名言：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小姐，你现在有点不尊重你自己哦。这时小雅出来了，东张西望。沈父对她招招手，她立即朝这边走来。懂表女子也看到了她，就这也就小有姿色吧，而且看着也不像是很能打的样子，有点八字眉，所以给人感觉很好欺负，很好说话的样子。于是女人转身就冲小雅迎了过去。沈父还以为她要挑衅呢，
结果女人笑着走到小雅面前，递了一张名片过去。你好，我是绿地表行的安妮，如果需要买表，可以找我，那就不打扰您和您先生了。再见。他这番操作让小雅有点懵。小雅走到沈父面前，因为见沈父刚刚跟那个卖表的站在一起，所以问了一句：沈老师，你朋友啊？不是啊，他问我去望京多少钱，我说我不开滴滴。那个女人好奇怪的，还问我买不买表，我有手机呢，要表干嘛？小雅也跟着吐槽。沈父结合小雅的说法，倒是有点理解了，毕竟认识又处前，他跟这类女人打得火热，这女人估计是把小雅当成自己老婆了，所以递了名片。因为小雅看到他们俩说话会产生怀疑，到时候8成要找过去。之后嘛，要么就是使用话术离间这对恩爱夫妻，自己没准真有机会上位，要么就趁机高价卖出一块表，里面的提成可不少呢，说不定买车的首付钱就有了，所以怎么都不亏。沈父是写小说的，喜欢观察人，也爱瞎琢磨。现在他又开始琢磨，幼雏怎么没出来啊？他好像第一次没考过。我是想叫你去里面等等。沈父点头，跟他进了考场里面。又一波考生走了出来，两人在人群中看到了幼雏。沈父定睛一瞧，这状态不像白胜男啊。交替人格里，他跟白胜男接触的时间最长，了解最深。最起码一点，楠姐走路那可是虎虎生风，妥妥的女汉子，就算极力伪装，也跟其他人格不同。所以这个低头走路的肯定不是他，所以是幼雏还是白考呢？沈父走上前，当着那么多考生陪考，考官的面扶着他的肩膀，在对方左脸上亲了一口，求点推荐，拜托大家了。偶尔刚学的姿势。第26，隆重的庆功宴。虽然这么多人，两个人的小动作不太容易被关注，但谁让这两人是现场最帅和最好看的呢？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们身上。小雅更是双手捧心，羡慕加10086。沈老师也太酥了吧，都结婚100多天的老夫老妻了，这种场合还要亲亲的吗？是不是还要抱抱举高高？幼雏这简直就是生活在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啊！面对这么多审视、玩味、怂恿的目光，白幼雏心虚了。按照他们暗号来做，那样会不会太招摇了？可不走暗号流程，老公肯定会把自己当成别人，而且会极大影响暗号的权威。为了暗号的权威，幼雏红着脸指了指右脸，这边也要。此言一出，现场好多情侣都对彼此的另一半投来不满的目光。沈父则心花怒放，我的幼雏回来了。他兴奋地在幼雏右脸、左脸、脑门、鼻尖上都亲了一下，还抱着他转了2圈。他太开心了，这种感觉就好像老婆出了趟远门，刚刚回家。小雅果然有抱抱举高高。最后沈父才问，考得怎么样？幼雏兴奋道，100分，而且这次是我自己考的。此言一出，距离他们最近的一名考官立即神情严肃起来，急忙跑回去调监控。他感觉这里面可能存在舞弊的情况，当然他肯定要无功而返了。幼雏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亢奋，立即收声，等只剩他们俩了再慢慢说。小雅也考了100分，但她完全不能理解幼雏为啥这么兴奋。像他这种省高考状元，年年都拿奖学金的清华学霸，不应该是非常淡定的吗？幼雏吐吐舌头，忽悠道，因为这是考驾照啊，马上就能合法开车了。不过前面合法开车的沈父知道，这是因为他第一次靠自己的本事拿到100分。很奇怪，这次白考竟然没出来。因为到中午了，沈父带两女吃了个饭，2位都考了满分，可喜可贺。这顿我请了，今天一定要吃得隆重一些。来一盘小葱拌豆腐，一盘花生米，一个土豆丝，一个炒青菜，再来个硬菜，西红柿炒鸡蛋。沈父开始点菜了，多整几个，隆重些嘛。菜可以隆重，但不宜太好吃。他担心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幼雏又被那个吃货挤走。小雅看得目瞪口呆，沈老师生活这么朴素的吗？还是现在网文行业也寒冬了，作家们都吃不上肉了？桌子底下幼雏轻轻点了一下沈父的鞋，拿过菜单，还是我来吧，来一份烤鱼。然后他虽然不是大手大脚的性格，但也不能用全素宴招待同事啊。那边小雅有些尴尬，沈老师送我们来考试，耽误了半天时间，这顿还是我请吧。幼雏笑道，下午一起逛街，晚上那顿你请。幼雏也没有充大户，留出了让同事表现的机会。从小养人鼻息的生活环境让他在情商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中间小雅去了一趟洗手间，沈父抓紧时间问，香喷喷的烤鱼端上来，你不怕白珊珊出来啊？
我才刚回来，不会那么容易被他抢夺控制权的。右楚自信道。沈父又问，那这次白考怎么没出来啊？还以为他会替白胜男考呢。右楚解释道，因为我是主人格，他们想要切换人格，都要通过我，所以首先楠姐要切换到我身上，然后考才有机会。不过考这次还算善良，让我自己考了，我感觉得到，他差一点就成功了。说着，右楚想看看手机里白胜男给自己留了什么。沈父道，还是我来说吧。他简单把昨天下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讲了一遍，重点就是抢银行演习和自己的部分坦白。我跟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双重人格的事了，要不以他对我的戒备心，肯定要往外跑，这样他跟我算是达成和平共处的局面了。右楚点点头，这样也好，其他姐妹不会像楠姐那么冲动，她自觉骗不过你，肯定要躲开你的。她对自己的智商倒是很有自知之明。沈父笑笑，随即又担忧道，右楚，你有没有感觉到，自从你跟我坦白之后，交替人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感觉你连一半的时间都占不到。今天早上没有看到你，我都担心坏了。右楚轻抚着沈父的手，可能是月底了，工作太忙，我只要感觉到疲惫了，他们就会变得比较活跃，这很正常的。这样啊，那就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嘛，平时要学会摸鱼。沈父蛊惑道，要不咱们请个婚假怎么样？右楚扑哧笑了，哪有你这样的，我们是结婚之后才入职的。沈父惋惜，不该在你毕业前就结婚的，亏大了，婚假没的，份子钱也只出不进。说着，小雅回来了，两人暂停了刚刚的话题，但右楚心中其实并不像他表现的这么轻松，刚刚其实是在安慰老公。他刚才说的没错，一旦自己累了、疲惫了，副人格就会变得活跃，频频取而代之。人格的切换更像是他精神上的放假，只要不是切成难解，身体也会得到休息。可实际上，这段时间他并没有很累，但他们几个却比往常更活跃，甚至出现了难解过夜的情况。副人格过夜这种事很少见，基本只是白总有过，其他人就算难解也是第一次。右楚心不在焉地吃着饭，是不是大家越来越强了？难道将来大家会平起平坐，而自己只能获得老公1/9的时间？如果真的是这样，虽然会很痛苦，但右楚觉得自己勉强能接受，毕竟他们是自己的一部分，总不能只有自己享受着大好世界。他可以把吃饭的时间让给珊珊，锻炼的时候让给楠姐，赚钱的时间留给白总，其他零碎时间自己也都可以不要，只要给她留下和老公朝夕相处的时间。可她就担心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右楚想什么呢？沈父发现了右楚的心不在焉。哦，想科目2呢。右楚随口道，听说科目2特别难。我也听说了。小雅在一旁附和。沈父宽慰道，根据我的经验，听话的女学员更容易过科目2。放心，没事的。右楚点点头。我去下洗手间，确定里面只有自己一个人。右楚拨了一个电话。喂，请问是苏玉清苏医生吗？第27我老婆不让我跟你们玩。苏玉清反问，你是？您好，我是云兰教授的学生，我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想咨询您。我知道您有一家心理诊所，想要预约一个时间。云教授的学生，那算是师妹啊，我们是不是在他老人家的追悼会上见过？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白右楚怔住了，您怎么知道我？听教授说过，临终前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不过你放心，他没说原因，但他和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你来找我，请我一定帮忙。白右楚的眼眶有些湿润，他无父无母，但却遇到过很多良师益友。他刚要开口，电话那头的苏玉清却道，只是很遗憾，我恐怕要辜负他了。为什么？那边的著名心理学专家苏玉清道，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名心理治疗师了。啊，我犯了一些错误，不能再当医生了。啊，再坦白一些，我爱上了自己的病人，现在我的新工作是卖茶叶的。白右楚心中一紧，钱包也一紧，自己是不是中什么圈套了？脑中突然蹦出了年迈的爷爷、闭塞的大山、优质却无人问津的茶叶。苏玉清继续道，虽然我觉得你遇到的困境应该会很有挑战，但我无法倾听，也无法帮你解答困惑，不好意思了。啊，这样啊，没关系，不过嘛。苏玉清急转弯道，云老师还有一个得意学生，我师妹，你师姐，她刚刚从米国的哈佛读完心理学博士，我那家心理诊所被她接手了。如果你信得过，我可以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
他应该不会比我差。谢谢苏，叫我师姐吧。谢谢苏师姐。听到有人进来，白幼楚道：“先不聊了，拜拜师姐。哦，我的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午饭结束，沈父把完成了一次重要考试的幼楚和小雅放在一家益达广场，自己回家睡午觉了。女人逛起街来是不需要休息的。期间，白幼楚背着小雅又打了一个电话：“请问是龙医生吗？是苏师姐介绍的那个师妹吧？”对面是一个干练的女生。对，姓白。那我就叫你小白了。你是接受电话咨询，还是见面咨询？价格不同。我想当面聊。白幼楚道，他也有心理学学位，他也要考核这位医生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解答自己的困惑，否则跟他多说无益。幼楚不希望无关的人知道自己的秘密。老公说过，写网文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知道主角的金手指。他觉得白总、楠姐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的金手指。两人约好了时间。幼楚暗道：白总、楠姐，我不想消失在老公的生命里，如果到时候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希望不要怪我。为了沈父，淳朴善良的幼楚几乎要被逼得黑化了。而他刚刚结束了一场午睡，正在食指翻飞的补上午欠的稿子。因为自己头顶受伤的照片在各大读者群流传，搏命中年网文作者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读者打赏投票也很踊跃，不多写点感觉像是在骗人一样。好在思路很顺，写得很快。完成工作后，重新连上网络，打开QQ，朱天鹏的对话框弹了出来：“哥呀，新来的这小姑娘太好用了，啥时候给人家办个欢迎仪式啊？”沈父吓了一跳，他是知道天鹏性子的，忙问：“你小子把她用了？”“哥，我本纯良，什么时候对同事下过手？你能别那么想我吗？”朱天鹏回的也很快：“你看看咱们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小姑娘确实能干。”沈父瞅了一眼，原来是拍了一个短视频，宣传他的新书《千古一仙》的。视频截取了一些仙侠剧的片段，起承转合非常精彩，再配上文字，还挺有意思的。在抖音号上已经超过10万点赞了，是账号运营至今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朱天鹏道：“这些都是他一手完成的，这方面比丑菊更专业呢。”沈父也很欣赏，却没有高兴：“把视频删了吧。”“啊，为什么啊？”“公众号收费了，抖音引流了，这算用于商业用途吧？但视频中用到的素材我们没有版权，我们现在要扩大规模，要正规化。以前小打小闹无所谓，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如果真的想通过短视频为小说引流，可以找我要资金，搞得正式点。”朱天鹏听了连连点头：“哥，是我格局小了，我马上办。不过迎新你真要考虑考虑，人家新员工还没见过你这个老板呢，还有老板娘，今晚肯定没空。你嫂子跟同事出去逛街了。”沈父想了想：“这样吧，等芊芊回来了再一起聚一下，打字太麻烦。”沈父直接给朱天鹏打了个电话：“还有个事，你经常混迹京城各大健身房，有没有认识的行家？我想在家里安置一些健身器材。”“哈哈，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我有个朋友就是干这个的。”朱天鹏坏笑道：“哥，是不是年纪上来了，感觉力不从心了？”“滚滚滚，我是给你嫂子准备的，她现在比我更需要锻炼。”跟小弟吹了会儿牛，想到幼楚暂时不会回来，沈父就出去溜达溜达，不抽华子，纯溜达，溜达到天黑，找个小饭馆对付一顿，继续溜达。进了紫竹公园，大爷们已经不健身了，昏暗灯光下换了一拨人开始下象棋。这群人跟沈父比较熟，见到他立即招呼：“小沈，来一局啊！”沈父摆摆手：“我老婆不让我跟你们玩，玩不过就说玩不过，拿老婆出来说事。”“就是，上次被我虐惨了，这是不敢玩了。”哈哈哈哈！现场满是快乐的空气。沈父的下棋水平确实一般，所以他的小说中男主角都是奇异惊人的存在。网络作家就这样，现实里缺啥，男主就有啥。沈父揉了揉自己的帅脸，不过沈父不愿意跟他们玩，主要还是这群老头太粘人，玩起来不让你走，还非要赌点啥，不玩钱，热衷谈人脑瓜崩。就他们那个年纪，沈父赢了也不敢下死手啊，但自己常怀尊老之心，他们对自己却没有半点爱幼之意，一个个跟老谭似的，把自己脑袋当木鱼，平时也就罢了，现在自己脑袋这个情况，实在不宜再添新伤了，还是做引体向上吧。不练不知道，自己跟白胜男差那么多，也就20个常规的，单手也就1、2个，还不标准。当他从单杠上下来，双手都在打颤，这时电话响了，
掏出来，手却一抖，给挂了。这时他才看清来电人，龙武。第28，幼雏要开车。如果要评选影响沈父人生的3个重要女人，老妈随冰月算一个，白幼雏也算一个，另外一个肯定是龙武。他们的关系很微妙，很多老同学都以为2人是恋人关系，但沈父知道并不是，但他不能说。看到这个久未联系的名字，沈父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0年前。初来京城，他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白衣少年，是龙武把他认识了复杂而有趣的大都市。正当他犹豫着要不要打过去的时候，对方再次打了过来。这次沈父没犹豫，走到一旁按了接听。这么多年，他早就放下了，更何况自己还有幼雏这样的好姑娘。喂，龙武。好啊，你沈父竟然敢挂我电话。对方笑呵呵地质问道。手滑了。沈父问，什么事啊，给我打电话？难道是要结婚了？我能找谁结婚啊？我回国了。哦，挺好的，国外现在日子也不好过，欢迎回来见识我们的祖国。沈父很官方道。我回来都1个多月了，安定下来才联系你的。龙武又道。找好工作了呀？恭喜恭喜。沈父顿了顿，还有什么事吗？我老婆叫我呢。对面似乎也感受到了沈父的冷淡，抢笑道。没别的，就是好多年不见了，你结婚的时候我也没能赶回来，所以这次回来想请你吃个饭。沈父犹豫了一下问，可以带家属吗？当然，我又不是馋你身子。龙武哈哈笑道，毕竟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沈父干。挂了电话，沈父平复了一下，然后没事人一样回了家。不一会儿功夫，幼雏回来了，还给沈父带了礼物。给我的。沈父见他手上拎着一个又长又扁的礼品和什么东西啊？你自己拆开看看。幼雏眯着眼睛，看形状好像搓衣板啊，功能差不多。沈父笑着拆开，然后看到了一个狐妖小红娘联名款机械键盘，整体就是那种粉扑扑的风格。小雅想买新手机，我们就去了电子产品区。幼雏开始解释，然后我就看到了这款键盘。虽然打字可能不如你那些键盘舒服，但如果心情不好或者没灵感的时候，可以换上它，说不定心情会有些改善。喜欢吗？沈父非常郑重的点点头，把键盘放一边，在老婆额头上亲了一口。等会儿我就拍照片发作者群里，然后问问你们老婆还会送你们礼物吗？或者你们有老婆吗？幼雏被老公搂着，脸蛋贴着他的胸膛。不要了，好得罪人的。不会，他们只会说老婆给你买键盘，你还高兴得出来？等着跪键盘吧，少年。幼雏没再说什么，因为沈父已经堵住了他的嘴。今天沈父很有感觉，他觉得客厅就蛮不错的，好久没玩这个场景了。但幼雏挡住了他作乱的手，脸蛋红扑扑的。老公，可不可以去车里？幼雏。沈父不可思议道，我怎么有点不相信是你啊？等一下，我要对暗号，你亲一下我的左脸。我说右边也要。幼雏快速打消沈父的怀疑，他一本正经道，我说去车里是想学习开车，我和小雅想着尽快约科目2考试，可我对车子一点都不懂。这样啊？沈父松了口气，这样的幼雏才正常啊。不过还是不要看了，咱家车是自动挡，考的时候是手动挡，手动挡你懂吧？幼雏摇摇头。沈父拉着他的手坏笑，我教你啊，算了，手上有茧子。总之呢，先不要学咱家的车，否则形成思维定式，你就没法开手动挡了。但是学会了手动挡，很轻松就能上手自动挡。幼雏乖巧的点点头，决定听老司机的，然后就任由沈父开车了。等幼雏舒坦了，2人转移到卧室。沈父说了那件事，老婆明天有空吗？我有个大学同学从米国回来，想请咱们吃饭。明天啊？白幼雏为难地问。什么时候？中午。他想了想，点头道，好吧，正好我下午请假了。请假干嘛？练车呀。看来你还是真的迫不及待想开车呢。沈父哈哈一笑，搂着老婆睡下了。但幼雏却有点睡不着，担心第2天一觉醒来就变成了其他人，那自己跟龙医生的约定可怎么办啊？这件事还不能告诉其他人格。唉，自己更加不能熬夜通宵了，要保证精神饱满，否则明天更容易被趁机取代。睡觉，睡觉。幼雏在老公的怀里拱了拱，选择了一个舒服的姿势。然而第2天，幼雏醒来后却发现老公不在身边，不是沈父起得早，而是自己跑到了次卧。晚上有人来过，他首先跑到主卧，见沈父还活着，又检查了一下，身上也没缺什么，
朝气蓬勃的，这才退了出来，找到了手机。昨天他添加了通过科目1和买键盘的新视频，现在后面多了一条短视频。右楚看完之后庆幸，还好是个好脾气的。右楚刚松了口气，他就听到了老公的声音：“老公，我在呢。”右楚扑到沈父身边：“我做了梦，梦见有人摸我沈父拉着右楚的手，还以为遇到女色狼了呢，直接把我吓醒了。结果醒来看到你不在身边，又差点把我吓过去了。你们写小说的就喜欢夸张，真没夸张。你摸呀！”沈父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上，右楚担心道：“怎么跳得这么快？”吓得呢，沈父抱住老婆，还以为一大早又换人了呢。我想让你多陪我一会儿。右楚鼻子酸酸的，强忍着负面情绪对沈父坦白：“其实昨晚有过一次人格切换，我也不是吧？”右楚点点头，白纸画来过，幸好我们事后洗过澡。沈父也点头，要不又是一个白胜男惨剧。说着，他还摸了摸自己头上的3头胶。右楚摇头，纸画肯定不会对你动粗的，他脾气很好，只是他有洁癖，如果昨晚没洗澡，他会赌气的一宿不睡觉的。第29固定的女朋友。虽然沈父很开心一大早能看到自己亲老婆，不过还是有些遗憾，如果自己晚上能起个夜，说不定就能接触一下白纸画了。他出现的次数不多，右楚对他的了解也很有限，他只知道每次白纸画出现后，他所在的房间必定是一尘不染的，身上也肯定洗过澡，换上新衣服，香喷喷的。从他写过的日记、录制的几段视频来看，也是那种没什么攻击性的老好人。有一次白珊珊买了好多火龙果，狂吃一通，把我的一件白色长裙几乎染成了红色。纸画应该很喜欢那件衣服，事后录视频，自己都快哭了，却也没对珊珊说什么重话，只是委委屈屈的抱怨衣服不好洗，听起来是个软妹子啊。沈父摸着下巴，感觉我见过的那几个性格都比较浓墨重彩，跟你差异很大。这个白纸画倒是和你比较接近，他没有其他特长吗？如果只是洁癖，这副人格也太没竞争力了吧。白珊珊起码吃香好看啊，怎么没有？右楚回忆道，当年迎新晚会上，一个弹古筝的同学突然闹肚子，没法上台，本来这个节目都要被取消了，但这时白纸画站了出来，然后一曲女儿情惊艳全校。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沈父道，我记得芊芊的扣扣空间里分享过一段古装美女弹古筝的视频，有点远，很模糊，应该就是你吧？那次就是白纸画。右楚苦笑道，他录了这一首，后来学院学校所有文艺活动，人们都来找我，我都是拒绝的，因此给人留下一个孤高冷傲不近人情的印象。实在是白纸画出现的概率很低，也没什么规律，如果让我上台，肯定会出丑的。看来这位白纸画小姐还蛮有才情的。沈父评价道。因为昨晚的一段小插曲，沈父跟右楚坐而论道了好久，讨论的却是别的女人，而且中午他还要带老婆见另一个跟他关系匪浅的女人。右楚去上班后，家里只剩沈父，刚吭哧瘪肚的写了正憋得难受。朱天鹏打来电话，说是帮他联系好了健身器材专家，于是沈父加快进度，1个小时后迎来了朱天鹏和狗专家。这哥们儿一看也练过，有块儿。见沈父家大业大的，很客气道，沈老师是吧？叫我老狗就行，老狗不合适，你年纪应该比我大，叫你狗哥吧。沈父把人让进来，听你口音跟我老婆还是老乡呢。哦，他哪人仨？川省的。哦，我于是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那什么，狗哥给看看这家里要添点什么设备。沈父转移话题，这房子得有200平的室内面积吧？室内211平，3个卧室，1个书房，1个小杂物间。我不喜欢家里太拥挤，还喜欢在阳台上晒太阳。他先把自己的基本要求说出来，不希望把家里弄得跟健身房似的，陈列着各种设备，也不希望自己晒太阳的地方被占。当然，家里也没有单独的房间做健身房，只能利用现有的空间进行改造。房子还是买小了，主要是沈老师你练是吧呀？狗哥问。不，我老婆，她是个狂热的健身爱好者，体能很好，不要考虑她的承受能力。朱天鹏听了，诧异不已。哥，啥时候换嫂子了？滚！嫂子还是那个嫂子，就是开发出了新的兴趣爱好。狗哥走到阳台前，阳台这么长，给沈老师留一半晒太阳，可以吗？沈父点点头，可以。为了节约空间，就不要搞跑步机了，用骑行机吧，占地小，动静小，而且适合女性。
容易练就完美的腰背曲线。接着狗哥又接连提出几个建议，充分把闲置的空间、墙面乃至天花板都利用了起来。当然，前提是不影响邻居们，因为狗哥是专业的，知道的健身器械也多，甚至为了迁就空间，也可以自己 DIY， 因地制宜嘛。最后他给出了一个工程造价，5万块，连工带料。完工之后，这个家变化不大，但增加了10个健身项目，5万块可以接受。就是沈父希望能快点，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把白胜男困在家里，省得他出去给自己添乱。自己可不想有朝一日去派出所领他，准备材料也需要时间，从后天开始吧，一整天给您装完。沈父付了1万块定金，又叮嘱天鹏到时候给自己盯着。那天他会去国土躲清静。把狗专家送走后，沈父留天鹏下来聊了一会儿郭孝林的表现，天鹏赞不绝口。沈父提醒他老子是警察。天鹏沉吟片刻，靠，今天中午本来想约他吃饭，算了，不约了。沈父摇摇头，果然想对窝边草下手，看来这郭家大小姐长得还不错。天鹏又道，哥，那今天我跟你吃呗，你带着我见见世面。别了，我哪有你见过的世面多呀，我一写小说的宅男。谦虚了不是，您在京城浪里个浪的时候，我毛还没长齐呢。天鹏见笑道。沈父看了眼时间，今天跟你嫂子约了朋友，改天吧，你可以接着约你哥呀。算了，他现在是晋升副教授的关键时期，就不打扰他了。而且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古板的要命，见了我就问什么时候找个固定的女朋友。啥叫固定的女朋友？充气娃娃才能固定呢，活得那么容易固定啊？他没谈过恋爱，根本不懂。听他抱怨了一通，两人同时离开小区。沈父去银行接了幼楚，车上幼楚问，对了，你这个同学是男的女的呀？女的。沈父好笑道，你还在意那个呀？没有啊，就是想要不要换身衣服，显得正式一些。不必，你不用跟他争奇斗艳，因为你怎么穿都比他好看。幼楚低头含笑，你这个同学在国外是上学吗？在哈佛读心理学博士。哇，学霸呀，跟你比差远了。他本科跟我一样是师大，不过研究生是在你们清华读的。也是心理学，那算我师姐啊。到时候我们应该会比较有话题。幼楚心里一突，又问，那他现在回国干什么啊？哦，做心理医生，单干的。幼楚更突突了，不会这要巧吧？到时候我要怎么称呼他？你可以叫他小吴姐，他叫龙武，龙飞凤舞的龙武。第30，他也不容易，心理医生，清华硕士，也叫龙武，所有的条件都指向同一个人。白幼楚后悔了，可惜已经到了目的地，现在想逃都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被老公领了进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临时吃了2片雪饼，填填肚子，防止白珊珊突然出来搅局。这种复杂局面不是他那个智商能处理的。先生几位？一位姓龙的小姐订了位子。哦，龙小姐的客人，楼上请。推开精致包间的大门，就见一个短发的漂亮女人坐在当中。因为中午比较热，所以外套放在一旁，穿得很清凉，一副没把2位当外人的样子。老同学好久不见啊。龙武热情地起身，他张开了双臂，但沈父伸出了右手。沈父反应很快，但龙武没让他得逞，一掌拍开他的右手，还是把他抱了个满怀。不过这个过程很快，一触即松，并不算失礼。松开心情复杂的沈父，龙武又给了白幼楚一个火热的拥抱。这就是你的小娇妻吧？真可爱呢。龙武身高超过1.7米，有着模特一般的身材，又穿着高跟鞋，居高临下的评价又出可爱，倒是有那个资本。不过这次沈父反应却很激烈，一把抓住龙武的胳膊，把他从幼楚身边拽开。你在米国待久了，热情过头，容易吓到国内的小朋友。沈父把幼楚搂在身边，你比你老婆大7岁吧？龙武算道。所以你上大学的时候他还在上小学。果然是个小朋友。小吴姐你好。幼楚主动应战，因为我跳过级，所以他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初1。龙武耸耸肩，感觉还是小学生更刺激。坐吧坐吧。龙武把菜单交给沈父，你点吧，我们2个爱吃什么你应该都知道。这话说的就连白幼楚都听出来了，这2人以前关系还真的不一般。于是他问，小吴姐，你们2个大学是一个班的吗？龙武摇摇头，他是历史学院的，我是心理学院的。那你们怎么会认识呢？龙武笑了，沈父，
你老婆不放心哟。沈父来回答，通哥跟他们寝室的一个女生是一对，所以我们两个寝室经常联合行动。龙武补充，后来石世通和娇娇分手了，但咱们两个的友谊却保住了。那你们，右厨想问，你们的友谊纯吗？但龙武却抢先一步，右厨，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有点耳熟啊？啊，没有吧？右厨开始有些慌了，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龙武微微一笑，说不定哦。听沈父说，你是清华的，今年毕业的话，16年入学，16年我还在清华读研究生呢，有可能见过，或许吧。右厨转移话题，老公，我想吃虾球。好，那就点个球。随即沈父对龙武道，你们还真有可能见过。右厨是双学位，其中一个是心理学学位，说起来还算是你师妹呢。啊，真的吗？龙武看着白右厨，脸上笑容更玩味了。那你认识云兰教授吗？我是他带的研究生。认识啊。右厨也上过云教授的课，沈父替老婆答道。哦，龙武意味深长的笑笑。我去一下洗手间。小吴姐，我也想去。一起吧。白右厨紧随其后。沈父感慨女人的友谊，这么快就发展出了一起上厕所的友情。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对劲了，右厨该不会是想套龙武的话吧？他这是吃醋了。想到这，沈父竟然还有点窃喜。两人认识之后，由于沈父过于洁身自好，自觉抵制一切诱惑，所以一直没给右厨吃醋的机会。沈父总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和缺失，仿佛没有被自己的爱人重视过。现在好了，龙武回国，右厨应该会有一些危机感了吧？至于龙武，他应该能够实事求是，不会乱说话吧？洗手间内，龙武笑着看向右厨，小白学妹，下午的就诊需要提前到现在吗？如果是工作时间之外的咨询，我可以免费的。右厨摇头，谢谢学姐，不过下午的预约可以取消了。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找一个跟我老公是朋友的心理医生，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存在医患关系，我会另外找一个心理医生的。你担心我会把你的情况告诉沈父？你在质疑我的职业精神？不是，我只是担心自己没法向你完全展示内心，会有所保留，影响判断白右厨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算坦诚了。但龙武却不想放过这个潜在客户。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你知道内地的心理医生有多难吗？我一直没开张，你是我的第一个客人，如果连你都不照顾我的生意，我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啊？白右厨诧异地看着这位高挑御姐，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的预约很紧张，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找你咨询，你是看在师姐妹的关系才让我插队的，那些不过是话术而已，显得我生意火爆啊。我今天还安排了好几个托儿去我的诊所呢，饭馆都知道用这招，虽然老套，但真有效啊。龙武真诚地握着右厨的手，好师妹，你就来吧，让姐姐开个张好不好？我可以跟你聊聊沈父上学时的糗事。右厨无疑是善良的，对陌生人他都不吝惜自己的帮助，更何况是老公的好朋友。最终他同意了，到时候自己走一趟，敷衍一下他好了。要想真的解决问题，还是要另外找一个。见右厨同意了，龙武笑道，那现在我可要真的方便了，要一起吗？右厨转头就走了，龙武的笑容也渐渐收敛。小姑娘还真是好骗，这就是学历的差距啊。所以女人还是要多读书，那么急着嫁人干嘛？右楚完全没意识到龙武在满嘴跑火车，信以为真，所以吃完饭他还偷偷结了账。他不希望高消费的午餐增加龙武的负担。沈父都笑了，老婆，小吴姐说她请客，怎么你买单了？小吴姐回国理应是我们接风洗尘啊。右楚义正言辞，随即小声在沈父耳边道，他也不容易，我们请吧。然后出门，右楚就看到了龙武的车，那个牛标应该是叫兰博基尼吧，第31花名。见右楚看着龙武的车子出神，沈父以为自己懂了，原来你喜欢跑车呀，等你拿到驾照咱们也买一辆吧，这车子很贵吧？兰博基尼当然不便宜，就他这辆车差不多能值我2块手表了。沈父晃了一下手腕上的江诗丹顿，对顶尖奢侈品毫无概念的右楚不禁感慨，原来跑车也可以这么便宜啊。老婆，你知道这块表多少钱吗？沈父小心翼翼地问。多少钱？10万。他是估摸着一辆普通车的价值，然后除了个2。这块表应该是江诗丹顿的传奇系列，价值400-500万8，国内应该更贵一些。10？什么？白右楚感觉自己差点背过气去。谁让你买的呀？沈父挠头，你让我买的呀。我。沈父低下头，在他耳边吐气。白珊珊，
然后趁机在他耳朵上亲了一口，希望能安抚一下老婆蹿高的血压。龙武看了觉得辣眼睛，忍不住出口道：“老沈，你什么时候有玩表的恶习了？嚯，只许你龙武玩的，我就玩不得。我夸你呢，都说穷玩车富玩表，你境界比我高啊。哪里？我第一次知道江诗丹顿4个字，还是从你口中呢。是吗？我口过吗？”龙武小声嘀咕。沈父满头黑线，接着龙武掏出车钥匙：“好了，那我就先走了。我是个心理医生，等会儿还有病人找我呢。”他还冲白幼楚挑了挑眉，虽然刚刚自己骗了他，现在就被戳穿了，但他相信白幼楚肯定会来的，因为刚刚他答应了。作为一名经营心理学10年的高手，龙武一眼就看出白幼楚是个什么样的人。既然答应了要来，即便是被骗来的，他也会履行承诺，顶多来了之后拒不配合。不过到时候能不能让他配合，这就是自己专业上的事了。先把人骗过来再说，就跟沈父他们写小说一样，书名简介写得诱人一些，先把读者骗进来再说。龙武走了，沈父道：“老婆，我送你去练车吧。”“不用不用，我打车过去就好，很远的，你送我一来一回，半天就过去了。”“没事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可以陪你一起练啊。”“不要了。”幼楚推着沈父：“我又不是小孩子，而且你看着我开车，我会紧张的。”“走啦走啦。”“好吧，我看着你上车再走。”把幼楚送上出租车。沈父想了想，开车去了工作室。今天先见一下新员工。工作室内，3名员工都在。沈父和郭笑林这是第一次见面，短发，圆脸，中等身高，看起来飒飒的，是个精神小妞。“小林，我这么叫你没问题吧？”沈父问。“有问题，这小姑娘倒是不怯场，干咱们文化产业的都有花名。你看丑菊、猪八戒，多好记啊！我也要一个。”朱天鹏无奈地捂着脸：“我说了800遍了，我叫朱天鹏，不叫猪八戒。天蓬元帅不就是猪八戒吗？何况你还姓朱。”郭笑林振振有词。沈父笑笑，他小时候确实有八戒这个外号，不过他不喜欢，你就不要再叫了。如果你实在想给他取外号，可以叫他牛大鹏。哥，这可是我混迹江湖的名号，你怎么给我暴露了？朱天鹏急道：“这个名字就像是吕小布之于吕子乔，是自己身上的保护色呀。同事嘛，应该多一些了解。丑菊都知道这个名字，小林也该知道啊。”沈父一言而决，又道：“至于小林想要一个花名，我觉得很合理，你自己取还是我帮你？”郭笑林看了一眼丑菊和牛大鹏：“我想取个动物系的，叫麒麟怎么样？”郭麒麟，朱天鹏念叨着。沈父道：“不行。为什么啊？”沈父：“我的起点官方责编叫麒麟，以后你可能会有些工作跟他对接，到时候2个麒麟像什么画？”丑菊：“对，网文世界只允许有一个麒麟，换一个换一个。”郭笑林问丑菊：“丑姐，那你为什么叫丑菊啊？你长得挺好看的呀。”丑菊按了一下轮椅上的某个按钮，立即出现一方小空间，他从中取出自己的身份证，在郭笑林眼前晃了晃：“丑什么玩意？丑剧，那2个字叫 chiu。” 丑菊叹息道：“你这种是大多数，还有一些认出了第2个字，就叫我 Joe， 慢慢就变成了丑菊。”郭笑林感慨：“你爸妈真有文化，那个字笔画好多啊。小时候肯定不好过吧？因为我妈姓剧，没办法，我的名字是秀恩爱的产物。”丑菊嘟着嘴，想想都是泪啊。不过也有好处，文化水平一般的老师都不敢点我的名。郭笑林沉思片刻：“哎呀，我也没什么好想法。沈老师，你给我取一个呗。”沈父想了想，拆字法：“妖王吧。”朱天鹏：“是妖王还是妖王八？”然后他屁股上挨了一脚。妖王听着就很不吉利啊。不过郭笑林从中得到了启发，就叫110吧，正好够跟我爸的职业还有关。等会儿我写篇公众号文，就用这个新名字。这边沈父和员工其乐融融，那边幼楚也找到了艾米丽心理诊所，坐落在京城最贵地段的 CBD 写字楼里。上去前他先录了个视频，介绍了一下这位新认识的老公同学。等他上楼后，立即有漂亮的前台把他领到非常私密的休息间，等待龙医生的传唤。在这里还可以玩一些心理小测试。艾米丽心理诊所整体风格是非常上档次的，处处都是让人内心安宁的暗示，随处可见心理学上的小彩蛋，非常用心。而且幼楚注意到，除了龙武这位首席心理治疗师，还有好几个心理咨询师，前者是可以开药的，后者只能以开解为主。
这家心理诊所的规模很是不小呢。右楚能感受到，周围的休息室内也都有等待的病人，应该不会是托儿吧？白小姐，请喝茶，这种茶有安神的作用，请再耐心等待10分钟。好的，谢谢。右楚喝了一口茶，突然感觉困意袭来，他强撑着，想要跟某个人格争夺身体控制权，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闭上了眼睛。周一冲击签约榜对新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老佛恳求大家能支援一下，一张推荐票，一个打赏，都感激不尽。第32，有钱人的幽闭恐惧症。白皎月睁开眼后，首先看时间，还好，才过去2天。又看了看美股的情况，跟自己预估的一样，甚至还要更好一些。他和沈父已经赚了2000多万。最后他才打量起自己所处的空间，这是以前没来过的地方，房间洁白一片，布置简洁而温馨。他从桌子上的小册子找到了有效信息：艾米丽心理诊所。白皎月翘着2郎腿，眼睛微眯。所以又出来看心理医生了？改主意了吗？几个人格中，只有白总知道，右楚曾有机会融合掉他们几个。当时云教授在弥留之际，曾劝过右楚，但他拒绝了。后来云教授又打了一个电话重提这件事。很不巧，这个电话是白皎月接的。白皎月很好的伪装成了右楚，并从云老太太口中得知，他曾想把自己的得意弟子苏玉清介绍给右楚。苏玉清早前就曾有过帮助多重人格患者融合的成功例子，但右楚谢绝了老太太的好意，宁愿带着他们几个一起过不正常的日子。白皎月本就像是几个人格的大家长，那件事之后，他对右楚更加疼惜，爱屋及乌下，对沈父也多了些宽容。否则就凭他曾对自己施展麓山之爪，自己怎么可能帮他赚钱？甚至于当右楚决定跟沈父结婚，虽然他不喜欢那个男人，但却没有搞事情，而是选择了沉寂，成全他们。有白总带头，其他几个人格也消停了不少，所以两人婚后度过了很平静的3个月，直至白胜男打伤了沈父，众人格才重新活跃起来。是因为我们的频繁出现影响了他们的夫妻生活吗？白皎月有些痛心。如果是因为这个，我想还是有的谈的吧。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来看心理医生了。想到这，白皎月打开手机的第2系统，看起了这几天的视频留言。首先是白胜男又出来了，搅黄了银行演习，之后还爆料沈父知道了他的存在，误以为右楚拥有双重人格，两人目前和平相处。这一段白皎月反复看了2遍，再联系上下文，嘴角不禁勾起一丝笑意。接着白纸画也短暂的出现了一下下，真是老实孩子，跟田螺姑娘似的，把厨房客厅打扫了一下，就找了个空房间睡下了。再然后就是右楚刚刚拍的视频，视频中提到了一个叫龙武的女人，是沈父的大学密友，也是他的清华心理系师姐，刚刚回国，未来可能会比较频繁的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什么意思啊？前女友还是第三者？白皎月从右楚的表情里读出了担心，虽然自己不喜欢沈父，但那个男人对右楚应该是很不错的。两人交往期间，他曾经帮沈父安排过一次外卖，1万块的乌克兰洋妞双胞胎，金发碧卓眼啊，都送到嘴边了，他竟然没吃，这也是自己同意两人结婚的重要原因。相较于白珊珊和白胜男，白皎月明显智慧得多，他往往能通过前后不搭的小视频抓住更多表面之下的有效信息。正想着，心理诊所的小护士过来请他去龙医生的房间，在门口的时候，白皎月看到了上面写着龙武的名字。龙武是右楚视频里提到的那个龙武吧？这名字中名率应该不高，他还是个心理医生，所以右楚来这里是看心理医生，还是看丈夫的老同学的？白皎月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判断，我可能误会右楚了。进门之后，龙武笑呵呵的起身迎了过来，右楚师妹，不要拘束，请坐请坐。白皎月自觉伪装得很好，他学着右楚拘谨的样子，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做乖巧状。龙武依然笑容和煦，指了指他的脑袋，漫不经心道：怎么把头发盘起来了？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啊？白皎月心里说了声干，他习惯盘着头发，显得成熟一些。幸好没来得及涂口红穿丝袜踩高跟，头发太富裕，这样清爽一些。白皎月微笑，龙武眼角闪过一丝光，突然问了个题外话：哦，中午吃的鱼头汤还合胃口吧？白皎月，中午哪有吃鱼头汤啊？我还是更喜欢虾球。龙武眼中的光暗淡下来，是自己想多了。苏师姐联系自己的时候说，这会是个难搞的案例，还以为是人格分裂呢。白皎月嘴里根本没有半点鱼腥味，但右楚真的爱吃虾球。
龙武手里转动着一支笔，那就聊聊吧。师妹，你最近是有什么困扰吗？有啊，我的困扰就是钱不够用。钱不够用？不能够吧？沈父那小子每年的收入都能抵得上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了。哦，师姐对我老公的收入情况这么了如指掌的吗？白皎月笑意盈盈。龙武手上的动作暂时停滞。这个小师妹，怎么感觉比中午攻击性强多了呀？他摊摊手，没办法，谁让他上了那个什么网络作家富豪榜啊？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那个榜单不权威的，都是机构打电话过来，让他们作家自己填的数字。那阵子他为了宣传新剧和动画，就填得高了一些，结果还有比他更过分的，总是争不到第一，恼火呀！原来写小说这行也有泡沫呀。龙武笑笑，不过也不至于不够用吧？你看起来不像是乱花钱的人啊。最近想买个别墅住住，总觉得家里空间太小，有种压抑感。师姐，我这是不是幽闭空间恐惧症啊？你家房子多大？200多平吧。龙武，他感觉这孩子是来消遣自己的。白皎月笑眯眯继续，你不知道我家多大呀？还以为你去过呢。我怎么会去你家呢？我出国这3年就没回来过。又是一条有效信息。白皎月步步紧逼，为什么3年都不回国呀？是国内没有让你眷恋牵挂的人吗？有啊，我爸妈，不过他们都是去国外看我的，反正也不是很麻烦。龙武皱着眉回了一句，但心情有些不好，感觉自己似乎陷入了被动。对于女人，他喜欢主动，求推荐求支持。老佛写这小说写的自己都快人格分裂了，每天切换10几个小号发本说，显得热闹些。你们多发点，老佛我就能少发一些啊。可怜可怜老佛的头发吧。第33，开车技术哪家强？快去白家找月娘。又处啊！龙武放下手中笔，拿起一份心理测试问卷。就在他重整旗鼓，准备反攻的时候，电话突兀的响了。该死，自己忘了让他把手机关掉了。不好意思，师姐，我接个电话，请便。白皎月看了一下，是小雅的。又处，你怎么还没来啊？我们都要开始了。我好像走错了，你给我发个定位吧。白皎月小声道。然后白总就看到了小雅人在某驾校，原来是练科目2啊。挂了电话，白皎月转身道：师姐，今天就聊到这吧，我还有点别的事，在前台结账是吧？这才半小时不到，龙武有些失落，就这么走了？改天来我家里接着聊吧。白皎月微笑道，顺便亲临现场治疗一下我的幽闭空间恐惧症。你这办公室真宽敞，我喜欢。那这问卷，哦，我带走吧，回去填。白皎月不客气道，多给我2张，我让老沈也填一下。亲自把白皎月送出门，龙武不禁有些失落，本以为会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回到自己的座位，龙武越想越不对劲，这个白幼楚肯定是有些问题，否则也不会通过苏玉清的关系找自己咨询。可他本身不仅高智商，而且还有心理学背景，所以避重就轻那一套玩得贼溜。表面看上去跟正常人一样，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正常的。自己在米国也见识过不少表面正常，实则内心病入膏肓的病人。越是这种人，有时候病发之后越危险。考虑到他是沈父的老婆，一旦他出问题，首先遭殃的就是沈父。不行，我要做点什么。龙武立即起身，叫来自己的助理，跟我去一趟大楼监控室，就说我丢东西了。写字楼监控室内，龙武逐帧逐帧地查看白幼楚从进来到出去的全过程。进来前跟中午的感觉是一样，但离开的时候走路的感觉不太一样。这里停一下。在对方离开经过大堂的时候，龙武注意到他驻足在大堂的镜子前，涂了一个色彩浓烈的红唇，镜子里反射出的眼睛光彩也和以前判若两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龙武打开沈父的 QQ 空间和朋友圈，近2年里面有很多他和白幼楚的照片，几乎是没有涂口红的，即便有也是很清淡的色彩。果然不太对劲，看来还真要找个时间去沈父家坐坐。200平米你还幽闭空间？你以为你是豌豆公主啊？正想着，助理进来提醒他，龙医生，黎先生来了，是不是让他现在进来？龙武摆摆手，让他在休息室待着吧，水果茶水管够，时间到了他自己就走了。打发走了助理，龙武吐槽，一个装病的凑什么热闹。离开写字楼后，白皎月首先录了一个视频。9月1日，我是白皎月，这个视频幼楚一定要看。那个龙武我已经会过他了，虽然比你高，但胸没你大，虽然比你有钱，但有我在，你也不用担心钱不够花。而且我打听清楚了，
他和沈父这几年都没见，就算以前有什么故事，应该也不用担心旧情复燃。你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与其担心这个女人，还不如小心一下白子兔跟你抢男人。毕竟大姨妈又快来了。半小时后，某驾校场地内，当白皎月大踏步过来的时候，留着精致络腮胡的女教练气愤道：“怎么现在才来？迟到了1个小时，你知道吗？”小雅在一旁紧张的大气不敢喘，看来刚刚已经被训得够够的了。白皎月淡然道：“我就是过来点个到，这样就算课时了吧？”哟，看来有基础啊。教练眯着眼，这么自信，你倒是上车走一个呀。白皎月，这辆可以吧？教练指着小雅和一个男生：“你们2个跟我上车，坐后面，副驾驶是我的。”小牙吐吐舌，坐在白皎月后面小声道：“幼雏，你今天的口红真好看，可惜教练是个女的，一点都不怜香惜玉。”白皎月回手掏，在小雅脑袋上摸了摸：“没关系，等会儿我给你当教练，我会温柔点的。”小牙满脑袋问号，这大姐姐的既视感是怎么来的？明明比自己还小2岁啊！不过很快，小雅的眼睛里就只剩小星星了。好，快啊！最重要的是准，任何操作都准确无误。用教练的说法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快。记住，考试的时候不要踩油门，不要踩油门。教练，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练了？你可以走了。1周后准备考试，教练这么粗豪的人，也被白总的气场折服了。这个训练场容不得比自己还牛逼的人存在。白皎月却摇头：“我还不想走，这是我同事，我能不能教他？我看这里车子场子都够，就是教练少点，这样他能多练一会儿。随你便，去那个旮旯练，不要影响其他学员。”小雅内心狂喜，2人选了辆普桑，到角落里练了起来。小雅在驾驶位，白皎月副驾驶。随着白总的悉心教导，小雅渐渐摸到了一些门路，可以轻松走直线了。突然，白皎月喊了一声：“停！”啊！小雅一下子慌了，还以为自己的车踩到地雷了，立即双脚离地。还是白皎月踩了副驾驶的刹车，然后下车，在车子前面蹲下。很快他开心的回来，手里多了一枚1元硬币。小雅吁了口气，原来是地上有钱啊，而且才1块钱，1块钱也是白捡的，这是好运的象征。他把1元钱擦干净，放进自己的包包里。小雅扑哧笑了，不愧是咱们银行人，1毛钱那也是钱，绝对不能忽视。幼雏真是我辈楷模呀！白皎月小脸一板，叫白姐，看在你现在是我教练的份上了，我委曲求全叫你一声白姐。等考过了，我要让你叫我赵姐。很快，练车结束，小雅已经开始学倒车入库了。这时沈父的电话也打了过来：“老婆，晚上想吃什么？”白皎月想了想，故意用自己的冷漠腔调：“我今天就不回去住了，练车要很晚，我去小雅家对付一宿。”第34和白总的交心局，沈父在工作室婉拒了朱天鹏出去潇洒的邀请，坚决要回家跟老婆一起吃饭。到时候你为我，我为你啧啧。结果回家的路上给老婆打电话，他却说不回来了。以幼雏的性格，他跟同事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同吃同睡，所以真相只有一个。这次又是谁呢？听这语气，排除吃货和女汉子，很像是白总啊。对方似乎还怕他不信，让身边的小雅跟沈父说了几句话。沈父就算再不放心，也只能答应下来。然后小雅开心极了：“白姐，你真要跟我回去住啊？我家里虽然比你家近，但就1个小单间，还是跟别人合租的。你确定？”“我确定，不会去。”“哈，那你刚才跟沈老师那么说，夫妻之间就要经常制造惊喜。”白皎月笑道：“我说不回去了，却突然回家，他肯定会很惊喜的。”“确定是惊喜，不是惊吓。男人可是有很多小秘密的呀。”赵小雅调侃道：“你一个单身女青年，不要搞得好像很懂男人的样子，最好装的傻一点，这样才有男人愿意上钩。”白皎月教育了一通，说的小雅没法反驳。自己虽然年纪大2岁，但却母胎单身至今，而对面的小姑娘大学没毕业就结婚了，没得比啊。沈父从外面打包了一份盖浇饭，到家后刚吃了2口，忍不住悲从心来。这过的是啥日子？有老婆却不回家，过着空巢老人一般的生活，要不干脆跟他们都摊牌得了。正想着，门吱呀一声，他还没起身，外面的老婆就回来了。白皎月回来之前放下头发，擦掉口红，所以只是远远一看，沈父还真分不清他是谁。难道是中途幼雏又取代了那个人格，所以回家了？既然犹豫不决，那就对暗号吧。
沈父擦了擦嘴，笑着迎了上去。老婆，弯腰低头，帅脸凑了过去，刚要亲到幼雏粉扑扑的脸蛋蛋，就被对方用手挡住了。咦，这个女人果然不对劲儿。对方一手捂住她的嘴，往旁边一扒拉，见面就亲脸。这就是你跟白幼楚对的暗号吧？啥？沈父懵了，然后开始装傻。白皎月走到沙发前坐下，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老婆呀。沈父还在装傻，别占我便宜。白皎月哼了一声，你应该都知道了，而我也知道你知道了。话虽然有点绕，但文字工作者沈父还是一下子就悟了。既然对方都说开了，沈父也不装了。本来想用一个普通丈夫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疏远。既然你这么咄咄逼人，好吧，我承认，我知道你不是我老婆。白皎月点点头，很满意沈父的配合。如果我让你亲了一口，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你才会认定我是白幼楚？那不能告诉你，那是我和幼楚的暗号。如果告诉了你，你假扮成他占我便宜怎么办？是什么让你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白皎月感觉好笑，以为我是白子兔吗？那可说不定，我这人还是很有魅力的。沈父坐在他对面，那就开诚布公的谈谈吧。我确实知道幼楚是多重人格，你白胜男，还有一个白珊珊，我都见过，另外几个只闻其名。沈父道，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知道的？该不会那个视频就是你删的吧？不对，逻辑不对。什么视频？沈父坦白，那天白胜男打伤了我，幼楚就和我坦白了你们的事，而且我们还录了一个视频，表明我都知道了，希望能跟你们和平相处。但后来那个视频被人偷偷删掉了。白皎月皱着眉，我并不知情，我是因为看到白胜男的视频，他说你知道了双重人格的事，我就想到了上次我住在酒店，你既然同意了，没有追过去。还有刚刚我那个电话，说是在朋友家睡，你也没反对，所以猜测你应该是知道所有人格的存在。原来那是试探，心思很缜密吗？简单的判断而已。那你为什么跟我坦白了？继续装下去不好吗？沈父问。白皎月沉默了片刻，我不希望幼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在酒店或者其他陌生的地方，他肯定希望每天都从家里醒来，然后第一时间看到你。所以你是为了幼楚，要不然呢？我们依托他而存在，我当然希望他的生活能够顺心如意。白皎月叹道，我和白胜男是两个最不稳定的因素，现在我们都跟你坦白了，会尽量避免影响你们夫妻的正常生活，希望自己这么做能去除幼楚的心病吧。沈父摸着下巴，你们两个确实比较难搞，不过应该还有一个更难搞的吧？那个一直存在都没有跟你们交流过的人格，他呀，我们确实对他知之甚少，有时候觉得他是个小孩子，有时候又觉得他个老阿姨，有时候还觉得他是个外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沈父好奇追问。因为有一次幼楚是在游乐园醒来的，有一次幼楚冬天突然穿上了秋裤，还有一次他的 QQ 上突然多了一些外国好友。难道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外国阿姨？沈父皱眉，这人还真是古怪，我怀疑那个视频就是他删掉的。白皎月，我更倾向于是白子兔干的。啊？他为什么啊？白皎月淡然一笑，因为他喜欢你啊。把视频删掉，他就能假装不知道，然后继续伪装成幼楚跟你生活，说不定你们早就上过床了呢。不是吧？沈父激动地站了起来，是不是幼楚我能不知道吗？哦，幼楚做那事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白皎月饶有兴致道，难道那种时候也有暗号要跟我分享吗？闺房私密，概不外传。沈父重新坐下，开始扒拉碗里的饭。你吃了吗？没有，不饿。白皎月盯着故意转移话题的沈父，听说自己可能睡了幼楚的其他人格，你是不是在内心窃喜？我不是，我没有，我胡说。不是，你胡说。紧张的都开始说真心话了。白皎月痴痴一笑，果然男人就是男人，喜欢新鲜的。你怎么凭空误人清白呢？而且那档子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沈父嚼着米饭反驳，你笑什么笑？你还欠我6000万呢，明天早点更欠我的6000万推荐票是不是先还点？第35，卑微小沈在线调温，想到对方还欠着自己6000万，沈父顿时抖了起来，想要树立债主的威严。结果白总直接把手机拍在桌子上，美股还没收盘，我已经帮你赚到了800万，如果你现在想退的话，我可以操作。沈父不是没见过钱的土包子，好几次卖版权都是1000万起步，但他一共就5部书，一本书也就那么几个值钱的版权，而且买一个少一个，再加上影视寒冬，剩余的版权也没那么好卖了。
所以看到白皎月用2-3天的时间赚到了800万，不，包括他自己的，应该是2000万。沈父不禁感慨，金融资本家牛逼，我果然只配当一个打工人。沈父债主的威严立不住了，恭恭敬敬把手机推了回去。白总继续，我目前还不是很需要钱。白皎月接过手机，好了，既然我们已经开诚布公的聊过了，以后我也不会在外面过夜了。今晚我睡哪儿？主卧还是次卧？当然是主卧。主卧浴室里有浴缸，可以泡澡，保证让白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需要我帮你调试水温吗？这里对我也确实跟宾馆没什么两样。不过沈父你勉强也算是个文人，能不能有点风骨啊？这您就不懂了，我们写网络小说的哪有风骨那玩意啊？我至今求票的时候都会写小沈跪求读者爸爸赐票，上架的时候也会说赏晚饭吃之类的话。白皎月皱着眉问，这样真能有用？沈父见他对自己的行业好奇，坐在他身边，怎么没用？网络文学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学载体，你高高在上，俯瞰众生，那样的作者是没人喜欢的。我能从一个普通作者一路升级为大神，白金就是靠这股子跟读者死缠烂打的劲头。无论什么级别是作者，数据都是我们的命根，他们不给我票，我就嘤。白皎月轻轻一笑，你能追到白幼楚那丫头，也是因为这个吧？之前那么多追她的人，只有你成功了。我虽然没有经历全部，但偶尔出来一次，看到你都会觉得头痛，太缠人了。之前不认识你，对于给你造成的困扰，我在这里说声抱歉。沈父严肃脸，在这之前，我没做过什么让你特别厌恶的事吧？白皎月脸上的红晕一闪而过，他翻弄着手机，没有，就是没脸没皮的，烦人。但其实真的很过分。如果手上的是诺基亚，他可能已经砸过去了；如果是三星，自己就躲远点再砸。沈父松了口气，叹道：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只有隔着网络的防护，或者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才会有你说的那种表现。平时的时候我话很少，甚至可以几天不跟人交流，只要有书看，我就能特别满足。白皎月打量了沈父几眼，还真的看不出来他说的跟他的长相不符。沈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跟幼楚的富人格交心的机会，于是坦诚道：其实我最早是想当一名历史学者，可惜误入歧途，写起了网络小说，发现真的能赚钱，然后专业就彻底丢下了。而且在我的带动下，好几个历史系高材生都走上了这条路。哦，后来我不是认识了幼楚吗？就想着干脆考清华的历史系研究生，这样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沈父见他在认真听，于是继续：可是我又觉得京大的历史系似乎更强一些。那时我就在想，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心仪的学校，真的值得吗？那后来呢？白皎月很配合地问了一句。后来2个都没考上。我那时才知道，当我在犹豫该上清华还是该考京大的时候，他们对我已经做出了取舍。这次白皎月真的有被笑到，可惜你没有一个白考。其实无论你还是幼楚，都是顶尖的聪明人，就算自己考试也没问题把它言下之意。白考的存在是否稍显多余？那不一样的。白皎月摇头道，考试考的不仅仅是学识，更是心态。考是我们几个里心态最好的，它的作用也不仅仅是考试，面对再大的压力，它都能泰然处之。当一件事产生的压力过大，大到有可能会伤害到幼楚的时候，考的存在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哦，明白了，考排泄压法。沈父接着又问，如果白考的存在有其独特的意义，那白珊珊呢？他一个吃货。白皎月白了沈父一眼，这些你应该问幼楚，这是你们夫妻之间最应该聊的话题。嘿，我不是没拿你当外人吗？但我把你当外人。白皎月起身道，我要休息了，现在可以帮我放水调温了，我要泡个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爸妈？沈父说到这停住了。幼楚是孤儿。白皎月哪来的爸妈？我去行了吧。切，把我当外人还让我给你放洗澡水，就不怕我偷喝吗？沈父心里嘀咕着，不过想着这事再给老婆放水，洗的也是老婆的身子，也就没什么怨言了。今天的付出，明早就能有回报。明天香喷喷的老婆还是自己的。放好水。沈父看了眼插在客厅花瓶里的玫瑰花束，结婚100天纪念日买的，再不用就彻底蔫巴了。于是沈父采集了那些即将枯萎的花瓣，均匀撒在浴缸内，增加了一丝凄凉的美感。白总，水已经调好了，可以下锅了。沈父朝外面喊道。白皎月放下手上的笔记本电脑，舒展了一下双臂。就在刚刚，你又多赚了50万，
沈父看到他脸上释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你是有多喜欢钱啊？白皎月低头看了一眼浴缸，开始皱眉。沈父忙解释，花瓣确实不太新鲜，它主要是情调。白皎月打断他，水太少了啊。不少啊，平时都是这么多水啊。白皎月白了他一眼，平时都是你们两个一起洗吧。沈父，求票票。第36深夜开杠，重新帮白皎月加了水，调好水温，沈父这才退了出去。唉，以前这种时候自己都可以一起的，白皎月也不说客气一下，让自己，这属于在我家做客呀，这一点礼貌都不懂。沈父在自我安顿后，开始把今天跟白皎月的坦白局写成小作文，等明天给幼主看。他总觉得自己的文字比语言表述会更清楚些。今天的交谈让他对白皎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写完之后竟然还不到10点，没有幼处的日子，感觉时间过得好慢，毕竟少了很多夫妻双人项目。于是他又在作者群里水了一会儿，主要秀一把自己的猛男粉机械键盘。不出所料，这群老家伙开口就是这个跪起来肯定很爽，比搓衣板好用之类的酸言酸语。一时间群里满是快乐的空气，但沈父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很苦，这种苦叫嫉妒。之后他又写了一下明天更新内容的细纲和后续1个月的大纲，度过了上架的第1个月，后面可以稍微慢一些了，每天4000至6000字，严把质量关。刚刚躺下，沈父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好像什么门开了，难道白皎月又要往外跑？沈父裤子都没穿，立即跑出去查看，然后就见黑暗中穿白色睡衣的白皎月站在冰箱前，手里拿着一个西红柿，冰箱门还开着。白皎月也发现了沈父，另一只手从冰箱里缩了回来，手上又多了一根黄瓜，两人目光保持对视。沈父先开口，你是白皎月还是白珊珊啊？白皎月把门带上，从容道，我晚上没吃饭，找点东西垫垫肚子，看来还是白总。那你，嘘，先不要说话，有没有觉很冷啊？跟女士说话的时候把裤子穿上不是基本礼貌吗？说着，他狠狠咬了一截黄瓜，以前在家里都是这样的呀。沈父无奈，又在平角裤外面套了一条大裤衩，咦，好像是白胜男穿过的那条。穿好衣服的沈父义正言辞地数落白皎月，刚刚我吃饭的时候问你，你还说不吃不饿，现在倒是偷吃偷的欢呢。你也说了，刚刚不饿，现在饿，刚刚不想吃，现在想吃，有什么问题吗？而且我也不是偷，我没有开灯，只是不想影响到你休息，这是我心存善意的体现。幼楚参加清华辩论队，该不会是你替他上场的吧？这么能杠，我只是在以理服人。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道理，蔬菜水果要洗过之后再吃，否则很容易闹肚子的。白皎月看了眼手上的半截黄瓜，担忧道，我只吃了一口啊。沈父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黄瓜，很自然地咬了一口，一般要第2天才会有反应。如果幼楚拉肚子了，我就陪他一起。白皎月看着空空的左手，可惜一个洗手间只有1个马桶，要不然你们就可以手拉手一起了。沈父顿住，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咦，白皎月你好恶心啊。白皎月，是你先恶心我的，秀恩爱秀到我头上了，我那是本能，不是故意的。沈父反省了一下自己，以后你在的时候我尽量克制。西红柿拿来。干嘛？这个你也要吃？我给你做个西红柿炒鸡蛋。蛋呢？这里，火腿肠旁边，2个就好。沈父重新打开冰箱，吃完你就快点睡，饿着肚子睡觉对幼楚的胃不好。看着沈父娴熟的先炒蛋后炒西红柿，白皎月问，白幼楚不给你做饭啊？做呀，不过我自己也会一点，不如他。白皎月客观道，他做饭也就一般，无外乎多放辣椒，多放花椒，吃不惯吃不惯。你是哪里人啊？精神魔都人。多大了？沈父笑笑又问，你要叫我一声姐是吗？感觉确实有点老气横秋的。沈父完成了这道菜，最后撒上翠绿的葱花，端到他面前。你才老气横秋呢，我也28。哟，同龄人啊，比你大半岁。白皎月拿起筷子，切，又没身份证，还不是你们说几岁就几岁。沈父看着他吃，白姐叫着不习惯，还是白总吧，我觉得咱们也该弄一个暗号。刚刚我就差点把你当成白珊珊，有必要吗？白皎月觉得幼稚。当然有啊，这样，如果我觉得不太对劲儿，我就过去亲你的左脸，前面跟幼楚是一样的，然后我一巴掌呼过去，就用这个当暗号吧。白皎月呵呵道，那不行，
白胜男估计也是这种反应。沈父摇摇头，这样，就在我要亲到你的时候，你就用手抵住我的脑门说不要，我脸上粉太厚，你脸上才有粉呢。那你想一个沈父摊摊手，白皎月吃的差不多了，起身道，你过来，摸你一下。沈父凑过去，假装要亲他。白皎月一手挡住他的脑门，想了想，另一只手2根手指粘起做比心状，然后在沈父的嘴唇上轻轻碰了碰。一时间，沈父怔住了，这个女人好会撩啊！幼雏那个呆呆根本玩不出这种花样，不愧是28岁的轻熟女啊！再搭配这身轻薄的夏日睡衣，喂，这样可以吗？白皎月叫醒失神的沈父。哦，还行，那就这样。沈父收起盘子，背对白皎月，你快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白皎月离开，沈父才弯着腰回到自己房间。这个夜难熬了。第二天，沈父醒得很早，他首先跑到主卧，摇了摇睡梦中的妻子。幼雏，幼雏。妻子睁开眼，沈父刚咧嘴笑，就被他抓住胳膊，然后腿一蹬，踢到了床下。沈父急忙捂着命运多舛的脑袋。白胜男，是我。白皎月。白总揉了揉头发，你大早上发什么情啊？我是发乎情止乎礼，都没碰到你。那请问有什么事吗？白皎月见对方穿着短裤背心，还算本分。我就是想问问幼雏回来了吗？如果回来了，就一起下楼买早餐。白皎月睨了他一眼，眼神里写着不信。你还是自己买吧，我再睡会儿。不是，怎么幼雏没回来啊？你怎么还不走啊？白皎月背对沈父躺着，可能是他不想上班吧。我上班也一样的。沈父站起来拍拍屁股，自己的。刚才你那2下子练过，白胜男教过我们一些基本的防狼手段，他很厉害的。如果你想学，他应该也会教你的。切，我自己家学渊源，沈氏骨科第好几代传人，我教他还差不多。沈父自负的转身离开，出了卧室的他重重的松了口气，幸好先把人摇醒了，要不然就铸成大错了。第37，这孩子算谁的？沈父刚开门准备出去，就看到正准备敲门的万子谦。他今天从老家回来了，手里还抱着一个纸箱子。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沈父接过纸箱子，随手把门一带，把外甥女关在门外。万子谦。沈父把箱子一放，立即冲回卧室，没想到恰巧遇到白皎月在换衣服，腿上的丝袜停在膝盖处，外衣放在床边。来不及解释了。沈父瞪大眼睛道，芊芊回来了，你不要如出破腚，仔细回忆一下关于他的事情，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我出去应付一下。当沈父出了卧室，白皎月的脸才开始变红，并加快穿衣速度。而此时万子谦已经进来了，他有沈父家门锁的密码，只不过怕突然闯入看到傻小孩子不该看的，所以每次来都敲门。哼，竟然敢把我关在外面！万子谦气呼呼的把行李箱在客厅一推。沈父笑呵呵道，芊芊啊，快过来，说说给就带啥好东西了。万子谦气鼓鼓道，你看不出来啊，那是快递，我顺手给你拿的。沈父这才看清，收件人是白幼雏。老婆，你的。沈父对卧室喊了一声，万子谦立即捂住他的嘴，你就不好奇你老婆买了啥？拆人家快递不太好吧？沈父表面犹豫，内心欢喜，这样能多给里面的白皎月一些准备时间。万子谦马上就忘了刚刚的不开心，摇着老舅的胳膊，有什么不好的？她是你媳妇儿，是我闺蜜，咱们又不是外人，而且幼雏那种好孩子，肯定不会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没什么可担心的。那就看看，看看。两人做贼般用钥匙划开箱子，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件又一件漂亮的不像话的衣服。哇，是汉服啊，看起来好华丽啊！万子谦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幼雏穿上肯定很好看。不过他什么时候喜欢上这个了？沈父完全不知道。不对不对，万子谦用看 LSP 的眼神看着自家舅舅，肯定是你。写仙侠小说需要古装美女素材，所以逼着幼雏穿古装，对不对？沈父哼了一声，你怎么知道他自己就不喜欢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问问就知道了。万子谦挑了一件红色汉服冲进卧室，然后就看到了穿着高跟鞋和黑丝的闺蜜。哇哦！万子谦张大嘴巴，感觉今天的幼雏跟以往很不一样，显得又性感又危险。白皎月没有为了面对万子谦而选择以前的装扮，依然我行我素。反正上学的时候，幼雏就偶尔会表现出迥异的穿衣风格，同学们应该都习惯了。万子谦确实见过幼雏大学时穿洛丽塔风
御姐风、英伦风的衣着，不过右楚人格换回来后，都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今天，万子谦看到这一幕，首先想到的是，肯定是老舅让他这么穿的，老两口还挺会玩啊。右楚舅妈，你的快递到了，要不要试试？万子谦诱惑地晃了晃手上的红衣，这其实是白纸画买的。那晚他不是出来过一下吗？在视频里也提过这件小事。白皎月摇头，还要吃饭，还要上班，来不及了。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先试试。我就算了，我皮肤比较黑，穿这个不就成了斯汤达的红与黑吗？万子谦遗憾道，如果有女侠装，应该会比较适合我，是我考虑不周了，回头给万姐买一套。我买的这家店质量很不错。白皎月看了眼万子谦的大长腿，有些羡慕，自己要是也能再高3公分就好了。身高不足1.7米，气场终究还是弱些。听说顺产生孩子后，女人还能长高一些，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有点疑问。如果怀的时候和生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格，这孩子该算谁的？白皎月的思绪正神游物外，沈父从外面冒出来道：“我已经买好早餐了，快点吃饭吧。”这么快？万子谦拿着衣服出来。沈父道：“早点吃完，等会儿你跟我出去一趟，你的车牌搞定了，顺便再买辆车，买个房。买车是早就说好的，买房是几个意思？”万子谦诧异道：“以前芊芊在京城都是住在舅舅家，倒是也没什么关系。不过现在又处3天2头的变身，容易被芊芊看出来，所以要给他安排一个新住处。”沈父语重心长道：“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22岁也该安个家了。正好你的影视版权卖出去了，再加上之前的收入，不够的话，舅舅舅妈再给你贴补一些，先拿一套房，省得将来又涨价。那好吧，我妈让我在京城都听你的，你说买房就买房，能不能买的离你家近一些的，方便我蹭饭？”沈父摇头：“这边房价太贵，我建议你在南边买，这样回家还近一些，最好是出了门就能上高速的，市中心太堵了啊，这就把我打发到郊区了，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吧？”沈父戳着他的脑门：“总跟我们混一块，你还怎么找对象？是时候离开长辈的羽翼了。”默默吃饭的白皎月突然插了一嘴：“家里给你安排的相亲怎么样了？”他看了右楚跟万子谦的聊天记录，于是现场发挥了一下。啥？你还相亲了？沈父瞬间不淡定了。我咋都不知道。万子谦想要捂住闺蜜的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承认：“别提了，我爸妈安排的，给我安排了一个乡长，跟你一样老，28岁的乡长，我觉得这应该叫年少有为吧。”沈父嗨嗨，不过乡长和女频大神作者画风确实不太大，而且按照你们女频小说的常规套路，男主角不都是霸总、少将起步吗？当初为了教外甥女写小说，沈父对女频也有所涉猎，很常见事。就是嘛，官不大，气质还特老，跟他在一块，就感觉是在陪长辈吃饭，贼压抑。万子谦叹息道：“我还是自己找吧，或者舅舅，你给我介绍一些男频大神呗。”别看万子谦写了那么多言情小说，自己却是恋爱零经验，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男频大神啊，不是秃顶，就是大肚子，像你就这种万中无一啊。沈父一句话把同行得罪的死死的。万子谦只后悔怎么没录音，这条录音起码值1辆路虎吧。求推荐嘤。第38千古一仙李长生。趁着万子谦上洗手间，沈父拉着白皎月问：“这些衣服是谁买的呀？”白纸画，他似乎喜欢古典的东西。白总道：“之前就买过一套，但还没穿过，被右楚压在床下面了。那晚要不是你在床上，他肯定要翻出来穿的。这样啊，这些就收在衣帽间吧，省得他下次翻不出来。”白皎月擦擦嘴角：“我去上班了，中午和小雅在外面吃。”也好，中午我们也在外面吃。沈父最后道：“不过晚上我们公司聚餐，你也一起吧，如果你在线的话。”白皎月开门：“到时候给我打电话。”他一走，芊芊出来了。咦，小舅妈走了？上班快迟到了。刚说完，又有人敲门，这次是朱天鹏和老狗，下面还有一辆小厢货，几个工人。哟，总教春老师也在啊。天鹏进来笑道：“哥，我刚才见到嫂子了，戴着墨镜，要不是我打招呼，她都没认出我。你嫂子今天有点黑眼圈，所以戴墨镜遮一下。”沈父替白总解释了一下，估计就是跟他不熟，甚至压根没见过。听到黑眼圈，朱天鹏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熬夜了，肯定熬夜了。父哥不愧是我父哥，怪不得需要健身呢。见到老同学，
万子谦嫌弃道：“牛大鹏，你来干嘛呀？”沈父道：“让他还有这位狗哥帮我改造一下家里。”天鹏，今天麻烦你了，我和芊芊去提辆车，晚上叫上丑局110，公司聚餐。等一下，110是谁？就是新来的那个郭孝林。沈父解释了一句，把钥匙丢给天鹏就闪人了。沈父带着外甥女来到一片四合院区域，车子停在外面，左拐右拐，曲径通幽，来到一扇木门前，门口挂着世事通咨询服务公司的牌子，门是敞开的，直接进去。里面那个拿着折扇、络腮胡子、微胖、坐藤椅里吃瓜的男人，就是沈父的大学同学石世通，睡在他上铺的男人。他现在有客人，沈父跟他点点头，就自己找茶叶、水果招呼自己了。远远一看，通哥好像是爷爷辈的，仔细看像是叔叔辈的，其实他就比沈父大1岁，都是旺盛的胡子拖累的。据说通哥高中时期就开创了给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冒充家长的业务，没办法，长得属实着急了些，小学还没毕业，胡子就爬满了那张小脸。通哥是老京城人了，家里有点资本，但他说自己不算富二代，顶多就是受惠于政策，家里房子多些。毕业后他不想按照父母的意愿进机关或学校工作，于是宠他的爷爷就把这套不足300平的小四合院留给他用于创业。照沈父的说法，把四合院成功卖出去就算创业成功了，他愿意接盘。但通哥不是那种俗人，许是高中时期假扮他人爹的成功经历给了他启发，亦或是出于对童年经典柯南瘟神的喜爱，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在京城的关系网放着不用太浪费，又或者是他也有那么点表演天赋。于是通哥开了这么一个业务非常广泛的公司。万子谦见过通哥，也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但还是第一次来，小声问舅舅：“通哥这公司都干什么啊？”你等一下。沈父从屋子里翻出一张石世通的名片，正面是他的公司地址、名字、电话，背面就是业务了。后面有很多业务，用大小不同、龙蛋不一的字体不规则排列着：房屋置产、角色扮演、偷情抓奸、凡人自传、驾照消分、宠物婚恋、寻人找狗、熊孩子捣蛋。最后一行小字：人总有茫然无助、求告无门的时候，世事通，做您永远的后盾。万子谦看得眼花缭乱，这业务也太广了吧！宠物婚恋是啥呀？配狗配猫各种配，咱家小鹿就没少被他带出去开枝散叶。据说那个什么天津地华动物乐园里就有咱家小鹿的骨血。咦，那这个角色扮演呢？就是别人装爸爸、装儿子，还有带一些物质女孩参加上流社会的晚宴。沈父笑笑，通哥挺有表演天赋的，而且有这种门路。这凡人自传又是啥啊？凡人修仙传我倒是知道。芊芊又问，这业务跟我还有点关系。有些平凡的人临走之前特别希望自己的事迹能流传下来，哪怕那些事迹很平凡。所以通哥开了这么个业务，给普通人写自传，他接业务，负责前期故事采集，然后通过我联系一些网络作家写稿，一般都能有千字几百呢。一些新人挺喜欢接这种活的，短平快。后来一些老人知道了网络文学这一神奇存在，还拓展了一种新业务，就是老人们出钱让作家用他们的名字当男主角，写啥无所谓，就要这个冠名权。这都可以？可以啊，我新书千古一仙，男主就是一位老教授的名字，收了他500块钱，那倒是不贵。你的书可是有100万读者的。是啊，后来老教授知道我的书很火，觉得我吃亏了，硬是给我打赏了一个白银盟，拦不住啊。沈父笑笑，主要还是名字合适。老教授名叫李长生，巧了，正好契合我的小说寓意。但人哪能真的长生啊？老人们无非是害怕自己死后被后人彻底遗忘，用这种方式在生前寻求一丝安慰。万子谦颇受触动，那这件事还挺有意义的。可惜我新书是根据丑菊的故事改编的，名字也被他指定了。等我下本书也考虑一下，找一对恩爱的老头老太太，把冠名权卖给他们。两人正说着，一男一女走了进来，后面还牵着一只脏兮兮的小柯基。这两人是通哥的员工，跟以前的沈父一样，世事通也就俩员工，这是出门帮人找狗了。沈父和芊芊正逗着狗子，那边通哥冲他招手：“父哥，来一哈来一哈。”第39渣男茶，清醒认识男人。坐在石世通面前的是一个白发老者，慈眉善目的，却隐隐有几分威严。通哥起身，让沈父坐在他的藤椅上。吴大爷，这位是咱们国家作协成员，青年文学家，著名的网文大神沈王爷。沈父侧头小声问万事通：“这次又是啥业务？”冠名权的，有点难搞，
名字太偏门了。通哥小声嘀咕：“这是我爷爷的朋友，尽量让老爷子满意吧。”石老爷子的朋友，那8成也是退休老干部。石世通也懂网文的规矩，以前的网文喜欢用生僻或狂拽的姓氏，比如龙、轩辕、拓跋之类的，显得有逼格。发展到现在，那些已经成为非主流。叶、秦、林、苏4大姓氏强势崛起，另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些大众姓氏凭借接地气也有一些市场，已经很少有人用偏门姓氏做男主角了，通常只有新手才那么干，显得特沙雕。老爷子贵姓啊？沈父问。免贵。第5轮。哟，田齐王族后裔啊，史上就有一个第5轮，官至大司空啊。老爷子嘴角带笑，有点历史常识吗？我父亲就是希望我也能官至大司空，可惜还是差点。哟，差点是差多少啊？大司空那可是3公之一。我和石世通是同学，都是学历史的，这是基本功。沈父谦虚道：“您想要一个网络小说男主角的冠名权？对，可不要那种容易烂尾太监的小说，什么烂尾经烂尾格的提也不要提，给我找个靠谱的作者。就是你们说的那种大神。”大神的话，沈父面露难色。我明白，得加钱。大爷不是那个意思，大神的作品都很慎重的。第5轮这个名字太另类了，怕是不会有人用。要不您先回去等消息，我帮您在群里问问。我不回去，家里也没人，就一个小保姆，还是男的，这里就挺好玩的。小石头，我想吃橘子了。武大爷，您坐稳了，不要走动。石世通碰了碰沈父，用眼神示意，想想办法呀。沈父掏出手机，在大神群里瞅了一眼，正好看到某历史作者在发黄图。沈父揪住他便问：“7月，新书准备的怎么样了？”对方答：“差不多了，就是还差一个书名。这次又写哪个朝代啊？”这次写新朝。真，穿越者大战位面之子。历史大神洋洋得意道：“男主叫第5轮，我直接套用的历史人物，这样估计能好卖版权一些。”啥？第5轮？咋的了哥？没事，我帮你想好书名了。新书？啥书名啊？就新书啊。我知道你说的是我的新书。新书叫啥？哦，新书啊。对方恍然，然后狂喜，妙极妙极，在新朝书写一段全新的历史。新书，事情完美解决。沈父让老爷子等通知，到时候去起点搜新书，如果看到男主角是他的名字，就给那作者打赏个盟主。石世通就不过手了，不敢赚武大爷的钱。老爷子走了，通哥叮嘱2个员工看好狗子，顺便洗个澡，等会儿狗主人会来自取。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块车牌。小芊芊，看通哥给你准备的车牌怎么样？哎呀，1314，看到尾号，万子谦非常满意，谢谢通哥。接着石世通还要负责买车，他从小就在京城最好的小学、中学读书，再加上人缘好，善交际，认识的也都是家世很好的同龄人。另外自己家里本身也不差，这便造就了他让沈父无法想象的超强人脉，几乎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熟人，无论买车还是买房，他都能安排得妥妥的。他们先是去特斯拉提了一辆 Model S， 直接找的京城店的老总，拿的最优惠的价格，当天就能开走。接着找地方吃饭，顺便聊聊房子的事。通哥问芊芊关于房子的设想，面积、价格、地段啥的，不要小于100平，2室3室都行，不要超过1000万，最好周围比较开阔一些，不要太拥挤繁华。我写书还是比较喜静的，我就说让我选南边挨着高速的地方，方便回老家。通过万子谦提出的这些条件，石世通立即在脑中搜索，然后打了几个电话，帮芊芊圈定了3个选项。3套房都是2手房，但都很新，买了就能住。通哥选房确实厉害，全都挑到了万子谦心坎里。他还要犹豫，跟家里人或者幼楚商量一下。价格方面，沈父对通哥是绝对信任，如果他会在里面上下其手，2人就不可能成为大学最要好的朋友。沈父搬到紫金院后，邻居们问过他买的房价和时间后，全都夸他有门路，买的价格太实惠，这几年也涨了上百万不止。从第3套楼下来后，沈父跟通哥勾肩搭背道：“今天我公司聚餐，幼楚也在，你也过来吃个饭呗？”“那不行啊，今天溜溜一天，你不得专程请我一顿啊？”通哥玩笑一句，认真道：“今天早就定好，要带一妞参加春意影业的庆功宴，时间差不多了。那行，回头我和芊芊专程请你。”石世通把沈父拉到一旁，
那什么，我从娇娇那听说，龙武回国了，娇娇就是他前女友，龙武的同学。哟，你和娇姐还有联系呢？啥呀？业务往来，她老公出轨了，让我帮忙搜集一下证据。通哥摆摆手，说你呢？沈父微笑，我知道，他前2天请我和右楚吃了顿饭。嚯！通哥震惊，这是要和右楚刚正面吗？去，我们都放下了，你倒是跟着起劲了。沈父苦笑道，小吴姐和右楚一见如故，两人在清华还算是师姐妹呢，被同一个老师教过，所以就是没好戏看了。通哥不无遗憾，我和右楚情比金坚，谁来了都不好使，你就放心吧。两人说着话，那边万子谦接了个电话，挂了之后脸就拉得老长。咋的了？沈父问他。就那个乡长啊。万子谦道，又约我吃饭呢。他在京城。他就是京城人，现在过来是为了工作，找专家啥的。谦谦答道。沈父又问，你上次没拒绝他啊？我让我爸转达了呀，不知道他怎么转达的，那人跟不知道一样，这2天还给我发消息呢，现在又请我吃饭。谦谦郁闷道，什么情况？好看戏的通哥问，是不是有男人追你？需不需要通哥帮你调查？是不是渣男一查就知道？签约榜15名了，努力冲上首页啊。2，这次翘了吧？第40，每个人都有故事。你呢？万子谦忙摆手，不用了通哥，本来就没想跟他好，我已经回绝了，晚上还要跟我就吃饭呢，可惜了，最近好久没接这种活了，手痒了。石世通连连叹息。万子谦灵机一动，又问，对了，通哥，你这边有动物婚恋业务，人类找对象你管不管啊？老实说，这业务我也接，不过基本都是想混进上层社会的女人找那些大家大户的大少爷，很多都是玩玩的，最终能成的不多。我觉得那些兔崽子都配不上你。谦谦你自己就是豪门，年纪轻轻就身家1000万了，哪有谦谦被夸得不好意思了，房子加车子也就900来万，但他已经被掏空了。通哥总结，我觉得吧，这对象还是自己找的香，对吧，父哥？沈父同意，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嘀咕，可你也要自己能找得到啊。把通哥送回他公司后，沈父给老婆打了个电话，有些期待地问，喂，右楚，我。白皎月对面是白总没什么感情色彩的声音。哦，我去接你吧，晚上一起吃饭。白总，我在驾校呢，给你发定位。这么远啊？你自己打车吧，我把吃饭的地方发给你。白皎月果然不是亲媳妇儿，待遇就是不一样。白皎月也不在乎，自己打车好啊。出租车上还能听司机的单口相声。到了地方后，沈父他们已经到了，白总直接上楼，正好跟一个女人擦肩而过。女人长得有些粗壮，露在外面的胳膊上有明显的肌肉，她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白皎月以为是右楚以前认识的人，于是微笑点头，但没有交谈。快步上楼，进了沈父说的包间，他是最后一个到的。他一来，万子谦就抱住他，好啦，我小舅妈来了，可以开动了。吃的是烤肉，万子谦让他坐在自己和沈父中间。白总打量着在座的各位，朱天鹏今天早上见过一面，以前只是见过照片，白右楚会定期让他们看照片，都是他生活中认识的人。朱天鹏、丑菊都是这么认识的，但110是个生面孔。110郭笑林也打量着沈夫人，还真是个美人，听说刚过法定结婚年龄就被沈老师拐去领证了，造孽啊！不过今天一看，感觉还挺成熟的，有点气场，不像是比自己还小2岁的样子。沈父看向110，小郭，今天这顿饭是欢迎你入职的，你是你爸介绍进来的，属于关系户，不过无需自卑，你的2位前辈也都是关系户，但无一例外都是很有真才实干的。咱们能从一个工作室变成公司，他们2个功不可没，现在就让他们介绍一下跟我的关系，还有是怎么进的咱们公司。从天鹏开始吧。哥，咱们的关系还有啥可说的？末将天鹏，愿为沈家世代赴汤蹈火呀，少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你是我是第一个员工，顺便也科普一下公司的发展史吗？白皎月抿了口茶水，他知道沈父这是让他们说给自己听的，这男人还挺贴心。朱天鹏夹了块烤肉，我们老朱家和沈家是一个村的，我哥跟父哥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我呢跟万子谦也是小学、初中、高中同学，但我们俩清清白白。万子谦说的好像我就跟你哥不清不白似的。沈父、白总，嗨嗨。朱天鹏继续，2年前
我刚走出学校，不知道干什么呢，然后富哥就叫我来京城跟他干了，主要负责帮他催票。那些有票不投的，捂着哄抬票价的，我就在群里狂轰乱炸，甚至一个个加好友催投。可以说，那一阵富哥在读者群体人缘那么差，我要负一半的责任。朱天鹏搞笑的陈述把大家都逗乐了，难怪这小子在女人场里能那么如鱼得水，同时也省略了一些他不愿意提及的灰色过往。天鹏话锋一转，后来丑菊姐来了，这些工作就转交给他了，我就走出办公室，负责版权运营、粉丝聚会之类的工作。毕竟丑菊走出去也不容易，丑菊伸手，我拐呢，打死你个龟孙！大家又是一乐。白皎月应该知道朱天鹏跟自己的关系，以及在公司的职能了。沈父又道：丑菊，该你了。丑菊吃了口金针菇，我爸是沈老师的铁杆粉丝，从他第一部书就在追。后来，我补充一句，沈父打断道：我几本书的大盟主就是求叔，他在我身上花的钱，比我这2年给丑菊发的工资还要多得多。白总点点头，那就是爸爸花钱养你，你花钱养他闺女的关系呗。无良的中间商，110惊叹道：所以在座的丑姐才是最有钱的那个啊？那是，丑总那可是张口闭嘴一栋楼的存在。朱天鹏又嘴欠了，不过丑菊挺喜欢这样的，他不希望别人可怜他，打趣他也比可怜他强。丑菊继续道：后来沈老师说要创业，办工作室，我爸就把那套 loft 公寓租给他了。原来丑姐还是咱们的房东啊！110再次惊叹。丑菊摆摆手：我爸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后来我成了这样，腰部以下全废，再也没法出门浪了，在家里还成天自暴自弃。我爸就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只需要动手动脑的工作，然后我就干一行爱一行了。沈老师，我敬你一杯。沈父跟他碰了一个。我这2年在读者群体口碑开始回升，多亏了丑菊在读者群的耐心工作。我干了，你少喝点。110看着全身都是故事的丑菊道：丑姐，你这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能说吗？能说，但与今天的主题不符，所以改天吧。丑菊笑道：或者到时候你可以追一下我们芊芊的星座。女孩别动，根据本人真实事迹改编。万子谦举手：我搬了家就准备发书了，肯定很好看，大家拭目以待吧。为了芊芊的星座，干杯！白总主动开口，提了一杯。一群人喝得正高兴，门口一双眼睛滴溜溜盯着他，还有他身旁的沈父。没错了，没错了，是他。第41投资闺蜜，赚个老公。门外盯梢的眼睛暂时隐去，沈父一边吃一边盯着白皎月，担心白珊珊会突然冒出来。不过右楚说过，副人格的转换要通过他，白珊珊要想出来蹭吃蹭喝，右楚会先出来。唉，不知道当右楚的思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是如坠深渊，还是像做梦一样？会不会梦到自己呢？老舅，吃饭还盯着你媳妇儿看，太肉麻了吧？万子谦注意到老舅的眼神，忍不住打趣：谁让我老婆好看呢？百看不厌。沈父嘻嘻一笑，还给白皎月加了一片牛肉，用自己的筷子，眼神里释放出给个面子的信号。白皎月张嘴吃了，不过嘴唇没有碰到筷子，那样不卫生。至于白幼楚跟他嘴唇碰嘴唇卫生与否，自己管不了。擦擦嘴角，白总说起了正事。对了，老公，你说工作室改组成公司了，接下来有什么大动作吗？作为一个商业天赋点满的女人，她从未真正经营过一家公司，只是在金融市场猎杀，但她还是希望能做企业，所以也想看看沈父是怎么做公司的。沈父哪会经营公司啊？这些年他重点培养天鹏，还给他报了店大，就是希望他能帮自己把这些繁杂的东西扛起来，让自己做一个单纯写书的清静闲人。不过白总问了，沈父还是要说一说的，大方向上的东西自己还是知道的，其他的可以让员工补充。我先介绍一下咱们公司，110也听一下。我们沈先生文化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就是对我已有的小说 IP 进行开发，现在还要加上芊芊自己拥有版权的书。由于网站对 IP 的重视，所以通常版权开发要看网站的。沈父是成名之后，地位上去了，才有机会跟网站进行讨价还价。从第3本书开始，他只跟网站签电子版权，而芊芊经过几部成功小说的积累，从上本书男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开始，也获得了跟舅舅一样的权利。沈父继续道：我的5部长篇小说，独仙、双仙录、第3仙、四世同仙、千古一仙，前面2本就不说了，全委托给了网站，重点是后面3部，还有芊芊的新书。第3仙是开发最完全的，电视剧
游戏、动画、漫画、有声，差不多只剩电影没拍过，也是目前我知名度最高的作品。那为什么第三线不拍电影呢？是因为西红柿炒鸡蛋不同意吗？白总冷幽默了一下，歪头的样子竟有点可爱。一时间，沈父把他当成了幼雏，忍不住在他的小脑袋瓜上敲了一下。随即他被白总犀利的眼神吓得一哆嗦，忙解释，电视剧的投资公司倒是很想趁着热度拍，但老实说，我觉得不成熟。一是演员演技不成熟，二是这种仙侠小说改编成电影，文本难度很大，我没有成熟的改编方案。第三，因为我钱不够多，无法获得充分的话语权，所以我宁愿不拍。解释过后，沈父继续说其他书的情况。今年刚完结的《四世同仙》，目前除了实体书外，开发中的只有漫画和有声小说。至于《千古一仙》，因为才写了2个多月，各项版权开发还没跟进，属于白纸一张，主要也是我们人手不足，接下来还要招人。天鹏也要给自己招个助理。朱天鹏立即举手，父哥，洋妞行不行？能干活吗？不能干活的不要。那必须的。毛妹，汉语在东北学的。杠杠的。沈父想了想，我决定公司新增一条规制度，凡是有女员工入职，必须让丑局面试并点头，剥夺朱总录取女员工的权利，终身。朱天鹏，沈父继续对白总介绍，还有就是芊芊的男孩子那部小说，企鹅影业会拍成网剧，我们也参与投资，目前还在选角阶段，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影视剧的投资。那你之前说的什么动画、漫画、有声小说，公司有参与投资吗？白总问。有啊，主要是用版权入股，有的还会投入一些资金，跟别家共同开发，别家为主，我们为辅。盈利情况呢？白总认真了，有声小说基本都是盈利的，因为做出了爆款，投入小，产出大，漫画就差点了，但也能盈利。四世同仙也准备动画化了，但那个前期基本都是砸钱赚名声，必须等做出游戏，而且有一定市场，才有可能盈利。那为什么不成立自己的动画、漫画、有声、影视、游戏部门，自己投资、自己开发呢？白总口气很大，一张嘴就把文娱产业的上下游全都包揽了。沈父差点被呛到，他嗨嗨2声，钱啊！你这样做的话，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风险也会最大化。像是动画、游戏，亏本的概率是很大的。每年多少公司因为这种投资而走向毁灭？如果我们把摊子铺得那么大，可能一次失误就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了。白皎月却轻轻一笑，为什么会失误？我的投资从来没失误过，即便有一个失误，也会有10个成功弥补回来。沈父嗨嗨2声，让他注意一下，白幼楚从不吹这么狠的牛。万子谦更直接，摸了摸白皎月的脑门，没发烧啊？幼楚你投资过啥呀？你除了投资我这个闺蜜，赚了个老公，你还投资过啥？白总小声嘀咕，偶尔也炒股票啊，你不知道而已。好啊，你自己偷偷赚钱也不带上闺蜜，好过分。两女在桌子底下，你碰我一下，我撞你一下。白皎月被万子谦带的都幼稚了。作为比沈父更了解公司运营情况的朱天鹏道，其实我们的现金流也无法支持同时启动这么多项目，但我觉得嫂子说的不错，我们其实可以甩开那些工作室，自己先把有声小说和漫画产业搞起来，这2个都比较便宜，买别人的版权开发也没多贵，父哥有这方面的资源，就算失败也没多少损失。白皎月停止了跟万子谦的嬉闹，摇摇头，还是没魄力啊。我问一句，就我说的那些产业，全都搞起来需要多少钱？2个亿够吗？第42，请白总指明发展方向。白总一番豪言，现场鸦雀无声了半分钟，最终还是天鹏回复道，不拍影视剧，或者不主投影视剧的话，岂不是够了？还能捎带着投资一下短视频媒体110，兴奋地插了一句，可问题是沈老师应该没有2亿吧？丑菊不客气地戳穿沈父的老底，当然他觉得这不是问题，他有啊。白总小手一挥，这点钱沈老师还是出得起的，没见他都带500万的表了吗？啥？这块表500万啊？外甥女一脸惊叹，亏自己还是写过霸总文的女人，竟然没能一眼认出来。稍等一下，沈父把白皎月拉起来，我跟你们嫂子上的洗手间。沈父把白皎月拉了出去，走到洗手间门口，白总，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白皎月揉了揉手腕，你是想要插手我公司的大权吗？如果我说是呢？白皎月不让分毫。为什么？你不是看不上我这小破公司吗？沈父还记得
他上次说过的话。我承认我之前草率了白角月道。这2天我利用上班时间，系统的调研了一下如今的文化产业市场，就是摸鱼呗。白角月虽说整体经历了一次大低潮，死掉了很多公司，但这其实也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说明有大量优秀的业内人才可以任我们挑选。沈父点头，还便宜呢，廉价打工人，而且老百姓对优秀文化产品的需求是一直存在，且呈上扬趋势的，只不过观众进化了，越来越会甄别作品的优劣了，所以赢家通吃成为常态。头部作品获得了最大关注和流量，平庸就意味着被淘汰，谁说不是呢？起点销售榜第一那家伙，比我们后面几个加起来还多。沈父咬牙切齿，白角月温和一笑。另外，我看过你的新书《千古一仙》了。啥？你还看我的小说？幼楚从来不看的。说过于光怪陆离，沈父眼中有光。你别激动，我也是为了工作。其实我也不喜欢仙侠小说，但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价值，值得挖掘。它是最能体现东方文化的一个载体，契合如今民族自信的风向。这样啊，你把修仙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重新梳理了华夏神仙文化的演变进程，并进行重新演绎，很有创意，野心也不小。你是有机会成为当代吴承恩的。沈父被吹得有点不好意思，亲媳妇儿也就夸到这种程度了。而且因为涉及很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神仙人物，所以你这书是很有改编潜力的。就像那个魔童哪吒，就是对传统神话人物的重新演绎。看人家那票房，白角月的表情已经变成了美元人民币美元，这是他愿意跟沈父合作的最大动力。50亿呀，50亿！我写的时候倒是没想这么多，就是想着自己大学是学历史的，这4年学费不能白交啊。沈父摸着下巴，白角月搭着沈父的肩膀，小沈，如果能围绕你这部小说进行开发，以它为核心，再辅以出其他文化产品，我觉得打造一个华夏梦工厂也不是没可能的。咱们一起干吧。沈父被他 who g you 立得热血沸腾，不过还是强行冷却了一下。咱们的钱现在能有2个亿，也就这2天的事吧。那不是重点，多点少点都能成事。那你的钱多，岂不是你当大老板？不是我当大老板，是幼楚当大老板。你还不相信幼楚吗？我相信幼楚，但不相信白珊珊、白胜男、白子兔、白纸画、白喵喵。沈父掰着手指头，好几个自己都不认识呢。那这样5-5开吧。白角月做出让步，毕竟你这个人就是巨大的财富，等那些钱到时候全都投入到公司里，我们的股份始终保持相同，你减我就减，到时候可以落实到合同上，亲夫妻明算账，别到时候搞得跟某档似的。沈父是个感情动物，他是不希望跟幼楚用合同约束彼此的，但跟白角月他 OK 的。好，沈父跟白角月握了握手，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希望我们能够共赢。白角月心想，以后就是我的团队了。沈父还有一个问题，可是你在线时间不稳定，怎么帮我管理公司啊？优秀的人就是要用别人1%的时间去做别人200%的工作。白角月傲娇道，我会做好时间管理的。那么白总请，沈老师请。2人并肩回到包间，那几个小家伙早就等不及了，差点派丑菊过去找他们。万子谦，聊什么呀？聊这么久，洗手间伙食更好吗？沈父扭着他的头顶，宣布一个事。几人互相对视，沈父继续道，现在我宣布，将对沈先生文化有限公司投入2个亿，进行一次彻底的升级换代。丑菊，让球叔给我准备1层楼。丑菊，撤。朱天鹏，卧槽。郭110，卧了个槽。万子谦看看舅舅舅妈，你们瞒着我到底有多少钱啊？难道我姥爷是隐形富豪？这事我妈知道吗？钱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都是我们夫妻的辛苦钱。沈父敷衍的解释。白角月道，为了尽快确定公司接下来要集中解决的大事，吃完这顿饭我们就去公司。天鹏、丑菊、110，你们3个要分别向我做汇报，然后谈一谈股权激励的事。沈父拉了拉他，都这么晚了，是不是？白角月坚定道，分秒必争。他感觉得到自己时间不多了，像他们干副人格这行的，哪个不是掐着秒表过日子？啥？公司的事又出你来管？没有搞错？白角月摸摸万姐的头，不要质疑长辈，你忘了我是不是经常去管理学院蹭课？你蹭过的课多了，计算机学院你去的更勤。万子谦吐槽。白角月突然凝眉，计算机学院他们几个应该都没去过吧？白角月正想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女汉子
摇晃着白酒杯。就是他，就是他打的我。第43，不喝不相识。又是他。白皎月有点懵，刚刚上楼的时候就被对方瞪了一眼。沈父一开始也没认出来，直到后面有人喊了一声冰冰姐，他才想起来，哎呀，这不是当初那个抢银行的假劫匪牛冰冰吗？而且后面喊他的人大家也认识。朱天鹏和沈父全都起身。狗哥，你也在这吃啊？老狗拉着冰冰姐。哎呀，沈老师，小朱，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不是外人，原来老狗他们健身俱乐部的人也在这里聚餐。他和牛冰冰是同事关系。牛冰冰明显喝了一些，原本不想旧事重提的，但喝了点酒，越想越郁闷。他退役之前可是练散打的，竟然被一个银行小姑娘打翻了，奇耻大辱啊！关键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槽牙松了一颗，第二天就脱落了。妈的，现在吹牛都漏风。于是就有了刚刚这一幕。现场只有沈父知道事情的完整经过，连白总都不清楚。有狗哥拽着牛冰冰，还有朱天鹏在旁边缓和气氛。一时间应该是打不起来了，毕竟大家都是混出木圈的。沈父把白皎月拉了出去，简单说了一下，抢银行演习的时候，白胜男把人家打伤了。我后来听中行说，连牙都打掉了，这个锅我是不是背定了？白皎月问。沈父拍拍他的肩膀，以前都是幼楚给你们背锅，现在轮到你了。哦，这样啊。白皎月轻松道，大不了让他打回来了。你说是让他打左脸还是打右脸呢？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你放心，要想打你，除非我站不起来。沈父郑重道。白皎月知道沈父说的是真心话，但这份保护你的深情却是说给白幼楚的。白总的骄傲让他轻哼一声，我们姐妹一体，他犯下的事我来担着，自己的命自己扛，不连累别人。说完一句魔童语录，白皎月转身回到包间，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霸气侧漏，让闹着要跟他比划比划的牛冰冰也安静下来。冰冰姐是吧？喝多了没有？我没喝多。牛冰冰确实没喝多，就是情绪上来了，忍不了，想闹。那好。白皎月对闻讯而来的饭店服务员道，给我们拿5瓶白酒，酒杯若干。啊？怕我不给钱吗？总裁的威压让服务员立即臣服，忙去找总经理，要最贵的酒。先坐，我们聊聊。白总依然平和，坐就坐，聊就聊。朱天鹏从外面搬了几把椅子，让狗哥也有座位，大家都坐下。白皎月道，之前我打了你，算是偷袭，胜之不武。我相信你肯定没那么弱鸡。当然，我超强的。那你想怎么找回场子？当然是公平打一场。你放心，我不打脸。点到为止。牛冰冰咧嘴一笑，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就是牙齿有些漏风，可今天不太方便啊。我化妆了，你看我这粉底，你看这眼影，还有这腮红，我可不想流汗。牛冰冰气抖冷，你们女人这么精致的吗？什么粉底，什么眼影，涉及到了知识盲区，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那你想怎么办？任何矛盾争端都可以用武斗和文斗的方式解决，现在武斗肯定是不合适了。白皎月见酒已经上来了，这些酒杯都满上，这样咱们喝酒定胜负，谁先喝趴下谁就输了。老婆，沈父喊了一声，幼楚这种好孩子哪能喝酒啊？白皎月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酒量。白幼楚自称不能喝酒，是因为喝酒容易把白胜男激发出来，所以轻易不喝。牛冰冰也是大喜，化妆不是自己的强项，但喝酒可是撞枪口上了。他原籍内蒙，喝酒如喝水。父哥，今天嫂子有点不对劲啊。朱天鹏小声对沈父道，你不懂，你嫂子喝了酒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个芊芊最有发言权了，对吧？万子谦看着气场十足的闺蜜，点点头，因为她想起了幼楚喝了酒之后力敌好几个小混混的经历。沈父帮白皎月把他的变化合理化，然后担心的看着两人拼酒。嚯！110叫了声彩，这两个女人喝出了乔峰对令狐冲的豪迈，一口一杯都不带停的。他今天才认识白皎月，本以为是个乖巧小妹妹，但不得不说，自己以后想叫她一声姐。白皎月和牛冰冰互相对视，喝到第10杯，速度开始变慢。牛冰冰夹了一口菜，继续。到第15杯的时候，沈父心疼幼楚的胃，要不算个平手吧。女人的事，男人不要插嘴。白皎月脸蛋红扑扑的，但依然清醒。牛冰冰叫好道：“妹子说的对，原本一直自己喝自己的，喝到这里，两人默契的碰了一杯。喝到20杯的时候，4瓶酒已经被喝光了。
白皎月让再上2瓶。沈父看得出来，牛冰冰快要不行了，但体格庞大的他起码还能再撑1瓶。白皎月虽然状态更佳，但沈父心疼老婆的身子，于是来到牛冰冰身边。冰冰姐，我和老婆准备要孩子了。你看，牛冰冰也不是恶人，何况刚刚喝酒这段让他很快意，那些不爽一扫而空。对方也确实是一位可敬的对手，之前倒显得自己斤斤计较了。于是他把酒杯一扔，我牛冰冰一生，喝酒从没服过谁，姓白的妹子，我服了。你赢了，你确实很强，虽然暂时落了下风，不过你是喝了酒过来的，我们就算是平手吧。好，有空来我们虎健身俱乐部玩，姐给你免费当健身教练。一定一定，加个微信呗。冰冰姐，小白妹妹。两人如亲人一般拥抱了一下，但看得出来腿都有点飘。沈父让朱天鹏跟狗哥一起把牛大姐送回去，把他们那桌的账也结一下。天鹏，我知道哥，他们这边也准备撤了。老婆，咱们先回家吧，今天就到这了。白皎月今天确实喝的有点多，但依然清醒。不成，我还要跟员工谈心，我还要布置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沈父搀扶着白皎月的柳腰，那这样，小林天鹏跟着去我家，丑菊你就先回家吧。没事，我爸已经派司机在外面了，先把我送到你家也一样。白皎月感受到腰上那温热的大手，触电般脱离沈父的掌握，凑到丑菊身边。那我和橘子坐一辆车吧。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试试劳斯莱斯幻影的舒适度体验。丑菊遗憾道，老板娘，今天没开幻影，开的那辆库里南，你看能不能将就。月初了，还有1个月上架倒计时。第44画饼高手。到了沈父家小区外面，库里南车门打开，白皎月从里面出来的那一刻，沈父已经扶住了他的手腕，动作娴熟堪比联姻。老佛爷摇曳着跟车里的丑菊摆摆手，两人刚刚聊了很多，也很愉快。丑菊对这个比自己小3岁的小姑娘有点刮目相看，高考状元却有不凡之处，跟自己这种在京城都考不上清北的渣渣根本不是一种生物。他喝了那么多，竟然还能有那么清晰的商业思路，把自己说的一愣一愣的。刚刚丑菊还担心沈老师的2个亿怕是烧不了多久，现在他却想，即将成为公司创始股东的自己，或许能在轮椅上开创一番大事业也说不定。他不差钱，就想得到人格上的认可，让人说一句，丑菊真牛，下半身不能动还这么能折腾。丑菊走了，接下来沈父搀着晕乎乎的白皎月在前，后面跟着万子谦、朱天鹏、110。到了小区内，看到休闲健身区没人，而且9月初的夜晚凉飕飕的，很舒服，比7月强。于是白皎月叫停了，咱们就在这里说吧。110，你先过来，跟我说说你对短视频和 B 站的那些想法。白皎月邀请110上了一个跷跷板，一人一头，边敲边聊。沈父3人坐在一张象棋桌前，扒拉着桌面。万子谦道，舅，我原本以为小舅妈辞职是给你当财务的，现在看来这是要直接当董事长啊。沈父，屁，有我一天在，他就只能是董事长夫人。朱天鹏嘿嘿一笑，我觉得嫂子更有董事长的派头，不过他会不会辞职还不好说。沈父觉得如果让幼楚为了白皎月和他的事业而辞职，那未免不太公平啊。这都不辞职，你没时间管公司，你们家总得派一个吧。朱天鹏讶然。沈父嘿嘿一乐，幼楚说了，管理这么一个10亿以下级别的小公司根本不需要全职，他抽空指导一下就行了。朱天鹏忍不住想爆粗口，但想到这是嫂子，只是惊叹了一句，哇哦，好赞，我就说嘛，幼楚是女超人，当初我就想追她，我就觉得没戏，我哪有那个福分能拥有这么一个小舅妈啊。连万子谦这个自家人都开始吐槽沈父了，自己有那么差吗？当时他刚刚完成了一次短暂的环球旅行，带着丰富的国际情史回归国内，那时候他年少又多金，想着便宜不能都让洋妞占了，得给国内的广大女性一些机会。然后就在他去北大旅游，路过清华大门的时候遇到了白幼楚，瞬间沦陷。俗话说，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18岁的幼楚确实有让人见色起意的资本。当时沈父猛地想到自己好像有个外甥女，似乎就是清华的，但太紧张，忘了她是哪个系的。他上去就问，美女，你是哪个系的啊？回答是没什么感情的数学。巧了不是，我外甥女也是数学系的。沈父随口就答，甭管那时候他回答什么，他外甥女都是那个系的。然后沈父又问，能不能把我带进去？你们学校太大，我怕迷路找不到我外甥女。
那时的幼楚还蛮机警的，反问：“你外甥女是大几的？叫什么？”当沈父报出芊芊的名字后，白幼楚脸上立即绽放出让沈父迷醉的笑容，然后给他鞠了一躬：“万姐是我室友啊，舅舅好。”这就是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沈父看着那边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幼楚，渐渐入迷。不对，那不是幼楚，是白皎月啊！沈父让自己清醒一点。这时他们的谈话也结束了。110过来，换天鹏过去。小舅妈跟你说了什么啊？万子谦问。就是问了我的想法。幼楚姐还是很支持我的。比幼楚大2岁的110已经自甘做妹了。她说希望我能扛起公司宣传方面的大旗，而且还给了我2个招聘名额。没想到我一来就能当上领导了。白皎月看过110的一些作品，确实有些才华，所以给予了一定的信任。110又道，接下来1-2个月他会重点关注我的表现，如果表现优异，我也可以从公司买一丢丢原始股。看他的语气，对公司的未来是充满期待的。看来白总还是一个画饼高手。如果白皎月能忽悠110这种职场萌新不算本事，那么就连朱天鹏都被他鼓舞的气势昂扬，就很见水平了。小朱过来跟沈父道：“父哥，嫂子给我交代了一些任务，我等不及了，我现在就回公寓。”急什么？沈父叫住他：“先把110送回家。你好意思让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回去啊？”“没事的，沈老师，这附近的片警都是我叔叔伯伯，没啥好怕的。”这话说的，朱天鹏明显怕了。那啥，还是各回个家吧，我先走了。沈老师、万老师再见，幼楚姐再见。110也走了。最后只剩沈父夫妇带着电灯泡外甥女回家。万子谦还想跟闺蜜一起睡呢，结果一回家，闺蜜就钻进沈父书房，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打字。她在干什么啊？万子谦问老舅。听到两人在门口窃窃私语的白皎月道：“我在做计划书，你们先睡吧。”万子谦：“小舅妈好刻苦啊，以前就经常背着我偷偷在被窝里用功学习。”沈父：“哇，背着闺蜜偷偷努力，那肯定很刺激吧？”万子谦狂点头。不过他刚喝了那么多酒，要不要给他煮碗姜茶呀？沈父，你会煮吗？万子谦：“我不会。”你呢？我也不会。那我们还是睡觉吧。好啊。两人各回各屋，终于没人烦自己了。白皎月一边查资料，一边写计划书，还要时不时盯着美股走势，这必然会是一个充实的夜晚。当时间走过0点，白皎月基本完成了工作，还真有点困了。今天他像正常人一样，实打实的度过了一天。睡就睡吧。白皎月走到万子谦的房间门外，拧门，竟然从里面反锁了，那自己睡哪儿？此刻他不禁看向沈父的主卧，今天画个饼吧，明天中午之前更新。第45页问，求推荐冲榜。赤着脚的白皎月走到沈父门口，门没锁，于是他摸了进去，看了看床上的沈父。你睡了吗？我睡了。白皎月。沈父恨啊，自己怎么就这么耿直呢？眯着眼睛的他看到白皎月脱衣服的动作，顿时停住了。等等，他为什么在我的房间脱衣服？他想干什么？我不能对不起幼楚啊。沈父脑中闪过很多想法。这时白皎月打开灯，干你们这行的还这么晚不睡觉，是不是想英年早秃？沈父，我平时睡得很早啊，就是今天喝了点酒，气血有些翻涌。白皎月又关了灯，我就是过来洗个澡，客厅那个用不惯，你放心，我洗完就走。不过你能不能出去一下？沈父，这不太好吧？芊芊是个夜猫子，让他发现该怀疑了。我不是想占你便宜，但你的身子对我真不是什么秘密，我都不稀得看。白皎月，不稀得看你还假装睡觉。他走进浴室，气呼呼道：“可浴室玻璃是透明的，你们两个有病吧？看人直播洗澡很有趣吗？”沈父笑了：“那是雾化玻璃，里面有个按钮，按一下玻璃就会起雾，就什么都不看到了。”这样啊。白皎月试了试，果然如此。那行吧，我简单冲一下，你翻个身。水流声开始了。沈父问：“那你喜欢等会儿睡哪个房间啊？”没人回他。沈父又问：“那你知不知道床头也有一个雾化玻璃的开关啊？”水流声立即戛然而止。沈父听到了裹浴巾的声音，沈父有种恶作剧般的快感，还有面对即将到来的报复的恐惧，忙解释：“逗你的，真没有，见气雾还在。”白皎月松了口气，却突然站在沈父的立场，感觉吧，床头装一个开关似乎也不错。他继续完成后续的洗澡工作，却紧张兮兮地盯着雾化玻璃，总担心突然里面的雾就没了，甚至觉得就算有雾，外面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东西？
怀着这种想法，白皎月加快进程，匆匆洗完身子，吹干头发，裹上浴巾，这才慢悠悠刷牙。安全了。沈父依然不闲着，想跟白总聊两句。我就是好奇啊，你用幼楚的牙刷，会不会觉得别扭？会有用别人牙刷的不适感吗？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的白皎月顿了一下，盯着手上的牙刷看了几秒，然后继续，嘴里冒泡道：没有啊，都是同一张嘴，有什么可嫌弃的？那其他口腔用品呢？沈父满怀期待地问。还有什么口腔用品？白皎月皱着眉。牙签吗？沈父，说话呀！沈父哦了一声，没那么细，我说的是吸管啊，你管那叫口腔用品？用嘴吸的，不算口腔用品吗？白皎月懒得再理沈父，这人不讲逻辑的，那怎么能算口腔用品呢？再说，那是一次性用品啊，用完就扔，怎么会几个人格共用一根呢？白总不说话了，沈父也用被子蒙住脑袋，自己怎么回事？喝了点酒瞎撩拨，把当年浪子时期的那点糟粕又挖出来了。他决定今晚到此为止，就让白皎月爱去哪儿去哪儿吧，自己一个人睡一晚上，忍忍就过去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白皎月从里面出来后，径直走到沈父床边。你往那边挪挪。啊！被子之下，沈父震惊脸。白皎月忙加了一句：我跟你说一下公司接下来的安排，万一明天我不在了，你也不至于慌了手脚。说完就走。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啊？我又不懂。你跟天鹏他们说啊，我刚做完的计划书分别发给他们3个了。你虽然不懂商业运营，但你最懂作品。千古一仙是你的作品，公司接下来的动作也都是围绕它进行的。白皎月说着，沈父已经滚到了床的边边上，让白皎月能在另一边有个歇脚的地方。中间的空隙之大，足以放得下一个万子签了。白皎月穿得很严实，里里外外都有衣服，不过第一次主动跟男人同床，感觉还是怪怪的。但这个人毕竟是沈父，他应该有特权，毕竟说起来，他对他的身体可能比白皎月自己还了解，起码白总就没见过自己后面是什么样的。沈父应该常见吧？揉了揉胡思乱想的脑袋，白皎月继续道：我们一项一项的说。首先是实体书，虽说现在实体书市场几近崩坏，但市场存量依然在，尤其是中小学生市场巨大。沈父同意。中学外面的书店，到处可见斗开头的玄幻小说，学生就是未来。现在买你的书，将来就能看你的动漫，支持你的电影，买你的周边。这些韭菜从小割到老。沈父，什么韭菜？那叫天使小可爱。从你的几部书看得出来，思想性和观赏性都在提高。四世同仙，销量就不错。千古一仙更是有成为爆款的潜力。我觉得应该好好打磨一下，封面可以找比较厉害的艺术家来做，不要在乎钱。沈父打断了一下，我有个同学是美术老师，我已经答应让他给我画封面了，这个不能反悔的。白皎月叹了口气，那就书名4个字，找个知名书法家吧。妖风再找马伯庸这种畅销书作家推一推。好吧，马亲王我倒是认识。接着说有声小说，之前是跟工作室合作，110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案，跟大学社团合作。现在各大学基本都有配音社团，有的水平还很高，而且你的很多粉丝都是大学生，可以跟他们接触，择优打造有声版千古一仙，顺便让他们帮着推广。大学生永远是最有热情的一个群体，然后再从中选择优秀的声优，将来拍动画也能用得上，而且这些都算是自己培养的班底。再说，白皎月一口气说了很多，说的沈父都困了。咦，怎么没声音了？沈父揉了揉惺忪睡眼，扭头一看，白皎月好像睡着了。喝了那么多酒，再加上已经快凌晨2点了，白皎月终于撑不住了，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在床边上，稍微侧身就会掉下去，就算下面是地毯也疼啊。于是沈父起身，绕到另一边，抄起他的腿弯和肋下，将他公主抱了起来，而他也本能的双臂绕住沈父的脖子，脸蛋贴着他的脖颈，红红的唇就在方寸间，带着淡淡酒气的呼吸直冲他的耳根。群号2411902226，欢迎来玩。第46章3，我的老婆好可爱，好想在她脸上嘬2口。沈父只要头一歪，就能亲到她的耳朵，可他不知道嘬醒了会不会挨1巴掌。肉巴掌还好，万一是楠姐的铁砂掌呢？算了，克制吧。不过今晚他也不想睡客房，床这么大，大家一人一半，互不干涉。没问题吧？明早应该就轮到幼楚了吧？到时候再嘬，没问题吧？怀着美好的期待，沈父跟老婆各睡各的，只不过睡下之后，
在引力的作用下，次日一早，沈父醒来之后，双手一横，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一个人。哎，腮帮子怎么有点酸啊？沈父捂着脸进了洗手间，然后啊的一声，镜子里他的左脸红又青，像是挨了沙包大的一拳头。看到自己这副尊容，他才感觉到了一些疼，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正想着，外面传来芊芊的声音：98、99、100。沈父推开门，见到右楚穿着健身热裤小背心，头上戴着发箍，刚刚从家里的吊环上下来，胳膊上竟然隐隐能看到肌肉的轮廓。旁边是加油助威的万子谦，说好的宿舍大姐大呢，怎么一副迷妹模样？沈父立即关门，这都不用猜，肯定是白胜男啊！自己眼睛上的淤青有解释了，可怎么不是右楚呢？按照右楚的说法，白皎月走了，接下来应该回归主人格，不会直接变成其他人格的。难道是睡觉的时候右楚回来了？但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都不知道。等睡醒了，白胜男又接手了身体，不能这么欺负人吧？睡觉那是垃圾时间段，那也算。沈父在房间里找了一圈，找到了右楚的手机，打开第二系统，看了一下之前的视频留言。上一个是白皎月的，他并没有说破沈父知道多重人格的事，但沈父却看到白皎月去找过龙武。他去找龙武干嘛？是他去找的，还是右楚想去？想到龙武的职业，沈父对右楚的现状更加担心起来。原本沈父是不想跟龙武有过多接触的，一是两人以前的事情，还有就是因为右楚的多重人格，龙武作为专业人士，应该很容易看穿，所以尽量避而远之。但现在，沈父拿着手机，在犹豫要不要找龙武帮忙，把右楚从他的身体里唤醒。白皎月走了，换白胜男，是不是白胜男走了，又来白珊珊？那右楚什么时候能出头？正想着，外面的白胜男又开始打拳了。狗哥装了一个吊着的弹簧沙包，高度正合适，打起来就跟打沈父的脸一样，贼带劲。看着那堪比叶师傅的拳速，沈父一阵阵脸疼。他把手机放回去，对外面喊道：“老婆，你过来一下，芊芊麻烦去买早餐。”是叫我吗？白胜男瞅了一眼沈父，明显有些不自在，但还是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今天他刚醒来，就感觉一只手搭在自己胸口，他反手就是一拳，同时余光瞥到了沈父。虽然及时收手，沈父连醒都没醒，但还是对沈父的脸蛋造成了一定伤害。当时他就想着，要不还是跑路吧，起码在外面溜达溜达，等沈父醒后气消了再回来。结果刚出卧室，就看到了被改造过的客厅，然后他就走不动路了。这比公园里的健身项目还多啊！当时白胜男还有一些感动，没想到自己2天没出来，沈父就把家里改造成了这样，这应该是为自己准备的吧。所以看到沈父青红一片的小脸，他愈发自责。你没事吧？要不我帮你吹吹？沈父看了看已经穿上的裤子，没心情跟他暧昧。你最近是不是出来的有点频繁啊？啊，你认出我了呀？你觉得呢？你这样哪有右楚的样子？这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右楚是不是喝酒了？白胜男自己哈了口气，肯定喝大了。以后你不想看见我，就让他少喝点嘛。我也不是不想见你，我就是更想见右楚。沈父喃喃2句。昨晚你们还睡一块了呢。这就想了。白胜男哼哼2声，他心里也有气。平时自己都是在操场运动馆醒过来，最近都2次在床上醒来了。难道右楚的体能太糟糕，连那事儿也要让自己替？沈父看着思维开始发散的白胜男，最终决定还是等下次右楚回来再说看心理医生的事。如果贸然把白胜男带到龙武面前，谁知道会不会激化几个人格的感情？这种事还是要右楚点头才行。正想着，沈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张三。父哥醒了没？你的封面已经做好了，我给你发邮箱了，微信上有简略图，原版在我学校。张三就是沈父说的那个当美术老师的同学。沈父回复道：那我去你学校取一下吧。谢了三哥。客气客气，我下午要陪女朋友，那我上午过去。挂了电话，芊芊也买早饭回来了。沈父对白胜男道：吃饭吧，等会儿你还要上班。上班？白胜男的内心一下子惊涛骇浪起来。我哪会儿上班啊？今天难道不考驾照吗？我还是考驾照吧，我可会考驾照了。不好意思，今天真不考，下午要去练科目2，和小雅一起，但上午一定要上班。沈父把他推到了客厅。芊芊，你今天要不要把房子确定下来？沈父边吃边问。我已经选定了，最贵的那套，今天就去签合同。这次你不用陪我了，让通哥陪着就行。
那行，今晚你订个饭店，咱们请通哥吃个饭。我要去趟央美找张三。为了防止白胜男中途跑路，沈父开车把他送到银行门口，看着他进去，这才驱车赶往央美。沈父、张三、朱天鹏的哥哥朱腾，三人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沈父和朱腾是小初高中同学，跟张三也是小学初中同学。后来他因为学美术，去了艺术类高中。不过大学三人又一起考到了京城。沈父在师大，朱腾在农大，张三在央美。周末时间经常出来小聚，三人的友情也得以存续。进了学校，轻车熟路地找到张三老师所在的画室，刚推开门，沈父立即又关上。好家伙，来的真不是时候，在画人体呢。第47里2，张三老师也发现沈父，出门叫他进来坐坐。不了，俗人一个，受不了这艺术氛围。沈父直摆手。张三是个光头，飞秃，纯粹为了凉快。他摸着光溜溜的脑袋嬉笑道：靠，你不会是有反应了吧？不至于，那位阿姨都50多吧？沈父尴尬道：就是不适应一个人没穿衣服，一群人穿着衣服这种场景。张三关上门，那反过来是不是就习惯多了？哦，那倒没有，绝无此事。沈父差点被他带沟里。张三跟他嬉闹了2句，让他去办公室等着，我上完课跟你吃个午饭。行嘞，我看看你办公室有什么好东西，我就一起带走了。说起来也是奇葩，他们哥仨只有沈父上的是师大，结果就他没当老师，另外2个都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别看张三这么年轻，但是办公室却不小，装饰也都是随自己心意，进入其中，让人仿佛坠入梦境。沈父时常会盯着某一幅画而陷入冥想。张三老师入职不久，现在教的是绘画基础，1周也就1、2节课，轻松得很，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视觉艺术上。不过无论油画还是国画，他也都能驾驭。沈父要的封面就是国画水墨风，沈父刚进来就找到了自己的封面原版，被封在画框里，都是处理好的，回头就能挂在书房里。因为目前还不知道能出多少书，所以只画了2张。张三也在追沈父的小说，到时候会根据后续剧情画封面，绝对符合意境。他正要看看三哥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有人敲门进来，是个很精神的黑发老头。沈父认出了他，原来是张三的爷爷李老先生，当代画坛的泰斗人物李二，同样是数字系的，人家李二就比张三显得有文化多了。老先生，您来找张三啊？沈父忙迎了过去。小沈啊，我来学校办点事，顺便过来看看，你爸身体还硬朗吧？挺好的，还能骑马撵兔子呢，老当益壮啊。李老先生赞了一句，扫了一眼，张三不在。哦，在上课，应该快下课了，要不您坐下等等。沈父有些拘谨道。李老先生看了看时间，他叔叔快放学了，还要接孩子，我就不等了，你见了和他说一声，有时间带女朋友来家里坐坐。好，一定。沈父心里却想，有个上幼儿园的叔叔，换我也不想回家呀。哎，这是他的新作品。李老先生看到了桌子上的2幅水墨画。哦，这是三哥给我画的小说封面，我过来取一下。李老先生就是专攻国画的，点点头，画得不错，封面应该有书名啊，叫什么？千古一仙。三哥说他的书法一般，回头再帮我找个书法家。是，确实难看，随我。这样，我给你找个书法家设计一下。啊，这不合适吧？沈父是觉得以张三跟李二那复杂的关系，怕三哥不高兴。放心，收钱的。沈父果然放心了，连忙道谢，把人送了出去。见外面还有2个校领导候着，这李老头地位果然超然。说起来，张三能年纪轻轻在央美任教，除了自己能力出众，可能更多还要归功于这位爷爷。连三哥也承认这点，虽然他爸没沾到老爷子的光，但他确实靠着李二唯一孙子的身份在艺术圈平步青云。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张三跟李二的关系。李老先生是京城人，年轻时候曾经在沈父老家插队，那时候沈父他爸沈傲天还是个半大小子，后来李二跟张三的奶奶相爱，不过李二有没有付出真心就未可知了。很快，艺术天赋点满的李二就回了城里，然后张奶奶就显怀了。那个年代只能藏着掖着，谎称是他哥嫂的孩子。没过多久，张奶奶就郁郁而终了。过了30多年，张三都能打酱油了，突然从京城调下来一个爷爷，连市长都要陪着，显然是个大人物。那个艺术家帅老头丧偶后，重新回到自己战斗过的地方，跟老友沈傲天喝酒的时候，
竟然意外得知自己还有个儿子，儿子还生了个孙子。李老先生以当年自己不知张奶奶怀孕，回京之后又被派出国学习为由，来表示自己的无辜，又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示好，最终换来了儿子的谅解。但张叔叔自己心里有杆秤，如果真没有忘记他母亲，为什么在国外娶了个外国媳妇儿，还生了2个混血闺女？如今想认回自己，估计也是为了传宗接代着想。毕竟那会儿老头就这么一儿子，但张叔叔为了儿子张三着想，还是捏着鼻子认下了这门亲戚，但却没有跟老头子回京城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依然选择在老家当一名普普通通的美术老师。当然，有了这门京城亲戚，好处多多。沈父承认，当年他和朱腾愿意跟性格闷骚的张三交朋友，主要就是馋他家永远吃不完的国外零食，还有从未见过的各种玩具，以及永远走在流行最前沿的家用电器，都是他爷爷从京城或国外捎来的。李老爷子凭一己之力，让3个农村小屁孩度过了一个起码米国中产阶级级别的童年。张三走上艺术道路，主要是自己的喜爱和父亲的引导。不过能有如今的成就，李老爷子出力最多。艺术是很主观的东西，没有统一标准，所以掌握话语权的人可以决定你行或不行。李二就是那个掌握国内美术圈话语权的大佬，他们这行比网文圈水更深，有时候竖着画一道黑就能卖几百万美刀，撒个白点就敢叫价1000万。起码网文还有订阅这个标准，精品就是精品，万订就是万订，扑街就是扑街，刷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又过了10几分钟，张三回来了，沈父立即道：“你爷爷刚刚来了，领导陪着，夸了你的话，还说给我介绍题字的书法家，收钱的。”最后急着去接孩子，就先走了。张三笑了：“你这水字数的能力不行啊，刚刚那段起码能水2吧？你一句话就概括了，良心作家，不掺水。”2人勾肩搭背出了学校，先吃饭。刚刚落座，右楚的电话打了过来，不，应该是白胜男。怎么了？老婆？我不是你老婆，我是你郭叔啊。对面是一个熟悉而油腻的声音。第48白胜男，我不想上班，只想刀口舔血。武林神话白胜男，碎嘴的胖警察，还有遗落的手机。沈父脑子里瞬间蹦出一些血淋淋的画面。作家的丰富联想能力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事。他登时站了起来：“郭叔，右楚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呀？”他没事吧？他没事，是别人有事。他把别人打了。沈父立即又蹦出这种可能，死了残了，大人小孩，你想啥呢？不是你想的那样。郭警官的语气倒是很轻松，让沈父稍微安心了些。那是怎么回事啊？我先问你个事，你媳妇儿到底在哪儿练的呀？少林寺？武当山？该不会是峨眉派吧？他好像就是川省人。拉倒吧，峨眉山除了猴子能打，还有能打的吗？沈父嗤之以鼻。我老婆是自学成才，看电视学的。哎呀，了不得，比我那个闺女强多了。郭警官赞道。对了，听说你们公司有大动作，我姑娘回来了，还熬夜加班，看上去跟变了个人似的，朝气蓬勃的。我和她妈妈都很欣慰啊。小郭真的不错，在媒体方面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才知道她是中传的高材生。沈父说着说着突然顿住，不是在说我老婆吗？什么你老婆？请叫她小白女侠。女侠？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还要从3年前一对来京城打工的年轻情侣说起。当白胜男被沈父扔在银行后，首先小雅过来跟他打招呼，一如既往的叫白姐。最近他都是跟白皎月学的开车，车技突飞猛进，白胜男在这里也就和小雅比较熟。不过2人不是一个岗位的，一个是柜姐，一个是 VIP 客户式的。当白胜男换上工作装，一身西装小套裙，那叫一个别扭，娘里娘气的，这也迈不开腿啊。还好他可以穿平底鞋。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盯着门口的保安大哥羡慕不已。那才是纯爷们该干的事业啊。其实右处考虑过上班期间换人的情况，所以在手机第2系统有专门介绍他工作的文步骤，操作都很简单明了，所以白总可以轻松上手。换成白考估计也没太大问题。可偏偏是白胜男，他看了，很遗憾，看不懂。其实他有严重的阅读障碍，虽然认字，但看到字就犯晕，读菜单都费劲。这件事白右楚他们都不知道，白胜男不好意思说，解释不清容易被当成文盲，多丢人啊。武林神话不要面子的呀。想到等会儿有人办业务，可能会有很复杂的文件要看，白胜男现在就开始头大，忍不住站起身。
又楚你干嘛去啊？同事王姐问。我溜达。溜达。白胜男站起身，在工作间里晃悠。王姐，咱们一般没什么业务吧？以前是没什么业务，咱们这行太偏了。不过这2天好多找你办业务的。喂，为什么啊？白胜男急了。王姐笑道，因为你出名了呀，你跟劫匪的那个视频多火呀，建行一只霸王花。啧，网上好多人慕名而来，咱家支行今年的存款任务估计能提前完成了。白胜男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沈父说的对，果然不能太出名，没好事。那王姐，我今天不舒服，如果我忙不过来，你会帮我分担的吧？那必须的。怎么不舒服了？王姐看白胜男不肯落座，好像座位上有刺一样，突然想到那种可能。哎呦呦，羞死人了，不愧是新婚夫妇。我来亲戚了。痛！白胜男捂着小腹，惺惺作态。王姐也没戳穿他这糟糕的演技，一口答应，没问题。然而说是这么说，当那么多人都冒出来办理 VIP 业务，而且有几个明显是冲着他来的，他躲都没法躲。一开始靠着上洗手间来搪塞，可回来后仍有人固执地坐在他面前找他办业务。白胜男看到面前那个拿着建行存款1亿袋子的朴实无华老大爷，突然一阵烦躁，直接离开了自己在工作岗位。哎，姑娘，我办业务，你去哪儿啊？朴实大爷喝问道。我渴了，我接点水。王姐忙道。右厨，这里有饮水机啊。白胜男难受地转过身，刚刚他已经智计百出，王姐都接待了4位客户，他一个都没。正当他犹豫着要不要试着办一下业务，突然他感受到一阵杀气，一个年轻小伙子进了银行，直冲向那位朴实大爷而去，黝黑的脸庞仿佛气得要点着了一样。白胜男拦了他一下，然后一把刀掉了出来。男子瞪了白胜男一眼，我是饭店的，身上带刀很正常吧？然而那位朴实大爷看到他，吓得魂不附体，拦住他，杀人了！这一嗓子让保安立即警惕起来。男子也急了，他身上还有第2把刀，抽出来直接扑向老大爷，是奔着要他命去的。白胜男反应出众，一个勾腿就把男子绊了个踉跄，然后又是一招空手夺白刃，抢了他手上的刀子。不许动，要打出去打，这里是我的地盘，不知道吗？白胜男拿着刀，宛若红星13妹。然而男子毫不畏惧，他眼中只有那个大爷，只想在大爷风烛残年的身体上捅几个窟窿。而且他可是3刀流，当他从身上拿出第3把刀的时候，保安都害怕了，这是亡命徒啊！保安只能报警，疏散顾客，但不敢靠近。这时候勇敢冲上去的只有白胜男，他也是艺高人胆大，在地上一踢，第1把刀倾斜着飞出，打在了男子的小腿肚子上，划了一道口子。然后他拿着第2把刀砍在第3把刀的刀背上，直接震掉了那把刀，接着一脚把男子踢飞。最后他咬着1把刀，手上握着2把刀，稳稳地控制住了局面。现在他只想说一句，还愣着干嘛？拍照啊！可惜嘴里有刀，口不能言。沈父听到这里，忍不住打断老郭慢悠悠的叙述，急着问，所以他是见义勇为喽？那他现在在派出所吗？不，在医院。大家如果看到什么适合角色的图片，也可以发上来哈，多发评论，哪怕说个签到，把评论区等级提上去，好处多多啊！还有可爱的推荐票。第49，我不办卡。沈父的心又被揪了起来。他受伤了？倒是看不出受伤，他那么威猛，3刀在手，谁能伤得了他啊？就是送那人来医院的时候，他说自己也不舒服，非要跟着一起来，查又查不出毛病。他好像挺怕我的，不怎么说话，所以就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右楚说过，因为进局子的次数比较多，白胜男最怕这种唠唠叨叨的民警，估计是被老郭说自闭了。这样啊，沈父道，郭叔，让他在医院待着吧，我这有个重要的饭局，吃完了马上过去。这样啊，那行，我把地址发给你，你来之前，我就在这替你守着他。谢谢郭叔，多陪他说说话。沈父意味深长道，说不定能把右楚说回来呢。那肯定的呀，这怎么说也是我闺女的老板娘，我肯定把她开解到位，不影响你工作吧。捎带手的是，那个行凶的家伙也在这里治疗呢，我们所里肯定要来人看着呀。挂了电话，沈父伸手道，点菜呀。张三保持呆愣状态，我刚才可都听见了，你媳妇儿都进医院了，你竟然没有立即赶过去，这不是你风格啊。
沈父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有多宠这个小媳妇儿，那真是捧客含话，当闺女一样养的。沈父摆摆手，这时老郭定位也发来了，就在他之前去的医院，正好顺便给自己拆个线。没事的，我媳妇儿的武力值我清楚，能让她进医院的只有我沈父。收起手机笑笑，你一个文弱书生，你能有多强？再说你敢打老婆？张三嗤之以鼻，沈父，我可以让她进医院生孩子啊。张三愣了一下，举杯敬道：沈老师高，客气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不会真的想现在要孩子吧？张三问。没有，他还小呢，再过2年。说起生孩子，沈父看向张三，你跟你们那位呢？我们都没领证呢，生什么孩子？不过他那个岁数，是该考虑一下了，再晚就怕。说到这，惆怅的张三突然转移话题，哦，对了，正要跟你说呢，我和晴姐筹备的那家烧烤店这周6就要开业了，你和弟妹到时候记得过来捧场。行啊，再叫上朱腾，我听说他评上副教授了，7、8不离10了，不过依然单身狗，我是看不下去了，我非得给他介绍一个不可。等菜时间，沈父提议，那我给腾哥打个电话。打吧，肯定在实验室。张三笃定道。电话通了，开了外放。沈父问，朱教授是不是在实验室忙呢？没有，那边是个憨憨的声音，我在试验田呢。对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评上副教授了？正要发个只对你们可见的朋友圈呢。张三沈父，现在是吃饭时间啊，副教授也要注意身体吧。沈父忍不住道。我们田里有吃的，而且都是无公害的。那边继续道，你和三儿在一起吧，我这里有个客人，你们长话短说。张三兴奋，男的女的？朱腾，男的，大领导，老家一个来考察项目的乡长。沈父张三没了兴趣，只跟他说了周6开业的事。朱副教授表示，一定，到时候我给你们带点我们试验田里的菜。可水灵了，人家开业送花，也就他老朱送菜。沈父挂了电话，什么时候他能评价一个女人可水灵了，那就有戏了。在他眼里，水灵的除了蔬菜就是水果。张三叹气。吃过午饭，沈父刚上车，又接到一个电话，龙武的。沈父问心无愧的接起，什么事啊，小吴姐？龙武笑笑，上次是你老婆买的单，可不算我请客，今晚有时间吗？我正式请你们一次。不巧，今天我约了通哥，改天吧。通哥也不是外人，不介意加我一个吧？龙武厚着脸皮道，这几天他做了充分准备，只想再和白幼楚一战，不太方便。沈父依然回绝，这次是给外甥女买房的事，不是我的事。哦，这样啊。龙武遗憾道，那好吧。哦，对了，你老婆又火了，你知道吗？又……哦，国内的抖音蛮有趣的，我偶尔也看。第一次银行演习，误把假劫匪当真劫匪，一举红遍全网。龙武翘着2郎腿，就在刚刚，空手夺白刃，勇斗持刀凶徒，感觉真不像是白幼楚那种文弱小姑娘能干出来的事啊。沈父明白了，白胜男估计又上热搜了。他呵呵一笑，流量时代，银行为了存款指标也是拼了，都是套路。我媳妇儿就是个演员而已。哦，习惯扮演各种不同角色，一会儿是小绵羊，一会儿霸道女强人，还可以是功夫高手。幼楚妹妹演技不错呀。龙武笑得很畅快。是啊，她是川妹子，会变脸也很正常的。沈父感觉龙武已经猜到了，他向来是个聪明人，10年前就是如此。挂了龙武的电话，沈父立即驱车去医院。此时在虎虎虎健身房，狗哥给牛姐看了一段视频，牛姐精神一振，空手夺白刃，这妹子果然很强。什么？竟然有人说炒作？他们懂个屁！因为连续2次在银行打架上了热搜，开始有人怀疑这是网红套路，下面有些人说话不太好听，牛姐看不过去了，白幼楚那可是自己姐妹儿。对了一下网友，牛冰冰给幼楚发了一条微信，妹子干得漂亮，有机会来我这里比划比划。说着还发了一个健身房的定位。医院病房里，白胜男此刻很矛盾，既想赖着不走，又想立即离开。不走是因为不想回去上班，今天这件事自己起码要请几天假吧。想离开是因为面前的警察叔叔实在太唠叨了，已经开始跟他扯什么康熙年间的九龙夺嫡了，这么有文化的吗？这时微信还来了条消息，一个人给他发了个健身房的位置，让自己去找他。正在猜测对方是什么来头，健身房办卡的，还是想挑战自己的？
这时沈父推门进来，表情夸张：“老婆，你没事吧？”白胜男看到这家伙，也仿佛看到亲人，一把投入他的怀抱。只听咚的一声冲撞，老公，太吓人了！第50我不想欠别人的，这是给你的奖励。沈父要演戏，白胜男就陪他演。而且这个胖大叔确实太吓人了，怎么那么能砍啊？从九龙夺嫡扯到米国大选，这么顺滑的吗？可没想到沈父得寸进尺，抱抱还不成，还在他脸蛋上亲了一口。要不是当着外人的面，自己非要在他腰上拧一朵麻花出来。见两夫妻这么亲密，老郭果断起身道：“行了，人我交给你了，说的我口都干了，我就先走了。”沈父这才松开白胜男：“郭叔，我送送你。”出了病房，老郭拉着沈父的胳膊，语重心长道：“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你老婆，不要惹她生气，知道不？”那还用说，我很爱幼雏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老郭认真脸：“你打不过他的呀。”沈父，老郭掏心窝子了，有个能打的老婆，在家里没有尊严的呀，只能拿出100%的爱。敢问郭笑林他妈妈难道也时差还体校当老师的，从小在那上学，什么廉洁孝经，都是师兄弟。老郭抹了把胖脸，很是惆怅。沈父立即抱拳：“失敬失敬，不说了，我去做事了，叔再见。”中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啊。转身进了病房，刚刚打死也不说的白胜男突然变身话痨，满满的倾诉欲。哎呀妈呀，可算是走了，人不错，就是太能白话了。我跟你说，川普这次肯定。说啥说啊，出院走人。阿白胜男拉着沈父的胳膊：“我好不容易住个院，而且这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可以不用上班了，能不能等幼雏来了再出院啊？”看来上班对他真的是一种折磨。也罢，沈父掏出手机，给建行的钟行长打了个电话。中行已经知道了今天发生的事，对幼雏表达了慰问，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可以带着鲜花果篮去医院探望，另外还可以带上一票记者。沈父谢绝了他的好意，只给幼雏要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假，什么时候康复了再回去上班。钟行表示理应如此。见沈父挂了电话，白胜男拍了一下沈父的肩膀：“谢了。”沈父苦涩的揉揉肩膀，这手劲儿，幸亏不是幼雏，折断了咋整？我说你下次遇到持刀的这种情况，能不能不要上赶着？伤着幼雏怎么办？沈父打量了他一圈，见露出来的部分确实没有外伤，这才稍微收敛了一下怒火。怎么可能受伤？那人一看就不是我辈中人，跟小时候福利院周围那些小痞子差远了。而且那么一个可怜的老人家危在旦夕，我能看着不管吗？白胜男的正义感不答应，还可怜老人。沈父苦笑摇头，那位可怜老人可真够可怜的，也就京城10几套房，1、2个亿的存款啊！我还以为那袋子是淘宝的呢。沈父哼道：“他身为房东，给人家小情侣涨房租这事就不提了，还利用女孩家人生病急需用钱，意图包养人家姑娘，去你们银行就是为了办副卡的啊！”盛男有些不敢相信：“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在网上传开了，跟你一起出名的还有那对情侣，那个老头，现在男的被抓，女的正好彻底跟他断了，投入老爷爷的怀抱，因为他们的故事更有话题，连你的热度都被压下来了。”白胜男听完涨红了脸，气得几乎头发都要竖起来：“无耻，太无耻了！那我岂不是助纣为虐？”我看他自责的样子，沈父怕气出个好歹，忙安慰：“不能这么说，你的作用还是正面的。如果你不出手，老头死了，那男的起码死缓吧，那女孩的家人也就没人帮忙救治了。现在这样多好，女孩的家人得到救治，她也将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男孩这种情况1、2年估计就能出来重新做人了。可是他们的爱情呢？”白胜男有些揪心地问。沈父叹息一声：“先生存，再考虑爱情吧。”白胜男皱眉：“不愧是写小说的，明明很悲伤的一件事，被你一说，感觉还要谢天谢地了。要不然呢？人生不如意十之七九，就连我这种号称人生赢家的人，不也遇到了你吗？总是要调整好心态啊。”“我怎么了？你抢占了我和老婆恩爱的时间啊！”沈父顿了一下：“一个你还好，关键是你们啊。”白胜男想想也是这个道理。这样吧，我做你的私人健身教练，帮你练出人鱼线怎么样？我已经有腹肌了，干嘛还要人鱼线？沈父知足常乐：“你还是练自己吧，如果能把幼雏的臀部练得更翘一些，就算你对得起我了。”白胜男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臀，又回味了一下沈父的话，脸登时又红了：“你这人怎么这样？这也就是对你
换成右楚，对话更加不堪入目，没有底线。可我们就是夫妻啊，说话本就不该有什么顾忌。沈父逼近一步，兰姐，你说对不对？白胜男被这该死的气场逼得后退2步，不禁又想到了那天从床上醒来的惨状。对什么对啊？出院了，你去办手续。白胜男忙转移话题，掩饰尴尬。出什么院？先陪我去拆线。沈父指了指自己的3头胶，这可是你的杰作。拆完线，上了车。白胜男想起微信上那条消息，这个牛姐是谁啊？他晃晃手机，你认识吗？哦，他是你的好朋友。沈父解释，之前的假劫匪之一，你把人家打了，但右厨已经帮你化敌为友了，是个退役散打运动员，目前是健身教练。沈父觉得他们几个人格有了自己多方便啊，有他帮忙答疑解惑，不比手机强啊。原来是他啊，怪不得退役呢。朋友可以做，切磋就算了。白胜男看不上对方的身手，但出于礼貌，还是回了一个笑脸，苍白的笑脸，带着白胜男回家。沈父困意袭来，芊芊还没回来，我先睡了，等我睡醒有事跟你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哪怕只有15分钟，沈父也要午休。半个小时后，沈父从主卧出来，然后看到匪夷所思的一幕。只见白胜男以一种夸张的姿势在沙发上撅着屁股，五感敏锐的楠姐听到开门声，立即结束这个动作，尴尬的挠挠头。我练功呢。沈父心想，这是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这是练臀的吧。第51，他来了，他来了。见沈父露出欣慰而憧憬的笑容，白胜男极力解释，你别误会，我对自己的身材要求是很严格的，觉得这方面还有增长空间，所以才……不用说，我什么都懂。沈父拦住白胜男，我们还是说一下晚上的饭局吧。什么饭局？芊芊组织的饭局，他买车买房都是通过的时事通。沈父打开手机相册，就是这个大胡子，他是我大学同学。白胜男扑哧一笑，你不说还以为是你们大学老师呢。沈父看了一眼通哥的照片，表示楠姐笑得没毛病，严肃点为表示感激。晚上我们要一起吃个饭，你们见过的次数不多，但也认识，所以可以表现出含蓄的疏离感。简单讲就是少说话多吃饭。白胜男忙把嘴上的拉链拉上，表示自己收到。行了，你练吧，我看着你说完。沈父坐在白胜男对面，被男人盯着，白胜男怎么好意思再练那里？万一这人看得兽性发作，自己可能又要面对警察了。为了你好我也好。白胜男换了一个项目，开始蹬起了自行车。这个健身车还连接一个发电器，还能节约用电嘞。其实蹬车子也能锻炼腰臀曲线，不过沈父没有继续看下去，能看不能吃，看多了难受的还是自己。正好闲着，他把张三的第1张封面画钉在书房墙上，从上大学时候创作的《毒仙》开始，张三就是自己的御用封面设计师。在墙上还可以看到代表另外4部小说的封面画作。随着沈父写的书越来越多，张三的画技也愈发纯熟了。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沈父叫上白胜男，楠姐走啦。白胜男现在舒坦了，出了一身汗。等一下，我冲得早，需要帮忙吗？沈父本能地问了一句。白胜男古怪地看着，右楚洗澡的时候你经常帮忙吗？沈父露出一个绅士的微笑，尽在不言中。于是白胜男冲澡的时候总感觉怪怪的，难道是因为没人帮自己搓背？洗完澡，看着他笨拙的吹头发，沈父走过来接过吹风机，我帮你吧。这么长的头发，白胜男确实有点吹不明白。不过当沈父的手掌穿插在他的长发中轻抚的时候，他感觉似乎有电流通过，这种感觉很不好，甚至让自己刚刚练时的肌肉都软了下来。还是我自己来吧。白胜男别扭道。别动。沈父坚持，这本就是平时自己的工作，不许跟他抢。头发这么长有什么好？洗头护理花的时间都要多，要不我剪短些吧。白胜男没话找话，掩饰尴尬。沈父把头发掐短，比划了一下，我老婆的脸配什么发型都好看，不过这是你和右楚的事，还是跟他商量吧。白胜男叹了口气，算了，跟他商量他8成会同意，但我知道他肯定更喜欢长发。沈父手上动作顿了一下，是啊，他总是与人和善，宁愿委屈自己。右楚不在的第3天，想他。路上开车的时候，白胜男问了一个问题，那个，你是不是有个叫龙武的同学啊？这个问题来得有点突然，但并不意外，他肯定是看了右楚和白总留下的视频。沈父点头，对啊，之前一起吃过饭，再见的时候记得注意一下。她是你前女友吗？
右楚没问出口的问题，白胜男直接就问了，是个直肠子。沈父也直接否认，不是的，右楚是我的初恋。这种话也就白胜男信了，连右楚都不相信。第一次的时候，两人之间就像幼儿园和博士后的差距。完败，那我就放心了。有些人就是瞎担心。白胜男暗戳戳地点了一下找上门跟龙医生 PK 的白总，这话他可不敢录下来。到了地方，看到了芊芊的车，沈父和楠姐直接上楼。买房的经过很顺利，芊芊连车带房，花了不到900万，把所有积蓄都搭进去了，但没有欠银行的钱。至于他在沈先生文化有限公司的股份，到时候直接用新书的版权置换即可。小舅妈，你怎么不说话呀？万子谦见闺蜜只顾埋头吃饭，戳了一下她的胳膊。哇，好硬！白胜男嘶的一声，你戳到我麻尖了，谁让你不理我？万子谦还委屈，等我房子装好，你再想见我就难了。你都不想人家的吗？其实万子谦是很想跟右楚住一起的，他们大学4年就生活在一起，他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右楚这个呆呆，又亲手把他送到老舅手上。前阵子要不是想给新婚的两人留一点私人空间，他也不会去云贵地区旅游了2个月。然而回来之后又遭嫌弃，很快又要分开了。见万子谦可怜巴巴的样子，沈父火上浇油，装修很麻烦的，而且2个地方这么远，来回跑太辛苦了，也不利于你的创作。要不你就在附近找个酒店，现在就搬过去吧。虽然有些不舍外甥女独自住在外面，但沈父这是真心话。现在他家里一团糟，有点顾不上这孩子了。见沈父这么说，通哥立即拍着桌子，巧了不是？芊芊同一小区，我有个哥们儿在那有房，但不住人，钥匙还在我车上呢。等会儿我把钥匙给芊芊，你就在那住着，方便你装修。万子谦嗷的一嗓子，通哥你也跟着他们2口子欺负我，我就是个没人要的小可怜啊。白胜男看着万子谦的表演，乐呵呵的继续啃鸡腿。万姐自从降了辈分后，越来越会撒娇卖萌了。看着吃着想着，突然他感觉脑袋一阵晕眩，手上的鸡腿直接掉了下来。右楚，沈父最先反应过来，没事。我白胜男突然捂着嘴，冲向了外面的洗手间。通哥突然又一拍桌子，芊芊，你要当表姐了吧？万子谦摇着沈父的胳膊，真的吗舅？不可能的。沈父知道肯定不是孕吐，他急忙跟了过去，在女厕外面等了好一会儿，就见右楚重新走出来，一边松裤带，一边看着沈父兴奋道：老公，今天吃啥呀？第52大姨临门，诸事不宜，白胜男肯定不会主动叫自己老公，所以换人了。沈父多么希望换过来的是右楚，可面前女人的状态，在洗手间都恨不得吞口水，这能是右楚？算了，撞撞运气吧。沈父快步上前，在老婆没反应过来之前，啵的一下在他左脸上亲了一口，然后静待他的反应。他强忍着擦掉脸上口水的冲动，继续保持微笑。好啦，老公，菜凉了就不好吃了。他甚至挽住沈父的胳膊往外走。今天吃的什么啊？沈父，卤菜。有九转大肠吗？有。葱烧海参呢？也有。好棒好棒，那肯定也少不了油焖大虾吧。他又悄悄把腰带松了一丢丢。青岛运过来的沈父已经放弃抵挡了，这绝逼是白珊珊啊。可是右楚说过，人格转换要通过他，他是主人格啊。如果说那次白总变楠姐是中间有1个夜晚睡眠时间，那这次楠姐变珊珊可是真真正正的直接变，绝对是没有通过右楚的。想着想着，两人回了包间，重新回到座位上。满怀心事的沈父解释了一下，右楚今天不是勇斗持刀凶徒了吗？可能是撑着胃了，有点不舒服。哎呦呦，你不提我差点忘了这茬了。右楚你竟然还是个练家子，平时真看不出来啊。通哥感慨，练家子。白珊珊顿时想到了楠姐，肯定是她又出风头了，自己能做的就是谦虚微笑，专注吃饭。结果万子谦这时挡住她的筷子，小舅妈，你不舒服就不要吃这些油腻的，吃这个。说着，万子谦给她夹了一筷子青菜。白珊珊看着万子谦关怀的目光，坚决摇头，吃这个我吃不饱的。那还有这个。万子谦又给她夹了一筷子油麦，还不够啊。说着又给她夹了一筷子青椒黄瓜丝。白珊珊怒极，是不是你就在外面有人了？这是你给我的暗示吗？看着那一菜叠得绿绿绿绿，万子谦扑哧笑了。哎呀，我没注意，我这不是让你多吃蔬菜吗？说着，沈父也给白珊珊倒了一杯雪碧，消消气，解解腻。见状，
万子谦和石世通笑得更欢快了。我要吃鸡，我要吃这个。白珊珊指着一盘鸡，这就是德州扒鸡吗？应该是德州来的鸡啊。沈父撕了最后一根鸡腿放在他碗里，吃吧。幼楚不舒服，你还让他鸡？白珊珊边吃边得意地看向万子谦，谁让他是我老公呢？略。沈父摸摸白珊珊的狗头，今晚就让他这点肉，其他的酒赚大肠，葱烧海参啥的就不要吃了，身体更重要。万子谦松了口气，这才有个当老公的样子嘛。听到两人这么说，白珊珊嘴里的鸡腿顿时就不香了。不过她先把鸡腿吃进肚子，然后才据理力争。你不让我吃饱肚子，我回去就吃方便面、薯片、辣条，就让我吃垃圾食品吧，就让我长胖吧，就让我……咦，万姐你摸我干嘛？万子谦把手放在小舅妈肚子上，你自己摸摸，都有马甲线的轮廓了，所以不会变胖的。白珊珊摸了摸更觉悲凉，上次好不容易吃出一点肉，又给白胜男炼化了，都别拦着我。白珊珊开始下筷子了，我最近在健身，必须要多吃才有体力啊。万子谦对通哥道，这倒是真的，我就给小舅妈在家里装了好多健身用的器材，而且小舅妈说了，每天早上要做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引体向上马马虎虎来50个。还有，白珊珊听得心惊肉跳，兰姐非人在。不过她还是自我安慰，这是白胜男的健身项目，跟我白珊珊有什么关系？明早估计就要换人了，今朝有肉今朝胖，我吃我的就是。后面沈父也没再拦着白珊珊。据幼楚说，每次换成白珊珊，她的消化效率就会提高，不会出现吃坏肚子的情况的，顶多就是长几斤肉。所以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白珊珊把所有的饭菜，尤其是肉类都一扫而空。她不仅能吃，爱吃，而且不浪费粮食，一看就是苦过来的。万子谦都有点额头冒汗，我是不是菜点少了？白珊珊剔着牙，马马虎虎8成饱吧。这家菜有点咸了，不过鲁菜是这样，重油重盐，下次咱们试试粤菜吧。万子谦看着他的小肚子，在沈父和通哥的劝说下，万子谦拿了通哥朋友家的钥匙，以后装修的时候暂时在那边落脚。不过今晚还是要睡舅舅家的。回了家，白珊珊首先翻了翻冰箱，不错，晚上如果饿了还有一些吃的。然后他就开始黏着万子谦。大学时期，他跟万子谦这些舍友吃过几次饭，知道万子谦是宿舍大姐头，自己就是个小跟班的，于是腻歪道：“万姐，今晚我跟你睡吗？”“才不要呢！”万子谦哼道，“你们两个都不要我了，你跟你老公睡去。”白珊珊觉得女人跟老公睡这事吧，倒也合理，但放在她身上还要是情况睡，单纯的睡觉，大家躺一张床上，各睡各的，互不干扰，她倒也不介意。反正幼楚的身子早就让人家睡足100天了，他就怕中途发生点什么强买强卖的事。等明天被幼楚醒来后发现，那该多尴尬啊！不仅被绿了，还不能报复。有了！白珊珊灵光一闪，咱家大姨快要来了，来人应该记不清日子的，到时候如果沈父有异动，就推脱大姨临门，诸事不宜。就这么定了。看着客厅里各式各样的锻炼器具，白珊珊担心沈父心血来潮让自己练练，于是急忙进了卧室，准备洗澡钻被窝。沈父在书房一直关注外面的情况，白珊珊这货被芊芊拒绝后，直接就倒向了自己这边，就这么想跟自己睡觉。哼，轻浮。沈父决定晾着他，等他睡着了自己再回去睡，坚决要为幼楚守住贞洁。不过他还是很担心幼楚的情况，自己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这样真的正常吗？要不自己还是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53，该死的死扣。虽然沈父更相信龙武的专业技能，不过这次不打算咨询他，一旦自己问了，就相当于不打自招。于是沈父再次联系通哥，谎称自己有个同行心理上出了点问题，想找个心理医生咨询咨询。通哥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干你们这行成天坐在家里，不出门，不见人，出了成绩容易过度亢奋，不出成绩又容易抑郁，读者一句负面评价能让人纠结的死去活来。要我说，10个里面起码有5个是有心理问题的。哎呀，让你找人就找人，瞎说什么大实话。行吧行吧，也是巧了。通哥翻了翻自己的通讯录，我认识一个老哥，他女朋友以前就是心理医生，现在虽然不干这行，不过实力在那摆着，我把他推给你，找他，或者让他帮忙介绍个人都成。好啊好啊。很快沈父加上了那个苏大夫的微信。苏大夫你好，我是石世通介绍的，
苏玉清，不要叫我大夫，我现在已经不干这行了。如果需要正规的心理咨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在职的医生，水平也很高。也好啊，麻烦你了，苏姐。客气。然后苏玉清推了一个名片过来，看到龙武的 VX 头像，沈父顿时卧槽，心理医生圈子这么小的吗？要是能找龙武，我还用绕这么大个弯子吗？苏姐，是这样的，我其实就是有个小疑问，想咨询一下，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能不能帮我答疑解惑一下？1分钟过去了，对方没有回复，沈父还以为他不高兴了，刚要再说点什么，对方突然问：你喜欢喝茶吗？喜欢啊。沈父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了？那明天来我的茶社聊吧，我更喜欢面对面交流。沈父有些无语，自己就是有些关于多重人格的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这么多事？他都想换人了，可是想到这是通哥的朋友，算了，喝茶就喝茶吧。好啊，地址发我。苏玉清把青羽茶社的定位发给沈父，然后兴奋地握紧拳头，明天应该可以卖出茶叶了吧？沈父揉揉眉心，难搞啊，不过生活还要继续。他回到卧室，白珊珊立即把手机藏进被窝，开始装睡。刚刚他一直在刷抖音，看美食博主的视频，什么贫穷料理、老饭骨、麻辣德子、邹小河，看得他被子都湿了。沈父一进来，他立即睡得岁月静好，坚决不给对方可乘之机。沈父压根也没那个心思，先进浴室冲个澡，还不忘把玻璃上的器物打开。白珊珊愣了，什么人啊？还怕老婆偷看咋的？你长得有大猪蹄子好看吗？想着，白珊珊抹了把嘴角的口水，快睡吧，梦里啥都有。次日一早，沈父是被疼醒的，什么东西啊？在咬他。他抬眼一看，就见旁边的白珊珊把他的手背放在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啃着，没有啃破，但却留下了几排可爱的牙印。牙印是白珊珊，可爱属于幼雏。老婆。沈父轻轻唤了一声，回答他的是一阵梦呓。大猪蹄子，我的，都是我的，这还是白珊珊？沈父郁闷了，嫌弃地抽出自己的手，一下子把美梦中的女人惊醒。啊，老公。对方抹了抹嘴，然后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睡衣，他特意把睡裤系了一个死扣，还好没有被破防。沈父擦了擦手，今天不用上班，你可以陪芊芊去新家那边收拾，也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我上午有点事，就不陪你了。好啊好啊。白珊珊还求之不得呢，至于为什么不用上班，她才不好奇呢。总之自己可以敞开肚皮吃了。想到这，感觉肚皮有些紧啊，他想把死扣解开，可是并不容易。为了防止沈父做坏事，他打了好几个疙瘩，而且该死的，一觉醒来的他突然来了尿意，连滚带爬就进了浴室里。可是玻璃是透明的，外面那个男人还在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器物玻璃的开关，阻隔了外面的视线，但裤子还是退不下来，卡住了。为什么感觉自己屁股大了些？他急啊，急得嗷嗷叫。沈父本来都打算去外面的洗手间了，结果听到洗手间的声音，立即转身。幼雏，怎么了？此时白珊珊正在努力解绳子，急得她满头大汗，越是着急越是解不开。死结啊，尿急。白珊珊艰难地挤出那几个字。沈父奔到她面前，看着她憋得都开始颤抖的两手，还有睡裤上打了好几个结的带子，有些哭笑不得。你先平复一下，不然很容易尿裤子的。沈父安慰道。虽然尿裤子不是什么大事，但芊芊还在家里呢，让她知道了，幼雏是要被钉上耻辱柱的，待她没那么急迫了。沈父呲啦一声，把丝绸睡裤直接扯开了，以前都没这么玩过，没想到自己真能撕得开，也不知道该说这裤子质量太差呢，还是说人家设计独到，别具匠心呢。而白珊珊也顾不得沈父这个大男人，立即坐在马桶上，然后才想起来，啊，你还不出去？沈父转身离开，心想，切，我啥没看过呀。吃早饭的时候，白珊珊一直红着脸，一言不发。要搁以前，肯定要吐槽几句早饭不够丰盛。万子谦也有点害羞，刚刚她听到了闺蜜啊呀两声怪叫，还有什么出去进来之类的话，没想到这两人大早上也这么争分夺秒。她真不是故意偷听，实在是叫得太大声，看来自己真不适合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她决定今天就搬过去，先住在通哥朋友家。芊芊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沈父点点头，让幼雏陪你搬家吧，我上午有点事要出门一趟。如约到了青羽茶社后，
沈父首先看到一个中年老帅哥从里面走了出去，一个漂亮温柔的女人把他送出来，还吻别了一下。女人应该就是苏玉清了，30来岁的样子。男人更是熟悉，那不是影帝黎涛吗？红了20多年的老戏骨了。等人走了，沈父进去，苏姐吧，我是时事通介绍的小沈。哦，快请进。女人非常热情，生意来了，第54欢迎再来，求推荐。沈父承认自己也是个俗人，也有八卦的时候。苏姐，刚刚走的那个是黎叔吧？我是看着他的细长大的。苏玉清叹了口气，那张帅脸确实长得太好认了。他是我男朋友。你出去不会乱说吧？肯定不会的，只是没想到黎叔竟然还没结婚。沈父记得这老帅哥都40好几了吧？结过，离了。啊，你别误会，他10年前就隐婚又离婚了，那会儿我们还不认识呢。我其实也没想太多，别人的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苏玉清招招手，一个小姑娘开始给他们沏茶，操作很繁琐，这一套下来，100块的茶应该能泡成1000吧？那说说你的问题吧。苏玉清见沈父无心欣赏茶艺，直接问道：“是我朋友的问题。”沈父声明了一下，是关于多重人格的问题。我想知道，当人格超过3个的时候，副人格之间能直接切换吗？还是说要通过主人格？多种人格呀，这可是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你朋友有几个人格？听到严重2字，沈父皱皱眉，9个吧？嚯，这么多！本来苏玉清只是单纯的想把人骗过来卖茶叶，现在听到竟然有人拥有9重人格，一下子就激发了他作为前心理医生的事业心。苏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沈父提醒，这个啊，通常副人格是可以直接切换的，反正我接触过的几个都是如此。苏玉清道，茶好了，请慢用。沈父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所以右处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又问，您接触过多重人格，最多有几个？5个。苏玉清道，我在米国留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个5重人格的杀人犯。杀人犯啊？是啊，多重人格患者的副人格通常极端暴力，是犯罪的多发人群。当然也不全然是这样，我就见过一个双重人格的患者，主人格是暖男大叔，副人格是元气少年，都非常正直善良。说到这，苏玉清微不可察地舔了舔嘴唇。沈父又问，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主人格出来的时间越来越少，副人格占据大部分时间？有的。苏玉清点头，从我们目前的研究看来，其实副人格的出现很多是为了保护主人格，所以他们通常各有所能。自信的人格去面对社会的残酷竞争，脆弱的人格去获得同情，好斗的人格来面对可能会出现的暴力威胁等等。当主人格感知到危险，或者情绪剧烈波动，可能会对共存的身体产生危害的时候，通常就会藏起来，由副人格来面对。沈父沉思，右处之前很稳定啊，取得心理学学位的他也很擅长管理自己的情绪，而且他能有什么危险？苏玉清又道，当然，这只是普遍情况，多重人格被发现的时间并不长，研究也还停留在表面阶段，20多年前才获得正式命名。目前已知的这种情况下，多个人格基本都拥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思考方式、生活环境，乃至对自己的认知，所以一个身体里住着南腔北调、年龄各异的各种人格也很正常。见沈父认真聆听的样子，苏玉清多讲了些，像以前农村经常出现的所谓被鬼灵或者已故的人附身，其实有可能就是多重人格的表现，但可能一生也就出现一次。只可惜那些年间我国还没有系统的心理科学，尤其是农村，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多有趣的病例。苏玉清说的这种情况，沈父时也听老人们说过，毕竟他也是农村长大的，那年月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就甩到鬼怪灵魂身上。此时听他这么一说，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偶尔发作的多重人格，倒也算对那些乡野怪谈的一种合理解释。不过他不关心那些，他只关心他的幼处。那如果主人格长期被副人格压制，那岂不是就意味着主人格的消亡？苏玉清摇头，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咨询有执照、能开药的心理医生。我推荐你的那个龙大夫就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主人格被副人格反噬的情况是发生过的，通常都是主人格没有求生欲望，丧失生存斗志，然后被强势的副人格取而代之。这种事跟其他病一样，早发现、早治疗，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人格融合。人格融合，对，我以前曾经主导过双重人格融合的病例，有个患者拥有暴躁型人格，做出过伤害妻子的事，后来我帮助他把家暴人格融合了，
现在他们夫妻生活非常美满。我会劝我朋友考虑的。此时沈父心情有些沉重，以前他肯定是毫不犹豫劝幼楚融合人格的，就跟身体长了瘤一样，当然是一切了之。但随着跟白皎月、白胜男等人格的接触相处，他们也确实像一个个活生生的独立人一样，性格鲜明，有悲有喜，将他们融合，确实有种杀人的感觉。他现在能体会到当初幼楚的感受了，难怪他不愿意这么做。可话又说回来，在看着幼楚被杀和杀别人之间做一个2选1的选择题，沈父宁愿选择杀别人。如果幼楚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是100，那另外几个加起来连10都不到。沈父站起身，苏姐，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以前我都是一个人替他瞎着急，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苏玉清笑眯眯道，喝茶喝茶。沈父准备走了，于是把杯中茶一饮而尽。好茶。苏玉清笑得更欢快了，那要不要带一点回去尝尝？当沈父走出青羽茶社的时候，手上多了轻飘飘的一袋茶叶，以及一张28800的消费单据。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的样子？苏玉清还在门口跟他挥手作别，如果觉得喜欢，还可以来这里喝茶聊天哟。我这里还有其他口味的极品茶叶。沈父忙回身点头，谢谢啊，苏姐。上了车，刚走到一半，手机响了，是白珊珊的。又怎么了？难道是吃霸王餐了？沈父接通，刚要开口，就听对面传来温柔而熟悉的声音：老公，我是不是走了很久？辞了。沈父急忙把车停在路边。幼楚下了推荐数据都不咋动了，好凄凉。求推荐，求支持。第55，赚钱给你们看。沈父开心的都要发疯了。老天爷，你可算做了次人。你在哪儿？我过去接你。沈父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妻子，电话里根本无法表达自己情绪的万一。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我没来过这边，给你发个定位吧。挂了电话，收到定位。沈父立即启动。白幼楚在一个陌生的餐厅醒来，应该是刚吃完饭的样子，肚子有明显的饱腹感，能吃到这么撑，估计只有白珊珊了。他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中间竟然隔了好几天。这种情况只是在儿时出现过几次，长大后就没有过了。他都没来得及看手机里的视频，首先就给沈父打了个电话，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在的这几天，他肯定更担心，跟沈父报了平安。他这才静下心来看手机里的视频。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间竟然依次出现了白总、兰姐和珊珊，这跟他以前想的不一样。难道副人格之间的转换并不需要通过自己？那自己和副人格又有什么区别呢？他首先点开白总的视频，自己当时是在龙武的心理诊所，白总就是在那里醒来的。他本来还担心白总会因为这件事生自己的气，没想到白总误以为龙武是自己的情敌，并表示已经帮自己摸清了对方的底细。看到白总说有我在，你也不用担心钱不够花，白幼楚感动的眼眶有些湿润。从小到大都是他用出众的赚钱艺术撑起他们这个家。看到白总又说让自己防着白子兔，幼楚忍不住笑出声来。兔兔那么可爱，而且每次都是他出来帮自己承受疼痛，自己怎么好意思生他气呢？况且他也不可能跟老公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马上大姨妈就要来了，也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现身。接下来幼楚看到了白胜男的视频，他是在医院趁老郭不在的时候录的，说了一下自己又一次见义勇为的壮举。这次可不是演习，是真的哟。而且我也没受伤，我就是不想上班。至于早上被沈父抓着胸口醒来的糟心事，自然没提。最后是白珊珊晚上睡觉之前偷偷录的，因为是在被窝里拍的，昏暗灯光下，时不时还能看到一抹春光。幼楚都是捂着手机偷偷看的，羞人。珊珊先是点评了一下晚上那顿卤菜，并表达了对粤菜的期待，顺便 diss 了一下楠姐的疯狂健身计划。最后白珊珊竟然强硬地回应了之前白总对她的回应，多少有点作死。白总你会赚钱是了不起，但我现在吃的用的花的都是我老公的，他说了让我敞开了吃，随便花。听到以前对沈父没什么感觉的珊珊口称我老公，白幼楚不仅没有吃醋，反而有一些欣慰，这说明老公跟珊珊的关系很融洽，这是他希望看到的。珊珊继续道，还有，你说我不会赚钱，看不起谁啊？我那是不会赚钱吗？是命运不给我赚钱的机会，我出来一趟才几个钟头，吃顿好的都要争分夺秒，要是给我时间，赚钱还不是洒水。吹完牛皮，白珊珊最后道，不说了，我要刷短视频了，如果明天我还在，我就赚钱给你们看。看完视频，
右楚又看了看手机里的账单和通话记录，大概推测一下这些天接触过的人和事。至于白珊珊能赚钱这种大话，他是不信的。而且支付软件上也没显示到收钱的信息啊。刚看完，一个餐厅经理模样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并奉上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小姐，这是您的奖金，一点小意思。白右楚，打脸来得这么快吗？他可是在银行工作的，以他目测，这是1万块的小意思。难道珊珊真的赚到钱了？靠什么？难道是靠吃的多？白右楚接过信封，也不好问细节，便道：我在这里等人，可以再坐一会儿吗？当然可以。经理笑眯眯地坐到他对面。其实我也有事想跟你谈。什么啊？是这样的，我们都市鸡中餐连锁想找一位顾客做我们的美食代言人。刚刚那个最美吃相的比赛就是为这次选拔准备的。最美吃相？右楚有点明白这1万块的来历了。果然是靠吃啊。经理道：您只用2个小时就获得了我们这家分店的冠军，可见实力之出众，吃相之好看。所以我刚刚把您的视频发给了总公司，几位董事看过之后都没犹豫，直接就同时决定由您担任我们的美食代言人。啊，这么草率的吗？不草率，不草率。老总们也看了很多最美吃相的视频了，但您的那个确实盖了帽了。到时候你只要拍一段广告，几个平面照，就能获得6位数的代言费。而且您的形象将出现在我们都市鸡233家分店里，您看意下如何？白右楚想了想，我要考虑考虑，还想跟我老公商量一下。这都是托词，不是嫌钱少，只是他想让白珊珊自己做决定。毕竟这是珊珊自己争取到的赚钱机会，自己无权帮他否决或者同意。再说了，让右楚拍广告，他也拍不出白珊珊的那种吃相啊。我们是很有诚意的。这样，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吧。如果做好决定，请尽快给我们回复。可以的。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经理就让他坐在窗边等人了。这里似乎有点远，1个多小时过去了，沈父才赶了过来。见面后，沈父都没对暗号，直接把他搂在怀里，旁若无人的热吻了起来。什么东西顶着我呀？沈父松开右楚的嘴，纳闷，手机吗？右楚羞赧地掏出那个信封，是钱。什么钱啊？这个上车再说吧。到了车上，右楚也把情况说清楚了。那个活动举办了1周，在截止结束前的2个小时，白珊珊不知道用了什么招数，竟然反超了其他候选人了，赢得了这个分店的冠军，获得了1万奖金以及成为代言人的机会。我想等珊珊下次出来的时候，让她自己做决定。还等她出来？你都多久没出来了？沈父替他着急，现在就跟我去找龙武。找龙武？是啊，问问他人格融合的事。沈父狠心道。右楚摇着头，明显无法接受。这时沈父的手机响了，是那个苏姐的。这才离开多久啊？难道又有新茶上市了？喂，苏。对方似乎很急切，不等他说完直接道：人格融合这件事一定要慎重啊。第56亿个价值几斤茶叶的大发现。白右楚用眼神示意，谁呀？沈父直接开了外放。苏姐，你为什么这么说啊？苏玉清有些急切道，因为你朋友的事，我刚刚特意找以前的同事询问了那名融合了副人格的多重人格患者的近况。说到这，他吞了口唾沫。沈父急了，他现在怎么样了？不是和老婆重归于好了吗？苏玉清摇头，他自杀了。什么？杀死了他的妻子后自杀的？警方怀疑他又重新分裂了一个更嗜血的人格，这个人格有严重的自毁和反社会倾向。我不知道这一切跟那次融合治疗有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很后悔。我觉得这件事必须慎重，除非真的威胁到主人格的生命安全，暂时不要轻易尝试。苏玉清一口气说完，感觉额头还有些冒汗。挂了电话后，沈父跟右楚解释了一下苏姐是什么人。白右楚惊讶地张大嘴，啊，这要求什么意思啊？白右楚，我原本就是想找苏医生的，他也是云教授的学生，只是他已经不做心理医生了，所以向我推荐了龙武姐。怪不得你跑去找他。沈父再次感慨，心理医生圈子这么小的吗？整个京城是不是就这么2个心理医生？白右楚抚着肚子，反正我也不建议融合人格。刚刚你也听到了，融合有风险，融合不融合的先放在一边。反正你现在这样不行，我完完整整娶的媳妇儿，结果1周就给1天时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必须看医生。我现在就带你去找龙武。沈父说1不2道。白右楚好笑地握着沈父的手掌，好好好，看就看，不过你要先预约才行，心理医生的时间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每个病人中间都要间隔一定时间。沈父立即给龙武打电话，
让他今天必须安排一个时间。结果不接，白幼楚可能是在接待病人吧。心理医生最忌被打扰，一般手机都是关机或静音的。沈父，那我们去他心理诊所那里等他。不急的，快中午了，我们先回家吧。我最近应该不用上班吧？幼楚眨眨眼。是啊，托白胜男的福。沈父哼道。说起回家，你原本应该是和芊芊在一起的，怎么分开了？啊，我们在一起吗？他从老家回来了，离开了这么多天，幼楚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沈父跟他讲了一下芊芊自己买车买房，并搬出去住的事情。搬出去也好，我这种情况，住在一起应该会让他蛮困扰的。幼楚叹息一声。沈父给万子谦打了个电话，旁敲侧击才问清楚，原来白珊珊帮芊芊把行李送到新住处后就跑了，估计是想办法捞点钱，向白总证明自己是不白痴。结果就找到了那家都市机，不仅赚了钱，还提前解决了午饭问题。可怜沈父这会儿还没吃午饭呢。他拉着幼楚的小手，回去给我下个面呗。幼楚比了个 OK 的手势。车子启动，幼楚发现了那袋茶叶。这是……哦，在苏姐的茶社买的，据说是28800。幼楚的嗓音突然升高，怎么会有这么贵的茶叶？沈父就知道他会这样。其实也有便宜的，不过人家苏姐帮我回答了很多多重人格的疑惑，我觉得应该买点好茶支持一下。看他那店里好像没什么生意的样子，而且我自己也能享受到啊。他可能会赚，但我绝对不亏。幼楚还是觉得心疼，找小吴姐也没这么贵的。他查过那天的支付情况，这袋茶叶够挂10次龙武的号了。见幼楚觉得亏了，沈父立即转移话题。但这次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呢。你知道黎涛吧？就是演戏的那个黎涛。对，就是他。知道啊，我们小时候在福利院经常一群小朋友看他的电视剧，他经常演那种大英雄。他怎么了？其实他是苏姐的男朋友。沈父向幼楚爆了料，希望这条消息能让幼楚觉得值回票价。见幼楚明显愣了一下，沈父忙道：你可千万别传出去，我答应人家不外传的，也就是你嘴巴又严又紧，我才告诉你的。幼楚摸着下巴，似是自言自语。苏姐说过，她因为爱上了自己的病人，所以才选择不再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而黎涛是她男朋友。那么也就是说，黎涛有病，两夫妻异口同声，而且是心理上的毛病。沈父补充了一句：哇，这个消息如果卖给狗仔，能买多少茶叶啊？你敢？幼楚瞪眼，哈哈，开个玩笑而已。沈父拍拍幼楚的脑袋瓜，我就是好奇，李老师得的什么毛病啊？幼楚，别人家的事，我们还是不要多管了，专心开车。沈父还在念叨，什么病呢？难道是入戏太深？没病。龙武站起身，关掉唱片机。没病就不要总在我这里晃悠，演员的时间不是很值钱吗？中年帅大叔黎涛躺在舒适的沙发座椅上，笑哈哈道：那不行，在小青眼里我就是有病，需要看医生。在你这里还能学习到更多关于人格分裂的知识，省得露馅。而且我一个中年演员，也没那么多片约，时间空闲得很。原来是接不到戏啊，怪不得苏师姐最近卖茶叶卖得那么起劲儿，都是为了养你啊。龙武打趣道：那倒也不至于，国内演员的收入高的超乎你想象，而且我最近也接了一部戏，正在筹备中。哦，什么戏啊？黎涛似乎很有弹性，这其实是一个双女主戏份，我演其中一个女孩的爸爸。李老师竟然都开始演爹了。你听我说啊，片中两个女孩之间互相有好感，从中学携手走到了30岁。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身为父亲的我从发现、震惊、反对到最终接纳的全过程。黎涛别有用心地问道：到时候你会支持这部电影吧？龙武哼了一声：意淫片哪有那么好的父亲？黎涛起身，片名叫《父爱如山》，快的话年底就能拍好，国内公映有点困难，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好了，回去找小青喝茶喽。黎涛走后，龙武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抽屉里拿出静音的手机，然后看到了沈父来电。第57，有情人。看到沈父的电话，龙武不禁一喜，难道他终于决定找自己帮忙了？沈父肯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他应该还会再打过来吧。所以龙武没有拨回去，他要让沈父上赶着求着自己。结果等啊等到肚子饿了，员工都走了，沈父都没有再打过来。该死，他不会在外面有别的心理医生了吧？龙武不能忍了，拨了回去，然后没人接，那我就接着打。终于在他的夺命连环扣之下，沈父总算接了电话。
就是说话有点喘，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体力活。什么事啊？沈父明显不耐烦道。是你先给我打电话的，有事找我吗？龙武冷言冷语。沈父，哦，是这样的，我有点心理上问题，想要咨询你，下午有时间吗？我想挂个号。挂号啊？看来很严重嘛。是人格分裂吗？是你的问题，还是你老婆的问题？龙武迫不及待地戳穿沈父。沈父平复了一下，严肃道：是幼雏，你是我的朋友，她是我妻子，我希望我朋友能帮我妻子走出困境，拜托了。小吴姐，龙武傲娇地笑了，看在你一声姐的份上，这个忙我帮定了。我看一下，下午的档期已经排满了，你下了班来我家也行啊，我们不出台的。龙武呵呵，你在干嘛呀？怪怪的。没事，健身。龙武哼道，还挺有闲情逸致。这样，6点你们过来吧，我的问诊室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在这里可能还要做一些测试。那好吧，到时候我们过去。不说了，还有点事。说完，沈父立即挂了电话，然后在幼雏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让你调皮。幼雏从沈父身上下来，把裤子提上，回到副驾座位上平复了好一会儿。刚刚自己确实大胆的过分，有被自己吓到。时间回溯大法，1个小时前，开到小区地下停车场后，幼雏突然好奇自己的科目2练得怎么样了。其实他一天都没练，万一到时候是他自己考，那就扒瞎了。于是沈父准备教教他指示灯的训练。沈父坐在驾驶位，幼雏坐在他身上，在老公教导下拨弄灯光开关，但两人那会儿都没什么心情好好学习。幼雏错误百出，干脆不玩了，而是问沈父：我走了这么多天，你晚上是怎么过的呀？就那么过呗。沈父对着汽车大灯发誓：我可没碰他们，我都是憋着的。那憋得很辛苦吧？幼雏突然红了脸，他明显感受到了幼雏的性格不太可能主动尝试这种新鲜玩法，甚至一些过分的话都不会说。沈父不禁怀疑他是不是变成了其他人格，刚要对暗号，幼雏就堵住了他的嘴，然后沈父就忘乎所以了。幼雏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坏情况就是自己的人格彻底休眠，以后再也出不来了。如果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和有情人做快活事，即便有些离经叛道，他也是开心的。在幼雏想来，车里已经很离经叛道了，怎么说也算是公共场所，即便这时候没什么车子经过，以前什么客厅、厨房、书房都是沈父主动，但这一次他首先掌握了主导权。虽说后面又被沈父东风压倒西风，但也不失为一次独特的人生体验。就是中间总有人打电话过来，很烦，前几次沈父都没接，等告一段落了，他才接起，结果幼雏又来，顽皮。和龙武确定了时间，沈父握着幼雏的手，突然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幼雏愣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的右脸，这边也要。暗号正确。沈父松了口气，刚刚我还以为换了人格呢。幼雏刚要发笑，突然又小脸一绿，你都怀疑了，怎么做完才对暗号啊？这刚刚有些上头，就没想那么多。冷静下来才，沈父笨嘴拙舌的解释，生怕幼雏误会自己。见幼雏扑哧笑了，沈父就知道他没有真的生气。不过他又想起一个问题，哎呀，没做错事，没关系。幼雏像是看开了，如果怀孕了，我们就生个宝宝。以前他觉得自己能掌控全局，不急着要孩子，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失控。如果自己能给老公生个宝宝，就算哪天自己真的不在了，起码孩子在，就证明他曾经存在过。沈父不知道他想得这么深远，只以为老婆终于长大了，想要尽情挥洒自己的母爱了呢。两人又在车里腻歪了一会儿，开窗散散味儿，这才回家。幼雏虽然有些腿软，还是直奔厨房。她知道老公肯定饿坏了，刚刚在车里就看得出来，见啥啃啥。冰箱里还有一些牛肉，幼雏就按照方便面的包装切成丁，给沈父做了一大碗红烧牛肉方便面。沈父吃着，幼雏就在一旁收拾家务。自己不在这几天，家里有些乱啊。白总、楠姐还有珊珊都不是会做家务的，要是白纸画在就不一样了，肯定比自己收拾的还仔细。之后幼雏又洗了个澡，让沈父搂着香喷喷的自己睡了个午觉。速决。刚刚在车里已经吃顶了，怀里抱着幼雏，沈父睡得格外安稳。即便幼雏已经醒了，他还在睡，幼雏就忽闪着眼睛，缩在他怀里等他醒来。自己也回忆一下从小到大的经历，想着怎么跟龙武说。
直到下午4点，沈父总算醒了。幼楚问了他一个要命的问题：今天你一直在外面？小说更新了吗？沈父机灵一下子，就像是小时候暑假即将结束，但还没写作业的学生。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我有存稿的呀。无妨无妨，能存下稿子，忍着不发的作者，都是有大毅力者。90%的网文作者是到不了那个境界的，拖更、断更才是常态。幼楚要起了，房间还没收拾好，还有些衣服要洗，沈父就陪着他一起。以前这种事沈父是不怎么插手的，但现在他珍惜跟幼楚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直到幼楚从脏衣服堆里拎出了一条被撕开的女士睡裤。现在咱们有个白幼楚生星冲刺活动，大家都参加一下可好？先在书评区那个活动帖子下面留个言，然后才能开始计算星耀值。幼楚拜托大家了，祝大家都找到这种神奇的女朋友。第58丝裤1。幼楚看着睡裤，沈父看着他，自己清清白白，可就怕在幼楚心里留下怀疑的种子。于是沈父在幼楚把裤子藏起来之前主动出击：老婆，你猜这是我从谁身上扯下来的？白总、楠姐，还是珊珊？幼楚有些慌，低着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没关系的，他们跟我是一样的。沈父揉揉他的脸蛋：傻丫头，你想什么呢？你猜吗？见沈父并不避讳说起这件事，幼楚想了想：是不是楠姐啊？我看你脸上好像有伤，竟然还看得出来吗？沈父摸了摸脸：错了，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接下来2选1，最后一次机会，答错了有惩罚。幼楚觉得白总也不像是那种会吃亏的性格。珊珊果然是冰雪聪明啊。沈父赞了一句。他睡觉的时候把裤带那里弄成了死结，结果早上尿急，死活解不开，眼看就要尿裤子，把他急得嗷嗷叫。所以你就出手帮他了？是啊。徒手？我都没想到我那时候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呲啦一下，沈父洋洋得意：真白。幼楚把破裤子扔在一旁，叉着腰：老公，虽然我觉得私人裤子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可是花好几百买的呢，可结实了。而且以你的智商，难道不知道这世上有种东西叫剪刀？他果然怀疑了，他果然吃醋了。沈父哭笑不得：可这就是事实啊，不信你回头问白珊珊，是不是有这回事儿？幼楚想了想，把阳台上的窗帘拉上，然后把自己现在穿的睡裤系起了死扣。这件跟那件是一起买的，材料也是一样的。你撕一个给我看看。幼楚昂着头看向沈父，不是那种怀疑的眼神，而是有些挑衅的小顽皮。小丫头这是想跟自己玩点粗暴的呀？幼楚，你变了。沈父撸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袖子：好啊，让你看看你老公的硬实力。他抓起老婆的裤头，开始猛地一撕，撕了。沈父自己配音，但并没有得到回应。幼楚的裤子完好无损地包裹着，他松了口气，随即纤纤玉指在沈父胸膛上戳了一下。事实证明，徒手撕裤子不存在的。你等一下。沈父绕到老婆身后：我不是从正面撕的，要从后面，你配合一下。别笑。沈父气沉丹田，双手用力一扯，还是没反应，倒是揽着老婆的小腰有点舍不得放开。真细。幼楚笑得更欢了，扭了扭身子：你别影响我，我还要洗衣服呢。你洗你的，我撕我的。沈父贴着幼楚的后背：前心撕裤，你确定是一样的材质吗？我觉得不像啊。那个很好撕的。沈父坚持了半个小时，中间还练了一下举重，引体向上，增强臂力，依然无果，倒是把幼楚逗弄得脸蛋通红，身上挂着一个汗子，强忍着羞意完成了洗衣晒衣的工作。好啦，我要换身衣服，我们去心理诊所吧。幼楚终止了沈父在自己裤子上的探索。你解得开吗？沈父问他。这有什么解不开？幼楚摸着那个死扣，突然傻了眼。怎么这么紧啊？刚开始没这么紧的。那是。沈父在他腰上一直活动，在他的努力下，确实比一开始紧多了。沈父摊摊手：没关系，有剪刀吗？他也放弃了。或许是那条本来就有开口吧。幼楚找了好久，剪刀呢？找不到吗？平时都是你放的呀。哎呀，幼楚拍着脑袋：我怕楠姐在伤害你，所以把剪刀藏了起来。就是第一次楠姐伤了沈父，他坐出租车从外面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剪刀藏了起来，还有一些小刀子。家里除了菜刀，明面上已经没有别的开刃器具了。藏哪了？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很乱，
我想嘘嘘，幼雏委屈巴巴。幼雏情景再现了今早白珊珊的经历，解不开，退不下，剪刀也找不到，热锅上的蚂蚁也就这样了。我不想尿裤子，幼雏真急了，要不用菜刀？就在这时，沈父一把将幼雏抱到了洗手间，把他摆在马桶前。只听呲啦一声，沈父一发狠，直接把裤子撕成了两半。我成功了！沈父自豪的仿佛撕裂了地球，感觉全身都是狂野的力量。幼雏来不及帮他庆祝，把他一推：“你先出去，等幼雏从洗手间出来。”沈父建议：“老婆，这裤子太贵，我们买一些又便宜又好撕的衣服，你觉得怎么样？”幼雏脸涨红，急匆匆进了卧室。“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不知道，哪有卖的。”沈父嘿嘿笑个不停，还是自己亲媳妇儿好，可调戏，可轻薄。另外几位他哪敢啊，一点生活情调都没。去艾米丽心理诊所的路上，沈父还一直用这件事取笑幼雏。我觉得这件事你有必要录个视频跟姐妹们汇报一下，让他们以后小心。就说我最近培养了撕人衣服的坏习惯，以后不许再撕了。糟践东西，幼雏后悔不迭。那2件睡裤是他最喜欢的，好贵的。好，现在买的这些不撕，回头我在网上找着好撕的。沈父边开车边琢磨，其实白总买的那些丝袜就挺好撕的，上次我不该脱的。要不是看他在开车，幼雏一定会在他身上打一套喵喵拳。不过他自己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只是到了心理诊所，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脸上没了笑脸。心理诊所的人都下班了，只有龙武一个人在等他们。龙武直勾勾盯着白幼雏，他相信这次应该是正主，就是那次吃饭的感觉。一个温柔又不失刚强的小女生。幼雏，谢谢你相信我，进来吧，我们好好聊聊。龙武语气温柔，见沈父也要跟着进来。龙武拦了一下，家属就不要进了，你这属于蹭诊，蹭也不可以。沈父气抖冷，我可以给双份钱啊，让我旁听呗。幼雏拉拉沈父的衣袖，老公，你就在外面等吧，不要影响小吴姐的诊断。出来了，我都告诉你。龙武嗨，接下来要叫我龙大夫，我们正规一些。沈先生可以在休息间玩一些心理小游戏，进来吧。沈太太，第59，休息要趁早，周一求推荐。白幼雏落座后，龙武问：想听什么音乐吗？不用，我不太懂那个。龙武耸耸肩，开始正式的话聊。上次我们也曾这么面对面的聊过，不过那次你比较强势，防御全开，我根本看不穿，刺不透。那是白皎月，他是很强势的一个人。幼雏没藏着掖着，反正对方也知道了。龙武立即写下这个名字，面露喜色，果然如自己想的那样。你们是双重人格，还是3重人格，又或者是4重人格？因为短视频的缘故，我看到过另外2种状态下的你。哦，一种很能打，凭借银行打女的形象频频登上热搜；另一种，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不过吃饭特别香。我中午看着你的视频吃的饭，比平时多吃了1碗呢。说着，龙武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现在还鼓鼓胀胀满满的。我能看看那个视频吗？幼雏请示。当然。龙武把手机递过去，那是一个女网红在餐厅直播，她想要争取什么最美吃相的选拔，希望粉丝给她投票，然后不小心拍到了你，恰好你也在参加那个选拔，结果她的粉丝都去给你投票了，甚至这段视频在各大平台都火了，瞬间把你顶到了第1名。果然，在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主播后面，扎着丸子头的白珊珊正在大快朵颐，长得好看，吃得更好看，虽谈不上优雅，但大口吃肉的动作极有感染力，能神奇的激发人的食欲。幼雏小时候没有饿死，多亏了他。白幼雏只看了一小段，也不自觉地摸了摸肚子，感觉又饿了。他叫白珊珊，是我的另一个交替人格。幼雏介绍道，之前的银行打女叫白胜男。哇，4重人格！龙武有些兴奋，忙把这2个名字记了下来。不是9重人格。龙武愣了一下，随即内心狂喜。如果不是为了保持自己医生的形象，他可能已经高唱一曲，今天是个好日子了。9重人格，这在人格分裂的案例中绝对算是多的，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这种病人不用他们给自己钱，自己可以给他钱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聊吧。龙武平复了一下，先从那天跟我见过的白皎月说起。他的人格特性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出现的？你对他还有哪些了解？他喜欢做生意，我们都叫他白总。做着记录的龙武见他不说了，抬头询问。然后呢？幼雏并没有完全被医生牵着鼻子走。龙医生，今天看病的是我，不是白皎月。至于他的详细情况，我知道的并不完整，
也不太方便透露她的隐私，还是改天让她亲自跟你说比较好。龙武眼睛一眯，才想起这个女孩不是一般患者，她跟自己师出同门，都是心理学泰斗云教授的弟子。幼雏，我不了解其他人格，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呢？我还要为你建立档案，科学的分析你的情况。龙武看上去很诚挚，可是你都还没问我的问题在哪里啊？龙武承认自己听到9重人格就有点急切了，但他心是好的。好，说说你来找我是遇到什么困扰？我们还是接着说说白胜男吧。白幼楚却一个急拐弯，简单聊聊。外面沈父一直在踱步，趴门缝里什么都听不到，于是耐心用手机码字，做了一下后续的细纲。因为这几天事情太多，他的存稿也不多了，晚上可能还要加个班。他这部千古一仙号称历史仙侠文，讲的是初唐一个顽劣书生李长生，因意外救了一个弥留之际的老者，从而踏入修真界，经历华夏1000年历史的故事，从初唐到明末，正好1000年。老者自称名叫葛洪，是东晋时期的丹药大师，道门前辈。李长生算了一下，如果老头所言不虚，那这老者应该活了300多岁。而老者说，如果早点修行，丹药可尽造，活1000年也不是问题。他就是吃药吃晚了，所以拉着李长生的手，苦口婆心道：修仙要趁早啊！为报答李长生的一饭之恩，葛洪临终之前把自己更加完善的丹药理论传授给李长生。李长生生性不信鬼神，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信那套，只以为老者神志不清。没想到很快，他唯一的亲人爷爷就病重难治，即便他请来当世国手孙思邈，也要10难1。于是李长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葛洪的丹方炼制了其中最简单的一味丹药，没想到竟然把爷爷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而且活过来的爷爷龙精虎猛，把跟他心意相通的厨娘大妈纳入房门，来年还给李长生添了一个小姑姑。后面就是李长生带着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姑狗在红尘中的故事了。所以这是一部集合了修真、历史、慎重、奶爸等卖座要素的小说。他们一起送别了取经的玄奘，又亲眼看见他带着3个随从1匹白马回归，其中一个尖嘴猴腮，一个肥头大耳，还有一个络腮胡子。数百年后，李长生把这段经历讲给某个姓吴的不第书生，激发了他总结创作《西游记》的灵感。当然现在远没有写到明朝，主角此时正在经历开元盛世，李隆基和儿媳妇正打得火热。李长生虽已年近100岁，但仍是少年模样，并认识了郁郁不得志的李白。为了写好这段，沈复还要查李白经典作品的创作时间，各种考证推论，估计都能写几篇论文了。虽然这篇小说写起来不如纯粹的修真文那么快，但能把自己所学应用其中，而且能同时吸引历史和仙侠2个频道的读者，沈复觉得还是很爽的。而且口碑也是5部小说中最高的。完成这些工作，里面的谈话还在继续，沈复只好无聊地玩起了那些心理游戏和测试。化疗室内，白幼楚刚刚讲完白喵喵，也是简单介绍。在我心中，喵喵是几个人格里最强的，他有超能力的。什么超能力？白幼楚微微一笑，还是那句话，到时候让他亲自告诉你吧，然后就不说话了。龙武心说，你这段能力是跟你老公学的吧？他数了一下，这才8个呀，还有一个呢？那个呀，我也不太熟。周一了，咱也不指望正榜了，给几张推荐票吧，老佛拜谢。第60你也配多重人格？不太熟的意思是？白幼楚道，种种迹象表明，在我们8个之外，肯定还有一个人格存在，但他从没有跟我们互动过，所以我对他的一切都未可知。龙武在笔记上写了一个 X， 抬头问，那你怎么能确定只有一个隐藏起来的人格呢？万一是2个、3个，甚至7、8个呢？我是根据出现的次数判断的，以他出现的频率来看，也就跟另外8个的平均次数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应该只有一个。能够判断他的性别吗？龙武问。应该是女的。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男性化的特征表现。龙武说的是抽烟、男装、泡妞这些。这么多年了，他并没有招惹女性方面的感情债。龙武完成了对9个人格的简单记录，最后一个 X 暂定性别女。有趣，竟然都是女的，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不过我接触过的案例，一般人格超过5，基本都会有个把异性人格的。龙武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接下来可以说说你的困惑了。幼楚顿了一下道，以前他们出现的频率很低，尤其是我结婚后这3个月，几乎是没有再出现过，哪怕出现了，也是偷偷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那是我最幸福的3个月，我们如胶似漆，除了上班，
几乎一直粘在一起。龙武的笔一直没停，此时记了一笔主人格，热衷秀恩爱。可是自从结婚99天纪念日那天，白胜男打伤老公后，他们出现的次数和时间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水平。你没有使用过抑制副人格的药物吗？龙武问。从没用过。右楚回答。那些药物对人体是有伤害的。我想给老公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所以从不考虑。而且之前他们也不像现在这样。龙武明白了。所以你的困扰是他们挤占了你的大部分时间，影响到了你们正常生活，尤其是夫妻生活，对吗？右楚点头道。我觉得这样对沈父不公平。夫妻最重要的互相陪伴。如果每周我只能有1天的时间陪着他，我就不算一个合格的妻子。龙武随口开玩笑道。那你可以让其他人格陪伴他，这样他每天都能换一个新鲜的老婆，就不会觉得你不合格了，反而会认为你是全天下最棒的老婆。听到这话，右楚低下头，做沉思状。龙武的笑容止住。你不会真是这么想的吧？白右楚抬头道。你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我开玩笑的。右楚摇头道。如果只是我的时间变少了，我勉强能接受，但我就怕我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听到这，龙武也有些替他着急。把你最近几次出现的日期报给我。右楚回忆了一遍。龙武一一记下，然后盯着那几个日期。果然，出现时间的间隔越来越长了。之前是相隔1天，后来是2天，而白右楚上一次出现是4天前。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记录，看你这次沉睡到下次苏醒的时间。如果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你存在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你说的可能是存在的。右楚沉重的点点头。龙武又做了详细的记录，问清右楚是今天几点回来的，后面还要沈父帮忙记录。接着龙武继续道。除了未知人格，你和其他人格的关系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我们的关系一直是比较融洽的。右楚道。随即又补了一句，只是在结婚这件事，大家有不同声音，那次我没有顾及大家的感受。龙武立即抓着这点深入起来。当时对你和沈父的婚姻，他们都是什么态度？白总和楠姐是反对的，白子兔是支持的，白珊珊、白喵喵是中立派。考儿表示他没接触过沈父，这道题他不做。白芷花那段时间没有出现，不过我们恋爱的时候，她曾对老公的才华表达过欣赏，想必应该也不会反对。龙武又把他们对沈父的态度记录下来。反对的声音并不是主流啊，沈父可能不是造成现在这种局面的主因，是主流的。右楚却道。白总和楠姐都反对，那就意味着这件事一定不能做，其他人的意见就不重要了。但我还是做了。龙武愣了一下，立即恍然，一个掌管钱袋子，一个掌控枪杆子，确实2言9鼎，还是要让沈父和副人格们搞好关系，这关乎他的人身安全，大佬惹不起。希望楠姐那种事不要再发生。龙武建议。不会的。右楚倒是不担心，老公和白总、楠姐都坦白了，现在他们相处的应该比较融洽。副人格都知道你向沈父坦白的事了吗？白总知道了，他是自己猜出来的。楠姐以为老公只知道他的存在，其他人格应该还不知道，他们出现后都要假装成我。龙武又写了沈父的名字，分别在他和白皎月、白胜男之间画了一个双向箭头。从现在知道的情况来看，龙武依然认为沈父不是白右楚身上变化的主要诱因，除非未知人格的实力更强，且对沈父有强烈的恶感或者爱意。不过即便是这样，主人格如此健康、清醒、高智商且幸福，副人格是很难翻起风浪的。说实话，白右楚是龙武见过的最正常的多重人格患者的主人格。龙武有一种假设，也许白右楚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在趋于正常化的，以前那种才是不正常的。或许当9个人格的时间分配趋于平均后，就会达到一个平衡。毕竟从右楚的叙述来看，他的副人格也都不是吃素的，或许他们不甘于只拥有零零碎碎的时间，尤其那个白总，给人压力很大，不像是甘心做小的。当然，还要看后续的记录才能判定，目前只是假设。现在龙武已经把白右楚浮于表面的东西了解了一下，接下来就要触碰灵魂深处了。龙武起身给右楚沏了杯茶，茶香缭绕，尝尝这个，有凝神静气的功效，很名贵的。有28800一袋那么贵吗？右楚本能地反问了一句。我这是38800一袋的。龙武回道。右楚喝了一口，感觉跟自家那袋也差不多嘛。他的内心突然平静了下来，毕竟还有更惨的。喝了茶，润润嗓。龙武开始深挖了。
接下来要问的，可能会让你有些不适，你可以拒绝回答，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对你的主治医生坦诚。请问，你童年时期有没有遭受过性侵？右楚平静地摇头，没有。暴力对待呢？没有。那校园霸凌、歧视、语言羞辱、冷暴力这些呢？白右楚依然摇头，应该也没有吧。龙武急了，这些都没有，您也配多重人格？第61虎妞的山居岁月，感谢书友201811041741000970 Luck 指笑我无知清明上河图爱青琼几路人局1号特工追更神秘复苏加油作者6月等雨林书友手机号火势怀火才上线梦的打赏，大家记得支持一下右楚啊！先在书评区回复一下那个帖子，然后点小心心。第62送外卖的大神，两人接过了这个涉及隐私的话题。龙武问：“你最初应该不会叫虎妞这么乡土吧？”以前叫什么不记得了，白也是随的舅舅姓，忘得还真彻底。所以从5岁之后，就是另一段人生了。龙武让右楚继续说孤儿院的事，可能是习惯了山里，反而不适应外面的生活。进了孤儿院后，我生了一场大病，那段时间昏昏沉沉，什么都吃不进去，饿得瘦脱了相，几乎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可是突然有一天，孤儿院的阿姨说我已经好了，不用再输液了。可是我明明记得自己还是吃不下东西啊，经常饿到晕倒。白珊珊，龙武提出猜想。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被另一个人支配了，就是因为白珊珊。如果不是她，我可能已经饿死了。右楚又喝了口茶。一开始她出现的频率很高，1日3餐都会替我吃。很快我就从一个柴火妞变成了小胖子。从其他小朋友口中得知，每次我都是吃的最多最凶的那个。那时候孤儿院的伙食都是限量的，要不是我长得漂亮，恐怕他们已经忍不住要揍我了。小胖妞还挺有自信。龙武笑了笑，我倒是期待他们合起伙来揍你，然后被白胜男反杀。右楚笑着摇摇头，看来楠姐的故事还要靠后。后来珊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从2顿饭到1顿饭，到偶尔出来吃1顿饭。我的厌食症也治好了，体型也稳定了，而且第一次跟她有了文字交流。遇到这种诡异的事，你都没告诉孤儿院的阿姨吗？龙武问。我那时候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病，但我不敢说。生病要打针，我怕疼，而且寄人篱下，怕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想着如果能自己解决，就不要麻烦院长阿姨了。龙武心想，7岁的小孩子还挺懂事。我每天都会写很长的日记，所有的心里话都写出来，而且要把日记本带在身边，迫切想要跟那个在我身体里的吃货交朋友。一开始他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我的日记，后来看到了，也很冷淡，回复只有几个字，还经常牛头不对马嘴。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对我写的话是饭真难吃。龙武扑哧笑了，难怪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原来是不想吃食堂啊。右楚也笑，一开始他是没有名字的，白珊珊这个名字还是我给他取的呢。龙武点点头，谐音梗。后来有一次，他突然写了很长的日记回应我，我还挺开心呢。结果看到最后，他说你给我妹妹取了一个白珊珊的名字，那么我该叫什么呢？妹妹。又出来了一个人格。白喵喵。他说她是白珊珊的姐姐。后来日记本就成了我们3个交流的工具，但白珊珊不承认，说自己才是姐姐。龙武兴奋地在白珊珊和白喵喵之间画了双向箭头。副人格里的兄弟姐妹关系并不稀奇，白右楚果然也有。因为白喵喵出现之后，我的衣服上总会沾上一些猫毛，小伙伴们也说我偶尔会跟孤儿院的流浪猫特别亲近，所以我后来给他取了喵喵这个名字。他们2个是我最初的伙伴，直到考儿的出现。然后呢？龙武急道。右楚怎么不说了？白右楚捂着肚子，好饿呀，怎么外卖还没来？龙武深有同感，这都已经晚上8点了。2人聊了好久，他们是按时收费的，这起码值1小撮茶叶了。他对外面喊了一嗓子，沈父，外卖到了吗？沈父，哦，我的和你的到了，右楚的还没到，等会儿一起给你们送进去。那我的不就凉了吗？龙武气道。沈父回应，右楚的还是热的就好，再等等，就100米了。右楚不好意思道，我帮你拿进来吧，你先吃。龙武，没关系，等会儿我们一起吃吧。对了，你在这家孤儿院待了多久？不到半年。哇，还蛮快的呀。对啊，我可抢手了，因为那时候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童，好多叔叔阿姨争着抢着要领养我呢。右楚好笑地说起这段往事。外面，沈父终于等到了右楚的麻辣兔头。
刚要接过来，对方却没松手。谢谢。会5星好评的沈父加了一句，然后对方喊了一句：沈王爷。靠！沈父迅速回忆了一下，今天更新了吗？更新了，虽然晚了点，但我没断更。月主了吗？没有，刚刚收服小迷弟李白。连杨玉环也听说了李道长的大名，可爽了。于是他理直气壮道：没错，是我。你是我的书迷吧？对方却摇摇头，摘掉美团的帽子，露出标志性的地中海，有些苦涩道：我呀，钢铁棉花糖。沈父还在回忆，这个明显是网名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对方有些失落，于是帮他回忆，10年的时候，你刚来起点，仙侠作者群里，钢铁棉花糖，还记得吗？啊，唐大神。沈父总算想起来了，10年前的记忆有些久远，不过说起自己刚成为写手的时候，有印象了。钢铁棉花糖，当年在仙侠作者群里可是很牛叉的存在。在校大学生有2本精品仙侠文，精品的标准是均订过3000，在那个时代就做到了稳定月入过万。于是唐大神学起了我吃西红柿，果断肄业，走上全职道路。那时候唐大神可是沈父这些大学生新人仰望的存在。犹记得当年的萌新沈王爷想求一个推，对方却以你写的不行，推也推不起来，唯有拒绝。当然后来沈父那本处女作均订过万了，但他也没记仇，毕竟很多人都说过开头写的不好，唐大神的评价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沈父在一本书里进步巨大，越写越好，完成逆袭。如今看到10年前的网友兼同行，沈父还是挺激动的，只是看他的穿着，不禁有些遗憾。你不写了？唐大神有些羞赧，一开始成绩好，就全职了，还用稿费在固安首付了一套房子，想着过几年卖个版权，在京城也要一套。唉，后来接连铺了几本，为了还房贷，只好另找出路。没有学历，只能找些快递员、送水工之类的工作。后来发现送外卖不错，赚得多，跑上跑下的，还能锻炼身体。闲着的时候就看看小说，也享受一下正版爸爸的优越感。可惜了，你文笔那么好，沈父不无遗憾。钢铁棉花糖却摇摇头，有的必有失。虽然我没有成为大神写手，但起码身心健康啊。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艾米丽心理诊所的招牌，沉重地拍拍沈父的肩膀，还是要注意心理健康啊。有时候抑郁症上了头，比癌症还严重，赚钱哪有个头啊，对吧？啊，就在这时，听到外面对话的龙武冲了出来，对沈父急吼吼道：外卖到了就快点吃啊，你想饿死你老婆啊？然后不由分说就拉着沈父进去了。沈父不好意思地冲钢铁棉花糖摆摆手，示意往上聊。看着那个美到冒泡又高又飒且自称沈父老婆的都市丽人，唐大神不禁有些失魂落魄，遗憾的喃喃自语：原来不是看病啊。感谢大家帮右楚升级为6星，不要听，以后还可能会出现右楚的专属头像、专属礼物，甚至官方生日、专属番外，让我们一起努力。当然不要忘了沈父也是个人。第63，心跳加速。你平时不是话这么多的人，怎么跟外卖员也能聊到一起？龙武有些费解。什么啊？那是我以前在网上认识的朋友。沈父气恼道：哎呀，你朋友啊，要不要叫过来一起吃啊？龙武没什么诚意道：算了。沈父看着紧闭的大门，外卖员都争分夺秒的，咱们就不要耽误人家赚钱了。吃饭。3人来到一间会议室用餐，沈父和右楚坐在一起，龙武坐在对面。沈父买了2份米饭，这样右楚就可以吃着兔头就米饭。右楚兴致勃勃地打开还冒着热气的麻辣兔头，看了沈父一眼：3个呢？你也吃一个吧。沈父摇头：这也没什么肉，你先吃，你吃完了我再嗦2口。你是不想吃辣吧？右楚会意一笑，对面的龙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过分了。看着眼前的白珊珊同款套餐，瞬间没了食欲。后来还是拿出手机，对着白珊珊的视频才能吃得下去。沈父边吃还问他：你们怎么聊了这么久？还要接着聊吗？这都9点了。聊啊，我们聊得可深入了。龙武找到了可以炫耀的点，我知道了不少右楚的秘密呢，知道也要藏在心里，要对得起你的职业。OK， 沈父一句话把想要炫耀的龙武堵得哑口无言，这顿饭吃不下去了。没想到这时右楚却郑重道：龙医生，我授权你，任何关于我的事情都可以跟我老公说，他还是担心万一自己以后都不出来了，沈父还能从龙武那里
了解到自己的事情。龙武郑重点头，沈父却只以为老婆在秀恩爱，表现夫妻无间，没有秘密，倒是没想那么深。你看什么呢？沈父又看向龙武的手机，你老婆的吃播视频。龙武道，哦，不算你老婆，白珊珊的。沈父扫了两眼，明白了吃货山那个第一是怎么得来的了。有个这样的媳妇儿，就等着夫妻双双把肉长吧。沈父又看向斯文的啃着兔头的白幼雏，老婆，你看过白珊珊吃饭吗？见过的，以前她录视频的时候总是边吃边录，一次性就是1-2个小时，可占内存了，我们意见都很大，后来她就不那样了，所以最近见得比较少。幼雏认真道，说起来还有点怀念呢，那以后每次她吃饭我都录下来给你看好不好？幼雏点头，然后扒了2口米饭。沈父趁机拿起他吃到一半的兔头啃了2口，结果弄了一嘴红油。有纸吗？沈父看向龙武，龙武在会议室里翻了翻，翻出了一张问卷。用这个吧，我这里有。幼雏给沈父递了一张手纸，并从他手上抢救下了那份问卷，小脸有些红扑扑的兴奋。这是试卷吗？这是一份测试压力的问卷，之前白皎月拿走了2份，估计随手就扔了。龙武解释道，本来也是要给你做的，我想看看你的抗压水平，这会影响到我的一些判断。如果幼雏本身有较高的抗压能力，那么他这个主人格就不会轻易被吞噬或休眠。如果抗压能力太弱，那么就必须提起重视了。幼雏也是真的太馋试卷了，上次考科目1的那种感觉还历历在目，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让他欲罢不能。难怪考那么喜欢考试。他小心地把试卷放在身边，加快啃兔头的进度。问卷也是卷，也算一种考试啊。抱着这种心思，幼雏很快啃完了兔头，吃了半碗米饭。我吃好了。此时沈父和龙武才刚吃到一半，幼雏劝道，你们不用着急，我先把这份卷子做完。哦，我办公室有笔。龙武道。幼雏进了他的办公室，此时桌子上只剩沈父和龙武相对坐。沈父，你是故意把幼雏支开，有点事要跟你交代一下。龙武抹抹嘴角，抬眼一看，你不要这副表情好不好？还没到那个地步。那我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父也没了吃饭的心思，暂时还无法确定。接下来你需要辅助我。龙武郑重其事道。见沈父掏出手机，也好，你记一下吧。首先，盯死白幼雏，把每个人格出现离开的时间都记下来。另外，每当一个副人格出现后，都要带他们来我这里，我要亲自跟他们聊聊。如果他们不同意呢？我相信他们都是关心幼雏的，不希望看着幼雏痛苦。如果他们哪个不肯来，我们可能就要重点盯着这个人格了。沈父点点头，看来自己要跟那些人格挑明了。然后呢？没了。就这？沈父放下手机，这还用记？龙武呵呵一笑，我暂时就想到了这些，回头整理一份和多重人格患者相处的注意事项发给你。你也知道你老婆还有一个未知人格，未知人格就意味着未知的危险，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沈父嗯了一声，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然后又同时拿起筷子吃饭。吃完饭，沈父把桌子上的外卖盒收拾了一下，无所事事道，幼雏还没做完吗？做这种问卷不能催的，不要造成外部压力。龙武看了一眼时间，不早了，可能明天还要来一趟。我们才聊到8岁，后面还有很多可聊呢。你这个老婆确实是个宝藏。那是当然，我一眼就认准了她。沈父得意非凡。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多重人格研究对象，她是个宝藏。龙武兴奋道，她身上有太多可以挖掘研究的地方。沈父心里骂了句，神经病吧你。终于，幼雏拿着试卷出来了，他端端正正把那张纸放在龙武面前。龙武，我回头再看，我们最后再聊一下白考吧。然而幼雏却很坚持，面无表情道，先评分。沈父笑笑，你就先给他打个分吧，他现在可常考试了。那好吧。龙武无奈摇头，边看边点头。这幼雏的抗压能力是杠杠的呀。不过看到第5题的时候，龙医生疑惑了，这道题你怎么有2个答案啊？他指着前面那个选项，冷漠道，这是幼雏的答案。然后又指了指后面的，这是我的，我们谁对谁错？第64开始答题。生而知之。听到这话，沈父直接站了起来，紧紧盯着面前的妻子。龙武也好奇地打量着对方，这是变身了？你是白考？龙武有些惊讶，这么突然的吗？而且你还自己承认了？对方点头。沈父也意外，白考，你都不装一下的吗？白珊珊演技那么差，都在努力地装，
白考儿有些奇怪的看向龙武，他刚才都说了我的名字，说明已经知道了我的存在，为什么还要装呢？有道理啊。龙武瞅了沈父一眼，记录时间。沈父有些沉重的在手机上把幼雏早上回来和白考儿此刻出现的时间做了记录，看了一下，才10个小时而已。我的小蝴蝶又飞了。白考儿依然盯着龙武，你是心理医生吧？快点评分，迫不及待想要拿满分了呢。虽然他面无表情，但沈父能感受到他的喜悦和欢快。那什么，我先去看问卷。沈父，你招待一下龙武，绝对不拿到评分，他是不会坐下跟自己谈的。白考儿提醒，如果有2个选项，后面是我的，前面是幼雏的。好的，好的。龙武带着卷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只剩沈父和目中无人的白考儿。其他人格就算对自己无感，也会看着自己，但这个白考儿都不看自己，就好像待机一样，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考儿沈父笑着坐在他旁边，一副大家很熟的样子。他终于抬起头，沈父你好。呵，还挺有礼貌，就是小脸有些严肃，没什么笑模样。沈父保持微笑，试图感染他。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是，也怪我，当年没有陪女朋友考过试。不对啊，沈父突然想起，毕业答辩那天我在啊，进答辩室的时候就换成了我，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幼雏了。那次我拿到了所有老师的最高分，原来幼雏毕业答辩都是别人代替的啊。想到自己当年为了毕业答辩吃的苦，沈父看白考的眼神愈发炙热，似乎不太习惯男孩子这么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白考移开眼睛，翘首以盼的盯着龙武离开的方向，而龙武也在门后面观察着白考。沈父嗨嗨2声，开始找白考喜欢的话题。考儿啊，你是不是很喜欢考试？要不我给你出几道题怎么样？果然，听到这，白考立即转头看向沈父，眼睛里有了光彩。沈父掏出手机，先来5道题，请听题：树上7个猴，地上1个猴。考儿眼睛里的光彩消失了，那小眼神仿佛在说，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吗？其实我想问的是：1. 网文界常说的中原五白分别是谁？啊。2. 中原五绿又是谁？这。3. 下面哪个人名是千古一仙的男主角 ？A. 李长寿 ，B. 李长生 ，C. 陆长生。啊。4. 网文界最帅的作家是哪一位？我想想。5. 历史大神作者7月新番的新书叫什么？新书。新。白考陷入思考。恭喜你，答对了1道题。沈父握住白考的小手，晃了晃。不错嘛，小同志，你毕竟不是混这个圈子的，能答对20%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等一下。白考甩开沈父的手，闭上眼睛，仿佛入定。随即，在沈父诧异的注视下，他缓缓答道：千古一仙的男主角是毕李长生，网文界最帅的作者是沈王爷，也就是你。这个应该是业内公认的。中原五白分别是陈、姬、唐、红、豆，中原五律是……沈父一把捂住考儿的嘴，这个太得罪人了，就不要说了。考儿闻到了麻辣兔头的味道，呜呜道：但我真的知道，你可以打码呀。好吧，你说，中原五律分别是……白考儿似乎还要确认一下，缓缓念出：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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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父惊呆了，你怎么都知道啊？他感觉幼雏估计都答不上来，不是肯定答不上来。白考还是遗憾摇头，但你说的那个谁的新书我真的不知道。哦，那个不重要，还没发表呢。沈父还是满脸的不可思议，这些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生而知之？其实他蛮好奇白考的运行机制的，他好像只是在考试期间出现，考前从不现身，考完立即闪人。这没有学习的时间啊，他是怎么做到逢考必胜呢？白考想了想，指着自己的脑袋，那些答案都压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是我重新挖出来的。沈父盯着白考，开始回忆起来。李长生是自己新书男主，这个幼雏肯定是知道的，而且自己也跟他说过，沈王爷就是网文圈公认的第一美男子。公认虽然是骗人的，但幼雏深信不疑。还有中原五白、五律，前者是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毕竟是自己一直努力超越的标榜。后者，沈父都不记得自己跟幼雏说过。但既然白考从记忆深处挖了出来，那么自己肯定是提过一嘴的，没准是做梦喊了他们的名字。这太神奇了。
难怪每次幼楚的考试结果都是满分，怪不得他能拿下史上最高分的川省高考状元。恐怕幼楚都没注意到的细微知识点，都被白考牢记在心。由此推导，估计其他人格也能从幼楚的记忆深处挖掘一些生活常识、基本知识类的东西。只是这种挖掘能力只能保证他们切换过来后不会像生活白痴，但远不如白考那么强大。白考似乎觉得这样的考试很有趣。刚刚自己虽然得到了100分，但其中20分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不算数。再来吧，你还有什么问题？这时龙武从里面走了出来，考尔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他身上，也不问，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仿佛看着准备放榜的高中班主任。龙武笑嘻嘻道：恭喜啊，白考，你的抗压能力满分，是100分吗？考尔期冀道：不，满分97分。龙武微笑道：什么？一听到这个，一贯平静的考尔有些炸毛。为什么满分是97分？沈父，你能接受满分是97分吗？他一个质数，神奇，太神奇了。刚刚得到消息，我外甥女开始在晋江写小说了，老佛自己成神没戏了。要是能有一个女频大神外甥女，貌似也不错哈。另外，白考角色上线了。第65，眼镜娘的诞生。考尔问到了沈父，沈父自然要站在他这边。对啊，又不是2的倍数，也不是3的倍数，还不是5的倍数，3不沾啊。你哪怕满分95分也行啊。考尔显得很痛苦。95分虽然好一些，但也不圆满，要么100分，要么10分，5分也可以啊。龙武的眼中露出得逞的小喜悦。果然，这个智商貌似碾压他家沈父，诚实的家伙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也有弱点，一下子就被自己试出来了，感觉还是白总更难对付一些。从刚刚的压力问卷显示，白幼楚的抗压能力是非常优秀的，是超出正常人平均水平的，这让他对幼楚的安危又多了一份信心。而白考就恐怖了，能把这份卷子答成那样，恐怕只有人工智能了。他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压力为何物？难道都没有人类的情绪吗？还好自己略施小计，用一个别别扭扭的质数就 KO 了这个丫头。不过后续有点难收拾，97让他太难受了，自己还要收拾一下残局。见考尔委屈的眼眶都有些红，仿佛自己辛苦答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龙武笑道：纸面上是只有97分，但其实这份卷子还有一道实际操作题，加起来正好100分啊！有加分题，考尔又开心了。他最喜欢的就是加分题，因为在他心中，加分题等于送分题。在考尔期冀的目光下，龙武笑道：最后一题，需要测试者找一个陌生的异性拥抱1分钟。陌生的异性？白考转了一圈，然后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发现了沈父，并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嘴里喃喃道：60、59。说到59的时候，考尔撇撇嘴，真的不喜欢质数啊。在白考看不到的地方，沈父跟龙武挤眉弄眼，什么意思啊？龙武耸耸肩，让你们亲热亲热，同时还把沈父张开的双臂放在白考的背上，笑着看向沈父。哎呦，客气啥？又不是没摸过。搂着白考，沈父感受不到他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波动，但自己的心跳却是明显加快了。刚刚自己媳妇儿还在这呢，现在自己就抱着别的女人，这不太好吧？等等，刚才说的是陌生异性，白考是真把自己当外人了呀？你怎么说也算是我半个老婆呀，就很过分。于是沈父也搂紧了怀里的小丫头，闭上眼睛，假装抱着的就是自己老婆。然而时间到了，白考毫不留情地丢开沈父，期待地看向龙武。龙武开怀笑道：恭喜，100分。白考满意了，但依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心态确实很稳。龙武又道：那考儿，现在我们可以聊聊吗？因为幼楚最近遇到了一些困扰，我希望能跟你们几个认识一下，看能不能找出症结在哪。白考犹豫了一下，我只说我自己，当然幼楚也只说他自己，除非实在绕不过去。龙武把白考带进了办公室，10分钟就送了出来。沈父瞪着眼珠子，这么快？基本就是一张白纸，除了考试和庞杂的知识，考跟我也没什么可聊的。龙武已经给白考贴上了超级无害的标签，另外还有一个强迫症的标签。稍后他会把对白考的一些评估发给沈父，便于两人的相处。至于沈父想的则是，为什么考完试了，幼楚还不回来啊？不过这些话当然不能说出口，不然就有点太伤人了，好像催着考滚蛋一样。而且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白考，对这个考试之神还是有些兴趣的。先领回家吧。上车前，
考儿先看了一下沈父的车牌，京 C180cm，很舒服的数字，坐在这样的车里也会很安逸。考儿，你除了考试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开启车后，沈父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聊着，他比之前见过的3个都要寡言少语。考儿回道：阅读。哇，那你算是赚到了。咱家书房有几百部书，而且隔壁就是国家图书馆，肯定让你看个过瘾，恐怕来不及了。啊，我应该很快就要走了。考儿平静道：你有预感了吗？沈父歪头看向他，没，惯例如此。哎呀，那真是太遗憾了，还没让你看过咱家的藏书呢。沈父此时很复杂，既遗憾考儿来去匆匆，又满怀对幼楚即将归来的憧憬。考儿走后，应该是幼楚吧。这时白考儿把头一歪，像是要睡了，看来真的要走了。到了小区后，沈父推了推，到家睡吧，宝贝。不好意思，我不是你的宝贝。白考儿睁开眼，还是我啊？你没走啊？谁让你车速这么快？一场数学考试的时间都不到，不过应该快了，再等等。哦，没事，不急。沈父尴尬道：那就上家里坐坐吧。认认门，两人刚下车，就见一对青年男手牵手从他们面前经过。沈父见怪不怪，考儿却盯着其中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男孩子看个没完。人都走了，还在看背影。沈父顿时酸溜溜起来，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啊？你不会是腐女吧？考儿摇头，那副眼镜好漂亮，所以看的是眼睛哦。沈父好受了一些。进了家里，白考儿闻着书香就进了书房，沈父却在书桌下翻腾了起来。总算找到了，他拿出一副之前自己戴过的，据说能防蓝光的平光镜，后来感觉是智商税，就不再戴了。沈父把眼镜架在考儿耳朵上，撩起耳鬓的发丝。你看这个喜欢吗？考儿调整了一下，很自然地推了推眼镜。沈父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笑意。这个很好，感觉特别有学问的样子呢。沈父笑笑，回头再给你买个女款的。谢谢你沈父，都是一家人。客气客气。沈父端出自己的笔记本开始码字，存稿空了，好日子一去不返了。于是沈父码字，考儿看书，两人互不干扰。就这么过了2个小时，沈父不仅写完了明天的节，而攒下了一存稿，效率不错。他瞅了一眼正在用扫描法翻看24时的考儿，考儿，要不我们休息吧？考儿放下书，不太确定道：我要和你一起睡吗？已经彻底从签约绑下来了，到上架还有20天的路，全靠大家了。小票票准备好了，注投票的全都能考100分，满分150，都能及格。哦也反斜杠哦，第66我和考儿一起冲刺。这看不懂没关系，我也不是很懂。沈父从考儿眼中看到了一丝慌张，沈父比他还慌，忙站起来解释：大可不必。考儿顿感轻松，那我去洗漱了。一身的麻辣味。考儿你喜欢吃辣吗？沈父问。不太喜欢。还没问你是哪里人呢，沈父又问。考儿似乎没有明确的地域归属，他思考了一阵反问：哪里的人考试最强？沈父想了想，不太确定。衡中。考儿点点头，表示认可。似乎幼楚大脑深处也有这个知识点，估计是万子谦跟幼楚吹过母校。那我就是衡中人吧。在白考之后，沈父也进了浴室，跟考儿同时洗澡。考儿挤出洗发水，沈父开始抹肥皂，考儿准备洗背了。沈父已经冲起了嘎吱窝，考儿被泡沫遮住了眼，沈父却已经洗好了清爽的短发。考儿喜欢温热一些的水，沈父更偏爱凉一些的。好在大家在不同的浴室洗澡，不用迁就对方，委屈自己。当沈父洗完后，另一间浴室门开了，那丫头竟然也同时出来了，正在吹头发。这么快，感觉这丫头洗澡比楠姐还利索。我想睡觉之前再做一套卷子。沈父过去接过吹风机，帮他吹。你都已经毕业了，还做啥卷子啊？看网上有什么可做的呗。白考乖巧地认由沈父帮自己吹头发，在做题的同时可能也会吸收新的知识。沈父突然想到了什么，我这里倒是有一套试卷，我自己一直做不好，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替考。沈父还以为他有这方面的道德洁癖，刚要辩解，他就道：我最喜欢替别人考试了。也对，幼楚的考试不都是他替的吗？沈父笑笑，把笔记本电脑拿过来，打开 B 站，这个网站想要成为正式会员，还要做题，100道题，做对60道就算过关。其实也可以找等级高的读者要邀请码，但他沈王爷铁骨铮铮。考儿不可思议道：你连60分都考不到，年纪大了？
年轻人玩这个网站的比较多，我接触的比较少。沈父承认，自己小时候就爱看历史剧，听评书，后来又学的历史，喜欢读书读史。28岁活得像38的，但他也很努力，想融入年轻人的世界，不希望被时代抛弃。现在他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群里年轻读者们说什么耗子尾汁，他都一脸懵，心想耗子尾巴还能榨汁，这么神奇的吗？这神奇的动物在哪里啊？白考兴致勃勃对着电脑上的试卷跃跃欲试，结果第一道题就让他愣住了。XXXX 全家爆炸属于什么弹幕？ A 能吃的弹幕， B 违规弹幕， C 隔壁老王的弹幕， D 祝福弹幕。考儿，这关隔壁老王什么事啊？对，老王绝对不背这个锅。沈父笑，这个问题他是知道的，但却没想过要自己来答。他已经好几次50多分铩羽而归了。考儿略一思考，通过排除法选了 B， 正确。考儿感觉也没什么难的，嘴角微翘，继续。2. 下列哪一条符合弹幕礼仪？ A 剧透弹幕， B 前排签到， C 合适的吐槽弹幕， D 低俗空耳。沈父也被难住了，他觉得 B 应该没错，因为经常见到这种情况。但考儿思索片刻，选了 C， 然后正确。哇，考儿你好厉害，我觉得这次有希望了。沈父还给考儿揉揉肩膀，让他放松，稳住。考儿再接再厉，接连拿下了40道社区礼仪规范题，无一错漏。再然后他就开始折戟沉沙了。以下演员哪位没有演过金田一？ A 松本润， B 堂本刚， C 小栗旬， D 龟梨和也。可以说那4个人名他都不认识，但他深知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都一样长就选 C。 我选 D。 考儿根据的是3短1长选最长，回答错误。面对首败，沈父安慰他，没关系，毕竟你对你红人不了解。下一题，易烊千玺的名字里杨是什么含义？ A 小名， B 欢迎的意思， C 火属性的含义， D 属羊。这道题沈父也不会。考儿喃喃道，羊这个字的意思是煎药的一种方式，好像 C 更接近一些。我选 A 吧。他决定赌一把，结果赌错了，回答错误。连续2次失败并没有让白考气馁，他虽然力求满分，但当时不可为的时候，他就会转换为以拿最高分为目的。此时的他依然心态平和。下一题，蓝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团体？ A 霓虹， B 乌克兰， C 华夏， D 泡菜。这次考儿不敢再用3短1长选最长的方法了。事实证明，在这套奇葩的试卷中，并没有什么卵用。这是个汉字，我选 C 吧，遇事不决就选 C， 结果错误，3连败了。沈父还以为自己今天能成为正式会员呢，看来希望不大。他慢悠悠泡了杯茶，2万多的茶叶果然不凡。考儿要喝茶吗？考儿摆摆手，认真答题。下一题是一道古典文化题，终于答对了，结果马上又错了一题，蒙错了。沈父瞅了一眼美剧中《权力与游戏》第7季，钟龙母哪条龙死了？幼雏跟他都没看过，不知道很正常。不过白考最终还是通过了测试，拿到了71的高分。幼雏还有其他几个人格生活中无意看到的事物，都可以被白考从记忆深处调动起来，辅助他完成题目。一些2次元问题，他竟然越答越顺手。他的知识面显然是远超沈父的。沈父开心不已，不错不错，我总算是正式会员了，插会腰。然而白考却像是被打击到了一样，100分的题只考了71分，还是个质数。从小到大，除了题目错误、印刷错误、数学物理这种有标准答案的试卷，他从来都是满分的。像今天这100道题都是选择题，说明肯定有标准答案，不是语文、政治、历史那种违心判分的科目。但自己竟然才刚刚及格，考儿觉得自己有些受挫。我可不可以再答一次？他觉得自己后面越来越有感觉，似乎觉醒了一些这类知识点。可是我已经通关了，应该不能再答了吧？沈父见考儿失望的样子，不过你可以帮幼雏再答一次啊。沈父拿起幼雏的手机，准备帮幼雏注册一个 B 站账号，结果手机验证显示，他早就是会员了，而且还是等级很高的资深大会员。进入幼雏的账号，沈父看到草稿箱竟然还有几个视频，群号2411902226。另外，男主叫沈父父，不是沈冰冰啊。第67，考神也看脸。唉，本球配音，沈父和白考面面相觑。沈父记得幼雏是不玩 B 站的，
所以肯定是某个富人格的账号。看这几个视频的封面，都是幼楚那张脸，不过有的是古装，有的现代装，看着都很有感觉。考儿，要不看看，是不是没得考了？那我睡觉了。别嘛，沈父把他按在座位上。人生不只有考试和知识，休闲娱乐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些视频一共5个，最早的是3年前的，最近的也在5个月前，都没有发表。第一个视频点开后，一下子就蹦出了葫芦娃的视频片段，还有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7朵花的音乐，似乎跟封面上的美女幼楚没什么关系啊。这感觉似曾相识啊。沈父对考儿很有经验道，我们可能被骗了。他刚要关掉这个视频，葫芦娃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古装扮相的幼楚。看这衣服，一袭白衣，袅袅挪挪，似乎是结合了《新白娘子传奇》和青蛇李老赵和老王这2条长冲的造型，非常惊艳。视频里的幼楚先是风情万种的对着镜头，掩嘴含笑，眼波流转，再加上特殊的滤镜，彰显着无尽的温婉妖娆。沈父擦了擦嘴角，这是白纸画吧？听说他是个汉服爱好者。白考盯着视频里的女人，却摇了摇头。就在沈父以为视频里的他要对着镜头叫一声官人的时候，画风突变，温婉的古装白衣女子突然大喝一声，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沈父下划线，白考好像是白子兔那个小屁孩。白子兔，沈父想到幼楚说过，这个女孩对自己蛮有好感的。沈父看过她录的视频，都会给自己开美颜滤镜，而且声音嗲嗲的，像是弯弯那嘎瘩的。原本沈父以为她是个很温柔可爱的女孩子，没想到竟是这种画风，还以为是白纸画呢。衣服应该是白纸画的。考儿没了兴趣，还要继续吗？有点噪音啊，唱的确实难听。看下一个吧。第2个视频直接就开嗓了，而且也没穿古装，不过脑袋上有一个会发光的猫咪发卡，唱的也很应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第3个换成了兔子帽子，兔耳朵可以支棱起来的那种，扮相更加可爱低幼，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支了，耳了躲了竖了起了来。第4个视频是边唱边跳的复古歌曲《小苹果》，跳舞比唱歌还惨不忍睹，这4肢太不协调了。第5个视频，好家伙，头发都变了颜色，一头红毛，应该是假发，穿着露出锁骨的紧身小背心，叼着牙签，另外胳膊上还有一个纹身贴，贴的是童年阴影疯狂的兔子，活脱脱的不良美少女啊。前奏一起，沈父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在那深夜酒吧，哪管它是真是假，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沈父嘴角抽抽，这白子兔还挺可爱的，感觉他一个人就有好几个人格呢。哈，找这么个玩意儿当女朋友应该挺好玩的，盲目追求流行而已，没什么意义。白考却不太欣赏，只有知识是永恒的。我要睡觉了。梦里我和普朗克有个约会。为啥是普朗克呀？爱因斯坦和牛顿这么没排面的吗？沈父默默在搜索页面打出了普朗克3个字，然后看到了普朗克年轻时候的照片。靠，原来考神也是看脸的呀。沈父觉得自己戴个老式眼镜差不多也有这么帅。沈父没有立即睡觉，虽然过了12点熬夜不利于养生，不过他还是想多了解一些白子兔。B 站那些浏览记录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看样子兔兔是老2次元了，除了自己喜欢唱些沙雕歌曲， B 站各个分区都有他的身影。什么鬼畜？日漫、宅舞、雾山五行、罗翔张三，啥都看啊！而且通过这些观看记录的时间，沈父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幸好自己还有一些数学敏感性，他发现白子兔看这些视频的日期，几乎都是幼楚的生理期啊！这不会是巧合吧？等等，幼楚的生理期好像就这2天了吧？沈父突然一阵遗憾，枉费自己白天在车里那么努力的深耕细作，没什么卵用啊！沈父睡了，梦里他梦到自己被2条白蛇缠住了，白蛇的脸一会儿是老赵，一会儿是老王，不过最后还是变成了幼楚。他还冲自己喊相公，苦不言堪啊！第2天醒来，沈父还残存了一些关于白蛇的记忆，他立即打开手机，把这些灵感碎片记录下来，等男主李长生活到宋朝的时候，一定要认识一条白蛇。做完这些，沈父才想起隔壁房间的女人幼楚，他出门就喊了一声，期待能听到一声老公的回应，然后就看到了扎成马尾辫正在认真看书的白考。这绝对是白考，戴着眼镜刻苦的样子，仿佛随时准备考研。考儿啊，
早上吃点什么？随便。为了让刚认识的白考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沈父亲自下厨，给他热了杯牛奶，煎了个鸡蛋。吃饭的时候，沈父欲言又止，白考不知道是不是看出了他的想法，自言自语道：奇怪，这次竟然待了这么久，有10个小时了吧？一场高考都差不多结束了。没事，你多待会儿，还能多学点知识。等会儿我带你去国图转转怎么样？那里就是知识的海洋。白考点点头，也好，正好有几个数学问题想研究一下。你这里都是文史类的书。沈父嘿嘿一笑，不会是梦里跟普朗克一起探讨出来的吧？没有，没梦到他。沈父竟然松了口气，就很莫名其妙，跟一个课本上的老人家吃什么醋啊？那你有做梦吗？考喝奶的动作缓了缓。梦到什么东西了？考迟疑了一下。你，沈父不禁开心。那你梦里都跟我做了什么？考放下杯子，哎，兔兔的角色先放出来吧，反正也快了。求嗲嗲的配音。第68幼雏梦的解析。噗！沈父一口奶喷了出去，幸亏考躲闪及时，滴奶不沾身。沈父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的是语气助词还是动词？考双手交合，啪啪2声。沈父懂了，老脸一红。考低头擦拭桌子，是你偏要问的，那你也不用这么坦白吧？沈父擦擦嘴。白考认真道，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羞耻，这个梦境显然是幼雏的潜意识在作祟。沈父听了一愣，难道幼雏可以用这种方式给我托梦？很显然啊，我跟你又不熟，怎么会做这种梦呢？白考理所当然道。沈父心想，谁知道你有没有缠我的身子啊？很多书呆子其实闷骚得很累。白考又道，而且这是一个上帝视角的梦，并不是第一视角，就像是我旁观了你和幼雏，然后他又鼓了2掌。沈父又想，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呀，我昨晚梦里大战白蛇也是上帝视角啊，他有说什么吗？沈父急切地问白考，如果看不到幼雏，但是能从梦里得知他的一些想法，那也聊胜于无啊。白考回忆了一下，答道，都是些不能播的。沈父遗憾道，那好吧，你要不要再睡个回笼觉？说不定又能梦到幼雏。说点能播的。白考摇摇头，我还要洗内裤，虽然是他引发的梦，但既然穿在我身上，应该由我负责。洗完我们再去图书馆吧。沈父嘴角抽抽，这个梦有点东西啊。考儿去洗衣服了。沈父把考儿昨晚到今天发生的一些事记录下来，包括这个梦，到时候都要发给龙武。龙武一早也发来了关于白考儿的一些注意事项，他重点提到了考儿的强迫症，让沈父这方面尽量顺着他，说数字的时候尽可能的成双成对，能用整数就用整数。副人格的情绪通常是不那么稳定的，考儿还好一些，但毕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要注意呵护，省得他一气之下引发人格变异，再搞出一个强化版白考，不见得是好事。沈父边看边点头，要么说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呢，有龙武从旁协助，自己心里踏实了不少。看来不管是白考还是其他人格，自己都要尽量呵护他们不健全的内心。总之一句话，为了老婆，当舔则舔。沈父刚看完，龙武打电话过来，幼雏回来了吗？没有，还是考儿，我也写了个报告，正要发给你呢。没出什么事吧？没有啊。能有什么事？龙武一本正经道，因为我是幼雏的主治医师，我要了解他的全部。如果你和副人格发生性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对我有所隐瞒，这是很重要的信息。龙武，你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和白考儿是分房睡的。沈父压低声音道，你别激动，我其实并不觉得跟副人格发生关系是什么可耻的事，毕竟都是幼雏的身体，反而我倒是很期待你和幼雏的副人格能有所突破，说不定你们的结合反而会有一些趣的化学反应。别开玩笑了，你一个学心理学的，你懂什么化学？沈父呵呵。龙武呵呵呵。幼雏说过，一些特定的事物有很大概率可以激发特定的副人格出现，那我就在想，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定的事物能把幼雏激发出来呢？比如你。沈父神情一震，难道考儿做的那个梦就是幼雏给我的启示？难道跟我亲密接触就可以把它激发出来？可如果做到一半就……沈父不敢想了，感觉有些扯。你说的这个有依据吗？幼雏可是主人格，跟他们能一样吗？没有依据，纯属瞎猜。龙武不负责任道。这时考儿洗完出来了，沈父跟龙武挂了电话。龙武在办公室里认真看起了沈父写的报告，包括2人闯关避战，还有考儿那个羞人的梦。他写写画画做着记录，若有所思，并期待下一个人格的到来。考儿，这里就是国图了，
从咱家到这里走路也就5分钟。从这近，沈父为考介绍道。你怎么感觉很陌生啊？幼楚经常来的，你没从他的记忆里挖掘到吗？人的记忆浩瀚如烟，缥缈无常，我不会无聊到刻意去探究那些细节，我只要对我有用的知识随即考，把手机静音，开始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沈父带着笔记本呢，把他带入门，就找了个沙发软坐，开始码字了。虽说图书馆需要安静，不过这么庞大的国图，还是有给人用电脑的地方的，甚至还能点一些咖啡茶水。或许是因为沈父太帅，也可能是他的笔记本太过名贵，穿着也很不凡。有一些抱着书本的年轻女孩会走过来问他，我可以坐这里吗？不好意思，我老婆马上过来。沈父惯例这么回答，于是对方带着对沈父英年早婚的遗憾离开。这种事以前经常出现，所以他很少自己来。半个小时后，考抱着一大摞书坐在沈父对面，都是沈父看不懂的。宝贝儿，你看得完吗？白考，先扫一遍。拷贝进来，吃饭、走路、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细品。然后沈父就看到白考开始了量子波动阅读法，这其实是在扫描吧？除去他那奇葩的阅读方式，两人相对坐，靠着窗户，沐浴阳光。这一幕让沈父想到了以前幼楚休息的时候，他们俩经常在图书馆这么耗一天，各干各的。偶尔你碰我一下，我踩你一脚。不同的是，幼楚并不喜欢自己专业的数学书籍，他更喜欢看言情小说之类的东西。她算是万子谦的铁杆书迷，但是对自家老公写的修真小说却怎么都啃不进去。不过她还是爱沈父的，也会用自己的工资给沈父打赏支持。每当幼楚给自己打赏，沈父当天晚上就会格外卖力，毕竟对于给自己打赏的恩人，区区肉身何足道哉。一个上午，考儿把这些书都看完了，然后整个人呈现一种半宕机状态。沈父感觉他应该是在消化吸收那些知识，于是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回家。一路上考儿都毫无反应，有种吸人内功吸嗨了的感觉，这让沈父对这丫头愈发不放心起来。以后绝对不能让她单独出门，别人一本书就能把她拐走了。考儿，吃口吧，别想了，你琢磨啥呢？跟我说说，说了你也不懂，说说看嘛。zeta 函数在 s 等于 2n，n 为正整数，取值为0，因为 sin pi s2 为0，因此 s 等于 2n。停！沈父及时喊停，我自己吃，您随意。这要是白珊珊在，哪用我劝啊？盘子都不带给我剩下的。上衣的彩蛋终于通过了，大家点个赞。有起点必领，还有啊，幼楚的那个活动进度才到一半，大家加把劲儿，支持一下，谢谢啊。要先回帖才算数。第69，来，跟我一起叫老公。沈父都吃完了，白考还在那消化上午的知识，他不心疼自己的身体，沈父心疼啊。于是沈父从后面抱住他，双手摸到了他的小腹。你干什么啊？考儿的反应很平淡，丝毫没有被非礼的觉悟，但好在总算有反应了。沈父嘿嘿一笑，我看看我老婆的肚子饿了吗？沈父的手放肆地掐在他的小腰上，好像细了一圈，应该是饿的。我帮你抱紧一些，省得发出咕咕叫的声音。考儿明白了，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劝我吃饭吗？哎呀，你看出来了呀，我好商好量的你不听，非要逼我动手。沈父好气，自己特意买了2×2道菜，并用4个完全相同的圆盘摆成了正方形，竟然装作看不到。考儿无奈地叹了口气，吃饭可以，你喂我食什么？沈父经得手一滑，落在考儿的腿上。你喂我吧，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吃东西上。考儿认真道。沈父松开白考，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这个女人，让自己喂她吃饭。沈父感觉这个家伙在撩自己啊。果然，闷骚的学霸最心机了。不过沈父还是答应了，龙武说过的，尽量要顺着他们，不要违逆，舔就完了啊。张嘴，沈父想象一下将来自己和幼楚有了宝宝，拿出喂孩子吃饭的耐心。一勺米饭，一筷子菜地在白考嘴里填充营养元素。白考呆呆地吃着东西，除了咀嚼，他不需要费其他心思，这样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刚刚想要研究的问题上。沈父突然扑哧笑了，这一幕让他想到了著名的填鸭式教育，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候他吃得慢了，举着勺子的沈父都恨不得凑过去帮他一起咀嚼。当沈父把他喂饱了，白考自动闭嘴不言。沈父暖心地帮他擦擦嘴角，建议你要不要睡个午觉啊？可以，呵呵，现在不觉得睡觉影响思考了？刚才果然是在撩自己。哼，
不过见沈父跟自己进了主卧，白考终于开口了：“我们要一起睡觉吗？”他是有点疑惑，晚上不一起睡，白天却要一起睡，这是什么道理？哦，是这样的，我想看着你睡，我不上床的，就在你旁边守着，没准这样可以帮你梦到幼雏呢。这是真心话，虽然没什么科学依据，但我能理解你想要守护妻子的心情。随你吧，考儿倒是很好说话。见他这么好说话，沈父后悔了，早知道自己就该争取半张床的，躺着多舒服啊！可刚刚话都说出口了，也不好食言而肥。如果考儿主动邀请自己上去，他肯定立即答应。结果他什么都没说，沾上床就睡着了。沈父叫了2声都没回应，沈父只好搬个小马扎坐在床边，也开始泛起瞌睡。于是抓着考儿的手，脑袋一歪也睡了。他希望通过这种肢体接触的方式，帮考儿在梦里制造一场他和幼雏的梦境。老公，沈父听到了什么，猛地抬头，睁眼，脖子有点酸，但他也应该没听错，是有人叫我老公吧？沈父贴近幼雏的脸，他的唇微微张开，似乎有什么想说的。沈父心脏狂跳，是幼雏要回来了吗？老公，没错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虽然很轻，但沈父听得清清楚楚。难道是幼雏和考儿正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沈父看着此时躺在床上的女孩，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她，幼雏还是考儿，能亲还是不能，犯法还是不犯？算了，还是别碰她了。或许现在正是人格交替的关键时刻。除了还握着她的手，沈父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等着再次听到幼雏对自己的呼唤。结果就在这关键时刻，手机响了。靠，忘了关闹钟了。这是沈父午睡结束的闹钟，结果把幼雏吵醒了。是幼雏吗？沈父不确定地拿起桌边的眼镜，要戴吗？谢谢他接过眼镜，自然地戴好。沈父也松开了他的手，依然是考儿。失落的沈父满怀期待问道：“有梦到幼雏了吧？”考儿点头。都梦到了什么？沈父忙又问。考儿沉默了。沈父马上想到那种可能，盯着被子里考儿的双腿：“你是不是要换衣服啊？要不我先回避一下。”不是的，这次没有做红心爱。考儿叫住起身的沈父。不过幼雏跟我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多奇怪？考儿看向沈父，犹豫了一下才道：“他说他不在的时候，老公就是大家的，让我跟你交往。他还让我跟他学着叫老公。”沈父听得目瞪口呆，幼雏这是弄啥了呀？自己其实还能忍忍的，之前他4天都没出来，年轻气盛的自己还不是一样挺过来了。男人吗？沈父坐在床上。那你叫了吗？考儿忙摇头，我没有，都是他一直在叫，我内心是拒绝的。沈父点点头。那对于他说的让你跟我交往这件事，你怎么看？考儿低下头，我觉得我不需要男人，知识足以让我高。不能播的话还没说完话，沈父的手机响了，是天鹏的。沈父起身道：“你的态度我理解，我也是这么觉得。我爱的人是白幼雏，你终究不是幼雏。我先接个电话。喂，什么事啊？父哥，我是来要钱的，公司要组建有声部，接下来还要在京津冀的高校里进行声优选拔，都要用到钱啊。算了，把电话给我嫂子吧。白总啥都清楚。”朱天鹏道。沈父看了一眼刚刚被自己无情拒绝，正迷茫不知所以的白考，跟我说就行。需要多少钱？100万。哦，另外公司新招了前台、财务、助理，这些钱我就不过手了，走公司财务的账，100万沈父还是能拿出来的，等会儿我就打过去。天鹏又道：“其实这都是小事，我这里还有一件事关公司前程的大事要跟你说。算了，要不还是找嫂子吧，这个公司还是我当家的。”你说。是这样的，白总之前交代过，让我们盯着黄图动漫，他分析这家公司要完。果不其然，因为一个失败的项目，这家公司一直动荡。这不就在昨天，老板带着小舅子跑路了，现在这家曾经在圈内赫赫有名的动漫公司成了烂摊子。所以呢，白总我嫂子认为这家公司还是很优质的，有一些自己的技术，2D、3D 都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旗下还有3个漫画工作室，我们可以接盘过来，完善我们的产业链。需要多少钱？这个就说不准了。我打听了一下，还有几家业内巨头想要吞并黄图，竞争不小，我觉得几千万肯定是需要的。几千万？自己哪有几千万啊？钱都在白皎月手上呢。想到这，沈父看向了白考，他似乎已经走出了被自己拒绝的阴霾。求推荐啊，还有幼雏比心啊。
第70块去请白总出山，感谢口胡橘子皮的签赏，感谢明哥187对吃货白珊珊的支持，感谢天下第一024对右厨老婆的支持，感谢云 N 鹤扬帆起航321YYY 的打赏。大家打赏就打赏角色吧，粉丝值一样，而且能帮角色升级，开启新的福利。第71钱人民币眼，红薯的味道容易让沈父这种农村孩子回忆起童年，被勾起馋虫和乡愁的他刚要迈步过去，那边已经围上了一大群人，生意真的不错。咦，老大爷还支着手机，似乎是在直播卖红薯的过程。瞅瞅，卖红薯的都知道紧跟直播风潮，写小说的咋就这么老实呢？一群呆呆。沈父摇摇头，算了，还是不吃了，万一再把白珊珊招出来就麻烦了。沈父戴上墨镜，走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刚要把行李箱扔上去，突然箱子扣开了，红艳艳的100元大钞以万为单位落了下来。不远处买烤红薯的热心市民都看到了，沈父也推了推墨镜，瞅了他们一眼，然后淡定从容地把钱装进箱子里，扔进后备箱。其实那一刻他慌的一笔，自己不会被他们哄抢了吧？而买红薯的群众们也慌的一笔，不会遇到抢银行了吧？要不要跑？会不会被突突？打开车门，一股烤红薯的香味扑鼻而来。只见白烤已经摘了眼镜本体，正在啃着烤油油的红薯。烤！沈富刚要脱口而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改口：烤红薯好吃吗？烤红薯好好吃啊。老公，我们晚上吃什么？女人舔了舔嘴唇，沈富扶着额头，大意了，防不胜防啊。沈富系好安全带，没有立即启动，想退货。现在自己不需要一个吃货。再说吧，沈富认真地看着他，在想能不能退货。老婆，老公，白珊珊叫得很顺口，还把红薯递过来。你是不是也想吃啊？沈富摇摇头，算了，先回家吧。沈富没再说啥，白珊珊松了口气，后面买红薯的吃瓜群众也松了口气。想象中的扫射并没有出现，又是直立行走的一天。车上，沈富通过车里的镜子看着白珊珊，他已经飞快解决了一块烤红薯，正在翻味生纸，然后从车里翻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有厚厚一叠100元大钞。老公，车里怎么放了这么多钱啊？白珊珊的眼睛变成了人民币。沈富这才想起白珊珊还有一个都市鸡餐饮的广告邀约。哦，昨天你不是参加了那个最美吃相比赛吗？这是你第1名的奖金啊，一共1万块，我还说丢了呢，原来放在这里了，你收好吧。没想到我家右楚靠吃饭也能赚钱。右楚替换白珊珊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比赛结果，现在一觉醒来，自己就进账了1万块，顿时生出一种睥睨一切的豪情壮志。我钮祜禄珊珊也是能赚钱的。叶赫那拉皎月，你看到我的成功了吗？你见过这么多钱吗？应该是见过的，但我没见过呀。哈哈，你笑什么啊？沈父觉得他有点奇奇怪怪，赚钱了当然要笑啊，难道要哭吗？白珊珊理直气壮，并把钱塞进了自己的包包里。不过他又担心白皎月会贪图自己的巨款，想着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把钱藏起来，只有自己能取能用呢。他正想着，沈父又给了他一个惊喜。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啊，什么事啊？白珊珊一脸懵。沈父一句话就试探出，他把坎换走后，连手机都没看，第一时间就闻着味儿去买烤红薯了，真是痴心大过天。于是沈父仔仔细细把代言的事说了一遍，省得他自己说漏嘴。还是那个都市鸡啊，他们要从最美吃相的233个冠军里选一个做美食代言人，几个董事都很懂事，觉得你不错，想要6位数的代言费跟你签约，人家还等信儿呢。你要是没兴趣，咱们就把这件事回绝了。啥？6位数代言费？还有这种好事？1万块已经让他心花怒放了，6位数直接让他有了老娘拥有全世界的感觉。6位数只是吃米饭的话，能吃到右楚牙掉光吧？以后他就可以大方地说，这辈子家里的米饭我承包了。白珊珊几乎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直接就同意了。当然答应啊，为什么不呢？到时候你要拍广告和照片，工作不算很多，但会增加你的曝光度，没问题吗？增加曝光度影响我3口1头猪吗？沈父摇摇头，那就没问题啊。白珊珊催促，我们现在就过去签合同吧。沈父想了想，目前他手头有3件事要做：1. 代言合同；2. 见龙武；3. 把100万砸他脑袋上，让白总出来见我。想到白总来了，白珊珊这些事又要推迟，
所以还是先搞定他的事吧。沈父换了条路，又打了个电话，那就先去谈合同吧。沈父冲白珊珊微微一笑，我叫了蓝律师，让他帮着讲价。谢谢老公。白珊珊乐道，蓝律师是谁？那不重要了，要不是沈父在开车，他高低要给他一个爱的考拉抱。兰陵王律师是沈父在师大的学弟，也是沈先生公司的版权律师。以前他想跟着沈父学写网文，后来发现不是那块料，就走上了版权律师的道路。自从沈父成立沈先生工作室，他们就一直合作。兰陵王是个很有故事的学弟，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他养父姓兰，亲爹姓林，母亲姓王，简单3个字，写满了故事。兰陵王来到都市基这家分店门外，又过了10分钟，沈父也带着白珊珊到了。师兄，这里，嫂子也在啊。沈父上前，今天主要就是你嫂子的事。他把事情简单交代了一下。兰陵王是有些诧异的，他心目中的嫂子是夏国最高学府里的顶级学霸，性格温婉低调，怎么会接这种大言呢？当然，仅靠颜值，他肯定是值6位数的。沈父给出的理由是，你嫂子想锻炼一下自己，体验多样人生，9个人格，够多样了吧？或许这就是顶级学霸的独特思想吧。兰陵王如此想着，再次看到白珊珊，分店经理非常开心，但也不意外，那可是6位数呢，哪怕只有10万，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也不可能抵御这种诱惑呀。旁边那个拉箱子的好像就是她老公吧？上次见过。另一个戴眼镜的是干啥的？经理正想着，沈父的箱子扣又开了，第2次了，这玩意指定是有毛病。沈父无奈把地上那摊100万收了起来。不好意思，继续聊吧。这是我们的律师，跟他聊，今天忙活暖气的事了，第1次开通，比较麻烦，来来回回跑了几趟，不好意思了。不过肯定2更，上3江了，求点推荐票哈，晚上还有。第72。妈的，起高了，现在不是用餐时间，餐厅里没有客人，但工作人员也不少啊。现在都是手机支付时代，就算他们的柜台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啊。这看上去能有上百万了吧？那么大个箱子，起码200万，我出300万啊！看热闹的服务员被经理喝退，随即他有些为难地看向白珊珊，这显然不是缺钱的主，手上能拿着100万现金，卡上能没1-2千万零花钱。本来经理还想自己用最低价把事情谈下来，在上头面前邀个功，看样子不是10万20万能打发的了的。白小姐，我们京城的区域老总会亲自过来跟您谈代言的事，他已经在路上了，请稍等一下。翠花，沏壶茶。兰陵王跟沈父小声嘀咕了一下，师兄，我出去打个电话，这领域我不熟，打听一下行情。行吧。沈父摆摆手，他这师弟明明很强，却过于慎重了。喝上了热乎乎的茶，向来不挑嘴的沈父一下子就感受到了28800和普通茶叶的区别，云泥之别，有点喝不下去了。看来以后要保温杯不离手了。不过白珊珊倒是没什么感受，喝了2口，又开始翻起了菜谱，然后小声跟沈父嘀咕，其实他们这的菜一般般。废话，在这吃一顿100-200就差不多了，再怎么吃一顿也吃不了1000块，跟我请你吃的那些能一样吗？那晚上你请我吃什么呀？他竟然还没忘记这个问题。沈父嘿嘿一笑，你赚了钱，难道不应该请我吗？那我请你吃沙县吧。白珊珊诚恳道，好久不吃，有些想念炒河粉了。白幼楚，你什么时候这么葛朗台了？就不能吃我吃顿好的？沈父装出生气的样子。哎呀，这是我第1次赚，第1次靠脸赚钱啊！我想给福利院捐款，所以还是你请我吧。白珊珊认真道。幼楚其实一直在给他待过的福利院捐钱，这个沈父是知道的，估计白总捐的更多，但没想到白珊珊这个吃货竟然也有这份心。沈父忍不住摸摸他的狗头，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今晚还是我请吧。那我们吃什么？沈父，艺术烧烤。那是什么？到了你就知道了。接下来区域老总来了，兰陵王也做好了万全准备，开口就喊出了200万的代言费。白珊珊都惊了，拉着沈父掰手指头，不太确定道，那好像是7位数吧。沈父拍拍他的小手，让他听着就行。兰律师，这个价位太高了，白小姐毕竟是个素人，这200万已经是一个小明星的价格了。这位老总一口否决，这笔预算也就6位数，这是底线。兰陵王整了整袖口，那些小明星怎么能跟我的委托人白小姐相提并论呢？颜值这方面就不说了，大家都是有眼睛的。如果我没记错，都市基连锁餐饮是从川省走出来的企业，
主要市场也在川渝两地，对吧？是啊，但我们志在全国。那你知道白小姐是什么人吗？这位老总疑惑地看了看那个一脸憨态的白珊珊。有钱人呗，一副地主家傻闺女的样子。这话不能说，实话伤人。他摇摇头，为请教。兰陵王指着眼睛已经变成人民币的白珊珊道：白幼楚小姐，16年川省理科高考状元，考出了川省高考历史上的最高分，所有卷子只跑了1分。而且白小姐早在高考之前就已经被清华大学提前录取，更是哈佛、斯坦福等国际名校竞相争夺的对象。当年关于她的报道可谓不胜枚举，至今川省仍有高考拜碟仙的传统，你们可以查查吗？啊！对方完全看不出白珊珊像是能考状元的材料，高考又不考8大菜系。区域老总对分店经理使了个眼色，对方马上开炸。兰陵王的话还没完，我的委托人从清华毕业后从事金融行业，是建行重点培养的储备人才。如果你们关注短视频，应该看过建行女侠的视频，2次热搜让她名气大涨。这其实都是建行对我委托人重点栽培的体现，是建行推出来的形象代言人。她现在还年轻，蹿升速度很快，以后说不定就是建行高层角色了。贵公司想要继续扩张开分店，成为中餐连锁的 Top 1，肯定少不了要跟银行打交道吧。言下之意，贷款农小得罚。听到这，区域老总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兰陵王再接再厉，现在他一时兴起，想要为家乡的企业做个代言，说到底是情怀作祟。以后等他高升了，你以为还有这种机会吗？区域老总的已经彻底跟着兰陵王的思路走下去了。现在自己不是在签约一个代言人，是在投资建行未来的行长啊。这时分店经理已经过来了，跟区域老总嘀咕了几句。对方说的一点不假，这个看上去憨憨的，吃饭倍儿香的姑娘，竟然真的是一代传奇学霸。另外，网上那个建行女侠也是她，竟然还会功夫呢。可惜他们是都市鸡，不是真功夫。区域老总彻底折服了。兰律师，100以上超过了我的权限，我需要跟上面请示。如果要走流程，恐怕3、2天下不来的。沈父没想到对方竟然没有继续讲价的意思，似乎觉得200万签了个保。沈父现在算是知道自己那些版权是怎么卖出那样的高价了。兰陵王有一套的，因为对方提到请示和流程的问题，兰陵王跟沈父出去商量了一下。沈父的意思是，钱不钱的无所谓，让白珊珊感受一下赚钱的乐趣就好了，给他那么多钱也没啥用，尽快搞定吧。钱多钱少我不在乎，因为再过几天的话，自己身边还不定是谁呢。拍广告只能让白珊珊上。兰陵王有点为难，我都讲到200万了，你再让我讲下来，早知道就不起那么高了。不过这也难不倒兰律师，他重新坐回谈判桌上。张总，我的委托人毕竟是体制内的人，身份敏感，搞出几百万的代言费也不合适。我觉得就按你说的，6位数就很合适。99万如何？啊？对方有点懵，哪有往下砍价的？这里面肯定有诈。果然，兰陵王还没说完，但是相应的履行义务也要降低，不能真把我的委托人当成一般的小明星那样使唤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只拍一组美食写真，让贵公司张贴在自家店面用以宣传，而且代言时间只有1年啊？这不行啊，这跟我们最初想的不一样啊。但我们降低了代言费啊。然后就是一番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代言费还是99万，时间还是1年，但不能只拍平面广告，还要拍一段视频广告。拍完这些，白珊珊就不用再干别的了，不需履行其他代言人义务。99万到手。沈父的意思是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拍吧。啊，这现在联系广告公司也来不及啊。沈父哈哈一笑，我来联系。第2更总算没有超时。第73早生贵子，感谢车阳的忧伤，书友2017042115183775的签赏，感谢明哥187对白珊珊的支持，感谢扬帆起航321YYY 口胡橘子皮白羽 OO， 书友202008261047357798龙虾的宝贝时光甜仙岁月风华雨果的打赏。第74食神珊珊，沈父怔了一下，随即笑道：原来是给你哥介绍对象啊，要不然呢？你以为我要给你拉皮条啊？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幼楚嫂子是我偶像？沈父拍着天鹏的肩膀，鹏鹏，你长大了，不再是那个穿开裆裤的小屁孩了，能在自己多吃多占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还想到你哥，我很欣慰。父哥，欣慰归欣慰，开裆裤这事咱能不提了吗？说着他的眼睛瞟向一个吃饭的美女，还飞了个眼。沈父算是知道他为什么上赶着帮忙了，
你先收敛一下，你的心是好的，可你真觉得你哥能降服大洋马？我看那个娜塔莎1.7米多呢，比你哥还高吧？1.75米，比我哥高3厘米，正好改良一下我们家的基因。沈父担心道：“我是说，他连本土的都搞不定，第一次谈恋爱就上西餐，就不怕他落下什么心理阴影？”父哥，这你就不懂了。朱天鹏很有经验道：“我哥为什么至今还单身？就是因为他这人又闷又不主动，读书都读傻了。而他身边的那些女性基本也都是搞学术的，跟他一样闷。这话没错吧？”沈父点点头。但娜塔莎就不一样了，她一心想在咱们中国嫁个有车有房有地方的成功人士，活泼热情主动就不说了，而且特别洁身自好，我都调查清楚了才敢介绍给我哥的，正好让我哥感受一下来自西伯利亚的热情。没文化，乌克兰跟西伯利亚不沾边的。等一下，沈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哥要买房了，学校给分配，当然自己也要拿点钱，不过他那个专利挺值钱的，买套房问题不大。大学老师真好，除了不发老婆，啥都发。天鹏羡慕的摇摇头。这下子沈父没话说了。娜塔莎虽然不是绝色美人，但处于颜值巅峰的她绝对能秒杀在场绝大多数女顾客，远在平均线以上。关键身材碾压，腾哥喜欢种葫芦，没准就好这口呢。沈父之前就说过，很多书呆子就是闷骚，朱腾也不能免俗。以前沈父和张三偷偷看少女小白的时候，腾哥也曾用渴求的眼神瞟过他们。那行，你去忙吧，我进去帮帮你哥。父哥，答应我别帮倒忙，记得一定收敛一下你的魅力，我这么靓仔都不敢跟你走一块，太他妈耀眼了。天鹏能在公司做到现在总经理的位置，靠的就是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沈父想了想，有道理，那我跟你一起跑堂吧。那还是别了，我想当最帅的跑堂人。两人在外面这么久，而且一根串都没上，白珊珊受不了了，出来问：“你们俩干嘛呢？”沈父笑笑：“我们想去后厨看看呢。”白珊珊立即没了怨气：“好啊好啊，一起吧，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吃啊？”哎呀，人家对后厨那种地方也很好奇嘛。白珊珊推着沈父，沈父拗不过他，就跟他一起来到了后厨。结果到了地方，却发现气氛有些严肃，两个人正在收拾地面。张三正劝他晴姐别生气。苏晴今年35岁，比张三大7岁，跟沈父又处的年龄差一样，人很漂亮。以前是在5星酒店做大堂经理的，跟张三在一起后，凭两人的积累开了这家店，可以算是投入了全部。沈父感觉来的不是时候，但既然来都来了，还是问了一句：“三哥，晴姐，怎么了？”张三叹了口气：“咱们的招牌黄金烤翅，你们可能是吃不上了。”啥？白珊珊急眼了：“我看你们这里卖相最好的就是那个黄金烤翅了，没得吃吗？那不是还有鸡翅吗？”张三：“鸡翅管够，但调料出了问题。”苏晴压着怒火过来解释：“黄金鸡翅的酱汁是独家配方，需要跟上游商家购买，为了保证新鲜，都是1天1送。原本的酱汁调料是绝对够用的，结果被他们两个毛手毛脚的打翻了，不能自己配吗？”白珊珊瞅了一眼：“我看你们这里什么都不缺啊。”哇，连蜂蜜都有。苏晴觉得天才学霸似乎也有脑子不好使的时候，但还是耐心解释：“这是秘方，我们的黄金烤翅卖这么贵，主要就是因为调料非常昂贵。不仅我们，很多高端烧烤都是用的这家，肯定是没法自己调配啊。如果能把秘方破解，我们也就不至于花这冤枉钱了。”白珊珊想了想，问道：“一点都没剩吗？”张三看了看：“哦，还剩一点，应该能做2串。马师傅，麻烦你烤2串。这是我兄弟和兄弟媳妇儿。”马师傅动作有些迟缓，还没动手，白珊珊就走过去抢过了最后剩下的一点酱汁。“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只见他在自己手背上抹了一点调料酱汁，然后舔了一口。沈父心中呐喊：“卡哇伊塞！”然后白珊珊闭上了眼睛，其他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什么人啊？美人呗。怎么的？难道还想破解这秘方吗？这怎么可能？听说好多烧烤店用分析仪器都破解不了，里面的配料就那些，关键是配比，否则配出来也不是正宗的味儿。张三也碰了碰沈父：“你媳妇儿干嘛呀？她上的清华，不是新东方吧？”沈父也纳闷儿，他是吃货，又不是食神，难道真能分析出调味料的配方？就在这时，外面忙活上菜的朱天鹏进来道：“哎呀，怎么黄金鸡翅不让点了？这不是招牌吗？”客人们都表示不满了。苏晴急了：“小朱，麻烦你们大家解释一下，后面不卖黄金烤翅了，我们
卖？干嘛不卖？白珊珊睁开了眼，喊了一声：“白醋！”没人动。沈父动了，帮他递了过去。还要什么？白珊珊在盆里倒了一些，又道：“蜂蜜，给。辣椒粉。”一开始沈父还能找到，后来苏晴也加入了一起找各种调味料的行列，因为他从白珊珊脸上看到了不动如山般的自信，而且那个盆子里慢慢出现了熟悉的酱料味道。最后白珊珊拍拍手，大功告成，开始吧，我都饿了。后厨宗师马师傅看了一眼，皱眉道：“年轻人，这颜色不一样啊，有点暗。”白珊珊解释道：“当然了，又没加色素，另外我改良了一下。师傅，你烤的时候记得要比以前时间短一些，否则看上去会显得有些焦黑。味道没差，但会不好看。大家多多互动，多多评论啊！出圈指数快升级了。第75，到底谁是精神病？”听完白珊珊的话，马师傅看了苏晴一眼后，开始了他的表演。很快，在大家怀疑的目光下，烤鸡翅的香味开始扩散出来。后厨不少人在窃窃私语：“就是这个味儿。”沈父拉着白珊珊小声道：“原来你厨艺这么厉害啊？”“哪有，我就是对味道比较敏感。”白珊珊实话实说，她真的没做过饭，她只是拥有逆天的味觉和嗅觉，还有一些想象力，可以根据现有的调料味道逆推出调料最初的样子，再加上无敌的吃货经验，可以告诉厨师该怎么做才能保持食材的最佳状态。无他，唯嘴熟耳。沈父看白珊珊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敬佩，无论干什么能做到极致都是行业翘楚，白珊珊简直就是吃货盟主啊！马师傅一共烤了2串，完成后分别递给苏三 CP 和沈白夫妇。白珊珊兴奋地吃了一口，不错，可惜没文化，只能感慨一下不错。沈父倒是有一肚子形容词和排比句，白话古文应有尽有，可是白珊珊似乎没有给自己吃的意思，他忍不住拍拍老婆的肩膀：“给我留一个，留半个吧，信不信我从你嘴里抢啊？”“那给你一个吧，好吃吧？”白珊珊眼巴巴瞅着沈父，沈父啃了半天，咀嚼良久，最后憋出一句：“牛逼！”苏晴和张三吃完之后也赞不绝口，尤其是苏晴，亲自盯着烧烤店的她，对这招牌烤翅的味道是非常熟悉的。用白珊珊这款调料烤出来的鸡翅，在味道上竟然更胜从前。虽然味道风格还是从前的，但对味蕾的刺激似乎还要强上一筹。吃完之后让人久久回味，只想再来一串。或许这就是改良后的效果吧。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之前并不太熟悉的沈太太，可能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吧。只是大专毕业的苏晴对清华学霸不禁有些崇拜起来，自己当年怎么就没上清华呢？苏晴也是吃过各种5星级酒店和米其林餐厅的老饕了，这家网红餐厅也绝不仅仅是靠装修风格来吸粉，装修这块由张三负责，烧烤口味有他把关，虽然价高，但绝对值得。但现在苏晴觉得以前不值得，只有配上这款全新的鸡翅，这才值得。马师傅迫不及待又烤了一串，然后火急火燎地吃了起来，一边吧嗒嘴一边问：“年轻人，这调料的配比你还记得吗？”“记得呀。”“醋药。”“等一下。”苏晴突然拉住白珊珊：“小白，你跟我上楼，来我办公室一趟。”“干嘛啊？”“把配方写下来。”“可是我还要吃。”苏晴又道：“顺便商量一下这个配方的价格。”“马师傅，麻烦这个，这些都烤几份送到我办公室。还有，黄金鸡翅敞开了供应，听到既能赚钱，又有的吃。”白珊珊顿时顺从无比。“好的呀。”沈父也想跟上去，张三拦住他：“你上去干嘛？人家清华学霸比你会谈生意，我跟你说这个配方的价值大了去了，晴姐肯定要拿到手。我是让他别要钱，都是自己人，那样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你让我画封面，我收没收你钱？”沈父斩钉截铁：“没收。李老头帮你找大师题字收不收钱？”“要收的。”“对喽，咱俩是兄弟，当然不收钱。他们又不熟，关系一般，谈钱不伤感情。”张三拉着沈父：“让小白上去也好，要不然我有点担心你晚上要跪键盘了，毕竟你家键盘那么多。”“什么意思？你看那是谁？”张三指了一下排队长龙的尾巴上。沈父哎呀一声：“苏姐。”张三一头问号：“苏姐，你还有别的相好？”不过很快沈父就看到苏玉清身后趴着一只龙舞，原来张三是让自己看他。以沈父和龙舞的关系，他的哥们儿都认识龙舞，并以为两人是恋人关系。张三道：“
现在该怎么办？我这里实在没有别的包间了，要不就给他安排一下了。如果让他在外面，等会儿肯定要跟你碰上面。沈父拍拍张三的肩膀，兄弟你多虑了，让他跟我们一个房间就可以了。啊，确定没问题？问题不大。说着，沈父朝那边走了过去。此时龙武正在跟苏玉清苦苦哀求，师姐，要不我们还是去对面吧，那里不用排队，我真的又渴又饿啊。苏玉清安慰道，坚持一下，我这里有一袋话梅，你可以望梅止渴呀。龙武在地上画着圈圈，那我还是画饼充饥吧。苏玉清给他打气，听说里面特别漂亮，跟艺术展似的。我跟你讲，这波绝对不亏，那我可以去看艺术展啊。吃个饭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高档餐饮场所都这样的，这个你比我懂啊。苏玉清伸着脖子道，就是不知道里面需不需要茶叶。龙武痴痴笑了，你可拉倒吧，烧烤店怎么可能需要你那种高档茶叶？苏玉清反驳，我那里也有中低档的呀，前不久刚刚卖出一份28800的，也不算很低啊。苏玉清，重量是你那份的5倍。龙武，哦，那确实差点意思。说起卖出的那份茶叶，苏玉清想到了沈父说起的那个病例。小武，诊所最近有没有接待多重人格的病例啊？苏姐，你也是干这行的，你觉得我会说吗？苏玉清摇摇头，通常来讲，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有的话就是我不能说。龙武平静道，通常是那样没错，但我是专业人士，没有也是不能说。两人正互相试探着，沈父出现了。小吴姐，苏姐，好巧啊。沈父，两人异口同声，然后互相看了一眼。认识，我在苏姐那里买过茶叶。小武是我大学同学。沈父呵呵一笑，明知故问，你们也认识吗？对啊，我们是研究生师姐妹，也是闺蜜。龙武解释，这一店是张三的，正好我们包间还有空位置，就不要排队了，一起吃吧。那个画画的张三啊，不从事艺术了。龙武还记得沈父这个发小，进来再说。还有几个朋友，不要介意。还有朋友？苏玉清立即想到沈父之前说的那个有9重人格的朋友，一进包间他就开始打量，会是谁呢？书评区那个同人小故事征集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啊！拿出了19000点币作为奖励，字数200以上就可以了。感觉这部本可以填充的同人情节太多了，比如幼楚和熊猫在山上，比如珊珊以前跟沈父吃饭，比如楠姐第一次醒来，比如白子兔诱惑沈父。这钱大家要是不赚，就退回去了。截止到月底哦，第76钱了。朱天鹏出去撩妹了，包间里只有万子谦、朱腾以及娜塔莎。刚刚氛围有些微妙，娜塔莎向朱教授暗送秋波，朱教授只关心菜单上那些蔬菜是不是绿色有机的。万子谦都想出去了，感觉自己走哪都是电灯泡。幸好这时老舅回来了，只是老舅回来又带了2个女人，其中一个没见过，另一个他认识啊。初次见面时，万姐还是一枚初中生，来京城看望老舅，顺便去看看自己未来的母校长啥样，然后就被这位漂亮姐姐给安排了。在京城那几天，龙武带她吃带她玩，虽然他没什么见识，也知道吃住都相当不菲，少说也花了上万吧。那时候万子谦心里就在想，老舅终究还是走上了凭美色一步登天的捷径。他那时没有失落，只有欣慰，毕竟未来小舅妈真的很漂亮，也很大方，他给的实在太多了。然而当他回家把这件事跟老妈和姥姥汇报之后，2个女人立即给老舅打电话求证，而老舅给出的回复是，他就是个普通同学，我们清清白白。当时3个女人都以为沈父就是害羞，不好意思承认。然而等了4年，沈父都没有把女朋友带回家，QQ空间里也没有恋爱的蛛丝马迹。问他有没有谈恋爱，就说小说还没写完呢，谈什么恋爱，没空。等4年之期一到，堂堂北师大高材生，在网上也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竟然选择去西江支教。一晃又是2年过去了。这2年期间，万子谦考上了清华，并在清华园偶遇了研究生龙武。当他询问龙武是不是跟舅舅分手了，龙武淡然一笑，都没有在一起，又谈何分手呢？然后过了半年，龙武就去了米国做交换生，听说还在那边读了博士，之后就再没他的音信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结束了支教，又满世界转了一圈的老舅带着一身风花雪月的故事归来。当他终于想到自己还有个外甥女，并出现在清华园时，对万子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恋爱了，女朋友是你们寝室那个白幼楚。对了，她有男朋友吗？然后就是一段长达1年多的艰难追妻之旅。万子谦从中借鉴了很多桥段，用在自己的书里，
万子谦正走神呢，龙武在他眼前晃了晃。小芊芊，不认识了？啊，小五姐，你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我就是有点意外，万子谦结结巴巴，主要是想到沈父和幼楚的婚姻该不会出什么状况了吧？必须要承认，龙武是很有魅力的成熟女性，幼楚那丫头太嫩了。她这反常表现落在苏玉清眼里，立即把她列为头号嫌疑人。沈父给苏玉清介绍了一下，这是我外甥女万子谦，著名作家万子千红总教春就是她。哎呀，我看过你的小说。苏玉清顿时激动，作者可是精神病的高发人群，有空来我茶室坐坐。两人寒暄一阵，沈父又道：“这位是农大的朱腾朱教授。”朱腾扶了扶眼睛，父的，这位是来自乌克兰的国际友人喀秋莎。老板，是娜塔莎。我说多少遍了，你咋老是记不住你？仇人。娜塔莎一口的大碴子味，像是在炫耀自己的中文成果。最后沈父道：“外面那个忙活的光头是这家店的老板张三，店是他跟女朋友一起开的，女朋友经营着，他本职是个艺术家，这家店的装潢就是他一手设计的，另外兼职在央美教书。艺术家啊，难怪这店太美了。”苏玉清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外面，艺术家里容易出精神病啊，难道是他？退役心理医生正想着，龙武看向沈父：“跟我出来一下。”干嘛啊？有事问你。龙武使了个眼色。沈父起身了。朱腾怕怕道：“小父，你快点回来，同时跟3个美女在一个房间，而且只有自己一个男的，他很少有这种经历。”万子谦也很担心。老舅，你可不能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啊。门外，龙武问：“考儿呢？你不会把他一个人放家里，自己出来玩吧？”我是那种人吗？他也来了。哪儿呢？哦，现在不应该叫白考，是白珊珊来了。啊，又切换了。你记下时间了吗？都记着呢。下午3点钟，路边烤红薯的味儿把他招来的。沈父道：“现在人在楼上呢，等吃完饭我再让他跟你聊。”见沈父情绪不高，龙武安慰道：“你别急，等我们找到幼楚出现的规律，再针对性的找办法。我最近一直在联系米国的同行，听说在人格分裂领域又有一些最新进展，要相信科学。”沈父点点头。这时天鹏端着一盘子各色烤肉过来，沈父接过：“好了，开吃吧。”朱天鹏看到龙武，顿时眼前一亮：“父哥，这位是？”沈父是一位高段位玩家，你小子还是去新手村混吧。好嘞。朱天鹏转身就走，冲一位美女顾客眨眨眼。他最大的优点除了诚实，还有听劝。楼上，白珊珊把配方比例写了下来，满满一张纸，竟然都记得住，可见在多重人格中，即便不以智商见长的吃货，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苏晴再次提高了对顶级学神的敬意，然后白珊珊就开始暗示，是不是可以聊一下秘方价钱的问题了？他要求不高，比1万块多就可以了，毕竟是沈父的朋友的朋友嘛。然而苏晴却表示不急，先吃，吃完再聊。很快，黑胡椒波士顿龙虾、香烤小牛排、香烤鱼等硬菜一一端了上来。哎呀，这么多啊！那我不客气了。白珊珊开吃了，苏晴不吃，只是看着，然后时不时问了2句：“这个味道怎么样？好吃？”还是那2个字。那你知道都撒了那些调料吗？白珊珊叭叭叭就把苏晴心中的那些不传之秘说了出来，听得他眼皮直跳。神了，神了！苏晴又虚心请教：“那小白你觉得还有什么改进空间吗？”就说这个鱼吧，你们的刷的酱很不错，但可以再稍微稀释一些，这样鲜味可以释放的更多。白珊珊说了一句，问道：“对了，有辣椒吗？”这是办公室，自然是没有的。苏晴调侃道：“好像沈老师不爱吃辣吧？你就不怕回头亲亲的时候辣到他？”突然，白珊珊灵光乍现：“哎呀呀，怪不得他不让我吃辣，原来是想跟我亲嘴啊！”沈父表示：“浅了，你想浅了，出圈指数就差一点互动量就能升级了。大家多多吐槽，多多本说啊，养成良好的本说习惯。有槽点要吐，没有槽点创造槽点也要吐，干就完了。”第77初吻，想到那种可能，白珊珊脸上红了一阵又一阵，最后憋出一个问题：“苏姐，你们这里有臭豆腐吗？”啊，这个还真没有，不过你提醒我了，不知道烤臭豆腐能不能成功。苏晴琢磨着，白珊珊点点头，驱散了那些烦心事，专心吃。她感觉苏晴要跟自己砍价，
先用这些吃的哄着自己。算了，想砍就砍吧，只要把肚子吃饱了就不亏。苏晴明显低估了白珊珊的食量，即便来前吃了一块红薯，一份都市鸡套餐，但刚刚这些依然被她吃得精光。她苏晴可是一口没碰。白珊珊摸着肚子，今天就到这吧。苏晴也不敢再上菜了，怕把她吃出问题来。现在该谈正事了。苏晴一本正经道：小白，你有没有想过入股苏三烧烤？啥？就是字面意思。你也看到了，我们的生意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的菜品也都有很高质量，但我觉得菜品的质量还可以再提高一些，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了。原来苏晴是看中白珊珊这神一般的舌头，她希望通过白珊珊提升苏三烧烤的品质，打造味觉壁垒，提升本店的综合竞争力，然后把分店开到全世界。为了把这等人才留住，她不惜拿出股份。白珊珊一下子就心动了，自己果然棒棒的，不仅能代言，还能当股东。她问了一句：那能给我多少股份啊？5%。苏晴有些肉疼道：你不需要付出任何金钱，只需要来店里吃东西，改良菜品配方，这5%的公司股份就是你的，你将成为我和张三之后的公司第3大股东。其实苏晴还有更大的野心，就是带着白珊珊去其他同类或非同类饭店吃东西，包括但不限于是烤肉、火锅、麻辣烫、日料西餐，然后打造一个饮食帝国。这么一想，好像5%有点少了呢。如果白珊珊觉得不合适，股份还可以再谈。好啊，好啊。然而白珊珊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她觉得自己赚钱就是为了能自给自足，用自己的钱消费美食。如果能成为这个股东，那岂不是又能赚到钱，又能免费吃到美味，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换成白总，这件事可能会很复杂的。他会把白珊珊的能力利益最大化，起码要把对方的投入问清楚吧。但白珊珊就简单多了，钱不钱的，够吃就行。等一下，白珊珊突然又道：怎么了？苏晴有些紧张，并做好了提高股份的准备。白珊珊不好意思道：我要跟老公商量一下。苏晴松了口气，本该如此，今天回去你和沈老师好好商量一下，不急着答复，或许可以等我们第一天的销售额和盈利出来之后再做决定。他相信今天的销售额肯定爆棚，到时候那个数字会让白小姐更加坚定的。出了办公室，白珊珊上了个洗手间，确定没人后，在格子间里录了个视频，把自己即将成为股东这件事炫耀了一下，还有那100万的事。最后特意晃了晃自己的银行卡，现在我也有自己独立的银行卡了，密码就不说了，知道的都知道。直到现在，他才有空看前面的视频。右楚说了那1万块和代言的事，白坎儿讲了一下自己关于黎曼猜想的一些最新研究。珊珊看到一半就关了，什么啊？听不懂，感觉不像是中国话。于是他错过了最后白坎儿说的：哦，还有，沈父都知道你们了，而且还看了心理医生，你们也要看的。吃饱喝足的白珊珊跟苏晴下了楼，回到包间，这边也吃的差不多了。苏玉清话最多，各种套话。现在他觉得那个叫朱天鹏的青年最可疑，因为他一会儿自称朱天鹏，一会儿又叫自己牛大鹏，感觉这是2个人格在无缝切换啊。这时白珊珊、苏晴进来了。苏晴笑呵呵道：沈老师，人我给你送回来了，我真的太喜欢他了。沈父笑着拉过白珊珊的小手，我老婆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走到哪都吸粉。苏玉清打量着白珊珊，确实漂亮，眼睛里有光，一看就不是精神病。至于已经被他排除嫌疑的万作家，此时眼睛一转，对白珊珊道：小舅妈，你看你老公眼睛里是不是有什么怪怪的？有吗？白珊珊凑近一些，沈父也摸着自己的眼角，然后万子谦随手在白珊珊背后一推，按照2人的身高差，踮脚的白珊珊嘴唇刚好碰到沈父的唇。万子谦洋洋得意，右楚这丫头哪懂得在情敌面前宣示主权啊？不还是要靠自己这个电灯泡助攻。虽然龙武很有钱，但友谊是无价的。白珊珊现在的脸都红了，她没吃辣，纯粹是羞的。这算是自己的初吻吗？没伸舌头应该不算吧。2人的嘴唇碰撞之后一触即分，同样是右楚的身体，但却给了沈父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有种牛肉混杂着海鲜的味道。他其实也是有些不好意思的，但还要佯装镇定，训斥万子谦：都多大了，幼稚不幼稚？万子谦耸耸肩，表示为了闺蜜，这个骂名他背了。而喝了点酒的娜塔莎则咋咋呼呼道：老板老板娘，你们太恩爱了，我啥时候才能遇到我的命中注定啊？时间不早了，今天的饭局就到此为止，
朱天鹏教育他老哥：“哥，你没喝酒，送一下娜塔莎吧。”朱腾似乎不太情愿，是没喝酒，但现场的气氛让我有些微醺。沈父看出来了，娜塔莎对这位大学教授很满意，于是也劝：“少扯淡，让你去你就去，难道还要让我这个老板亲自送他？”又不顺路，朱腾嘟嘟囔囔，却不敢再反驳，连张三也冲他怒目而视了。龙武看向苏玉清：“苏姐，你怎么走啊？”苏玉清看了一下手机：“我家涛涛已经到外面了，我就先走了。”众人把他送出去，就见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停在外面。苏玉清上了车，龙武看到里面有一个戴耳钉、涂眼影的中年大叔。黎涛老师，够拼的啊！沈父没看清对方的脸，只看到了朝气蓬勃的穿搭，似乎是个小年轻，不禁纳闷：咦，苏姐换男朋友了吗？大家多多推荐，多多点赞黑色红心啊！右楚拜托大家了。第78，我不干净了。知道隐情的龙武嗨嗨两声：“好啦，咱们也回家吧。你前面开车。”沈父疑惑的了一声：“龙武，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去你家做客吗？今天我有空。”一听这个，万子谦急眼了，难道自己的猜测要成真了？小吴姐想要夺回师弟，可自己终究只是晚辈，于是推了推小舅妈，把她推到沈父身边。白珊珊会错了意，忙做出贤妻模样：“欢迎欢迎啊！”沈父明白过来，龙武是要在自己家完成问诊。右厨，你上龙武的车吧，给他指路，我在前面带路。秦姐三哥，走啦！龙武，白珊珊听到这个名字，总算想了起来，这不是白总去找的那个据说要跟右厨抢男人的心理医生吗？就是他啊！想到这个女人跟沈父以前可能有什么，白珊珊就酸酸的，替右厨酸的。他竟然还敢去自己家，怎么？车头上有个牛你就真牛了呀？白总都敢打上门去，难道我白股东会怂？上车就上车，老公，前面带路。说着，白珊珊踮起脚尖，故意在沈父嘴上亲了一口，替右楚宣示主权。刚刚是万子谦故意为之的意外，这次是真的被白珊珊主动亲了一口。沈父心里有些慌，我不干净了。白珊珊不对劲啊，她老想亲自己干嘛？而且真的没有吃辣，这么听话的吗？妈呀！晚上自己一定要把门锁好。茫然间，车子启动，前面保时捷，后面兰博基尼。烧烤店门口的苏秦对张三感慨：以前看到这种豪车，我都不敢妄想，现在我敢想了。张三搂着苏秦：放心，豪车会有的，豪宅也会有的，不过前面那辆想想就行了，后面那辆车1000万呢。不，后面的我也敢想了。苏秦坚定道。张三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但苏秦自己知道，是白右楚给自己的。兰博基尼车内，龙武笑道：我再介绍一遍吧，我叫龙武，是沈父的大学校友。我知道，现在是心理医生吗？我们见过的。白珊珊心想，幸好自己看了白总的视频。龙武点点头，上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吃的什么还记得吗？我忘了。白珊珊心虚道，连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都不敢聊。提醒一下，上次你吃的是麻辣。龙武故意只说一半。麻辣鸡丝。龙武摇摇头。麻辣德子。龙武，那是什么鬼？没什么。白珊珊烦躁道，我不记得了，我记性很差的。好啦，不说这些了。龙武笑容更盛，这是个好对付的。不过对方似乎有些怀疑了，开始闷头沉思。龙武也不再言语，等到了家里再跟这丫头交手。车里沉默了好久，快到紫金院的时候，白珊珊突然叫了一声：麻辣小龙虾对不对？龙武被吓得一激灵，差点跟前面的保时捷追尾，幸好沈父老司机，向前猛地一窜。龙武苦笑道：你刚刚脑子里是不是闪现了好多种麻辣开头的美食？是呢，想着想着又饿了，要不夜宵就吃麻辣小龙虾吧。白珊珊感觉自己又猜错了，并试图用这种方式蒙混过关。龙武果然没有再问自己那次见面吃了什么这种话题。再说吧。下车后，白珊珊就一直拉着沈父的手，想用这种方式证明沈父跟右楚的恩爱。等进了家门，看到还不到100平米的客厅，龙武不禁为网文作家艰难的生活环境感到痛心疾首。这么多年了，这个行业还是这么艰难啊！而且客厅已经这么小了，竟然还安装了很多健身设备。粗略扫一眼，起码10几种。家里都没有专门的健身室吗？这些应该都是给白胜男准备的。健身达人啊，难怪右楚身材那么好。此刻龙武瞅了一眼白珊珊，他正好松气，肚子鼓起一块。龙武，当我没说。
白珊珊被龙武看得不太自在，挎起沈父的胳膊：“老公，我们带小吴姐参观一下咱们家吧。”龙武：“这么一丁点参观什么？”沈父抽出胳膊：“我还要码字呢，你们聊吧。”说完，他按照心理医生的规矩，把地盘留给龙武和白珊珊，将自己封印在书房里。等沈父拉着行李箱进了书房，龙武也拉着白珊珊的胳膊坐下：“我们聊聊吧。”聊什么？白珊珊有些抗拒。龙武：“聊一聊，作为副人格，你主动亲吻主人格的丈夫，你是怎么想的？”听到这话，白珊珊噌地站了起来，有些紧张地看着龙武。毕竟这件事，幼楚除了他那个已经过世的云老师外，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过。别紧张，我跟幼楚聊过，也跟白考聊过，我没有恶意，只是幼楚此时面临一些困境，我希望对你们的情况多一些了解。真的，我知道在幼楚第一次进孤儿院的时候，他患上厌食症，是靠着你救了他的命。另外，我还知道白皎月、白胜男，你的双胞胎姐妹白喵喵。我能说出这些，足以证明我跟幼楚是真实的医患关系。他把一切都跟我坦白了。白珊珊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他坐了下来，恳求道：“那你不要把那件事告诉幼楚好不好？”“什么事儿啊？”“我主动亲沈父那件事啊。”白珊珊急眼了：“这么大事，你忘得这么快吗？”龙武好笑道：“你真喜欢他呀？我才没有呢，我是演给你看的，省得你打幼楚老公的主意。”白珊珊忙解释：“放心，我对你的兴趣比对沈父大多了。”龙武笑嘻嘻道：“我需要录音，因为回去后还要整理病患资料。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白珊珊举手道。龙武猜到他的问题了，抢答道：“沈父已经都知道了，不是这个，我就想知道，那天幼楚到底吃的什么？”龙武愣住了，呆呆道：“麻辣兔头。哎呀，我怎么忘了麻辣兔头？那可是幼楚老家的特产啊。”白珊珊拍着脑袋懊恼道。突然，他怔怔地看着书房方向。什么？他知道了。对不住了，更新晚了。明天阅文在海南开作者会，几乎全部大神作者都去，可能还要做核酸检测，所以明后2天可能无法准时更新。哦，老佛，我不去，也没人叫我去，我就是最近搬家，有点忙。嘎嘎嘎。第79采蘑菇的小姑娘。龙武点点头，他都知道了。作为病人的丈夫，他有权知道实情。白珊珊喃喃道：“遇到这种情况，他竟然没被吓跑。”龙武，其实我是有些替他担心的。之前他就有过被白胜男伤害的先例，但他受伤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回莫名离开的白幼楚，他从没把幼楚当成病人，当成爱人就不会怕了。白珊珊点点头，突然一阵脸红。那刚刚自己主动亲了他会怎么想？该不会把自己当成白子兔那种花痴了吧？珊珊，龙武打断白珊珊的臆想：“现在可以聊了吧？从哪开始呢？”“就从你第一次拥有意识开始吧。”龙武提示道。“第一次啊？”白珊珊想了想：“好久好久了，那时候我在山上，肚子好饿，然后就在山上采蘑菇。”“山上？”龙武发现了盲点：“是幼楚7岁发大水那次吗？”“山下好多水，还有好多鱼从我面前经过。”白珊珊回忆道：“青草连拥，寄回刀营，可惜我没往。”龙武打断白珊珊关于长江鱼类的回忆：“后来呢？”接着采蘑菇说：“白珊珊，后来我就成了采蘑菇的小姑娘。”龙武咬牙道：“再然后我就吃了蘑菇，眼前一黑就过去了。等我下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孤儿院了，瘦的没个人样。幸好吃的管够，就是不太好吃。好多小朋友都是看着我吃不动手，应该是不喜欢吧？”“龙武，你确定不是因为抢不过你，所以白珊珊比幼楚以为的出场时间还要早一些？”龙武又问：“那么你在山上的记忆里有熊猫吗？”白珊珊疑惑道：“没有，绝对没有，那个国家不让吃吧？”龙武，看来白珊珊只是在山上短暂出现过后，然后就因为误食毒蘑菇被切换掉了。龙武有理由相信，白幼楚在山上度过的那半年多时间，除了白珊珊，肯定还有其他人格在使用身体，要不然以她一个7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下活下去？幸好之后白珊珊没再出现过，要不然几条命够她吃的呀。接下来白珊珊能够提供的信息就比较有限了。当白幼楚度过孤儿院的厌食阶段后，白珊珊出现的次数开始减少，每次都是遇到大餐才出来吃她个滚瓜溜圆，让从小瘦小的白幼楚保证了青春期的营养供给，没有变成柴火妞。说实话，
沈父和幼楚拥抱的时候，中间那么大的间隙都要归功于白珊珊。接下来龙武又聊起一个话题，白喵喵跟你是双胞胎姐妹对吧？对啊，她是我妹妹白珊珊，昂首挺胸道。为什么你们是双胞胎呢？龙武问。难道就因为你们的名字是 App？ 因为我们一样大，出生日期都一样。而且，白珊珊顿了顿，而且她见过的人，我会认识；我做过的事，她也知道。龙武神情一震，所以你们的记忆是共通的，部分共通。白珊珊缩缩脖子，担心今天发生的事会被喵喵那丫头知道。反正我们两个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陷入沉睡的时候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我身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他就是喵喵，我们可以交流。龙武有些振奋，以前他接触过的多重人格中也存在兄弟姐妹的关系，但双胞胎还是第一例，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这样奇特的运行机制。那你和白喵喵还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龙武又问。没有了，白珊珊坚决摇头，我们三观不合的。啊，我喜欢美食，而且无肉不欢，那家伙却是个素食主义者，只吃草的。白珊珊不可思议道，真不知道他那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活这一张嘴吗？龙武1、2，关于白喵喵，白珊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龙武想知道更多的，还要自己跟他聊。按照幼楚的说法，用猫咪有一定概率可以把白喵喵召唤出来。他记得沈父大学时候可喜欢猫了呀，这家里竟然没养猫，应该是幼楚担心白喵喵会频繁出现打扰他们的新婚生活吧。龙武想着，要不要自己借一只猫给他呢？他不知道的是，沈父此时正在书房正在看猫片，写完内容后，沈王爷打开作者群，然后就看到名叫蛋蛋的历史大神正在狂发猫片视频。蛋蛋家里养了一只没有蛋蛋的公猫和一只母猫，都是英短银渐层，2只猫都是大猫了，母猫还没绝育，所以开始扭屁股勾引公猫，但公猫有心无力。视频里的他无奈地闭上眼睛，不再看自己的青梅竹马。沈王爷，蛋蛋你一个单身狗看到这一幕难道没有什么波动吗？我外甥女你真的不考虑一下？鸡叉，舅舅受我一拜。7月，舅舅受我一拜。海底，舅舅受我一拜。蛋蛋，女朋友太麻烦了，还是猫咪简单，而且我还年轻。沈父叹息一声，说起了正事。稍后我会发一个东西，无论你们多生气、多痛苦、多纠结，都请不要踢了我，请继续爱我。鸡叉，蛋蛋，尝试。沈父，有要茶叶的吗？我朋友开了一个茶庄，这是他的微信，有兴趣的可以加一下。云中，踢了吧。老魔，踢了吧。红尘，踢了吧。沈父也是没办法，苏姐发话了，而且沈父觉得那价格对群里的大佬都是小意思啊。嬉闹了一阵，沈父准备下线看看外面两人的情况，这时蛋蛋却私信了他。王爷，我看你是真的喜欢猫对吧？我朋友圈里每条关于猫的状态你都点赞。沈父，我喜欢的是猫吗？蛋蛋你摸摸你的良心。蛋蛋，说真的，有件事要拜托你。沈父，啊？蛋蛋，这几天我要回一趟老家，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小九发情期，本来要带去绝育的，现在耽误了，只能等我回来再说了。我打算把小六带走，小九就算了，家里野猫太多，小姑娘容易贞洁不保，所以沈父明白了，你的猫就是我的猫，包在我身上。蛋蛋，谢谢。沈父，京城有那么多大神，为什么选了我？摸着良心说，蛋蛋，唐三东哥高高在上，我够不着，你更接地气。沈父，所以还是我站得不够高啊。这一的主题是蹭大神热度，理直气壮求票票。第80，如果道歉有用，还要厨师干嘛？就这么的，沈父稀里糊涂成为了一只小母猫的临时监护人。明日交易，他是很喜欢小动物的，牛啊，虎啊，豹啊，所以在西江支教的时候养了一只小马，陪了自己2年时间，后来又千里迢迢把它运回了老家。失去草原和大漠的小鹿无奈成了一只大种马，每天身边就是些小母马呀，小母驴啊。别说马单身久了，看驴都眉清目秀的，但村里有些大爷牵着自家母牛过来求种就有点过分了。关了扣扣，沈父看了会儿小说，外面总算响起了龙武的声音。沈父，我们谈完了，辛苦了小五。沈父推门出来，我送送你吧。沈父直接把龙武推出门外，不敢看白珊珊。出了门，沈父问，你跟他全都招了？关于我已经知情的事。龙武点点头，你再想假借跟老婆亲热的名义占白珊珊便宜是不可能了，
不要随意发散你的想象力。你说的那种事不存在的。龙武坏笑，那就是白珊珊以白幼楚的身份占你的便宜，这种事没戏了。沈父懒得跟他说这些闺房趣事，问道：这次谈话有什么最新进展吗？幼楚7岁的时候家里发大水，亲人和猪都被冲走了，他曾在一座山上独自生活了起码半年时间，这个你知道吗？沈父茫然而震惊地摇头，我只知道他在孤儿院长大，在孤儿院里人人都喜欢他，因为学习成绩好，还经常在电视上露脸，还接见过市领导。看来他有意不跟你讲那些苦难的经历。龙武道：据我所知，白珊珊就是在那段时间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很可能是那段非人般的经历，外加亲人和猪丧生的悲痛，激发了他的多重人格。知道这些对他现在的处境有帮助吗？或许会有，或许没有。龙武不能确定，说不定哪天我们要带着他重回故里，走一遍时走过的路。沈父默然的点头，似乎丧失了语言能力，没什么情绪的把龙武送走了。本来还想跟他商量一下召唤白皎月的事呢，也没心思说了。一个7岁的小女孩，独自在没有人烟的山林中生活了半年时间，沈父根本无法想象，那不叫悲惨童年，那分明是恐怖片啊！小时候自己为了看《圣斗士星矢》和雅典娜的爱情故事，和老沈做斗争，失败后曾离家出走半天就受不了了。没有家，没有亲人的日子，对于心智不成熟的儿童，一分一秒都是煎熬。龙武都走远了，沈父才抹了抹眼角上楼，进了房间。白珊珊正趴在冰箱里看来看去，沈父上前，本能叫了一声：幼楚，还是叫我白珊珊吧。白珊珊扭头，一向没心没肺的她此时内心有些复杂，她已经习惯了在沈父面前扮演幼楚，现在终于要开始做自己了。沈父笑笑：珊珊，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吧，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就上次在花园西餐厅，我演的那么差吗？基本可以说是没演技。沈父诚恳道：比上次演我戏男主角的那个小鲜肉还不如。白珊珊关上冰箱，步步紧逼：那你不早跟说我，害我还要辛苦伪装。本来是说了的。沈父没有后退，两人越来越近。幼楚曾发过一个视频解释这件事，但被人删掉了，但你还是可以跟我说清楚啊。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我觉得你欺骗了我这个无知少女，那我道歉。沈父耐心道：对不起了，珊珊，如果道歉有用，还要厨师干嘛？白珊珊凶巴巴道。沈父糟糕的心情开始转晴，所以您想做个菜表达你的歉意吧？白珊珊背着手做出了决定。你又饿了？沈父看了看他的小肚子，生气的时候一起一伏的，看起来很有内容。其实我没吃多少的。白珊珊缩缩肚皮，那个秦姐总是在我吃饭的时候打岔，问东问西，害得我都没有专心吃饭。她问你什么呀？正要跟你说呢。白珊珊把苏秦请自己入股的事跟沈父坦白了。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喜欢吗？喜欢啊，只要吃吃喝喝就能赚钱，比在银行强太多了。沈父并不清楚白珊珊的能力有多么逆天，觉得这个股份比例相当优渥了。那家烧烤店前前后后投入了好几百万呢，肯定是秦姐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于是沈父笑道：喜欢就去做好了，就像那个代言一样。白珊珊因为贪吃，没少被白总批斗，有时候甚至连白喵喵都敢数落自己，但沈父却鼓励自己做喜欢的事业，这让他非常受用，觉得沈父是个好人。但沈父马上又打破了这种好印象，既然你在厨艺方面这么有天赋，为什么非要让我给你做饭呢？你可以自己做呀。我真的不会做饭。白珊珊再次强调，急得跺脚。我只是鼻子舌头比较厉害，但动手能力很差的。不过你做好之后，我可以指出你的不足。我觉得你就是在给你的蓝找理由。那你到底做不做？这是你的道歉餐啊。做就做了。沈父无奈地打开冰箱，我看看还有啥。西红柿炒鸡蛋我还是比较拿手的。我刚刚闻到了一股原始丛林的味道。还没找到，白珊珊靠了过去。沈父翻了翻，找到一个塑料袋。这个吧，好像是芊芊从云南带回来的菌子，这么久了沈父没自己开过火，所以一直没吃。啊，这个好，这个好，我要喝菌汤。白珊珊既吃不记打，多年前的事故并没有让她有任何警惕。沈父却很小心，这种伞状生物别看味道很有吸引力，但搞不好就能进急救室。你先等等。沈父拍了张照片发给群里的历史大神7月，他是云南人，经常在群里晒菌汤。阿七，这是什么菌啊？吃完之后什么效果？会让人飘飘欲仙啊！
置换？不是好吃的，让人飘飘欲仙。兄弟，这是松茸啊！松茸沈父是听说过的，跟黑松露都是顶级菌类食材，以前可能还吃过，但都是以煲汤形式出现的，还没见过这种还带着泥土气息的整颗松茸。谢了阿七，有空去你们那吃菌子。接着沈父又开始搜索松茸的做法。白珊珊乖乖的看着沈父把松茸洗净，又切成片，然后起锅烧油。他要煎松茸片了，没有全煎，剩一些明天可以做汤。见沈父忙碌起来，白珊珊乖乖的把剩下的松茸洗干净，准备放冰箱。这时他在这些松茸里发现了一个大块头，举起来对沈父道：“你看，好大啊，吃了它吧。”沈父抬头轻蔑的看了一眼：“一般般吧。”求票，尤其是为右楚求小星星。第81要滚就快滚。平底锅加上酥油，融化加热后，把切成片的松茸置于其上，小火加入少许盐和黑胡椒即可，很快就有香味溢出。沈父是看着网上的攻略指南做的，步骤相当简单，主要看食材的鲜美程度。这松茸在家里都放了1星期了，也不知道还够不够鲜。不过看白珊珊已经拿起了筷子，似乎闻着还可以。还要装盘吗？沈父问。不用不用。趁热白珊珊夹了一块大的，呼呼吹了2口，把香味吹到沈父面前。松茸片入口，白珊珊露出丰富的表情，嘴巴仿佛在跳舞。啊，好烫，让你慢点吃，装个盘都等不及。沈父苦笑摇头，把余下已经煎至变色的松茸装进盘里，让白珊珊慢慢品尝。怎么样？给个评价啊！沈父盯着他，像是在求表扬。食材很赞。白珊珊给出高度评价，但沈父感觉像是在打自己脸，所以就是做的难吃喽。火候没掌握好，翻面次数太多。熟过了，白珊珊不客气地指出沈父的不足，但让他自己做，他是万万不肯的。你也尝尝啊！白珊珊劝沈父，来来，享受一下自己动手的乐趣。沈父看了看自己清清白白的双手，白珊珊立即把筷子递过来，沈父也就自然地接了过来，夹起一片。沈父咀嚼着，这明明很好吃啊，这女人的嘴太刁了。沈父尝了一片又一片，好吃的停不下来。白珊珊不干了，你又不饿，尝尝就行了，反正做的很失败，你也不爱吃，还是让我独自承受吧。沈父躲避，谁说我不爱吃了？白珊珊胖虎下山一般，把沈父的筷子抢了，在嘴里嗦了2口，继续吃。沈父看得有些怪怪的，你就不能换双筷子？刚刚都唾液交换了。白珊珊满不在乎道，你和右楚唾液交换的还少啊，而且交换的何止唾液，有必要那么瞎讲究吗？我都不嫌弃你。那倒也是，晚上一起困个觉吧。沈父提议。嗨嗨，白珊珊突然剧烈咳嗽，好像是松茸卡嗓子眼了，难受的捂着嘴，脸通红，眼睛里挤出了泪。沈父耸耸肩，一个平平无奇的冷幽默送给你，吃完记得刷盘子。我睡次卧，你睡主卧吧。等一下。白珊珊快速打扫完战场，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沈父疑惑。法式晚安文？什么鬼啊？白珊珊提醒道。你不是要让我在100万上面打滚吗？滚不滚？他竟然还记得，还推着沈父去找行李箱。要滚就快滚！沈父想了想，试探着问，听说白皎月很喜欢钱，贸然接触那么多钱，会不会把他招来啊？你想多了，他出来之前，你老婆会先出来的。白珊珊道。我们都要通过右楚来中转的。沈父顿了一下，看来有些事他还不清楚。沈父也不愿隐瞒实情，在你出来之前，跟我去银行取钱的是白考。啥？没有通过右楚，直接从考变成了你。沈父继续道，右楚困扰的地方就在于此，规则似乎发生了变化，你们已经可以不通过他直接出现，接连几天我们都不能相见，极大的影响到了我们夫妻的正常生活，所以他才求助于心理医生，难怪戴着眼镜。那你取钱是为了？因为有些生意上的事需要白皎月出来处理，所以考告诉我这种召唤白总的方式。沈父毫不保留道，所以本来不该我出现的，本该出现的是白皎月。沈父点点头，他以为白珊珊会很在乎这件事，但其实他在乎的却是一块烤红薯就让我出现了，才20块钱，你却想用100万把他请出来，凭什么啊？你是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了？低估太多了。白珊珊气都冷，吃货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沈父拍拍他的肩膀，和烤红薯带给肠胃的温暖相比，冷冰冰的100万又算得了什么呢？和白总相比，珊珊你的人间烟火气才是这冷漠都市里最需要的。
这番话让白珊珊感受到了志同道合，内心竟有些小澎湃。你也觉得只知道赚钱的白皎月很没意思对吧？他甚至都没有花钱的爱好，没意思极了。还是吃吃喝喝有趣。沈父顺着他的话道：白总，得罪了，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就说嘛。白珊珊喜滋滋的拿出手机，来，我们录个视频，一起声讨白扒皮。这就大可不必了。沈父吓出一身冷汗，我和他还要一起做生意呢，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就行。白珊珊想想也是，那好，走吧。干嘛？滚100万啊！白珊珊道：100万现金，白总肯定抵挡不了这种诱惑的。阿沈父有些意外，如果他来了，你就要走了呀？沈父本以为只有考儿那种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设身成人的觉悟，没想到白珊珊竟然也愿意，倒是让他有些高看这吃货了。白珊珊无所谓道：他不来我也坚持不了多久的，除非你在床上摆满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那味儿多冲啊！还是早生贵子比较好。又说到这个话题，白珊珊没有流口水，而是有些害羞，娇滴滴的她在沈父身上拍了一下。你到底还要不要找白总了？沈父和幼楚本来是非常熟悉的，但这一拍让他仿佛回到了两人刚刚恋爱的时候，自己花了不知多少努力才让腼腆的幼楚这么拍了自己一下。那一刻他心花怒放，这一刻竟也有一刹那的怦然心动。不过沈父认为这是自己对幼楚身体的本能反应，不能说明什么，于是他果断把钱拉过来，让白珊珊快滚。打开箱子的那一刹那，白珊珊就啊的一声，然后他捂着脑袋，嘴里喃喃道：我感觉到白皎月了，他已经不受控制了，他要喷出来了。沈父纳闷儿，这么灵敏的吗？白珊珊扶着脑袋，快把钱铺在床上，我要滚一个。沈父依言而行，散开啊，这样隔屁股。沈父又把封袋打开，1万张100元大钞散落在床上，视觉冲击更盛。白珊珊滚了一圈，把脸埋在钱堆里，突然不动了。今天终于搬完了，之后又忙着网络问题，终于要开启全新生活，就是暖气不热，有点愁人。忙到现在终于能吃饭了，今天还是2更，虽迟不断。第82，他来了。珊珊，你没事吗？不会又饿了吧？这才多大的运动量啊！沈父想捅捅白珊珊，突然他动了，只见这女人在一片红彤彤中翻了个身，用冷漠的语气道：什么？以为我是白珊珊那个吃货吗？沈父愣了一下，这就变身了？敢问您是？他高傲地瞥了沈父一眼，拿起一张钞票放在鼻尖处，深情地吸了一口，金钱的味道真香。沈父的额头有3条黑线。所以你是？我是白皎月，现在要睡在这芳香之地，你归安吧。哦，好的。沈父忍着笑意，突然凑过去，用自己的嘴瞄准他的嘴。沈父动作不快，给对方留足了反应的时间，然而对方明显被他的动作吓呆了，竟一时间忘了反应。其实他想的是，自己是该躲还是该反击，最终因为思考过于缓慢，直到沈父杀到眼巴前了，还没做出反应，只是眼珠子瞪得很大，并没有闭上眼睛任君采撷。眼看2片肉唇就要碰上了，沈父却突然停了下来，并在白珊珊脑袋上弹了一下。都说过了，你的演技真的很差。什么？你看出来了？白珊珊惊讶不已。我刚刚真的很用心啊，我对白总的模仿可以说很有精髓了，他就是这样子的呀。我觉得起码值1张 S 卡吧。沈父呵呵，下次我会建议白总躺在这些钱上录一次视频，好让你模仿学习。刚刚你的表演太浮夸了，白总怎么可能会是你那个样子？白珊珊刚要反驳，突然想到了什么，不对，好像哪里不对。别想了，你再认真滚几下，实在不行就睡了。啊，我想到了。白珊珊双脚离地了，感觉小脑袋瓜也灵光了不少。如果你早就猜到是我，为什么要亲我？如果你没猜到，以为我就是白总，那为什么要亲他呢？难道你们？白珊珊终于到了自己智慧的巅峰，她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要么就是占我便宜，想吃我豆腐脑，要么就是跟白皎月有一火腿，2个你选一个吧。这种污名沈父当然不能背，2个他都不选。实话跟你说吧，我跟白总商量了一个暗号，刚刚我确实没有100%把握，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暗号最后确定到底是你在演戏，还是真的白总出现了。结果你没对上啊！你们竟然还有专属暗号，我也要，我也要。他的想法很简单，别的姐姐有的，我也要有。沈父同意了，他总担心那个未知人格会突然冒出来，
说不定他就会假冒其他人格搞事情呢。前面都是我要亲过去，然后有不同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哎呀呀，这个白珊珊头疼了。他问，他们都是什么反应？跟你说了那还叫专属暗号吗？别瞎打听，我这不是怕跟他们撞了创意吗？白珊珊嘟嘟囔囔，最终想了一个，你亲过来，我就冲你哈气，然后说我吃大蒜了，这样可以吗？倒是符合他的人设。沈父道，咱们模拟一下。沈父后退2步，自己配音道，现在我看到了你，不清楚你到底是谁。于是我凑过去，想要亲你。当沈父凑近，白珊珊哈了口气，我吃大蒜了。女孩的清香混着松茸的香味，沈父忍不住想舌战此女。幸好这时白珊珊拍了一巴掌，搞定，现在滚吧。怎么听着这么不好听啊？白珊珊嘿嘿嘿，开始在钱堆里滚来滚去，顺便展现一下自己婀娜妖娆的身姿。虽然大家都说怕她吃胖，不过偶尔出来饱餐一顿，还有人帮她减肥，想胖都难。刚刚她伸展了一下，还露出一截又细又白的小腰，把沈父馋的嘞。有感觉吗？沈父摸着嘴角问。有想尿尿的感觉。两人对视了一眼，气氛有一丢丢的微妙。片刻后，沈父开口，那你倒是去啊，还想让我站旁边给你吹口哨啊？白珊珊起身要走，沈父在他兜里塞了几把钱，不是让你擦的，蹲的时候数数钱，找找感觉。沈父暂时回避了一下，等他出来就跟他说算了吧，就不滚了。不过钱放床上，抱着睡，看天意。等啊等，里面的白珊珊突然嗷的叫了一声，非常凄厉。怎么了？怎么了？沈父立即冲进去，发现他没有打开器物，此时玻璃是透明的，沈父一眼就看到了蹲在里面的白幼楚白。蟑螂还是老鼠？都不是。白珊珊泪流满面，捂着脸向沈父倾诉，顾头不顾腚道，我流血了。流血？怎么会流血？伤口在哪儿？怎么划破的？没有伤口，就是流血了。他低下头，不敢跟沈父直视。猛地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沈父问，是他来了？我不知道，我没经历过，可能是吧。我要怎么办啊？出来这么多次，白珊珊从没遇到过大姨妈，就很慌。你等一下。沈父开始翻箱倒柜。那你能不能先出去啊？家里的洗手间太流氓了。白珊珊呜呜道。你右手边有个按钮，按一下。沈父指导。白珊珊按了，他和沈父之间立即出现一层气雾，彼此看不清对方。原来是这么玩的呀。然后他按了一下，又按一下，看得见我，看不见我，看得见我。沈父下划线，顾不得把器物玻璃当成玩具的白珊珊。沈父快速从衣帽间找到了一带7度空间，打开洗手间的门。沈父刚要扔进去，多问了一句，你会用吗？有使用说明书吗？没有。那我不会。你一个大男人应该也不会吧？沈父，我会。白珊珊脑中立即闪现沈父帮幼楚装备那玩意的画面，真是有够恩爱的。那我不会怎么办？沈父想了想，很严肃道，珊珊，你的身体就是幼楚的，对我没有秘密，所以我帮你吧。白珊珊犹豫了一下，把器物玻璃打开，让沈父进来，这样外面的 LSP 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等沈父出来后，他冲了半个小时的澡才算消停下来。没办法，毕竟太年轻了。结果路过主卧门口的时候，听到白珊珊低声呻吟着，珊珊，怎么了？不舒服吗？有点疼。事实证明，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并不适合码字，写得太慢了。明天买些电暖设备。第83这次真的来了。白珊珊在房间里哼哼唧唧的，跟沈父说过之后，他就没动静了。哼，刚看光了人家，就不理人了。渣男。白珊珊脸上一阵燥热，继续独自难受。长这么大，一辈子的尴尬都用在今天了。即便这么难受，都没阻止他回忆刚刚洗手间发生的一幕。或许害羞可以缓解疼痛吧。正想着，沈父推门进来，看到白珊珊正捂着被子，床上地下到处都是钱。有个成语好像挺应景的，金屋藏娇。呵，你还知道关心你老婆的身子啊？白珊珊撅着小嘴。沈父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热水袋，这是我给你冲的红糖水，喝的。这是热水袋，放在小腹捂着的。你刚刚在烧开水啊？不然呢？不过以前我很少见幼楚痛经，经验不足，也就这点网上学来的常识，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先喝这个。白珊珊蹲，把温热的红糖水喝掉，感觉身子暖洋洋的，然后又把微烫的热水袋放在被窝里。啊，
烫，隔着衣服，不要直接贴着皮肤，等温度降下来再贴着皮。笨，沈父真是恨不得直接上手把暖水袋固定在他肚子上。白珊珊鼓鼓嘴，最终没说什么，按照沈父说的做了。可能是因为不好受吧，连顶嘴的精力都没了。沈父没有立即走，他满眼爱怜地看着床上的女孩。虽然已经嫁给自己108天了，从女孩变成女人也有半年时间了，但幼楚依然满满的少女感。白珊珊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闭上眼睛。好受些了吗？沈父问。但我睡不着，是因为我在这里吗？沈父问。我可以走的，刚才就是不太放心你。不是的，白珊珊解释，我下午才醒过来，这才几个钟啊，你让我怎么睡得着吗？沈父明白了，白珊珊相当于睡了好久，然后精神饱满的醒来，从醒来到现在也就10个小时，正常人从早上8点醒过来，10个小时才刚天黑，自然睡不着，所以前面几位肯定背着他偷偷熬夜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身体感觉到了疲惫，也会容易睡着。蛋考看了半天书，白珊珊就是一直在吃，哪有体力劳动啊，也没有高强度运动，所以身体没有疲惫感，精神又是正旺盛的时候，自然睡不着。那你想干点啥？白珊珊睁开了眼睛，眼神里有光。要不我们看那种视频吧？那种视频沈父有些困了，精神不济，本能回到，我都是跟幼楚一起看的，跟你不合适吧？你们看什么视频啊？白珊珊的表情有些古怪。沈父意识到了问题，没啥，就瞎看什么的。对了，你想看啥呀？白珊珊掏出手机，打开短视频软件，首先跳出来的就是李子柒，当然是美食视频啊。红糖水和暖水袋让白珊珊重新焕发生机，她兴致勃勃道：“你上来，我们一起看吧。好东西当然要跟人分享啊。好，看的时候跟我分享，吃的时候你咋不分享了？你的分享精神还真会挑时候啊。”沈父自然递上了自己的床，挨着白珊珊靠在床头。我怎么没分享了？白珊珊反驳。难道我吃东西不是在跟幼楚他们几个分享？我白珊珊从来不吃独食的。好一个不吃独食白珊珊！沈父竟无法反驳。看视频。两人盯着小屏幕，沈父刚感受了一下田园风光，白珊珊就刷走了。他有解释，这个进度太慢了，直接上硬菜吧。下一个刷到的是人生一串，直接就是烤腰子。够硬，不过沈父是真的累了。写小说很费脑，写的时候可能也就3-4个小时，但写之前的构思和材料收集整理同样不轻松，都是实打实的脑力劳动。所以当白珊珊吸溜着口水的时候，发现沈父已经躺在钱堆里睡着了。白珊珊感觉不可思议，竟然有人看着烧烤都能睡着，这毅力太大了吧。白珊珊看得口干舌燥，把暖水袋拧开，喝了2口又放进被窝里。现在没那么烫了，可以贴着小肚子。手机的音量也调小，再调小，直至没了声音，干脆关掉。他有些头疼地看着沈父，这么大一只，自己扛不动啊，所以只能让他跟自己一起睡了。反正自己来大姨妈了，也做不了什么。他没想过自己换房间这种方案，毕竟沈父说了，让他睡在钱堆上，把白总召唤出来。咦，我为什么要这么听话？白珊珊疑惑了一下。算了，不管了，睡觉。白珊珊强迫自己睡觉，梦里啥都有，运气好的话，第2天还能吃顿早餐。怀着对早餐的美好幻想，白珊珊睡着了。不过几个小时后，沈父就被他的声音吵醒了。阿姨呀！听到这，沈父抬眼一看，只见白珊珊缩成一只虾米，额头上还有一些汗珠沁出，显然筋又开始痛了。真是难念的经。两人现在处于同一被窝，沈父发现暖水袋已经没了温度，直接扔了出去。白珊珊虽然难受，但还没醒。沈父见状，使出红糖水和暖水袋之外的第3招，他开始搓手，搓到手掌发烫，快要冒烟了。沈父把双手插进白珊珊的睡裤里，用手捂着，温度不够了，他就在搓，写网文的，手速默地说。渐渐的，白珊珊平静下来，但沈父却不再平静。幼楚的身体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尤其是昨晚看过，今天摸过之后，此时他背对着自己，沈父真恨不得咬他一口，随便哪里，就想不当人一次，但自己不能。天快亮了，沈父选择安静离开，去隔壁完成这次睡眠的最后一个阶段，挺一挺就过去了。但沈父走了之后，他却醒了。他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自己是否来大姨妈了。靠！
又是这样，他气呼呼地打开手机，看完前面的视频，眼睛一闪一闪的。哇，明牌了呀！最后，手机一扔，光着脚出去，推开次卧房门，轻手轻脚钻进了沈父的被窝。终于升级了，出圈指数2级了，但老佛更喜欢3级。大家多努力，多多本说，多发评论，多发同人图、配音、同人文啥的。咱们书评区也会经常举行活动的。第84魔人的小妖精，感谢月夜下划线暗影、口胡橘子皮、扬帆起航321YYY、龙虾的宝贝、第2盒赠高、Melancholy 孤独、Coke Basin、书友140929153346467、爱恋你的微笑、阿雨松、溪口换船、清风怒马、书友202002282233308934、明哥187的打赏。第85，我们这样对得起你姐吗？沈父不敢再抽他了，生怕帮自己解锁什么新属性。怕了，你怎么不打了？白子兔有些不满道。沈父满头黑线，你还上瘾了？下来吧，你现在是生理期，就算不疼，也不宜做什么剧烈运动。我教你打太极拳吧，浑圆形意太极你晓得法。白子兔却赖在吊环上面，有绳子吗？你可以把我拴在这上面，我要晒太阳。说着他还晃了晃身子，但感觉手快坚持不住了，所以让沈父用绳子拴上。真是奇怪的爱好。沈父直接把他薅下来，放在沙发上。白子兔眼前一亮，自己期待的早操终于要开始了吗？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等着沈父的狂风暴雨。结果沈父却说：“你先休息一下，我给你做早饭。”早饭？厨房 play。 白子兔瞬间完成联想链，厨房确实比客厅更刺激一些。姐夫，我给你打下手吧。他积极道：“我就煎个鸡蛋而已，要什么下手？我可以帮你打蛋啊。”白子兔正经道：“厨房里。”沈父头大如斗：“你别挨我这么近行吗？你这样我没法做饭了，别碰那里。”沈父感觉自己要爆发了，他这个样子，自己真的好想揍他，可是揍他只会让他快乐，说不定自己也会快乐，那不是惩罚是奖励。头疼啊！兔，以前你就这么喜欢黏着我吗？沈父看着自己胸前的纤纤玉手，被摸着良心问。他背后的白子兔道：“没有啊，人家是第一次见姐夫，姐夫你比照片里视频里还要帅呢。”什么？沈父放下搅动的鸡蛋液。你是第一次见我？对啊，好多次都错过了，这次终于能见到你了，真好。白子兔的脸贴着沈父的后背，感觉很有安全感，都没有见过，所以两人以前是清清白白的。沈父顿时气焰高涨，厉声道：“把手松开，给我规矩点。”白子兔被吓了一跳，松开在沈父身上揩油的手。怎么了姐夫？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上来就叫我老公，你觉得合适吗？所以人家现在叫你姐夫啊。他眨眨眼，既然叫我姐夫，你还一个劲儿对我释放那种信号，我们这样对得起你姐吗？听到这话，白子兔似乎有些迷茫。可我就是我姐，姐夫就是老公啊。原来他是这么想的，难怪刚才是那种表现，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那么你觉得你和白幼楚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沈父发出灵魂拷问。你是依附于他存在着没错，难道你就不想活出自己的人生吗？这一问让白子兔恍惚了一下。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找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老公？沈父惊出一身冷汗，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他根本来不及思考，直接把白子兔抱住，抱得死死的。瞎说什么呢？你就是幼楚，姐夫就是老公。来，让姐夫抱抱。不对，白子兔却像是突然开了窍，推开沈父。你刚才说要让人家活出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你呀，还是年轻，没有真正领会我的意思。沈父的脑筋急转，拉着白子兔在客厅坐下。兔，幼楚是我老婆，对吧？对啊。难道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是我老婆吗？应该不是吧？肯定不是啊。沈父道：我是经过了1年多的辛苦追求，耗费了无数时间和心思，才把她追到手，让她成为我的女朋友，然后又对女朋友悉心照料，无微不至，才让她变成我老婆的。这么复杂啊？其实那才是最有趣的，反倒是成为夫妻后，两个人的生活就是按部就班，没有什么起伏波澜。现在回忆起来，追求幼楚的时光才是我们这段关系最精华的部分。这样啊，白子兔眼睛里开始有了光彩，那是对恋爱的憧憬。沈父继续讲：呼道优礼，所以你上来就要做我老婆，跳过了恋爱阶段，那岂不是人生的缺失？这就相当于嚼甘蔗，幼楚先吃，把糖分都吃掉了，然后把残渣留给你，让你咽下去，你觉得合理吗？
这不合理，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先谈恋爱。白子兔双脚踩在沙发上，兴奋的直蹦脚。沈父轻叹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先把人稳住再说。主要前面几个都蛮有事业心的，只有这个白子兔上来就要男人，不把自己许给他，自己能放心吗？小兔，兔兔，你冷静一下。沈父叫停道，出于对你的尊重，接下来是我追求你的阶段。白幼楚体验过的，你要体验一遍；白幼楚没体验过的，你也要体验一遍，这样才算是一段完整的，只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啊！兔兔少女蹲在沈父旁边，眼睛水汪汪的，宛如动漫女主。沈父，你真好，长得帅，讲话也有道理，我好想亲你啊，但我不能，因为你还不是我男朋友。你快点追我吧，好喜欢，这丫头终于上套了。沈父非常欣慰，并为自己的智商点赞。那我们先吃饭，然后我慢慢追求你。这次沈父终于能安心煎蛋了。白子兔没有继续缠着他，说是在沈父追到他之前要保持距离，这多省心啊。至于追求，呵呵，自己追小蝴蝶都用了1年，追小兔子花个几年时间不算长吧，毕竟他在线时间短啊。开饭了，沈父为白子兔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杯热牛奶，一个煎蛋，最后他还说自己吃得好饱。这不奇怪，毕竟昨天白珊珊吃得太撑了，早上这顿不吃都不会觉得。现在沈父对白子兔以逃避为主，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啊。所以吃完早饭，沈父对他道，兔兔，我现在要工作了，你先自己玩会儿，等我写完小说就开始追你。那你快点追哦，追到我就让你。小兔子想到了什么，嘿嘿嘿笑了起来。这一写了一上午，删改多次，每次出现新人物，总要小心的衡量尺度，给人以最舒服的呈现。不敢说做到最好，但也要对得起大家的支持。老佛去吃午饭了。第86兔兔狂购。沈父刚要开始码字，写历史文的同行蛋蛋打来电话，两人本约好中午碰面的。王爷，我临时有事要提前走了，猫放在楼下的猫咖了，位置发给你，跟对方说好了，还要辛苦你跑一趟，他的生活用品都在那里。好的，我会尽快去接他的。小九在发情期，那个猫咖有好几只色色的公猫，我实在不放心，平时都是寄养在他家的，这次麻烦你了，等我回来就带他绝育，不要这么客气嘛。少宋，能多更几，就算我没白辛苦。挂断电话，沈父赶紧码字，码字要专心，他甚至都没关注外面的白子兔在干什么，一心期待着沈父追求自己的白兔子正在重新审视这个家，等沈父追到自己，再向自己求婚，那么这里就也是他的家了。他觉得这处房子一切都好，蛮温馨的，就是小了点，没有一个专门放手办的房间。当然自己现在也没有手办了啊！我的水冰月，我的犬夜叉，我的大力水手，当初自己把他们视若珍宝，可现在却不知所踪了。唉，半年时间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重视自己的宝贝们，只把他们当成普通小孩子的玩具，视频里提都没提。想到这，白子兔就很气，然后打开手机网购软件，这个验灵机不错，买了。这个鹤锥好漂亮，要了。哇，小白好美，带尾巴的这条我要定了。还有板儿姐卖红薯。白子兔一口气花了10几万，都是买的手办，其中还有限量版，这都没用白总和白珊珊的卡，幼楚的微信钱包就足够了。买完之后，他不禁有些心虚，上次自己花几千块钱买手办都被白总数落了，这次想到后果，白子兔一阵后怕。他看了一眼书房的位置，老公，你快点追我吧，等你成功了，我就有后台了，就不怕白总说我了。不过在那之前，他决定先讨好一下幼楚，帮他买几件衣服，这样应该就不会生气自己乱花钱了吧。白子兔来到衣帽间，翻了翻沈父和幼楚的衣服，两人的衣服都不多，衣帽间还比较空荡荡，而且衣服的款式也都很单调，就连内衣都那么保守。白子兔看了不禁摇头，夫妻生活也太无趣了吧。白子兔又开始在手机里逛内衣区，比较情趣的那种，这些都是给幼楚买的，当然自己也能穿。另外还有一些制服也要买，银行工作装幼楚是有的，但学生装、水手服还有空姐服，白子兔脸上露出志得意满的微笑，好希望自己快点被沈父追到手，这样自己就能穿给男友看了。没有男朋友的日子实在太无聊了，把想买的都买了。白子兔蹲在书房门口，眼巴巴地看着那扇看不透的门，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自己未来男朋友了。不过要做一个绝世好女友，就不能影响男朋友赚钱，所以她强行控制自己想要敲门的手。啪！沈父终于敲完最后一个2个字求票，修改了一下错别字，发表，再发个彩蛋调节一下气氛。这是独属于正版读者的福利。看到后台蹭蹭增长的订阅，沈父欣慰的仿佛看到秋收的农民伯伯，伸伸腰，看了一下微信和扣扣，主要是天蓬的，汇报工作，然后问嫂子白总啥时候来公司指导一下工作。昨天没机会跟他聊几句，太遗憾了，他可是我们的明灯啊，这个在意吧。沈父推脱2句，转移话题。对了，昨晚你哥和娜塔莎进展如何？别提了，我哥就是个闷葫芦，人家娜塔莎都喝醉了，机会都给他了，他都没把握住，邀请他上楼坐坐，他死活不肯，那又不是盘丝洞。朱天鹏怒其不争道，这就是娜塔莎不懂战略了。沈父微笑，你让他说自己家种的蒜苗不发芽，保准你哥立即窜到楼上去。嘿嘿，还是父哥，你懂我哥，不愧是青梅竹马。去，沈父和朱腾的青梅竹马源自于小时候的一节语文课，老师让用青梅竹马造句，朱腾自信举手说，我和沈父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小朋友们不懂，但老师懂啊，狂笑了半节课。从此朱晓腾对语文乃至文科都产生心理阴影，并毅然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后来变得寡言少语也跟这件事有关。合上电脑，推开门，哎呦！沈父吓了一跳，贴着门的白子兔落了下来，幸好被沈父一把捞住。兔兔，你这是闹哪样啊？我没事做，在等你下班啊。看到他期待的诚挚目光，沈父不禁有些心里难安，自己说的那些终究不过是为了骗他的推脱之词，他竟都信了，而且深信不疑。沈父想要摸摸他的头，当作对他守在门外的安慰，结果他害羞的躲开，人家现在还不是你女朋友呢。他倒是相当入戏。沈父缩回手，你不是喜欢逛 B 站吗？我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刷一下那个呀。才不要呢，我都不是正式会员。沈父来了兴趣，咋的？你也没考过呀？白子兔痛苦的点头，感觉那些题我都会，那些番我也都追过，可就是每次都选错，我太难了。沈父嘿嘿，现在你已经是正式会员了，考儿帮你通过考试了。哇，真的吗？白子兔一蹦3尺高，我就知道考儿肯定可以的。开心过后，白子兔啊呀一声，你看过人家的账号了？里面的视频你也看了？看了。哎呀，人家唱的不好，都被你看到了。难为情，他一边说一边扭，原来他也知道自己唱的不好啊。沈父很欣慰，所以你是因为唱的不好，所以没有把视频发出去吗？不是啊，白子兔道，因为我真没想出名啊。出名有什么好的？出去逛街还要被人盯着，还有人找你合影要签名。虽然我不太喜欢出门吧，但我更不喜欢麻烦。沈父挠头，他有所不知，他马上就要出名了。幸好白珊珊签合同的时候做了一些限制，广告不会投放在电视上，而且只有1年时间。沈父笑问，那你喜欢唱歌吗？喜欢啊，喜欢就去做嘛。你可以做个不露脸的 UP 主，这样以后我就可以对外宣称我女友是个 UP 主。沈父劝导，希望她能在事业上分一些心，这样就不会一直这么恋爱脑了。白子兔想了想，哎呀，那个以后再说嘛，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约会？果然恋爱脑占了上风。沈父换好衣服，喜欢小动物吗？所以我们要去吃东西吗？沈父下划线问，这提到了几本书。第87，猫咖生态链。恍惚间，沈父还以为跟自己说话的是白珊珊呢。超喜欢小动物，顿顿少不了。沈父摇摇头，是猫咖。那猫咖里有猫屎咖啡吗？是现拉的吗？白子兔超好奇道。沈父愣了一下，兔兔你没去过猫咖？没有啊。那你知道猫咖吧？是不是有很多猫，还有服务员打扮成猫女郎卖咖啡，顾客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猫女郎一边撸猫。沈父想了想，把这个点子记下来，以后如果见到白喵喵可以供他参考。他不是喜欢猫吗？把猫咖和猫女郎结合起来。白子兔真有你的，要是能让麝香猫也加入，现吃现拉现磨现喝，那就是撸猫猫女郎猫屎咖啡的完美闭环了。异想天开的沈父微笑着帮兔兔整整衣领，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从猫咖开始吧。下电梯的时候，有个阿姨带着孙子，沈父笑呵呵跟人家点头示意，白子兔却背向对方，看着沈父，手掌紧张地抓着袖子。
沈父觉得有些奇怪。上了车，沈父问：“那两个人有什么不对劲吗？”“没有啊，那就是姑娘你不对劲啊。我不喜欢跟陌生人接触，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社恐？”沈父问。“那我对于你不是陌生人吗？”“你当然不是，人家以前就看过你的照片视频，知道你的故事，看着就觉得亲近呢。”沈父微笑，又问：“那万子谦呢？我跟万姐比跟你还熟呢。那如果我要给你介绍其他朋友呢？你会觉得不舒服吗？”白子兔点点头，又摇摇头。人家会努力接受的，但一次不要太多，记不过来的，头会很乱。沈父点点头，看来不算太严重。不喜欢跟人接触，那你平时喜欢什么呀？白子兔想了想，他喜欢的好多呢，手办、动漫、唱歌、B 站。不过归纳总结，最后就一个字：宅。原来是宅女啊。沈父启动车子，边开车边聊天，自己还是要尽快了解兔兔。另外，把猫咪处理完了，还要带兔兔见一下龙武。兔兔，你多大了呀？10，扒了兔兔拖了个长音。难怪满脑子想的都是谈恋爱。18岁刚刚高中毕业，正是最渴望恋爱的年纪。沈父不也是吗？刚进大学就相中了全校最漂亮的女生。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来自台湾的交换生，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哇，这孩子思想意识真是无比的正确。爱了。沈父笑道，也不要只是我问你，你也可以问我呀。谈恋爱吗？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什么都可以问吗？当然，咱俩还有啥可隐瞒的？你多长啊？噗！沈父一个急刹车，车速太快，差点忘了前面是个红灯。阳光下，他的金 C180cm 牌照熠熠生辉。到了约定好的那家猫咖后，一双眼睛就盯上了他们。沈父也看到了对方，那么猛一女的，竟然正在给一只小虎斑挠肚肚。沈父刚要打招呼，健硕的牛冰冰就兴冲冲奔了过去。幼雏，他的眼中只有白幼雏这种强者。至于沈父，能经得住自己一拳之威吗？沈父微笑，白子兔直接吓得躲到沈父后面。兔兔怕怕。沈父贴着他的耳朵小声道：“这是白胜男的朋友，叫牛姐就行。”牛姐。有着社交恐惧症的兔兔怯生生喊了一句。既然是其他人格的朋友，自己也只能假装很熟的样子。不过叫完人，马上又缩回沈父身后。还是这里安全。牛冰冰却一眼看出了不对劲，这还是那个跟自己拼酒，把自己灌醉了还屹立不倒的女中豪杰吗？幼雏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牛冰冰关怀地问。沈父代为解释，幼雏比较怕猫，所以在这里显得很拘谨。竟然还有人怕猫咪这种可爱生物。牛冰冰感觉不可思议，沈父才觉得难以理解呢。您这么一位女壮士，竟然也好撸猫？撸铁它不香吗？沈父嘿嘿笑道，我是来拿猫的，我一个朋友把猫放在这里，让我过来带走。这石老板娘也出来了。听沈父说完，又报上蛋蛋的电话，就把那只放在笼子里的银渐层拿了出来。小九，叔叔来接你了。然后又交代了猫的粮食，有主粮，有罐头，有营养膏，还有猫薄荷。该如何喂食，怎么搭配，这里面门道还挺多的。连猫砂和猫砂盆都准备好了。小九很乖，白子兔看着也觉得可爱。不过牛姐一直拉着他聊天。幼雏，最近又在练什么项目啊？我刚刚练掉还了。白子兔回忆了一下早操内容，在锻炼上肢肌肉啊。牛姐不见外地在白子兔胳膊上捏了一下，然后就听到小兔嗷的一嗓子，爽爽爽。沈父听到了也只能装没看到，赶紧完成交接，赶紧走人。牛姐惊异，自己用了那么大的劲，她竟然还挺享受。你也捏捏我的。小兔在牛姐的股二头肌上轻轻捏了一把，真硬。见小兔并没有露出惊艳的表情，牛姐知道这是识货的。我就是虚壮，要让学员看到效果才能买我的课。虽然你的胳膊远没有我的粗，但劲道却十足。不过我的重量级远超你，如果公平的打一场，胜负也是难料。说着，牛冰冰挑挑眉，要不要去我的健身房来一场友谊赛？白子兔哪敢啊！兰姐虽然教过一些女子防身术，但她学得稀松，反正她平时都是宅在宿舍不出门的。还是不要了，我老公不让我打架。兔兔瞅了沈父一眼，一脸恳求，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沈父那边终于忙完了，立即背着猫包，拎着一大堆猫咪用品走过来。牛姐，下次吧，我们还要带猫咪回家适应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幼雏有我微信，这方面我也算半个专家了。牛姐家里也养猫？沈父问。那倒没有，我喜欢云吸猫，馋了就来这里
吸2口，我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就不拖累小可爱了。牛姐也是刚来，才刚吸2口，沈父夫妇一走，他又抓起一只布偶猫狂吸起来，这个味儿够劲儿。车子走到一半，龙武打来电话，在家吗？推一下宝兴老哥的，我的前任全是巨星，老娱乐文作者了，经验丰富，也是老佛的老乡，喜欢文娱类的可以支持一下，正在上推中。第88每天一个新老婆。什么事？沈父直接问。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你这个时候应该在家吧？巧了，不在。啊，不过快了，正在往家赶，你稍等一下，这样也好，省得沈父跑一趟心理诊所了。为上门服务点赞。挂了电话，龙武耐心等着。这时一个胖胖的警察看到他，立即凑过来道：哟，长得真好看，谢谢夸奖，我能摸摸吗？这个要求虽然有些冒昧，不过看他穿的制服。龙武点点头，您把手伸进去吧。民警老郭笑呵呵地把手伸进那个包里，这毛又密又软又顺滑，质地极佳，而且这大黄猫还特别乖巧，任凭它摸来摸去，不挠人不挠人，一看就是久经考验很会逢场作戏的社会猫。老郭笑着问：你不是这个小区的吧？过来找朋友。龙武答：哈哈，我也是老郭过足了瘾，有些不舍得放过龙武包里的这只黄猫。另一边沈父已经跟白子兔交代清楚了，刚刚打电话的是龙武，我同学，也是幼雏的主治医生，你们的事他都知道，等会儿要问你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兔兔也没问白幼雏为什么找心理医生，乖乖应着。都听你的。沈父背着猫包开了单元门，就看到龙武和郭警官站在一起。沈父，沈老师，两人异口同声，竟是找的同一个人。沈父先对付郭警官：郭叔，你找我呀？我找的是小白。郭警官看向白子兔，上次在银行，小白见义勇为，空手夺白刃，救了1条人命，3个家庭，被救的陈富贵特意送了一个锦旗给他。沈父已经知道了那个老头陈富贵的无耻行径，他的锦旗自然是不收的。锦旗就算了，家里也没地方挂，老郭也没强求。行，回头我找个垃圾桶扔了。如此甚好。不过陈富贵还拿出了5万块奖金，钱可以收下。沈父笑道：不过麻烦转交给那个行凶者的家属吧，他们的儿子进了监狱，接下来他们的生活应该会很艰难。这个，老郭看了白子兔一眼：小白你什么意见？这钱是给你的，可不是给你老公的。白子兔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选择相信沈父。都听他的，人间有大义啊。老郭感慨一句，也知道沈父不差这点钱。那就这样，回头我把对方接受捐赠的收据发给你。行了，你招待朋友吧，不打扰了。老郭掉头离开，走前还冲包里的黄猫伸伸爪子，又是一个隐藏在人民群众里的猫奴。沈父看看自己的银渐层，又看看龙武的金渐层。小吴姐，你这是？龙武看着沈父的猫：你养猫了？没有，朋友的，帮忙代管一下。正好啊。龙武笑道：这是我们诊所一个员工的猫，他出国旅游了，猫没人管，我知道你好这口，就给你送来了，趁热撸吧。2只一起更尽兴。龙武都把猫对过来了。沈父没有接：你这猫是公的母的？公猫。绝育了吗？没有。那不好意思，我这只是母猫的，还没绝育，正在求偶期，孤男寡女的同处一室不太合适。你们家是男孩无所谓，我们可是姑娘，万一弄出猫命，我跟人家主人不好交代，这个你尽管放心。龙武让金渐层把屁股对着沈父：你看，这货天生畸形，只有1颗铃铛，都7岁的老猫了，没绝育，也没发过情，可省心了。哟，沈父仔细打量着这只孤高猫狼，虽然有点可怜，但却免了挨那一刀，也算因祸得福。行，把猫带上来吧。这猫怎么称呼？小金。京城的京。小金啊，这是小九，你这岁数都能当他爷爷了。沈父带着大家上楼，还要拎着一堆猫咪生活用品。龙武笑道：那可是白胜男的奖金，你和珊珊就这么送出去了，没问题吗？沈父开门：那5万块回头我肯定会不解难解的。还有，这不是珊珊。什么？龙武一下子兴奋起来，又换人了。沈父这小子真是每天一个新老婆呀。还没请教，你怎么称呼呢？白子兔。你就是白子兔啊？龙武问沈父。什么时候出来的？早上，天没亮。
那你不早说？龙武责备道。本来想吃了午饭再去找你的，谁想你自己送上门了。等会儿我叫几个菜，咱们边吃边聊吧。啊，要留他吃饭吗？白子兔挽着沈父的胳膊，似乎有些不太情愿。兔兔，你不想跟他一起吃饭吗？兔兔不说话，但兔兔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沈父无奈苦笑，小吴姐，那就不留你吃饭了，快点走流程吧。他能感觉得到，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兔兔拘谨了很多，远没有在家里跟自己独处时那么放松。这就是宅女吗？自己这是不被欢迎了吗？龙武没难过，就是不解。兔兔，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沈父代为回答，他不是针对你，谁来都一样。龙武一问，自闭症，就是不爱跟陌生人说话。沈父解释了一句，对白子兔道：兔兔，这个姐姐要问一些你和幼雏的事，你们在书房聊吧，我安顿一下小金和小九，给两人找了个清静的地方聊。沈父看着两只猫包里互相对望的英短，幸福来得太突然，原来一只猫都没，现在一下子来了两只，只是龙武都没有自带猫粮，就很过分，看来要吃小九的口粮了。听说猫咪对其他猫的气味比较敏感，沈父用2条毛巾分别在两只猫身上擦了擦，然后丢进对方的猫包里，先让它们熟悉一下彼此的气味。适应的过程中，沈父把猫咪吃饭喝水的家伙都摆好，因为龙武什么都没带，沈父还赞助了一只碗给小金吃粮用。两只猫来到陌生环境，似乎并没有什么应激反应，于是沈父把它们放了出来。猛虎出笼的那一刹那，小九姑娘立即扑向了金大爷。沈父还以为小九要做这只老猫呢，结果小九冲过去转了个身，开始冲金大爷摇屁股。金大爷瞅了一眼这副白貌美的小猫咪，心中毫无波澜，淡定从容地走到了猫粮处，先吃2口垫垫肚子。不错，比自己家的好吃。很快1碗粮就见底了，他又溜达过去喝了2口水，看他那老神在在的样子，沈父甚至想在那碗水里给他泡几粒枸杞。见金大爷这副作态，沈父彻底放心了，别说孤高了，就他这岁数也有心无力了。突然沈父想到了白喵喵，这龙武送猫不会是为了把白喵喵勾出来吧？书房里，龙武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兔兔，你多大了？18岁啊。本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但龙武发现白子兔不对劲，他眉头一皱，真的吗？老佛就想看看日推能不能突破2000，周推能不能过万，大家帮帮忙吧。还有一点差距，推荐票虽然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却居于字数和月票之间。新读者打开界面一看，哟，就这点推荐，这书没人看吧？默人看的能是好书吗？可能连简介都不看就刷走了。所以推荐票其实也很重要，哪怕1张票，老佛都感激不尽。第89，兔子急了会咬人。从微表情，龙武能看出白子兔明显在撒谎，虽然微表情不是无所不能的，遇到白总那种高手，考儿那种面瘫，估计都不会奏效。但这只小兔子明显心智并不成熟，喜怒形于色，龙武一眼就看出他隐瞒了真实的心理年龄。好啦，人家今年才16岁。阿姨你好机车耶。白子兔说了实话，并对龙武进行了人身攻击。29岁的轻熟女人被心理年龄只有16岁的小屁孩叫阿姨，龙武一点都不生气，依然笑眯眯的。为什么要对年龄进行隐瞒呢？还不是怕沈父觉得我是小屁孩，嫌我幼稚，不跟我做恋爱。小兔撅撅嘴，放心，男人都喜欢小的。你和沈父在谈恋爱呀？对啊，人家本来想直接做他老婆的，他说要先从恋爱开始。小兔捂着脸笑嘻嘻，我觉得他说的超有道理，不愧是刚上高中的年纪，幼稚。沈父这是缓兵之计吧？不过龙武倒是很期待看到沈父被这恋爱脑的小丫头反扑，那你可要加油了。龙武温和道，我看好你们，谢谢姐姐。白子兔的称呼从阿姨变成了姐姐，而且变得很配合。姐姐，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你第一次觉醒意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在山上，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幼雏很小的时候，看来还是7岁时候的那座山上。龙武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手上挂着一只野兔子。挂着？龙武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兔子急了会咬人的，我就是被兔子咬到手了，它还不松口了呢，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拽下来，手上被咬了好大一堆板牙印呢。很疼吧？没被兔子咬过的龙武好奇问道。不疼的，我不怕疼，当时我脸上有眼泪，应该是幼雏流的，跟我没关系的。白子兔骄傲道。不怕疼？龙武心想，难道是被兔子咬了变成兔子侠？
具备了不怕疼和软萌的超能力。哎呀，瞎想什么呢？这里又不是漫威。龙武又问：“你是对疼痛没有感知对吧？”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有一次我体育课上蹭破了皮，自己都没发现，也没处理，都发炎了呢。再然后，只要是受伤或者痛经，我就会觉得舒服，越疼越舒服。龙武惊异，这是人格的进化啊！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也不是没有。白子兔这种明显的进化，让它更加适应生存，因为疼痛本就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感知，是一种预警。感觉到疼痛，才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才能找到问题并解决。有进化就可能有成长，说不定他的心理年龄还能长大。龙武暗暗警醒自己，不要墨守成规。现代医学对人类心理和精神世界的研究不过九牛一毛，很多事情都不能以常理看待，尤其是这种超多人格的人格分裂患者，搞不好就能出现一些填补心理学空白的事情。又聊了一会儿，龙武觉得白子兔是个很简单的人格，出场时间也少，基本都是痛经或者白幼雏有伤痛的时候才出现，比如小时候拔牙，比如大学时候割阑尾，轻轻松松一拔割了枝。据说白幼雏还有拔智齿的计划，肯定也要找白子兔帮忙。想到这，龙武拖着腮帮子，有些羡慕，想拥有。简单的白子兔也有自己的爱好，喜欢动漫，喜欢唱歌，喜欢穿夸张又可爱的衣服，更喜欢谈恋爱。他比绝大多数16岁刚刚迈入高中的小女孩幸福得多。虽然他存在的使命是抵御疼痛，但他自己不会感觉到疼痛，反而享受疼痛。有白总给自己赚钱，有考帮忙考试，他只管花钱享受就好。而且想谈恋爱就谈恋爱，不会有人对他说不许早恋。龙武觉得这次谈话最大的收获是让白子兔这个社交恐惧症认可了自己。他跟自己说的话越来越长，以后自己不再是看见之后需要假装不认识的陌生人了。两人走出书房，沈父正守着猫砂盆扒拉。你干嘛呢？龙武问。沈父兴奋地举着铲子。你们看这是啥？龙武：便便，是小便结成的团。沈父开心地给两人展示，笑得宛如逃出了金子。看这形状，又大又圆，分量十足。龙武嫌弃地后退2步。兔兔却心冲冲问：是你尿的吗？好棒！沈父满头黑线。是金大爷，说明他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随便吃随便尿。他瞅了一眼金大爷，那货已经在阳台那里趴着晒太阳了，还是仰卧着，阳光洒在金黄而孤独的蛋上。至于小九，在不远处窗帘下面眼巴巴地看着金大爷的铃铛，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龙武，我就说这猫很好养的吧。好了，我先走了，你们一家4口用餐吧。他走得很慢，直到出门了，白子兔也没挽留自己，看来想要跟他成为朋友，任重而道远啊。相较于出去吃饭，白子兔显然更中意在家里叫外卖，吃饱喝足。沈父甚至取消了午休，跟兔兔一起上 B 站看近期大火的鬼畜视频，然后又追了几部番，距离他上次出现已经近半年时间了。大理寺日志都完结了，正好一次看得爽。因为看的是大理寺日志，兔兔觉得小九的毛色很像少卿大人，于是把对金大爷望穿秋水的小九搂在怀里，边撸猫边追番，旁边还有准男友和可乐爆米花。这日子简直赛神仙，宅女的世界就是这么容易满足。这时一个电话打断了两人的宁静。兔兔看了一眼右楚的电话，是不认识的人，推了推沈父：你接。苏晴，这显然是找白珊珊的。沈父去旁边接了电话：喂，晴姐，沈老师啊，右楚在吗？哦，他来亲戚了，不舒服，先躺下了。哎呀，早知道他生理期到了，就不让他吃那么多肉了，那让他歇着吧。苏晴歉意道，转而又问：其实我是想问一下他考虑的怎么样了，就是成为我们股东这件事，还有你的意见。哦，这件事我原则上是没意见的。这样吧，等他哪天好受一些，我让他过去找你，你们俩单独谈。好的好的。苏晴笑容舒展，帮我替右楚问好，昨天的营业额我发给他的微信。还有，多喝热水，这些事等白珊珊出来了再跟他说吧。沈父瞅了兔兔一眼，继续追番。吃了晚饭，两人用家庭影院看了一部动画爱情电影《瓦力机器人总动员》。如果是其他人格，肯定要去外面的电影院，但兔兔不爱出门，好在家里也有不错的设备。电影结束，就要进行睡觉这个环节了。兔兔是很期待跟沈父一起睡觉的，但现在两人还在恋爱的初级阶段，拉拉小手就已经非常怦然心动了。滚床单容易心肌梗塞，那我去那里睡。
你在这里睡，你的梦里要有我哦。沈父拍拍胸膛，自己的，肯定的。夜深人静，只有2只夜猫子还在活动。金大爷还好，但发情期的小九叫声就有些尖锐了。沈父都是戴着耳机睡的，喵喵喵，沈父听不到，这有些凄厉的叫声像是在呼唤着什么。感谢大家支持，求票，希望日推还能2000加。第90他来过。次日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沈父闻着芳香醒来，咦，是又楚的味道。睁开眼，面前正是自己老婆。沈父刚要窃喜，是幼楚回来了，马上又觉得不对头，肯定是小兔子偷偷跑来跟自己睡觉的。这丫头，睡我之心不死啊！趁着对方还没醒，沈父自我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在了。他刚要捂脸，感慨命运不公，突然想到，咦，自己昨晚好像本来就没穿衣服睡觉啊。松了口气，沈父又探手检查了一下小兔的衣服，还好，他穿着呢。他刚要松手，对方睁眼了，冷漠的声音让沈父如坠冰窟：“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挪开。请问你哪位啊？”白皎月，确认是惹不起的人。沈父挪开了手，但还是不放心：“真的是你啊？”暗号。白皎月敷衍的从被窝里伸出一条玉臂，比了个心，省略了触碰沈父嘴唇这一步骤。沈父皱眉，这个姿势看着怎么那么像是数钱啊？白皎月心里呵呵，不然你以为呢？接着白皎月又自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有姨妈巾，顿时松了口气。到日子了，看来2人睡的是素觉。他又问，上一个是谁啊？怎么跟你一起睡的？是白子兔，那就不奇怪。突然白皎月脸一下子变白，对着手掌哈了口气，仔仔细细的闻了好久，眼睛里满是狐疑。咋了白总？沈父裹紧被子，怕他发现自己现在的状态。白皎月皱眉看向沈父，你和白兔子没干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吧？我们能干什么奇怪的事啊？我对幼楚可是忠贞不二的。沈父坚定道。那你还跟白兔子睡一起？我看你是忠贞不三吧？我没跟他。沈父冤死了，是他半夜偷偷跑来跟我睡的，我都不知情。白皎月懒得计较那些。那你现在可以回自己房间睡了吧？沈父僵住了，他现在这种情况不适合移动。这是我选的房间啊，你应该睡主卧的，要走也是你走。白皎月，我现在就想睡这里不行吗？不行，这是我家。沈父非常坚持。好，白皎月在这方面也没坚持，只是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买一套姓白的房子。他刚要下床，发现自己的睡衣有些性感，于是一把抽过被子裹在自己身上，然后房间里圣光一片，白皎月仿佛被刺到了眼睛，呆若木鸡。沈父慌了，抢过枕头，这是他最后的倔强。倒是白皎月很快平静下来，抱着被子呵呵一笑，潇洒离开。沈父呵呵是什么意思？是被吓到了吗？沈父低头看了看，应该是惊叹的意思吧。然后就听到啊的一声尖叫，是白皎月的。什么情况？看到自己都没尖叫，难道是怕猫？沈父忙穿好衣服冲了出去，不过客厅里金九两猫正依偎在一起睡觉觉，似乎与他们无关。沈父冲进主卧，然后看到白皎月一脸淡然地指着床上，这些是什么情况？沈父，刚才是你叫的吧？我没有，那就是我幻听了。沈父解释，公司有事找你，我就想着搞点现金把你招出来，结果白珊珊、白子兔先后出现，这招似乎也不是很灵。白皎月，哦，你可以出去了。沈父关好门，里面，白皎月直接扑到床上，深情的呼吸，幸福的几乎要晕过去了。好多钱啊！哦，忘了一件事。沈父推开门，见白皎月平静地躺在床上。什么事？被子下，他的手紧紧握着一把钞票，用手指感受那上面的纹理。哦，你到时候可能要跟我去一趟心理诊所，龙武要跟你见一面。你可以先看看手机里的视频，有不明白的我来解答。他已经4天没出来了，估计很多事都不清楚。我先看手机，麻烦关好门。沈父重新关好门，白皎月把被子一掀，把床上的钱拢到一起，聚成一座小山，然后没形象的撅着臀数钱，1张2张，一边数还一边晃屁股。哦，还有啊！沈父再次推开门，只见白皎月坐在床上，一手拢着长发，2条裸腿晃荡着。又怎么了？他冷静的语气里似乎有些不耐烦。我想问你早上吃什么？白皎月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随便。这次沈父出后，白皎月立即把门反锁，然后一把扑向床上那个用金钱堆成的小山堆，2山撞1山，
床上的金山立即轰然倒塌。外面，沈父摸摸头，感觉这个财迷面对金钱的时候也太淡定了吧。他走到沙发前，见小九正埋头在金大爷的怀里。哟，金大爷昨天还不让人家碰你呢，现在就睡一起了。老同志你没有原则呀。金大爷被沈父逗弄得迷迷糊糊醒过来，还给小九舔了舔毛，一副舔猫姿态。沈父哈哈一笑，也没多想，估计就是混熟后，小九也过了那个强烈渴求的阶段了，所以两猫能够和平相处，这样挺好的，就当爷爷带孙女了。沈父先给他们俩添好粮食，加满水，然后又去猫砂盆里淘金，挖到2块便便后兴奋得不得了。帮猫咪出去扔便便的时候，沈父顺便买了早餐。等他回来，白皎月已经梳妆整齐地站在自己面前了，高跟鞋、黑丝袜、烈焰红唇都是标配。他正在盘头发。沈父问：需要帮忙吗？不用，搞定。看完视频了，有什么需要我补充的不？沈父又问。不必，抽空我会跟龙大夫见一面的，我会配合他。白皎月道。哦，对了，房间里那999900块钱你还要存回去吗？沈父看着白皎月淡然的表情，笑道：一看你就没数字强迫症，那可不是999900块，是100万整。沈父话音未落，白皎月直接冲了回去，开始翻箱倒柜。那100块哪去了？沈父跟了进去。是不是你数错了？这可是100万，1万张呢，很容易出错的。怎么可能？白皎月趴在地上。饭能吃错，钱能数错吗？沈父以为钱能数错，饭不能吃错。啊，找到了！终于，白皎月从床头柜下面摸出了100块，把他和另外整整齐齐的9999个兄弟放在一起，一家团聚了。看着白皎月欣慰的样子，沈父笑道：既然这么喜欢，就放在家里吧。白皎月没想到沈父这么贴心，其实他也是这么想的，那就买个保险箱吧，放在那里面，还是不要一直放在外面了。金钱的实体容易让人昏了头脑，所以我很少用现金。哦，对了，昨晚他来过了，白喵喵和白纸花的角色也加上了，大家可以上图片了。猫女郎和古风美女可有，还能发彩蛋哟，翻牌有奖励的。第91，到底谁睡了我？他。沈父愣了一下，谁啊？白总晃了晃手机，白喵喵啊，我还以为家里突然养了猫，就是为了召唤它呢。不是吗？养猫是意外，都是朋友寄养在我这里的。不过晚上白喵喵真的出现了。是的。沈父坐在床上，所以是他偷偷跑到我房间，钻进了我的被窝。如果他之后没有别人，那就是他了。白皎月道。反正不会是他，我这么大魅力的吗？沈父不禁有些自我怀疑，会不会是白子兔先钻了我的被窝，然后白喵喵出现了？为了避免被我怀疑，所以委屈了自己一宿，明明有别的房间，依然选择睡在我身边呢。或许吧，我不关心别人的私事。白皎月看着床上整整齐齐的100万，深情而炽热，他只关心这堆小宝贝要不要摆成金字塔的姿势呢。沈父还在问，那白喵喵的视频里都说啥了？白总把手机递过去，你自己看吧。哎呀，这不太好吧？密码你知道，应该没少看吧？说的这么直白干嘛？怪不好意思的。沈父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的接过手机，前面的他都看过了，直接从白子兔的那个开始看。这是他昨晚睡前录的，就像一个高中小女生一样，分享了自己跟沈父恋爱的一天。今天我和沈父去了猫卡，里面有好多猫，白的、黑的、黄的、蓝的，还有没长毛的。嘿嘿，里面也卖咖啡，但没有猫屎咖啡，实在太浪费猫咪资源了。后来我们也有了2只猫，可以一边抱着猫，一边看动画，看的动画也和猫有关。晚上我们还看了瓦力，然后偷偷买了瓦力和伊娃的手办，瓦力送给沈父，伊娃留给自己，真是幸福又充实的一天呢。沈父发现小兔兔的叙述里只有他和自己，旁的什么牛冰冰、老郭、龙武都没出现，看来在他心里，自己就是他的全世界呀。而且这小学生作文的风格，看得沈父又想笑又觉得温馨。接着还有一个视频，光线昏暗，是在没开灯客厅里，白喵喵盘腿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小九，旁边坐着金大爷，说话细声细气的。今天是9月7日凌晨3点钟，是我白喵喵。前面的视频都已经看过了，幼楚似乎很久没出现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希望可以尽快回到正轨。看起来很善良的一个小姑娘，而且看不出白珊珊双胞胎姐妹的感觉，不过还是很开心认识小九和老金。等一下，她怎么知道2只猫的名字？
兔兔前面那个视频里好像没有提过啊。继续看下去，刚刚我出去了一趟，把小九的猫粮分了一些给公园里的流浪猫。虽然小九没意见，不过还要麻烦接班的姐妹重新给小九买粮。沈父看了一下，小九的猫粮果然下去了一大半，而且这女人凌晨大半夜出去喂猫，京城治安是好，也不能这么大胆吧。白喵喵最后道，还要说一下珊珊，你的银行卡密码太简单了，我已知道，姐姐不会动的。不过既然你可以自己赚钱了，姐姐建议你可以做一些慈善，捐钱给流浪动物之家。正规的捐款渠道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输入这个网址就可以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是美好的人间呢。视频结束，沈父感觉白喵喵身上仿佛有一道圣光，宛若菩萨，怀里身边的2只猫就是观音座下善财童子。沈父把手机递给白皎月，吃完饭去心理医院怎么样？龙午的时间应该很紧张，尤其心理医生都是预约制，上午的时间肯定早就安排好了。中午请他吃个饭吧，边吃边聊。那好，我挑个地方，还是我来选吧。白皎月道，就在苏三烧烤，大中午吃烧烤，顺便帮珊珊谈一下入股苏三的问题。白皎月已经看过苏晴发的关于苏三烧烤的销售额和盈利情况了，感觉这门生意值得一做，就是珊珊谈的太糙了，一次性做2件事。白总时间管理很高效吗？对了，公司现在需要用钱，天鹏打算收购黄图动漫，你要不要去公司一趟？白皎月已经坐在餐桌前，黄图动漫我早就看中了，现在要发起总攻，自然需要我亲自督导。不用你提醒，需要我陪你去吗？你一个写小说的懂什么生意？去了也没用。可是你知道公司的新地址吗？搬家了。仇叔帮忙安排了1层楼，就在。沈父想了想，想不起来了，问了丑菊才知道在哪儿。他最终也没陪白皎月过去，毕竟自己也不熟，而且那些收购啦、贷款啦他也不懂。他把地址发给白总，让他自己打车过去，自己还是码字吧，再不更新，读者就要把票投给别人了。白总一走，沈父看了一眼在沙发上互舔的金大爷和小九，昏暗灯光下姿势妖娆，等着，写完就给你们买粮去。沈父屏蔽了外面2只猫的诱惑，专心码字。写完后，他给龙武发了条消息，白总来了，中午苏三烧烤见面。龙武回得很快，兔兔这么快就走了吗？是啊，那孩子朝气蓬勃的，就是有点缠人。沈父哈哈一笑，竟有点想他。龙武应了下来，表示很期待跟白总的第2次交锋。接下来，沈父开车去附近的宠物商店给小九买了同款猫粮。想到白喵喵喂流浪猫的行为，沈父又买了2袋，如果能遇到，就一起喂喂喽。接下来他开车赶往苏三烧烤，而在他之前，白总已经到了。小白，你来了。重新看到白幼楚，苏晴非常开心，感觉宏图大业由此才算正式开启。只是今天的小白看着有点不太一样，风格跟自己类似，但气场更强，精英感十足，不像是银行小职员，更像是投行经理。白皎月跟苏晴客气的握握手，晴姐，怎么这种眼神？没什么，就是觉得今天跟上次不太一样。当然不一样，上次我是食客，这次我是为了成为合伙人，自然要拿出专业的态度。大学4年不能白读啊。白皎月在苏晴对面坐下，气定神闲，可以重新谈一下你的条件吗？我要系统的评估一下。第92，比舌头更强大的是头脑。清华学霸和高考状元的气场让苏晴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即便自己有10几年的社会阅历，当过大堂经理，手底下管着几10号人，依然感觉矮人一头，好一招学历碾压。不过苏晴觉得自己又不是坑人害人，也是为了跟小白共赢啊，所以没必要紧张。他喝了口茶，舒缓了一下情绪。是这样的，前天小白你提供的那个配方效果很好，顾客满意度很高，咱们家的牌子彻底打出去了。另外我还邀请了几位美食家，根据你提的建议，改良的几道菜品也获得了一致肯定。在吃的方面，你真的是个天才，所以我和张三决定邀请你成为我们苏三烧烤的合伙人，并分给你8%的股份。白皎月眉毛一挑，白珊珊说的似乎是5%。苏晴见白皎月没什么反应，不禁有些失落，还以为他会很激动呢，毕竟一下子提高了3%。原本苏晴想着小白人不错，都没有讨价还价，自己打算给他一个惊喜，把5%改成6%。不过今天白皎月带给他的压力很大，于是临时决定又提了2个百分点，8%。他自认为这是很有诚意的分配比了。小白除了一张嘴，什么都不用投入，一般老板都很难做到他这样的。
资本家虽然可以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却也不会让人才跟自己平起平坐当老板。他虽然不姓朱，但天下老板都一样。白皎月点点头，突然问：“这个店面是租的吧？”“是啊，京城地价太贵了，一般餐饮行业都是租的门店。”“白皎月，那么前期投入成本应该不会太高。这家店投入了多少钱？作为合伙人，我应该知道吧？”“当然，本来也是要跟你说的。”苏秦笑道：“林林总总，一共投入了大概500万，光是预付的1年租金就100多万。”苏秦就是一个没什么背景的，从农村走出来的打工人。这家店几乎掏空了他这10几年的全部积蓄，其中还有多一半是张三出资的，不借助他爷爷的势力，这也是张三能做到的极限了。白皎月点点头，跟自己预计的差不多。之前无论是5%还是8%，都是白珊珊已经同意的，自己不会再推翻。现在他想说的是，我打算注资100万，秦姐觉得再多给我几个点的股份比较合适呢。啊，是沈老师想要和张老师再续20兄弟情吗？苏秦微笑着问，以为这钱是沈父掏的。白皎月回道：100万而已，我自己还拿得出。沈父不知道这件事。100万，就算这2天生意火爆，饭店前景极好，苏秦也要分出最少10个点的股份。作为创业者，这是非常肉疼的比例。从无到有，见证了这家烧烤店崛起的苏秦并不情愿，于是他委婉道：“小白，不知道你看了我发给你的营业额了没？第一天的营业额是12万，第2天也有11万，口碑已经打出去了，接下来稳定在10万左右应该不成问题。我们已经火了，维持10万言过其实了吧？那2天可是周末，到了工作日，萧条是必然的。那7、8万总是有的吧？而且我们的利润空间很大的，资金这一块其实并不紧缺。相反，我觉得苏三现在很需要资金，我这100万来的正是时候。”苏秦神情严肃：“怎么说？”白皎月没有急着说这个问题，而是话头一转：“秦姐之前没有过开饭店的经验吧？”苏秦脸一红：“我以前在一家星级酒店做大堂经理，在那之前曾做过早餐部的领班，决定开店后也跟开饭店的朋友取过经，也就是确实没有太多经验。”那自己就放心了。白皎月微笑道：“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菜单，从价格来看，苏三的定位是中高档烧烤美食店对吧？”“是啊，可是无论是菜品的花样、用心程度，还是材料，其实距离菜单上的价格是有一定差距的。跟那些真正的高档餐厅在食材上的考究相比，苏三的价位其实是虚高的。我想这样的定价主要是因为艺术烧烤这个噱头吧。”苏秦点点头，他承认自己的定价有些高，当时也承受了一些压力，但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从这2天的火爆销售就可以看出来，半年时间自己就能实现盈利。白皎月回归正题：“饭店做的终究是口碑，外在的东西只能维持一时，除非你只是想赚一笔快钱。我知道口味更重要，所以我才需要你啊。”苏秦道：“有小白帮他补齐最后一个短板，这个价位绝对是对得起顾客的。如果只是做一家饭店，装潢特色还有不错的口味，这也就够了。但秦姐的野心真的仅限于这一家烧烤店吗？或者说仅限于烧烤这一个分类吗？”见苏秦露出迷茫的表情，白总继续道：“我问你，我给你的那个配方，你现在是怎么使用的？”“我和马师傅一起调配的，关键步骤我是亲自操作的，所以你不用担心配方外泄。”苏秦道，但说话已经有些不自信了，总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果然，白皎月摇摇头：“那为什么不收购一家做调料的工厂，专门制作这种调料呢？”“啊，可是我们用不了那么多啊。”“那就卖了。”白皎月道：“你之前从哪买的？就把它顶掉，把这块市场抢过来啊！把这份调料卖到全世界，让它像奥尔良烧烤料一样风靡。那我们就没特色了呀。”白皎月轻笑道：“区一个鸡翅而已，我能给出的配方又何止一份黄金鸡翅的调料？比这更好的我随随便便就能拿出10几套。我想说的是，在特色和口味之外，对于餐饮更重要的是标准。”他也喝了口茶，这才在苏秦期待的目光下继续道：“在我看来，苏三需要一个调料厂，有专供我们的，也有面向市场，通过小小的调料打通渠道，布局市场。我们还需要租一块土地，专门为我们的店提供蔬菜，制定严格的标准，最好跟农业研究所这种部门合作，还需要在草原划一块地，专门为我们提供牛羊肉，让这些牛羊听着音乐快乐长大。到时候我们可以比现在卖得更贵，什么中高端，直接就是高端，而这些都需要钱。我甚至觉得100万还远远不够。”听到这些，苏秦觉得自己浅薄了，还是读书少啊。
白皎月继续道：“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太遥远，不要觉得我们的盘子盛不下这么多的菜。以我对美食的灵敏触觉，我们又怎么会仅仅是涉足烧烤行业呢？烤肉店干掉韩式土耳其，火锅店干掉呷哺海底捞，甚至饮料、酒业，这么大的市场呢？抢啊！到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苏三烧烤店，而是苏三餐饮集团，不，应该是苏三白餐饮集团。”苏秦激动地握着白皎月的手：“小白，辞职吧，我们一起干吧。我擅长的是人事，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做管理方面的工作。你的学识和商业远见是我远不如的。”苏秦终于意识到了白幼楚的强大，比他的舌头更珍贵的是他的头脑。白皎月摆摆手：“你们是夫妻店，我插进去算怎么回事？回头老沈该不高兴了，我就帮你出出主意，回头给你做一份商业企划案，够你用3年的。那么你是同意我的注资了？”苏秦自然是同意的，这样的人才必须深度捆绑，但该如何分配，这还需要他跟张三商量。白皎月也明白，于是道：“沈父应该来了，我下去看看。”白皎月下了楼，不过沈父没来，龙武倒是先到了。让白皎月意外的是，龙武竟然捧着一束花，不过不是玫瑰，而是用100元大钞扎成的花束。白总瞬间不淡定了，他这是要直戳我的软肋啊！第93不知道这取啥名，就随便叫个小白龙吧。为了跟白皎月见面，龙武做了充分的准备，手上这捧钞票花就是他精心准备的道具，算是投其所好。然而他对白皎月的了解还是过于片面。白总确实喜欢钱，钱是他的一生所爱，但也是他的软肋。大多数时候他都能保持绝对的冷静，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可是看到现金，尤其是大量现金的时候，他容易头脑发热，高冷人设瞬间崩塌，降到比白珊珊高不了多少的层次。一般这种时候他都不会做重大决定，直到兴奋劲儿过去了，龙武明目张胆的给自己送钱，无异于趁虚而入。如果他是故意的，那就是趁火打劫。所以当龙武把鲜花递过来的时候，白皎月没有接，反问：“龙医生，这是什么意思？”医生给患者送钱，你有为医德呀，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呢。龙武收得很快，或许是送花的人不对，那等会儿就给沈父好了，到时候让他借花献佛送给你也是一样的。脱了裤子，噗噗，多此一举。白皎月直接拿了过来，我收下了。你果然喜欢龙武看到白皎月欣赏那束花的目光，绝对比看沈父还温柔。白皎月道：“这顿饭就把这束花吃光好了，5200块，算你请客，我也给你送个见面礼吧。”说着，白皎月把花束放到一旁，在兜里掏了掏。你是心理医生，肯定喜欢玩心理小游戏。现在你猜猜，我手里有钱吗？猜对了，今年我100%配合。有问必答。猜错了，不好意思，安安静静吃顿饭，不带你这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怎么能讨价还价呢？幼楚才是病人，我顶多算是家属。白皎月脸色一变，甚至在你心中，我可能就是病灶吧？我可没那么想。龙武摊摊手，其他几个家属都很配合的，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表示你跟其他人格的不同和超然？超然谈不上，我们本就不同，他们愿意配合是他们的事，我想跟你玩玩，是我的事。你害怕出错不敢玩，是你的事。哼，幼稚的激将法，但我中招了。龙武看着白皎月的小手，我可以摸摸吗？白皎月攥着拳头，大方递了过去。这触感，龙武刚碰上，身后就传来沈父急赤白脸的声音：“干嘛呢？撒开！”龙武吓了一激灵，立即撒手。白皎月对沈父解释：“我们玩游戏呢。”龙武也急忙给出答案：“我猜没钱，现在谁还用现金啊？就算用，也是放在包里，衣服兜里放钱，不是你这种都市丽人的风格。”白皎月笑了，松开手，只见手掌处躺着一枚1元硬币，盘的都包浆了。你说了，多吃菜，别逼逼，愿赌服输，下次继续。龙武摊摊手，这个人格很强势，不宜强攻。从刚刚的对话，沈父似乎也猜到了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关于手里面有没有钱的赌局。这时白皎月拿起那捧钞票，好了，点菜吃饭吧。沈父的眼睛又瞪大了，龙武，这是你送的？龙武讪笑，你老婆很喜欢啊。沈父一把搂过白皎月的腰，喜欢就好，等会儿把它花光。白总惊了个呆，他认错人了吧？龙武微笑，白总也是这么想的。白皎月瞪了沈父一眼，示意他把爪子撒开。沈父指了指斜后方，是苏秦过来了。于是白皎月不再挣扎，任由沈父搂着。
做恩爱夫妻状。苏晴笑道：哇，沈老师真浪漫。哎，这不是玫瑰啊。沈父笑笑，虽然不是玫瑰，但比玫瑰更鲜艳，也更贵。苏晴，老三总说沈老师不如他懂浪漫，我就说作家跟画家都很浪漫啊。现在看来，您还要更胜一筹呢。哈哈，请这边来吧，我们边吃边聊。沈父内心呵呵，脸上依然微笑。这份浪漫就算在自己头上好了。苏晴也加入了这场饭局，再加上刚刚龙武输了，这次他算是白来了，还搭进去5200块，血亏。于是龙武就乖乖吃着听着，并不发表意见。让他惊讶的是，白皎月竟然入股了这家烧烤店。苏晴承诺给出25%的股份，白皎月欣然接受。本来就是帮白珊珊争取的，多点少点无所谓。那100万也是从白珊珊的银行卡里出，不知道密码。白总有身份证，有脸，改个密码有什么难度吗？只有沈父比较猛，不是5个点吗？怎么涨了这么多？晴姐，你可别被这人忽悠了。他知道白总的话很有煽动性，担心晴姐事后反悔，伤了自己跟张三的感情。苏晴却坚决站在白总这边。沈老师您多虑了，有小白加盟我们，公司只会越来越壮大。我现在才明白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分量。沈父，你指定是被忽悠了。苏晴又问白皎月，小白，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扫店？扫店探店自然是为了提升苏三烧烤的口感。白皎月摆摆手，那个不急，我先给你做一套公司发展方案。另外沈父那边也有些工作，等我忙完了抽空再一起探店。苏晴表示都听小白的。白皎月叫白总。苏晴嘻嘻，都听白总的。沈父被忽悠的不轻啊。吃过饭，苏晴死活不要钱，这一顿算他账上。白皎月没说什么，但是故意把钞票花束落下了，用来抵饭钱。车上，沈父问，你不是很喜欢那束花吗？白皎月呵呵，家里那么多钱，我自己折不香吗？要他的。沈父很开心，有志气。不过还是要跟龙武聊一聊吧，你对幼楚的了解应该是所有人里最多的。他觉得白总对幼楚的病情帮助应该会更大一些，劝他再跟龙武见一面。白皎月拖着脑袋，等我出差回来，如果还在就去见他。出差？什么出差？黄图动漫，我下午要去一趟格尔都，尽快把收购谈下来。白皎月看了一下手机，回头收拾一下就走。啊，这么突然？就你一个人啊？还有天鹏和蓝律师。沈父道，正好我闲着也是闲着，有点想念格尔都的煎饼果子了，我也去吧。沈父本以为他又要说自己不懂生意，没想到这次他却道可以。沈父刚要喜笑颜开，白总又道，我正好缺一个司机。第94，到底有几个沈太太？回到家，白皎月看着家里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你也去？那他们俩怎么办？金大爷已经是一只成熟的老猫了，他能照顾好自己和小九的。沈父撸了2把他的金色毛发，猫粮管够，猫砂够厚，告诉我可不可以完成任务？喵！金大爷茫然地喵了一声。沈父，你看他答应的多干脆啊，让一只猫照顾另一只猫，你是真的狗。沈父想了想，哦，还有这个。他翻出了一个小巧可爱的监控摄像头，放在茶几上，这个可以调节角度，客厅无死角，如果有什么意外让芊芊过来就好了呀。哎呀，大城市里有个外甥女真方便。白皎月，外甥女，我看是工具人吧。不过他也理解沈父，让老婆跟2个男员工出差，是个男人都没那么大心脏，即便知道不可能发生什么，但心里那点小阴暗也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白皎月答应让他跟着，哪怕他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带着笔记本去酒店码字。沈父开始装电脑了，键盘不用拿，车里好几个呢。白皎月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丝袜，另外看着床上的100万，想了想，掀起床垫，把钱放进了下面的储存空间。这里沈父都没打开过，下面不仅有白纸画的汉服，还有白子兔那些过期手办，都被幼楚细心收好了。2人刚要出门，快递就来堵门了。沈太太是吧？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快递小哥们把那些箱子一个个摆在楼道里。沈父，你买的什么啊？白皎月看了一下标签，并不惊奇，毕竟早就看到消费记录了。不是我买的，是另一个沈太太买的，麻烦帮忙搬进来吧。怪沉的。沈父看到后也明白了，都是手办，个头还不小，就先放自己书房吧，等兔兔来了让他自己拆箱。只是快递小哥们脑子里嗡嗡嗡的，
另一个沈太太，的亲娘，这大哥能人啊！我们哥几个找一个女的都费劲，他一个人还不止一个老婆，造孽啊！把这波羡慕嫉妒恨的快递员送走后，他们又迎来了一个孤独的快递员。这次送的好像是一包衣服，这个呢？沈父问。也是白子兔。沈父，衣服你要不要带着？白皎月把包裹扔一边，眼神冷冷的。难道让我穿着水手装去谈判吗？啥？水手装？沈父懵了，直接拆了包装。什么水手装？这明明是空姐服吗？哦，水手服在下面，还有护士。沈父老脸一红，这些衣服幼楚应该不会穿吧？兔兔穿的话，容易出事故啊。不止这些，你的小兔兔可是有不少惊喜呢。白皎月瞥了一眼那些没品位的衣服，好了，其他的应该还在路上，我们也走吧。朱总和蓝律师现在已经出发了，被快递耽误了一些时间。沈父也不再墨迹，把空姐服藏好，带着白总上路了。车上，白皎月就开始用笔记本噼里啪啦了。沈父道：“你屁股下面有一个静电容键盘，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先用。脚下那个茶轴也不错。”白皎月摸了摸，还真摸出一个键盘，扔一边。不需要，谢谢。沈父又找话：“你在忙什么啊？”在做苏三餐饮的商业企划。苏晴并没有太多做饭店经验，从中午我的观察来看，太粗糙了，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细节的、宏观的都写一些，应该对他有帮助。难道你有相关经验？我没有，但我是天才。白皎月头也不抬道，就好像我没有做过文化产业公司，但我能带着你的沈先生起飞。什么我的沈先生？是大家的沈先生啊。你也有股份的。白皎月不置可否，还是金融市场更适合自己。沈先生文化有限公司只是自己的一次尝试，他会努力成功，就像以前的那些战绩一样。当然，没那么成功也无所谓，毕竟自己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几只股票握在手上，幼楚就永远不会再受穷了。一路上，白皎月都在认真工作，他的精力非常充足的样子。沈父却很疲惫，到了酒店只想睡觉。在他们之前，朱天鹏和兰陵王就已经到了，并安排好了房间。父哥，嫂子，这是你们的钥匙。罗曼蒂克情侣大床房呀。天鹏眨眨眼，沈父为难的接过钥匙。这房间应该只有一个床吧？花那冤枉钱干嘛？普普通通的标准间就行啊。你们结婚这么久都没度过蜜月吧？现在这个就算是个小蜜月了。快上楼休息吧。来个儿都度蜜月，总觉得怪怪的。沈父看了白总一眼，听他的。白皎月没矫情，难道要对手下说老板娘要跟老板分开睡？当然是直接上楼。开门，床上竟然还有一个玫瑰花瓣组成的心形，不愧是罗曼蒂克情侣房。白皎月看了却不屑一顾，不如中午的花好看，说着就要扔。别啊！沈父小心把花收走，给你留着泡玫瑰花浴，这次可是新鲜花瓣。白皎月不禁想到那次沈父给自己用一些蔫巴花瓣准备的洗澡水。你就这么喜欢看女人泡在花瓣里？你不觉得很美吗？沈父反问。白皎月摇摇头，估计也就白纸画这么想吧。说着，他看向洗手间，然后跟沈父同时目瞪口呆。透明的。沈父讪讪，我看一下，没准有气雾开关呢。白皎月一直皱眉，如果是透明的，两人这样就太不方便了。他跟沈父睡一张床没关系，毕竟也睡了不止一次两次了。沈父还算规矩，这点口碑他还是有的。但如果洗澡方便都要在对方的注视下，他觉得有点为难自己。找到了。听到沈父这话，白皎月的表情总算舒展了。在哪儿？沈父在床头上呢。在洗手间外面。沈父尴尬了，跟咱们家里的设计正好相反啊。不过他怎么觉得酒店的设计更人性化呢？点赞。你放心，点开了。入住期间就这么一直开着，我们之间这点信任还是有的吧。好了，开车太耗精神了，我先躺会儿，你该方便方便，这一半的床留给你，晚上吃饭叫我。说完，沈父裹着被子呼呼睡去。白皎月看看沈父，又看看洗手间，最终还是进去蹲了一下，期间全程做好把裙子放下的准备。好在并没有什么事故发生，还挺安全的。沈父小睡了一觉，不多一会儿，迷迷糊糊间听到白皎月的声音：“大郎，该吃饭了。”第95黄图3节。沈父猛地睁开眼：“吃什么？吃饭啊？谁吃饭啊？你呀？我谁啊？沈父啊？哦，还好不是大郎，看来是自己睡迷糊了。最近他没少熬夜，规律的生活被9个女孩打破，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了。”白皎月渐渐没了耐心：“
你穿正式一些。今天我们要见黄图的几位技术骨干，拿下黄图不是最终目的，拿下黄图后能否让它正常有序的运转，看的其实是这些人。我不去行不行啊？你也知道，我很内向腼腆的，不抽烟不喝酒，这种社交应酬的场合不适合我的。白皎月，你以为我想带你去啊？人家愿意在正式谈收购之前见面，就是因为公司的老板是你啊。我，人的名，树的影，你沈王爷在网文圈声名赫赫，知名度已经扩散到了文娱产业的上下游。在公司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项目之前，你就是公司的最大招牌。人行吉祥勿败。我懂了。沈父起身穿衣，都没出酒店大楼，直接上到23层，在那里有一家烤鸭店。朱天鹏和兰陵王已经到了，另外还有3个头发没那么富裕的中青年人吧，头发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问了一下，果然都是30来岁当打之年的大好青年，个个都心怀对动漫产业的澎湃热情。头发最少、功力最强的那个叫东城，是公司副总、动画部总监。之前黄图动漫大火的那部3D 大作《机变英雄》就是他一手打造的。旁边那个头发稍多一些的叫机器猫，漫画家，是黄图旗下3个漫画工作室的创始人。这家漫画工作室的名字叫3个。最后那个头发最多，只是发际线比较高的是《机变英雄》的导演张伟，前面2个都是真名，张伟是个艺名。沈父分别跟3人认识了一下，话题很容易展开，毕竟沈父看过他们的作品，他们也看过沈父的小说。机器猫最为热情，王爷，我太喜欢你的作品了，当初就想拿下第3仙的漫画改编权，但太贵了，公司没竞争到。沈父笑着摆摆手，如果有幸能跟各位成为一家人，千古一仙肯定要交给季老师的。您的水墨画风太适合修仙小说了，你的微博我都有关注，看你平时随手画的小作品都特有意思。这顿饭就从很有诚意的互相吹捧中开始了。白皎月看着沈父嘚不嘚的嘴皮子，您这叫内向腼腆。机器猫和张伟导演都是技术骨干，相对比较纯粹。当公司即将大厦将倾之际，他们茫茫然不知能做什么，只等着到时候被接手再决定去留。而已经进阶管理层的东城想得更多，他在这个行业10几年，看着国产动漫产业从无到有，直到现在百家争鸣，有了一些崛起的气象。他深爱这个行业，也深爱自己的公司，所以要为黄图挑选一家值得信赖的公司。之前已经见过了几家很有实力的公司，不乏业内巨头和企鹅这种寡头公司。沈先生文化算是其中实力最不起眼的，但实力弱也有实力弱的好处，公司可以在自己手上按照原有的轨迹正常运转，不担心外行指挥内行。黄图还是那个锐意进取的黄图，坏处就是可能要裁员，毕竟沈先生文化的体量可能还不如黄图动漫，他们不可能承担这么大一家动漫公司的开销的。所以一开始在沈父和机器猫、张伟互相吹捧的时候，东城并没有开口，直到那个据说是沈王妃的漂亮女人开口，东城才来了兴趣。我们公司最近获得了一笔投资，并且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层 CBD 办公楼，开始动作频繁起来。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吧？机器猫道，听一个学妹说起过，你们那个京津冀大学声优大赛搞得蛮热闹的，也包括魔都、阳城几个大城市，所以勉强也算是全国大赛。朱天鹏解释道，他负责的这个项目。张伟道，你们好像还投资了一部叫《男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网剧，跟企鹅合作的。朱天鹏又道，这部剧的原著就是我们沈王爷的外甥女，新晋女频大神万紫千红，她的新书也是我们公司全权运作的。东城开口了，同时涉足几个领域，会不会牵扯太多精力和财力？我之前说过的，我们得到了一大笔投资，很大的投资，完全能应付公司的全线开花。白皎月自信道。东城又道，我是很信赖沈王爷的，首先人品这点没得说，我也接触过不少网文圈的同行，大家普遍评价敦厚长者，没想到其实这么年轻。不过公司接受了注资，这家公司还是王爷说了算吗？白皎月微笑道，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注资的就是我，沈太太。3人齐猛逼，是的，不过是公司从他一个人的变成了夫妻店，这家公司依然是以沈王爷的意志为最高指示的。白皎月突然装作温柔模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是我听他的。沈父瞬间抖了起来，小白，给我倒杯 AD 钙奶。白皎月立即照做，温顺的不得了。东城几人都有些惊讶，只知道沈王爷最近刚刚结婚，娶的是一位清华学霸，没想到还是富家美女，这么多线操作，投资额起码过亿了吧？果然头发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3人冲着沈父露出羡慕的神色。
手里的春饼卷鸭肉瞬间不香了。公司并不是东城3人的，上面还有跑路的老板，在上面还有投资公司，到时候是跟投资公司谈。今天的见面是彼此的试探。白皎月做出承诺，如果完成收购，黄图动漫不会裁员，投资公司不会在意这些，但东城几人在乎，都是一起苦过来的动漫人，能聚在一起不容易。沈父的谦和，白总的承诺，还有烤鸭的酥香，让他们坚定地选择了沈先生，并决心在这场收购案中为新东家尽绵薄之力。人还是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沈父4人把东城3人送下楼，看着他们离开，朱天鹏笑道：相谈甚欢啊，是个不错的开始。沈父看向白皎月：白总，我的表现还不错吧？不错，我看那个机器猫都要跟你结拜了，我觉得就算收购失败，也可以把它挖过来给你画漫画。沈父刚要回酒店，兰陵王不好意思道：师哥，小猪要带我出去玩，你们回去吧。说了多少遍，出去玩要叫我小牛。牛大鹏提醒道：玩归玩，别耽误明天正事。白皎月搭着沈父的肩膀：还有，晚上别来打扰我们，还有3天时间，那个同人小故事的活动还差2天，谁还有压制不住的创作欲望啊？肯定能得奖的哟。第96，有软饭吃，我干嘛要那么努力？对面2人露出成年人都懂的表情，表示就算大楼起火也不会去敲他们的门。朱天鹏搂着兰陵王边走边说：我说什么来着？罗曼蒂克情侣大床房有用吧？这钱没白花吧？我的经验绝对不会出错，有我在，今晚绝对让你脱单。对了，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的女的？沈父瞟了一眼白皎月，胳膊还搭在自己肩上，非常亲密。白总，你有什么想法呀？我卖艺卖惨不卖身的，跟我上来吧。白皎月拉着沈父就上了楼。房间里，大床上，2人穿着衣服。白皎月对沈父道：自从有了我，你越来越懒了，什么都指着我来做。天鹏一直催着来格斗，本来昨天就该来的，你硬是拖到我出现才来。如果我今天没出现，是不是今天还不来？沈父点点头。我最讨厌的就是没有标定价格的物品，不标价，让你猜，这就太讨厌了。就像这家公司，我都不知道该出多少钱买它，你让我怎么谈？肯定是你来谈啊。那你知不知道商机稍纵即逝？从刚刚对方透露出来的，如果今天他们再不来，投资公司就要开始跟企鹅那几家公司走程序了，高低要把这个累赘卖出去。我就一学历史，写网文的，就算重生也干不过大马小马呀。我不指着你，指着谁呀？沈父还振振有词：有软饭吃，自己干嘛还要努力？白皎月气得想打人，想到这不是自己老公，还是强行忍住了。他叹了口气：如果我能一直在，你咸鱼也就咸鱼了，但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在了。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你就不能有点担待啊？沈父看着白皎月：你是不是有感觉了？还没有，但如果睡一觉，大概率要换人。白皎月解释道：因为睡眠的时候是我们人格最薄弱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挤下线，不管换谁出来，都对这次收购没帮助。考儿也不行吗？虽然商业知识他也懂，但他只会理论，不会实操，没有经过社会毒打的书呆子而已。白皎月傲气道：那你想怎样？今晚我们加个班，我把自己对黄图动漫做的功课交给你，还有接下来要怎么谈判，以及对方各种要求的应对方法。白皎月道：这样就算没了我，你也能把这次收购完成。沈父愕然地看着他：你把我叫回来，让他们别打扰，就是为了这个？要不然呢？抓紧时间吧。白皎月打开电脑，沈父见是躲不过了，提议：能不能换个地方？在床上我容易分心。那你想在哪儿？沈父指了指洗手间：浴缸里吧。然后白皎月答应了，只不过沈父在浴缸里，白总在浴缸外面，而且沈父必须穿着泳裤，水面还要铺满花瓣，遮挡视线，以免辣到白总的眼睛。刚刚我说到了黄图漫画的老板为什么跑路，你总结一下。白皎月就像白老师一样，还让沈父总结归纳，考教他有没有认真听。沈父因为耗时3年，投资近亿拍了一部动画电影大片，结果空有特效，故事稀烂，主题假大空，观众不买账，于是损失惨重，难以为继。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故事很重要。白总打了个响指：没错，而你的强项就是讲故事，这是业内公认的。我看过你那些小说，同一个套路，你能用不同的方式讲10遍。如果投资方还想部分持有黄图动漫，你将成为公司内容总监，这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沈父点点头：
对白总道：“我这么干泡着怪无聊的，我能搓搓澡吗？”白皎月眼一横：“你想让我给你搓澡，我自己搓就行。你能不能把肥皂给我递一下？”白皎月哼了一声，把肥皂递了过去。然后肥皂太滑，白总的小手也很滑，两滑相遇，肥皂大喊一声：“啊，你好滑！我输了！”然后直接滑了出去，落在地上。浴缸里的沈父够不着，只能白皎月去捡。但那块肥皂在角落里，他去捡的话就要背对着沈父，而自己穿着包臀裙，曲线很美。沈父又好几天不知肉味了，他会不会失控？白皎月正在衡量捡肥皂的风险。沈父滑的从浴缸里站起来，磨磨唧唧：“我自己捡。”穿着泳裤的沈父迈不出来，刚要去捡，就觉脚底一滑，哎呦喂！白皎月眼见着沈父结结实实摔倒在光滑的地上，都是瓷砖，肯定很疼吧？白皎月也不敢去拦他，自己还穿着高跟鞋呢，更容易摔倒。他选择独善其身，在沈父摔倒的过程中，还后退了2步，以免被牵连。等沈父摔结实了，他才过去，居高临下的关怀：“你没事吧？”沈父捂着尾椎：“我怕是要步丑局的后尘了。”“啊，不会一下子摔瘫痪了吧？”“现在是动不了了。”我缓缓沈父躺在地板砖上：“要不要叫医生啊？”“别介，我都泡发了，太难看。”沈父阻止，感觉有点知觉了：“你掐我一下。”白皎月掐了一下，胳膊一直有知觉。下半身，白皎月又掐了一下腿，腿一直能动，腿上面。最后白皎月在沈父臀上掐了一下：“有知觉吗？”沈父笑了：“疼。”慢慢的，沈父复苏了，两人也不上课了。白皎月把沈父搀到床上，又服侍他换了睡衣，跟伺候大爷似的。现在他严重怀疑沈父是故意的。接下来我还要讲黄图动漫的几个高层，他们的喜好和行事风格。你不听了吗？沈父打着哈欠：“要不明天吧，今天我受伤了。”白皎月叹了口气：“我给你录视频吧，万一明天我不在了，你记得看。”说着抢过沈父的手机。沈父听他说的悲凉，于心不忍道：“算了，那你讲吧，我听着。”于是沈父躺着，白皎月盘腿坐在他旁边，又讲了2个小时。讲到最后，沈父都精神了。说完了。沈父意犹未尽：“大概就这些吧。”沈父：“哎呀，那现在干点啥呢？睡觉啊？这都快1点了。”沈父：“别啊。对了，咱们看看金大爷和小九在家里怎么样了吧？这个时间他们应该也睡了吧？”“那可不一样，他们可是夜猫子。”沈父哈哈一笑，打开手机上的软件，按了2下，就看到了客厅里的场景。不愧是高端摄像头，仿佛开着灯。等等，这特么就是开着灯啊！沈父忙道。白皎月凑过去：“家里招贼了，右楚的角色升5星了，有属于他的话题圈了。虽然他现在戏份不多，但相信老佛，他就是主角。目前也是为了让其他人格能出来展示一下。最后，感谢 Miss 世界的打赏助力。第90期我会对孩子负责的。”白皎月急忙凑过去，忧心忡忡道：“是不是家里有100万的事传开了？应该不至于吧？再看看，咱们有摄像头呢。”2个脑袋凑得很近，看得非常认真，脸都要挨上了。沈父刚要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突然灯又关了，瞬间乌漆嘛黑。他立即转动摄像头，然后看到一双发光的眼睛站在客厅开关下面，好像是9。沈父眯着眼睛：“你说灯是不是他开的呀？”其实家里没人，白总猜测。沈父，你要说金大爷会开灯关灯，我觉得有可能，毕竟老江湖，各种技能都会一些。但小九还不到1岁呢，有志不在年高，没准就是金大爷教他的呢。沈父突然道：“哎，后面那双眼睛是金大爷吧？他这是想偷袭。”白皎月见金大爷在缓慢靠近，笑道：“这老同志难道不知道拳怕少壮，怕是打不过小九吧？”2人饶有兴趣地等着小九被吓一跳，然后反手给老人家一个回手掏。结果小九的反应并没有特别激烈，两猫已经彻底挨上了。小九也没跑，只是轻轻地摇动着。他摇，金大爷就晃，2对反光的眼珠子就像闪耀的灯球，在黑暗中画出暧昧的轨迹。天气微凉，气氛正浓。沈父突然机灵了一下子：“哎呀，金大爷是不是把小九给骑了？”白皎月脸一红，脑袋一歪：“关了吧，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监控视频太不正经，偷看人家小猫咪行房。”沈父却慌了：“我朋友是想给小九绝育的，这突然被骑了，
万一怀上了咋整？白皎月并不觉得2只成年猫做出这种事有什么不可原谅的，他调侃道：“要不你现在回京城，把他们分开，没准还没结束呢。”去，开车起码2钟头吧，回去早完事了。你以为他是我呀？沈父烦躁道。还2钟头？白皎月撇撇嘴，以为自己是网文男主啊。他没理会沈父有违科学的吹牛，掀被子下床，我去冲个澡，准备睡觉。沈父叮嘱道：“我的洗澡水放了吧，不许偷喝。”白皎月一枕头扔过去，打断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沈父被击倒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里那清晰的4只眼珠子怔怔发呆。蛋，我有愧于你啊，但是如果真的不幸中招，我会对孩子负责的。不一会儿，白总带着一袭香风，穿着浴袍出来了。你说我弄的大波浪发型怎么样？白皎月一边擦头发，一边问。沈父还保持着被枕头击倒的姿势。大波和浪，你都有啊，还要啥大波浪？白皎月横了沈父一眼，觉得他有些没分寸。你平时跟幼楚也这么说话吗？沈父叹息，比这过分。我现在已经很收敛了，而且都没动手。你怎么还在看那个监控？白皎月从沈父的话里闻到了骚动。这个男人难道看这种视频也会有冲动？沈父重重地叹了口气。金大爷老当益壮啊，还没完事呢。我大意了。他把手机一扔。白皎月，晚安。你终于困了？白皎月开始吹头发。不困，但确实该睡觉了。还有，如果晚上你对我不放心，可以学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床中间放2杯水，如果水杯倒了，酒店追究起来，就说我尿床了，绝不能让他们怀疑到你身上。沈父有气无力道。白皎月回头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男人也是有点可怜。如果今天是幼楚在这里，这么好的房间，这么妙的氛围，一边看猫片，一看你侬我侬，该不对啊。白皎月问沈父：“我之前是白子兔，他没让你净身吗？”沈父刚要否认，白皎月突然恍然：“哦，他出来的不是时候，你只能干瞪眼。”你，沈父又要辩解，白皎月又道：“但是也有别的操作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该懂的都懂吧，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沈父气得直捶床，走高冷人设的你话怎么这么密啊？你说啊，我又没堵着你的嘴。白皎月放下吹风机，回到床上，让沈父小声的、慢慢的说，重新跟白皎月躺在一张床上，甚至一个被窝里。沈父一时间有些卡壳，结结巴巴问：“你就不怕我？”白皎月摇摇头：“不怕，因为大姨还没走呢。”沈父，但是还有别的操作呀，我这么大的人了，该懂的都懂。白皎月脸色微变，向远离沈父的方向挪了挪屁股。沈父终于笑了，终于有点占上风的感觉了。放心，小兔子那么主动，我都没碰，更不会碰你。白子兔白给你都没碰。白皎月总觉得有点不幸，因为我老婆是白幼楚啊。沈父一本正经道：“听说你对幼楚是一见钟情。”白皎月问他：“一见钟情不就是见色意义吗？你最初也不过是馋幼楚的身子。”幼楚的身子，小兔的身子，我的是身子，有什么区别吗？是没区别。你身上哪里有小黑点，我都一清二楚。白皎月严肃道：“我身上没有小黑点。”沈父很确定道：“有的。”突然，白皎月想到某种可能，脸一歪：“你说有就有吧，放心，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不影响你整体的美观。”沈父安慰了一句，继续自己的话题：“不过我既然愿意娶幼楚，就说明我爱的不只是他的身子，我更爱他有趣的灵魂，欣赏他非凡的才华，怜惜他曲折的人生，每多了解他一分，我就更爱他一分。”白皎月貌似懂了。沈父最后道：“这辈子能让我单膝跪地的女人只有白幼楚，我们有婚姻作为契约，我是个很有契约精神的人，不会胡来，所以你尽管放心，这一晚你绝对安全。”白皎月自认为不太懂感情，却也被这番话触动到了。如果明天醒来后不是我，而是幼楚，你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已经躺下的白皎月歪头看沈父。沈父想了好久，终于说了一句：“你自己脱还是我来？”第98，第9人格留下的痕迹。白皎月决定收回刚刚对沈父深情男的评价，冷哼一声：“睡觉。”都凌晨2点，确实该睡了。关了灯，沈父闭上眼，希望梦里有幼楚吧。啊！沈父突然又叫醒白皎月：“白总，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放心，我白天也没想你，我想的都是怎么赚钱，不是那个意思。”沈父急道：“
你能不能睡前想一想幼楚？说不定做梦的时候就能梦到他了呢。你们是一体的，应该会比我更容易梦到他吧？说不定他有什么托你转达给我呢。黑暗中，白皎月看着沈父的眼睛，算了，深情男这个称号还给他吧。好，睡前我会数一个白幼楚，2个白幼楚，如果梦到了，肯定告诉你。白皎月应了下来。白皎月从天没亮就苏醒过来，现在经历了近20个小时，身心是有些疲惫了。数到16个白幼楚的时候，直接就睡着了。次日，都已经日上3竿了，朱天鹏在门外都路过3回了。先醒来的是沈父，都是熬夜，但他心里惦记着事，还是比白皎月早一些。此时那个女人距离自己只有19公分，他不敢惊动，生怕幼楚本来要回归，却被自己吓了回去。幼楚都已经离开4天了，轮也该轮到他了吧？然而生活给了他重重一击，对面扭了扭身子，眼睛还没睁开，嘴先动了。别看了，是我。沈父发现自己现在了不得了，从语气里就听出是白皎月。白总，我们这么熟吗？一句话就能听出是我。你的声音很轻了，语气里就透着高高在上。沈父如实道：软萌我也会啊。白皎月呵呵一笑，睁开眼，老公，噗嗤。他笑了。沈父破功了吧？显然软萌不是谁都能来的，幼楚都差点意思，这个领域还得说白子兔。不是。白皎月指着沈父的脸，谁给你画的呀？沈父摸着自己的脸，怎么了？白皎月却猛地收敛了笑容。中间有人来过。他说的显然不是房间有人来过，某个人格。沈父找出手机看了一眼，靠！他的脸上被涂上了口红，左右个3撇红色的胡子，像是一只帅气的猫咪。是白喵喵。白皎月摇摇头，他不是喜欢恶作剧的人，当然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毕竟我也没见过他。说着，他已经从自己的包包里翻出了一根口红，找到作案工具了。那么多支，你怎么知道是这支？见他都没打开。沈父疑惑，4号啊。白皎月打开，红跟红不一样，我的口红没重样的，那会不会是那个未知人格啊？沈父问。白皎月看了一下手机，里面并没有留下视频，有可能的。那个家伙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说着，白皎月瞅了沈父一眼。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什么？白皎月故作认真道，其实你的身体里也住着另一个人格。他苏醒了，然后把自己的脸画成了这样。你快看看你的手机里有没有留视频吧。沈父吓得一激灵，还真看了看手机，自然是什么都没有，所有指纹都试了一遍，也没能打开隐藏系统。然后他看到了白皎月偷笑的样子，这女人竟然会跟自己开玩笑了。沈父又想笑又来气，他刚要说什么，白皎月看着他的脸突然道：哎，不对劲啊，怎么了？从这支口红的消耗情况来看，肯定不止你脸上那几道，难道他还留下了其他提示？沈父掀开被子，我身上没有啊。你转个身。沈父脱了睡衣，翻了个身，我背后有字吗？白皎月摇摇头。沈父又往下看，我腿上也没字啊，还能在哪写字啊？难道？白皎月转过身，你的屁股我不想看。沈父，我还不想让你看呢，我去洗手间自己看。沈父跑到洗手间，门都还没关，就喊了一声：白皎月，你快来看。我都说了，我不看。白皎月哼了一声，如果有字，你念给我听就好。不是字，是一幅画，在屁股上作画，这个人格有点东西啊。白皎月眉毛紧蹙，感觉有点变态。沈父探头出来，催促道：你快进来啊，最好把这幅画拍下来。白皎月不情不愿地挪步过去，拍吧拍吧，让其他几个也欣赏一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他已经做好了被沈父的白闪到眼睛的准备，结果见沈父并没有脱裤子，反而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了镜子上有一团红色的图案。在镜子上，对啊，还没看清画上的内容，白皎月的心首先颤动了一下，因为红色唇彩和镜子的搭配实在有些恐怖片的感觉。第一感觉就是不寒而栗，仿佛那是用血涂抹的。当看清画上的内容，白皎月的心颤抖得更厉害了，眼圈不受控制的有些湿润。这算不上画，更准确讲是涂鸦，就像是小孩子的随手之作，毫无技术含量，线条歪歪扭扭，人也丑丑的。镜子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小女孩。妈妈穿着裙子，应该很美，爸爸戴着眼镜，是个斯文的人。小女孩梳着单马尾，头顶还戴着一个公主的王冠，咧着嘴笑，画的真的很差，但这一家3口真的好幸福。
沈父盯着白皎月，见他眼睛里淌出一滴泪，忙帮他擦拭。是不是想起过世的爸妈了？白皎月摇摇头，父母过世的是幼楚，在我的自我认知里，我从没有父母，她的亲人不是我的亲人，就好像她的丈夫不是我的丈夫，这些情感我们是无法共同的。但你哭了，应该是替幼楚哭的吧？白皎月自己擦了2下，幼楚依然强大，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如果哪天我喜欢上你，肯定不是我自愿的。白皎月随手把镜子上的涂鸦拍了下来，擦了吧，看着怪瘆人的。沈父忙也拍了一张，这才拿起毛巾。你说这第9人格是什么意思？想念父母了？他画的父母是幼楚的父母吗？白皎月，幼楚也记不清父母了，他只记得舅舅、舅妈和大花。大花是谁啊？被洪水冲走的那只猪。有会画画的吗？很简单的画。这里可以参加第5期彩蛋征集赛啊，到时候可能全站展示啊。第99个袍缎秀之后，沈父又在房间里找了找，没有发现其他痕迹。那个神秘人格就像是幽灵一样出现了一下，在镜子和脸上分别做了一幅画，就匆匆离开了。白皎月让沈父别动，你脸上这幅也要拍照，说不定也是很关键的线索呢。好了，洗脸吧。洗完脸，沈父拿起手机，然后就听到沈先生公司群里消息乱响，白皎月竟然把刚刚自己那张照片发到群里了。天蓬大帅，这个蜜月玩得够 happy 呀！娜塔莎，这个色号我稀罕，能跟白总稀罕一样的口红，我老的劲儿了。丑橘，羡煞旁人啊。110，这样的沈老师竟然还有点萌，哈哈。万紫千红，你们出去度蜜月都不带上我，感情淡了呀。沈父看向白皎月，他直接解释，我只是做了幼楚会做的事情，幼楚才不会把我们的生活照乱发呢。他很含蓄的。哦，那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幼楚，下次一定不会了。白皎月云淡风轻道。沈父却狐疑的看着他，这家伙跟一开始的态度很不一样啊，难道相处下来已经被自己的魅力所折服？这种可能性倒是很合理。走啊，你不是说请我下楼吃煎饼果子吗？白皎月看向发呆的沈父，沈父拦住他，还有一件事你没说呢，昨晚你做梦了吗？白皎月犹豫了一下，没有。你为什么犹豫？沈父不是瞎子，看得出来他不对劲。白皎月看向沈父，其实有，但我说不出口，难以启齿，对吧？沈父的眼神立即微妙起来，是不是我和你在梦里做了那种事？说着，沈父还拍了拍掌，示意的很明显了。白皎月眼都直了，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还是说男人的脑子里都在想那种事？那你到底做了什么梦啊？幼楚没给你托梦吗？白皎月哼道，我确实做梦了，梦到我在洗澡，只是浴缸里没有水，都是流动的金币。沈父不可思议，就这，做梦都是金子，这人太财迷了吧？我数了数，一共有1万枚金币，都是这么大个的一枚。你还问是不是真金的，还咬了一口呢。白皎月一口气说完，金币上的花纹非常漂亮，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样的了，不过肯定不是现实中存在过的金币款式。你说咱们把家里那100万换成金条怎么样？体积小，容易藏起来，而且金子比纸币看上去更刺激啊。现在金价不到380，咱们的钱差不多能买5斤呢。少是少了点，但抱着睡觉应该很踏实吧？沈父点点头，似乎认可了他的观点，然后冷不丁问了一句，你洗澡的时候我也在啊？白皎月脸上有些不自然。沈父又问，我咬的是金币还是别的什么？白皎月后退一步，霞飞双颊。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门铃以及朱天鹏的声音，父哥，嫂子，我知道不该打扰你们，但现在都10点了，身体要紧啊。他都已经在门口溜达6遍了。沈父和白皎月结束了这段对话，虽然白皎月有所隐瞒，但他应该真的没有得到幼楚的托梦，所以他到底做了什么金钱和美色兼收的美梦？沈父也懒得追问那些细节。4人出去吃了煎饼果子，算是把早餐对付了过去，然后去了一趟格尔斗动漫产业园区。黄图动漫公司就坐落在那里，曾经是这个产业园区的骄傲，现在却成了累赘。沈父作为沈先生公司的精神领袖，跟对方的实际控股人见了一面，表达了收购合作意向。接下来沈父回酒店码字，隐于幕后，其他人进行正式的工作。从昨晚白总给自己讲的那些来看，他对收购黄图动漫做了非常扎实的准备工作，几乎是势在必得的。沈父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做好本职工作，把手上的千古一仙写好。公司未来的动作主要就是围绕这部小说的 IP 展开的，这部小说的高度决定了将来要走的路是难是易。
此时，男主李长生和小姑姑桃儿再次离开京城故乡，国家年号从开元变成了天宝，安史之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路途中，他顺手指点了一下剑圣裴明，还结识了年轻的郭子仪。最有趣的还是李长生和张果这个老头的相遇。张果就是后来的八仙之一张果老，曾见诸正史，每次外出曾乘100驴，骑行如飞，被当作当世神仙。唐玄宗曾招他进京为官。小说中穿插着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有助于增进读者的阅读乐趣。张果早在几十前就被男主耳闻过，如今正式登场，被沈复塑造成了一个刘老六一般的老头，人气颇高。结识了张果之后，李长生后面还要通过他认识吕洞宾，并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梳理一下八仙成团的幕后故事，其中有正史，有野史，还有他自己的考证推断。写这本书，沈复觉得自己能再考个研究生回来，酣畅淋漓的写完了。沈复打开扣扣，然后就蹦出了小九他爹的问候：王爷，小九现在乖吗？能不能给我拍几张照片？蛋蛋问。沈复心里一阵突突，这件事肯定要跟蛋蛋说实话的，但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说实话也容易让他分心，于是沈复发了几张之前拍的照片过去，先让他安心，等见面的时候再诚挚道歉。到时候是割袍断义，还是割袍断袖，就悉听尊便了。关了扣扣，沈复又给万子谦打了个电话，让他闲着没事回一下自己家，重温一下这个家的温暖。哼，是想让我帮你照顾那2只猫？万子谦心里明镜似的，我正在过去的路上呢，还是外甥女最好，开车小心点。我打车过去的。啊，为什么啊？不是买车了吗？路上这么多车，万一撞上车怎么办？万一撞了人怎么办？万一让别人撞了怎么办？万一被熊孩子划了怎么办？所以你买了车之后开过吗？等我回老家我就开。高速上车少，万子谦没底气道。沈复呵呵，女人啊。但愿幼雏考到驾照后没那么怂。不多会儿，万子谦到了紫竹院小区，正好一个快递小哥的正在敲门，家里没人的。说着，万子谦打开门，把东西给我吧，麻烦小姐签收一下。见是幼雏的，万子谦笑嘻嘻问快递小哥，收件人是我闺蜜，同时还是我舅妈，你说我打开看看合理不？小姐姐的笑容太甜美，腿又长，皮肤还是健康时尚的小麦色。快递小哥失了魂一般点头，这很合理。于是万子谦关门上锁，开拆。再然后，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紫，又一阵红的发紫。这都什么啊？第100老公，你的脑袋掉了。感谢车阳的忧伤，民歌187 Miss 世界养军的打赏，感谢金童点点无缺，来一根热狗，溪口换船，龙虾的宝贝，燕山人海吃池鱼，明天依然等待，松雪凌寒，无网，你家大胖，书友202009301340273797，不花钱看书的子曰，口胡橘子皮，往事不随风，晨曦4月2333，黑白花的九尾狐，书友1611192322122199，大风云飞扬 L， 空城旧戏，木子回森，布鲁艾兹外特多拉贡的打赏。第101修真版，我爱我家。看到沈复进来，白皎月甩甩头，关门。哦，沈复关了门，白皎月继续动作，把丝袜脱下后扔沙发上，穿了一天高跟鞋，累死了。如果有人能给我捏捏脚就好了。听到这话，沈复立即把鞋一甩，也瘫在沙发上，出去逛了一圈，累死了。如果能有人给我洗个脚就好了。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10分钟后，他们来到楼上的足疗会所，并排躺在椅子上，接受着2名女技师的专业服务，同时感慨，收费的就是比免费的强，可以随意提要求，水温热一点，凉一点，手劲儿大一点，轻一点，再泡一些药包，简直帝王般享受。沈复眯起眼睛，今天谈的还顺利吗？尽在掌握中。白皎月自信道，企鹅不是也盯着黄图吗？那种巨头应该比较难缠吧。企鹅的收购意图其实并没那么强烈，毕竟他们名下这类公司很多，都是交叉入股，一丝一丝吸溜。白皎月喝了口饮料，我跟他们这次的负责人接触过，他们接受事后注资，就是等我们把黄图接手，并带领着走向正轨后，由他们投资我们旗下的黄图，他们只占少量股份。这样对于企鹅，花钱虽然多一些，但至少不会翻车。那是不是以后黄图的作品只能在企鹅视频发布了？沈复又问，企鹅和 B 站会有优先权，但如果淘站、优酷和芒果给的更高，我们还是有最终决定权的。白皎月放下饮料杯，不过在动漫这个领域，还是企鹅和 B 站的氛围更佳。
是最优选。那几天能谈完啊？沈父担心家里的猫，涉及到上亿的投资，肯定不是3-2天能搞定的。白皎月道：不过大框架的东西会尽快搞定，后面就是细枝末节了。今天朱总一直跟着我，我也在有意培养他，即便我不在了，他也能按照我的意志执行下去。买这家公司要花上亿啊！沈父这辈子还没一次花过那么多钱呢，可能8-9千万吧。巅峰时期的黄图没有2-3个亿根本拿不下来。白皎月道：而且这只是给那些股东的钱，后续还要陆续投入，而且短时间内都见不到回头钱，甚至还有继续亏钱的可能。我本来还想收一家游戏公司，现在看来要延后了。那我们买的是黄图的全部吗？白皎月摇摇头，90%，另外10%是动漫园管委会的，他们想卖咱们也不能收，必须让他们占股，这样各种官方优惠政策才能落在咱们头上。另外，如果有什么官面上的业务，我们也有机会竞争，比如做个城市宣传片什么的，利润空间特别大，超乎你想象。白皎月想到赚钱，眼睛里顿时有了光彩。认真干事业的女人很有魅力。沈父看着她，仿佛也在发光。哦，对了，白皎月又道，完成收购后，当务之急是要给黄图找事做，员工们不能闲下来。我那些小说随便挑，首先千古一仙要漫画化，现在就可以交给3个漫画工作室了，如果还有余力，可以再买个网文来画。要同时启动千古一仙的动画版吗？沈父问。白皎月想了想，摇摇头，字数太少，影响力还不够，无法吸引最广泛的观众群。我觉得起码接近完本，且漫画版有一定基础之后再考虑。对了，实体书什么时候出？第一册的3审3校已经完成，书号申请下来了，封面也做好了，就差书法家的题字了。沈父道：回头我跟李老爷子催催。白皎月点点头。那现在要考虑的就是给动画部门找点什么事做了，要不做四世同仙吧？沈父提议。这部书刚刚完结几个月，现在还在畅销榜前30名，还热乎着呢。虽然不如第3仙那么高的热度，但已经出了漫画版和实体书，漫画版也相当成功。四世同仙又名拖家带口修真记，讲的是主人公于火莲一家4代人的修仙传奇，是个群像故事，刻画了于火莲爷爷、大伯、二伯母、父母、小姨、侄子侄女等一大批鲜活人物。通常的修真小说都是凡人模式，主角一个人孤独的在修真界打拼，别说亲人了，身边连个女人都没，顶多带一个神兽，不停的奇遇、对敌、夺宝、升级，完全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修真机器。心累的时候连个可以停泊的港湾都没。沈父在这部书中反其道而行之，让主角带着一家老小去修仙，把亲情放在第一位。一家老小4代人在修真的过程中也碰撞出了非常有趣的火花，堪称修真版我爱我家，中国版超人总动员。白皎月拿出手机，打开起点 App， 这本书我还真没看过。我看过呀。捏脚的小妹突然兴奋起来，您就是写第3仙的沈王爷啊？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书迷。沈父很开心，你是我的读者。算是吧，在起点看的。小妹尴尬的摇摇头，显然没花钱。沈父还怕她尴尬，忙用诙谐的语言化解道：没事，这次捏脚给我免单就行。哈哈，不能免单的。小妹认真道：老板的生意我做不了主，但是我可以给您多用点力气。沈父忙道：那也好，谢谢啊。那边白皎月问：漫画版做的形象不错，可以用吗？沈父回答：可以的，签约的时候有这条，如果进行动画化，可以无偿使用漫画版的形象。对方是个小工作室，比较好商量，而且这是对彼此都有好处的事，但做周边的时候还是容易有纠纷。白皎月放下手机，闭上眼，把这个工作室也买了吧。两人捏个脚，就确定了黄图动漫接下来的动作，还顺便决定买一家漫画工作室。捏完 GO， 回到房间，两人往床上一躺，通体舒泰。沈父侧头看了一眼白总的曲线，默默地咽了口水。捏脚的小妹说过，自己的肾杠杠好，该释放释放，别憋着。白皎月直视着天花板，我今天除了工作外都在想幼雏，晚上尽量梦到他。沈父有些感动，收回不纯洁的目光。谢谢白总，昨晚就熬夜了，再加上今天捏了个脚，两人很快就睡着了。睡着，沈父听到什么声音？咔哧咔哧。他睁眼一瞧，幼雏背对着自己坐在床头，长发披散，脑袋一耸一耸的，似乎在啃食着什么。幼雏沈父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要是这时候说后面没了，大家肯定想囊死我吧？哈哈，等会儿还有今晚凌晨上架，求推荐，求点赞。第102，拥有10个亿，在国内是什么水平？随着沈父的出手，右楚的动作停滞了。沈父又叫了一声：“右楚，是你吧？”寂静的空气中，沈父似乎听到了水滴的声音。就在他思考是不是洗手间的水龙头没关严时，右楚转了过来，咧着血红色的嘴道：“是我呀，老公。”啊！沈父猛地坐了起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心脏剧烈起伏着。原来是梦啊！他现在还心有余悸，实在是刚刚那么一幕实在太恐怖了。右楚的嘴角在滴着血，他的手上是一只被咬断脖子、鼓鼓冒血的白毛兔子。仔细回忆一下，他甚至记得右楚的额头上还有2个黑色的角，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小恶魔。至于其他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沈父看了一眼背对着自己安睡的妻子，梦都是反的，所以我的右楚是个小天使啊。看着自己的枕边人，此情此景，沈父不禁想到了薛定谔的猫。同理，只要身边的女人没有醒过来，他就可能是右楚，也可能是白总，或者任何一个人格。现在自己就当他是右楚了。于是沈父搂住了他，就像之前那样，让他窝在自己怀里睡觉，轻轻的一手搂着腰，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刚刚做了那样一个梦，此时搂着自己的老婆，他的心里瞬间安宁了下来。右楚的形象渐渐变成了天使。右楚，明天就回到我身边好不好？沈父轻轻呢喃着，用下巴蹭蹭他的头发，重新进入梦乡。只是在他看不到的一面，他的右楚郁闷地睁开眼，见腰上卡着一只手，背后是那个男人，轻叹了口气，重新闭上眼。次日一早，沈父被摇醒了。老公。沈父睁开惺忪睡眼，听到老公2字，瞬间立了起来。耳朵。右楚。他立即拉住老婆的小手，死死攥住。右楚有些不耐，却没有甩开他的手。他快速而冷漠道：老公，我爱你，但是你也要爱护你自己。我不在的这些日子，早饭一定要吃，起码牛奶鸡蛋要吃一些的。平时写小说不要一坐就是大半天，写45分钟要溜达15分钟，远眺一下公园里的树。每天不要长时间盯着电脑或手机，注意节约用眼。家里的健身器材难捡能用，你也要利用起来啊。还有，你最近是不是熬夜了？我看到你都有黑眼圈了。如果实在状态不好，就不要逼自己，少写一点没关系的，以后补上就是了。最后，他贴近沈父的耳朵，小声道：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我已经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你做好当爸爸的准备了吗？说完，在沈父迷茫不解的眼神下，白皎月把长发扎起。这就是我做的梦，还有梦里右楚说的话，我用他的语气一字不漏地对你说了一遍。原来还是白总啊，难怪像是被课文。沈父叹了口气，随即说了声谢谢，不过右楚肯定不是这种语气，你应该再温柔一些，带上一些感情色彩。他很怀念右楚独有的温柔。白总翻了个白眼，我用第一人称传达就不错了，还想让我温柔？麻烦你先去洗手间照照镜子好不好？啊，我的脸上又被画了。沈父摸上了脸蛋。白皎月，哦，那倒没有，我就是希望你能去一下洗手间。为什么？白皎月紧了紧被子，避开沈父的直视，请立刻去一下洗手间。沈父被赶去洗手间，然后白总在被子下窸窸窣窣地换了里面的贴身衣物，并把之前的塞进行李箱。门缝那边的沈父看到了这一幕，开始怀疑梦里的右楚是在什么情况下对自己说的这些话，是躺着还是趴着？今天的白总还有一些工作，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回京城了。啊，这么快吗？后续的工作朱总和蓝律师可以处理，相信他们，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好的。白总开始收拾起来，突然他装电脑的手停了一下。你动我的电脑了？没有啊，我连你都没动，更别说你的电脑了。白皎月，没动我，那为什么早上醒来的时候你搂着我？啊，我算了，你也没真的做什么，懒得跟你计较。白皎月说回正题，我昨天睡前电脑是半开的，现在完全合上了，这不合理。沈父，白皎月，难道？两人立即趴在桌前，打开电脑。沈父提示道：看有什么浏览记录。白皎月敲了2下，没有，浏览记录还是以前的那些。白总的上网浏览记录一闪而过。沈父隐约看到了几条：世界首富是谁？中国首富是谁？京城首富是谁？拥有10个亿，在国内富豪里是什么水平？沈父嗨嗨，你搜那些首富是谁干嘛？
我的人生目标啊，一步一个台阶，慢慢来。白皎月平静道，仿佛那些小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那你有10个亿？白皎月没接茬儿，看看操作记录上有没有。对，白皎月又敲了2下，摇摇头，也没有，干干净净。如果没记错，我每个盘的大小都跟昨天一样，记忆力这么好。沈父惊叹，我可能也就比考笨一点而已。白皎月骄傲道，丝毫不觉得比考笨一点是丢人的事。两人在电脑上什么都没找到，手机也是，房间里也没有任何痕迹证明有其他人格出现过。白皎月只能作罢，出门干活去了。沈父按照右楚说的，先吃好早饭，然后开始码字，码字45分，休息15分钟，并站在窗前远眺。中午，白皎月回来了，匆匆忙忙道，准备一下退房，送我回京城。啊？怎么了？白皎月喝了口水。小雅给我打电话，今天考科目2，不用回家，直接送我去考场，因为考场在郊区，不用开到拥堵的市中心。2个小时后，沈父成功把人送到了考场。一开始白总还在遥控指挥收购事宜，跟朱天鹏打电话，后来工作忙完了，他就头一歪睡下了。沈父开得很稳，现在都没醒。喂，白总，醒啦，要上战场了。沈父推了推后面的白总，白总睁开眼，用手背揉着眼睛。呀，这是哪里啊？这嗲嗲的语调。沈父疑惑道，兔兔。重新看到沈父，白子兔兴奋地在车里摆了个 pose， 就是我，穿梭在银河的美少女，贯彻爱与真实的小精灵，可爱又迷人的白子兔。他本想叫老公，不过想到两人还在恋爱的初级阶段，于是改口道，沈父，又见到你了，我好开心。你开心了吗？有没有想我？有多想啊？有我想你那么想我吗？面对一连串热情洋溢的问题，沈父点点头，想啊，昨晚做梦还梦到你了呢。啊，真的吗？太好了。白子兔眨巴着眼睛又问，那你的梦里都跟我做了什么啊？想到晚上那个梦，沈父抖了一下，忙转移话题，先不说那些。兔兔，我问你，你会开车吗？哎呀，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呢，怎么能问人家这种问题呢？白子兔捂着脸蛋做娇羞妆，然后嘟起嘴巴，是开火车吗？我会的。兔兔可是开车小能手呢。沈父捂着脸，完蛋了，